未央1677年，青兰王国、暴风王国不堪忍受宗主国大央帝国的常年弹压，在青兰王冷不为突破到地灵境之际，联合暴风王南宫天雄，举两国之力讨伐大央帝国。两国联军100万之众，会师之日意气风发。怎料大央帝国独孤女帝施展大神通，脚踏山河，手掌乾坤，以一己之力灭100万联军。同为地灵境的绝顶高手，青兰王和暴风王两人联手，居然连一个回合都撑不住，可怜可叹可惜。那一日，独孤女帝一袭黑色香金龙袍，微服四海。那一日，独孤女帝如仙人下凡，似修罗转世。那一日，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小儿只哭。两大王国覆灭，仅仅须臾之间，那只是独孤女帝的遗愿、一嗔一怒。7日之后，大央帝国秀衣使依然在满世界的追杀两国王族余孽。大央帝国国都未央城，一处偏僻的山神庙，青兰王族仅剩的独苗，年仅6岁的太子冷华年，正用他白嫩的小手摇着躺在地上的一位玄衣老人。老人白面无须，银丝散乱，胸口一处剑伤触目惊心，血更是极易流干。高爷爷，连你也要离我而去了吗？嗨嗨！冷华年摇着高离的手臂，正好牵动了他胸口的剑伤。他微微睁开眼睛，这是被生生疼醒了。殿下，老奴恐怕不行了，往后就得靠你自个了。高爷爷，你不会有事的。6岁的孩子，国破家亡，青兰大内总管高离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老奴的伤自己心里有数，这次恐要辜负陛下所托了。殿下过来。高爷爷，冷华年使出浑身的力气，把高离的后背拖了起来。高离盘膝坐好，猛吸一口气，稳住摇摇欲坠的身形，对太子做最后的交代。殿下，想要报这灭国毁家杀父之仇吗？想。童声嘹亮。嘘，轻点声，那些狗随时能闻风而来。娘儿明白了。独孤女帝太强大，她是虚灵大陆第一人，同样是地灵境，青兰王、暴风王加上老奴都不是她的一合之敌，所以要想报仇，只能使巧劲，不能蛮干。巧劲？你要想办法混进未央宫，接近独孤女帝，要有耐心，10年、100年都要等，等她的赏识，等她的松懈。当然，还要特别当心独孤女帝的那个侍卫独孤凤，我胸口这一剑就是她刺的。高爷爷，娘儿是男的，如何进得去宫？如何接近女帝？殿下勿急，老奴早有准备，把头凑过来。冷华年把头凑了过去，高离轻抬兰花指，食指一记点在冷华年的眉心。冷华年顿觉脑袋嗡的一下，无数信息涌入脑海，慢慢由混沌转为清晰，是一部功法，缩阳神功。不错，以殿下的资质和悟性，定能靠着这门神功完好无损地混进未央宫。高爷爷，你何以习得这门神功？冷华年的潜台词是：你下面都没有，怎么练得纸上谈兵？老奴一生之憾，便是这残缺之身，耗费500年光阴，终独创了这门缩阳神功。高离接近油尽灯枯，但此时脸上仍不由露出一丝傲气。高爷爷，这缩阳神功管用吗？冷华年似懂非懂地眨着眼睛好奇道：应该管用吧。切记，不成功不入宫。娘儿记住了。高离欣慰地点了点头，从怀里摸出一枚碧玉扳指，交到冷华年的小手上。殿下，这是青兰王临终前托老奴带给殿下的镇国之宝。冷华年没想到父王从来舍不得取下的碧玉扳指，如今到了自己手上。不错，青兰王国大部分的宝藏都在里面了，留给殿下修炼乃至复国之用，一定要收好且藏好啊。高爷爷放心，娘儿定不负厚望。殿下，这下老奴就剩最后一件心事了，可惜老奴主修的葵花大法并不适合殿下，老奴只能将这500年修得的灵力采用醍醐灌顶大法悉数传给殿下了。这如何使得？殿下勿要多虑，老奴的时间不多了，要乖。盘膝坐好，五心向天。冷华年乖乖照做，高离在他背后缓缓伸出右掌，再次闭眼深吸一口气，将全身灵力运至右掌掌心，而后轻轻按在冷华年的天灵。高离的手法很温和，他怕灌顶速度快了，冷华年承受不住。可惜他还是错估了形势，他可是地灵境高手，这是他500年修来的灵力，一个6岁孩童如何能够承受？高离已经到了弥留之际，所有精力都用在输送灵力上，身前的冷华年已经快被他的灵力爆体。此刻冷华年的眼睛、鼻子、耳朵都已经在流血，身上经络更是被磅礴的灵力撑爆无数。当高离感觉不对劲，睁开眼的时候，为时已晚，500年灵力全部入体，冷华年已是经脉寸断，爆体而亡。啊！高离拼尽力气一声狂吼，心如死灰。陛下，老奴愚蠢，终是心急害得陛下断子绝孙。老奴舔受陛下500年照护，到头来却成了青兰的罪人，老奴还有何脸面下去见陛下？高离一掌拍在自己前额，砰！脑袋如西瓜炸裂，血雾飞散。只3息的时间，
躺在地上的冷华年便慢慢睁开了眼睛。这次终于穿越到太子身上了吗？真是皇天不负我特么，国破家亡的太子还在被人追杀。来自蓝星的冷华年先是一喜，又是一惊，再是一疼，能不疼吗？身上七经八脉寸断，最惨穿越者非我冷华年莫属。想到自己的处境，冷华年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破旧不堪的山神像背后，在神像边缘的土地上挖个深坑，将碧玉扳指埋了进去，随后小心翼翼将地恢复原样，最后又撒了些枯叶干草在上面。东西是好东西，不过现在带在身上只能招来杀身之祸。冷华年自言自语道，顺便整理了一下思路。进宫当太监，鬼才去，潜伏到如此神通的女帝身边，这不是耗子给猫当陪嫁，作死吗？青兰王国的事跟我冷华年有何干系？哦，草率了，你也叫冷华年，那也不关我事。冷华年揉了揉身子，浑身除了经络疼，其他还行。想到这次穿越又是地狱难度开局，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半刻钟之前，也就是高离失手让冷华年爆体的那刻，高离啊的一声惨呼。距山神庙100丈之外，两位小心翼翼行路的绝色美人顿时被那惨叫声吸引。姑姑，前面有座庙，声音好像是那里发出来的，我们去看看。小祖宗，不要节外生枝，我们正在跑路。姑姑，去看看吗？我就到附近观望一下，说不定有意外之喜呢。我们不是要找个机灵的小子的吗？一儿，今时不同往日，暴风王国被灭，我们周围危机四伏，再不能跟以前一样由着自己的性子了。年长女子年约27、8，皮肤白皙，容颜俏丽，身材婀娜，虽然衣着普通，不过浑身上下还是透出一股贵气。姑姑，一儿明白了，我们就远远的看一眼嘛。那名叫一儿的女子10岁左右，眉眼虽然还未全部长开，不过已经是一个活脱脱的美人胚子，假以时日，定能长成那倾国倾城的丽人。此二人正是暴风王室的唯二幸存者，暴风王南宫天雄的妹妹南宫羽妃，她手里牵着的女孩正是暴风王室幸存的小公主南宫玉嫣。真拿你没办法。南宫羽妃无奈地摇了摇头，都什么时候了，这丫头的好奇心还这么重，殊不知好奇害死猫吗？两人慢慢靠近山神庙，而此时的冷华年已经一泡尿尿到泥地上，用手糊了点湿泥巴，在脸上、头发上、衣服上胡乱抹了一通，心中忍不住感慨，这张该死的脸长得这么好看顶个屁用，早晚被人拐走，为了活命扮成小乞丐不寒碜。冷华年原本挺拔的腰也慢慢佝偻起来，地狱难度的副本开局，他只能先苟起来。冷华年刚踏出山神庙，一直默默注视着庙门口的南宫玉嫣就兴奋起来。姑姑，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正是我们要找的小乞丐。于是正在为自己的伪装沾沾自喜的冷华年，转眼就落到了南宫羽妃的手中。南宫羽妃是何许人物？一握冷华年的手腕，稍一探查便知眼前这个小乞丐是个经脉寸断的废人。嫣儿，我们走吧，这人不行。南宫羽妃松开冷华年的手腕要走。姑姑，带上他吧，看样子他也怪可怜的。唉，你这孩子就是心软，早晚要吃亏。冷华年被带走了，跟在南宫姑侄两位角色的大小美人后面，这结果在他看来不好不坏。姑姑，我们去哪儿？城里是待不住了，没想到老虎眼皮子底下也有这么多绣衣使在追杀我们。回暴风城更不行，我们到未央城外寻得一山，远离人烟，那样安全些。南宫羽妃带着两个孩子买了点干粮，匆匆出了未央城。姑姑，前面那座山高耸入云，要不要上去看看？带三人走到山脚下，一块醒目的牌子竖在那里，妖兽伤人，切勿靠近。姑姑，怎么办？嫣儿，现在越危险的地方对我们反而越安全，没有比大央绣衣使更恐怖的存在了。上山，无名山竟也有数百丈之高，山路蜿蜒，树木高低参差，错落有致，路边野花杂草丛生，偶有带刺的藤蔓挡道。姑姑，你说这山上真的有妖兽出没吗？有，不过嫣儿不必担心，但凡妖兽来犯，看姑姑一剑一只把他们收拾干净。行至半山腰处，三人停了下来，眼前景象连冷华年的眼睛都亮了起来。一个宽敞的山洞，不远处有飞瀑流下，瀑布底下竟有一个清潭，水清见底，水中鱼儿畅游。就这儿吧。冷华年对这地方甚是满意，忍不住将心中所想说了出来。小子，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画脚了？南宫羽妃板起了俏脸，对这小乞丐有些不满。姑姑，他说的没错，这地方我看着就喜欢，正适合我们隐居。那就这儿吧。南宫羽妃应道。冷华年心中冷哼一声，这女人看似貌美，身上贵气淫逸，可终究不好相处。小乞丐，去水潭里把身子洗干净，一股尿骚味。哦。冷华年脸上一热，赶忙朝清潭跑去，心里暗道：这娘们真是个狗鼻子。
冷华年回头一看，南宫姑侄俩已经进洞去收拾了，麻利的脱光衣服，扑通一声跳进水潭，浑身被冻了一个机灵。看来这水可能是山顶融化的雪水。冷华年在水中像鱼儿一样畅游了一番，然后才从头到脚洗了个干净。不过人是洗干净了，可衣服呢？总不能穿那件有着尿骚味的脏衣服吧？冷华年这下犯了难，只得继续待在水潭里游来游去。半个时辰后，南宫羽飞来到了潭边，冲着冷华年道：“小乞丐，我还以为你淹死了，还不起来？我没干净的衣服换。”冷华年一脸的为难。南宫羽飞返回山洞，拿了一套南宫玉烟的衣服出来：“上来吧，拿这套衣服将就一下，等你那套衣服洗干净再换上。”哦，冷华年嘴上答应，身体却没在水中没有动静。赶紧上来，皮痒了是不是？南宫羽飞声音一冷，这下冷华年不得不上岸了，豁出去了，他都不在乎，我在乎什么？冷华年大大方方上岸，南宫羽飞这才知道自己犯了个错误，自己这辈子还没见过男人裸身，这下有点辣眼睛，赶忙把头转开。冷华年走到发愣的南宫羽飞跟前，从他手中拿过衣服，转身穿了起来，有点大，但还凑合。南宫羽飞脸上的红晕还没散去，急匆匆地返回了山洞。冷华年将自己的脏衣服在水里漂洗干净，搅干水分，向山洞走去。刚一入山洞，南宫羽飞跟南宫玉烟都觉眼前一亮，他们想不到小乞丐洗干净了，竟然唇红齿白，俊俏无边。哈哈，还不错嘛。南宫玉烟看到冷华年穿着他的衣服，竟煞是好看，心中已是大赞。连一向挑剔的南宫羽飞也不得不在心中暗叹，这小子长大了肯定是个折磨人的俏郎俊，不知道要去祸害谁家姑娘呢。不过嘛，算你小子倒霉，遇到了我南宫羽飞，你就是我要送进宫当卧底的绝佳人选。冷华年并不知道，就一个瞬间，南宫羽飞已经决定好了他的命运。他要知道的话，非气得吐血不可。你叫什么名字呀？南宫玉烟虽未到情开之时，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他看到冷华年的俊俏模样，心里更是忍不住要向他靠近。冷华年，你呢？冷华年深知欲盖弥彰，反而不如大大方方承认。你姓冷，这个名字很特别哦，跟青兰王是一个姓。一边的南宫羽飞顿声警叫：天下姓冷的多了，巧合罢了，你还没说你的名字呢。我叫南宫玉烟。这要巧，我们的姓都跟王氏撞一块了。冷华年，我有2件事要向你宣布，一件好事，一件坏事，你要先听哪件？望着南宫羽飞那神秘莫测的表情，冷华年浑身一个机灵。先听好的吧，在未来10年，我会好好培养你，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我都会教你，我更会用药御之法，尽量让你锻炼的经络续上。冷华年眼睛一亮，寻思还有这等好事，不过他随即冷静下来道：那坏事呢？10年之后，待你学成，我会亲自把你送进未央宫当太监，送你到独孤女帝身边。冷华年倒吸一口凉气，这是怎么了？兜兜转转又要进宫了？我跟这未央宫跟独孤女帝是不是杠上了？当然，我只是宣布，你并没有选择的余地。姑姑，你真要送他去当太监？别送他去行不行？你觉得呢？南宫羽飞难得的给了南宫玉烟一个白眼，南宫玉烟吐了吐舌头，乖乖闭上小嘴。冷华年，别想着偷偷逃跑，我在你身上中了生死蛊，假如我找不到你，你猜会有什么后果？南宫羽飞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玻璃瓶，里面是指寸许长、全身黑黢黢的蛊虫，我只要将它捏死，那你体内的白蛊虫也将与你同归于尽。冷华年听了，心头一阵恶寒，这娘们貌比天仙，心如毒蝎，有机会一定要狠狠地蹂躏她一番。放心，我不跑。你跟我说说，要我进宫接近独孤女帝究竟是为何？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是暴风王室的，我们要你进未央宫当卧底，接近独孤女帝，赢得她的信任，传递情报，暗杀女帝。你是不是把我看得太高了？我一个废人如何刺杀独孤女帝？她哪怕把脖子伸到我跟前，我也杀不死她。这就不需要你担心了，你还有10年时间提升自己。再说，杀人不一定要用刀剑，也可以用毒或者蛊虫。姑姑，嫣儿，你今天的话有点多了。南宫羽飞一个凌厉的眼神望向南宫玉烟，随即又道：冷华年，今天好好放松一下自己吧，明日正式开始你的魔鬼训练。这个南宫羽飞，暴风王国曾经的长公主，还真是了得。冷华年以为他要花钱请各种老师过来给他授课，没有，一个都没有。他南宫羽飞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诗词歌赋无所不能。不过要说到诗词，冷华年觉得南宫羽飞的水平跟唐诗宋词精选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原本冷华年对缩阳神功是不屑一顾的，现在他却不得不每日抽时间认真修炼。人啊，往往就是这样，不逼一下，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才5年，冷华年就领悟了缩阳神功的精髓。15岁的南宫玉烟已经从美人胚子彻底长成了一个大美人，别说她身上还真有几分南宫羽飞的影子。
不过一个是清纯脱俗、飘飘欲仙的小美人，一个是身材丰腴、诱惑无边的绝色尤物。第6年开始，南宫羽飞开始教冷华年如何引起女人注意，如何赢得女人好感。近水楼台先得月，南宫玉烟成了他的靶子，而且这个靶子很快被打穿了，南宫玉烟很快就沦陷了。也难怪他已到了思春的年纪。南宫羽飞也很无奈，这冷华年确实越长越好看，关键他身上的气度日益迷人，真是要命。这小子才12岁，自从经历5年坚持不懈的药浴后，他的经络终于全部续上了。不过经络似乎并未全部畅通，修行仍然停留在初灵境。除了修行不行，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吸引女人都已是炉火纯青。要不是看他还小，南宫羽飞真想直接就把他送到未央宫去。寒来暑往，10年一闪而过，冷华年已长成俊俏挺拔的大小伙，南宫玉烟更是出落得比花美，比花娇。南宫羽飞脸上没有留下任何岁月的痕迹，除了身子日益成熟，胸襟日益鼓囊，他依然是一副迷死人不偿命的样子。近2年对冷华年的态度也莫名柔和了许多。姑侄俩立在山洞口，望着原处在水潭中畅游的冷华年，都有感慨。姑姑，你非得将他送进宫当太监吗？你不觉得可惜吗？可惜，不过开宫没有回头箭，一个冷华年还不足以跟暴风的江山、仇恨、血泪相比。可他真的是无辜的。暴风王室3万亡魂，哪个不无辜？姑姑，叶儿已经爱上他了。我有眼睛，收起你的幻想，明日起他就是个太监了。不要！南宫玉烟知道自己姑姑的执拗，急得已是泪如珠落。我去山下采购些东西，全当为明日做准备。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说的，就抓紧时间吧。南宫羽飞并非铁石心肠，但她是一个可以控制情感的女人。南宫羽飞下山去了，南宫玉烟失魂落魄的慢慢走进水潭，她身上的衣裙一件件剥落，雪白玉足踏入清澈潭水。冷华年立在水中，看着眼前的玉人，一时呆了。南宫玉烟慢慢踏入水中，朝冷华年靠近，直至走到他跟前，两人四目相对，没有话语，或许此刻任何话语都是多余。冷华年一把将他揽入怀中，一口吻住他娇嫩的阴唇，两人慢慢沉入了潭底。青梅绕竹马，红唇为君起，今生若相依，来世永不弃。南宫玉烟的身子彻底软在了冷华年的怀里，冷华年将他抱出水潭，走回山洞。叶儿，你太傻了，明知我明日就要进宫去当太监，你为何还要将身子给我？冷华年动情地吻了一下南宫玉烟的眼睛。从此你就是我夫君，哪怕你成了太监，也是我夫君，我会等你回来，10年、100年亦不变。南宫玉烟走下水潭的那刻起，就已经打定主意，此生非君不嫁。烟儿，我的好烟儿。冷华年将南宫玉烟紧紧搂到怀中，两人很有默契的一起躺到床上，就这样静静搂着，彼此的那份不舍之情在两人心间流淌。冷华年很想告诉南宫玉烟，自己练成了缩阳神功，进了宫也成不了太监，可这个秘密能说吗？这次进宫，即便能保住下面的家伙，可上面吃饭的家伙能保住吗？还是不要给人留太多希望了吧，现实往往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倒是给他一个惊喜就是了。南宫羽飞回到山洞的时候，冷华年跟南宫玉烟已经各自穿好衣服分开了。南宫羽飞何其敏锐，一下就感觉有点不对劲，仔细一看南宫玉烟的眉眼，心里一紧，这丫头眉开了，一脸的春情尚未散去，身子多半是给那小子了。南宫羽飞脸若寒冰，但他没有发作，只得在心中哀叹，唉，罢了，事已至此，明日就到关键日，就当是我南宫家给他的补偿吧。黑夜，三人躺在山洞里柔软的床上，虽然这些年山洞已被南宫羽飞布置得很是舒适温馨，但此刻三人都无睡意。冷华年和南宫玉烟都想着到对方床上去搂着自己的爱人，可南宫羽飞就在旁边，只好作罢。南宫羽飞心里也是七上八下，冷华年实在太优秀，跟侄女已经有了化不开的浓情，就这样把她送进宫当个太监，实在是暴殄天物。可惜南宫羽飞不是一个心软的女人，她咬了咬银牙，还是决定将冷华年送进宫。这是她花费10年心血，专门针对独孤女帝培养的特殊人才，除了她，没人能胜任这个卧底未央宫的重任。一夜无眠，一夜无言。清晨，三人起床洗漱，食完早点，该来的总要来了。三人下至山脚下，一辆预先约好的马车已经停靠在那里。南宫玉烟的身子在微微颤抖，她跑到南宫羽飞的跟前，一下就跪倒在地。姑姑，你就放过冷狼吧。冷狼？呵呵，你们果然好上了。其实这一切都在南宫羽飞的意料之中，不过他的语气和态度的拿着捏着。我跟冷狼两情相悦，求姑姑成全。叶儿，开宫没有回头箭，南宫家的仇根一个男人孰轻孰重，不用我过多赘述了吧。姑姑，南宫玉烟心疼的泪如雨下。叶儿，起来，我会没事的。冷华年上前把抽泣不断的南宫玉烟扶了起来。时候不早了，
该启程了。冷华年再次跟南宫玉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他耳畔轻声道：“嫣儿，我会没事的，相信我。”南宫玉烟恨不能跟他一起进宫。好了，别再儿女情长了。南宫羽飞在一边催促道。冷华年松开南宫玉烟，走到南宫羽飞的跟前，张开双臂，一脸真诚地望着眼前那丰腴动人的绝美人儿。南宫羽飞也意外地张开双臂，两人居然破天荒地拥抱到了一起。师尊！冷华年在南宫羽飞耳畔轻声喊了一声，这是他第一次喊他师尊，他教了他10年本事，喊声师尊合情合理。南宫羽飞身子一震，心跳加速，3息之后才慢慢平静下来。他在冷华年的耳畔也轻声道：“宫里的一切都打点好了，净身将也给了大红包，想来下手不会让你太痛苦。师尊有心了，我等你的好消息。师尊，如果我能平安归来，我想要你。”冷华年终于还是将这些年压抑在心头的想法说了出来。整天面对这么一个绝世尤物，他要没点想法还是男人吗？你说什么疯话？嫣儿还在边上呢。南宫羽飞的脸上飞起一抹红霞，用力地推开冷华年，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两只玉手已经紧握拳头，颤抖不止。冷华年背上行囊，直直走到马车边，终是没有转身，只是背朝南宫孤直二人挥了挥手，便上了马车。马车启动，马儿嘶鸣，车轮滚滚，一路绝尘而去。姑姑，你也舍不得冷王离去吧？我怎么会舍不得？我酝酿10年，等的就是今日。南宫玉烟走到南宫羽飞的跟前，仔仔细细地盯着他的眼睛道：“姑姑，刚才冷王在你耳畔说的话，我听到了。你没反应，说明你心里也默认了。你这死孩子，耳朵怎么这么长？他都是胡言乱语，当不得真。姑姑，看着冷王离去，我很心痛。你呢？”南宫羽飞的话未说完，南宫玉烟已经转身上山了。他已在姑姑的脸上找到了答案。马车载着冷华年进了未央城，而后又换了一辆宫廷的马车，直达未央宫。马车在一处偏僻的小店前停了下来，店前无字，不过店里已经聚集了约莫200人。这些人都是跟冷华年一样进宫当太监的，此时正在等候晋升。来者报上姓名。一位公公拿着名册，正在一一核实身份。冷华年。公公原本冷淡的脸马上爬满笑容道：“来啦，放心，2日后刘公公亲自为你动刀，他那活干净利落，有你的福享。多谢公公。”冷华年一看，南宫羽飞还算有点人性，看来都打点好了。先到店里歇2天，你要有个思想准备，这2天粒米不能进。多谢公公提点。去吧。冷华年融入200多人的待歌人群，这一等就是2日，果真没有吃食，连水都是定量。2日下来，一些体质弱的已经有点头昏眼花，不过这也是为他们好。2日后，200多人被分批带到蚕室，也就是净身房。净身房可有讲究，密闭洁净，里面是纤尘不染，堪称古代无菌室。200多人，3人一批进入蚕房。冷华年轮到的时候还算早，3人里他排最后一个，前面2个都是瘦弱男子，来这的就没一个胖子，能吃饱谁还进宫干这断子绝孙的差事呢？一张净身用的手术台，台边围了5个太监。蚕房的大师傅刘瑞，人称刘一刀，以手法温柔且迅捷而闻名。他有2个副手，2个助理。刘瑞核对了第一个瘦弱男子的身份后，对着边上一位个子较矮的副手道：“赵林，这人交给你了，就用全割术吧，好好把握这难得的实习机会。”多谢师傅。叫赵林的副手喜笑颜开，每一次动刀都是一次历练，只有刷满经验才能成为刘瑞那样的大师傅。瘦弱男子躺在床上，4肢已经被皮筋绑住，听到为他动刀的是实习净身将，当场就吓晕了过去。赵林，下刀要稳准狠，不要犹豫，家伙是和蛋蛋一刀切干净，不能割嫩了，不然到时软骨要往外长，还得要受2茬罪。第5章天烟之子。知道了，师傅。赵林手握连状小刀，深吸一口气，手起刀落，鸡飞蛋碎。师傅，如何？赵林边处理伤口边小心翼翼地问道。割老了，伤口长好会有个凹坑，尿尿的时候会形成一个扇面。赵林投给弱男子一个抱歉的眼神，幸亏人家已经昏过去了，毫不知情，不然可能要跟他急。1号处理完被抬了出去，轮到2号瘦弱男，他刚才目睹了一切，这会腿已经有点发软，不过没事，2位助理直接就把他抬到台子上，脱光裤子，绑好4肢缝摇，这次你上。是，师傅。刘一刀对着台子上的瘦弱男子道：“放宽心，你这边也是打过招呼的，我这徒儿手法不逊于我，经营净身术10多年，先有失手。”2号瘦弱男闻言，心里稍稍好过了一点。师傅，我用分割术如何？你的刀子你做主。是，师傅。冯瑶手握连状小刀，在2号瘦弱男的2个蛋蛋上各拉一刀，双手齐下，用力一挤，2颗蛋蛋被完整挤了出来，
然后用小刀割断蛋蛋上的筋膜，把2颗猪苦胆放入春囊。刘瑞看着高徒的手法，在边上直点头。冯瑶大受鼓舞，手起刀落，把那剩下的家伙事一刀切了个干净利落，而后在刀口处插上大麦秆，急速缝合。整个净身手术连1刻钟都不到。2号瘦弱男已经满头是汗，他心里庆幸这钱是送值了。冷华年在边上看得下体一凉，蛋蛋一紧，要不是自己练成了缩阳神功，他才不会傻愣愣的进宫当太监。这地方打死都不能进，他宁愿被蛊虫毒死，也不会来这里。冷华年，到你了，尽管放宽心，这次我会亲自动手。刘一刀对冷华年的态度简直如沐春风，也不知道南宫羽飞给他送了多少钱，让他这态度比亲人还亲。冷华年自己躺到净身台上，当助理把他的裤子脱光的那一刻，刘瑞愣在了那里足足3息，随即一跪到底，边跪边高呼天烟之子。冷华年低头看了一眼自己下面，完美，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有。边上2位副手、2位助理也都愣在了那里。赵林，快去把大公公请来，冯瑶你也一起去。刘瑞心情久久难以平息，自己当了30年净身将，还是第一次看到天烟之子，说是万中无一，毫不为过。冷华年躺在台子上，心情还是有点忐忑，这大公公会是何许人也？2刻钟之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冷华年寻思该是那个所谓的大公公到了。李总管到。刘瑞朝着门口毕恭毕敬跪下，2位助理更是跪伏到地。都起来吧，咱家不兴这个。大公公。随着刘瑞一声大公公，只见一名衣着华丽、身材魁梧的老太监从门口走了进来。从进门起，他的那双锐目就没离开过冷华年的下体。大公公，幸不辱命，终于找到你要寻的天烟之子。冷华年听了一阵别扭，老子只想当天选之子，30年了。刘瑞，咱家的话你终是一直放在了心上。刘瑞愿为公公肝脑涂地，你的这份情我领了，人我现在走，帮我找只鲜活的大公鸡，弄1碗鸡血过来。谢大公公，鸡血随后就到。刘瑞心花怒放，大公公欠他一份情，他在这宫里等于多了一条命。大公公李延庆带着冷华年到了监蓝院，李延庆作为内务总管，起居和办公都在武英殿。冷华年想不到一个太监的居所竟然如此气派奢华，这跟王公贵族的住所有什么区别？内府总管的权力不小啊。李延庆带着冷华年回到武英殿，也不说话，直接点上3炷香，然后就在那等，他在等刘一刀。半刻钟的功夫，刘一刀端着1碗鸡血就进了武英殿。大公公，鸡血来了，是那只乌卑公鸡王的血。好，你今日就当一回见证人，我要跟冷华年结拜为兄弟。啊！刘一刀差点把鸡血碗摔到地上，随即反应过来，祝贺道：恭喜大公公。刘一刀瞥了一眼同样一头雾水愣在那里的冷华年，心道：小子，你的命真是好到逆天，跟大公公结拜，你以后在这未央宫可以横着走。刘一刀已经在想着以后该怎么巴结冷华年了。冷华年，你是咱家寻访多年的天烟之子，咱家今日高攀一回，跟你结拜，你万勿推辞。蒙大公公厚爱，华年不胜荣幸。冷华年作为穿越者，对这顶保护伞可谓求之不得。宫中多凶险，背靠大树好乘凉。2人当下对着3炷香，跪天拜地，歃血为盟，结为异姓兄弟。华年，以后你就住在承德殿，一会我差人去收拾一下。大哥，这如何使得？冷华年不知道到承德殿里面如何，但在这皇宫里，带宫带殿的能差到哪儿去？在这后院，大哥这点权利还是有的，你尽管住去。那就多谢大哥了。大公公，不好了，长公主又在发脾气了，她这次指明要大公公这边派人去伺候她沐浴。一位来传信的小太监进门便跪倒在地。韩月公主每次伺候她的不都是女婢吗？怎么今天换口味了？李延庆贵为内务总管，这再大的总管在公主面前还是个奴才。小的不知，长公主的大丫鬟月娥就是这么叮嘱小的的。你们谁去伺候长公主沐浴？地上跪着的几个太监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长公主的心狠手辣是出了名的，他们甚至猜测长公主的月影宫里女婢都被她虐杀的差不多了，他们谁敢去？这不是去找死吗？一帮窝囊废，那咱家可就随便点人了。地上的一群太监都闭上眼睛，暗暗祈祷不要被点到。大哥，就让小弟去碰碰运气吧。冷华年倒是想去见识见识这位暴虐的长公主，更何况是去伺候长公主沐浴呢。自从习得缩阳大法，冷华年的那颗心就越来越躁动不安了。贤弟，使不得，长公主猛如虎。李延庆为这结拜的兄弟捏了把汗，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大哥，既然你这么看得起兄弟，那我今天怎么也得露2手，免得辱没了大哥的颜面。冷华年深知自己卧底重任在身，如果连一个公主都搞不定，何谈独孤女帝？要是能跟公主搭上了线，那么靠近女帝的机会就来了。
好兄弟，好胆识。李延庆有点佩服自己的眼光，这天烟之子果非凡人。他走到刚才过来传话的小太监身边，掏出一张银票道：“把这张1000两银票送给月河，告诉他冷华年是我贤弟，在月影宫的时候多提点他，多帮衬他。”小的明白。冷华年跟李延庆一番告别后，便跟着刚才的小太监往月影宫赶。啪！一声瓷器砸地的脆响传来，小太监刚带着冷华年到寒月公主的浴室门口，不由打了个冷战。一群废物，浴汤凉了，连茶水也凉了，要你们这帮废物有何用？全拖下去埋了。长公主独孤寒月气的酥胸乱颤。公主息怒，监兰院的小太监要来了，想来服侍起来会尽心尽力，定能一扫公主烦忧。大丫鬟月河的话还有点用，她从小跟寒月公主一起长大，多少有些情分。这几个全部扫地出门，你看看他们这德性，整个跟主子离心离德，一群吃干饭的。是，月河马上将他们全部逐出宫外。公主，监兰院派来服侍公主的小太监到了。门口有小丫鬟战战兢兢的来通报。月河，去把人领进来，我倒要看看监兰院的太监跟我月影宫的奴婢伺候人起来有何不同。月河这就去领人。月河顺带把几名公主口中的废物丫鬟带出浴室。月河姐，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几名丫鬟侥幸活得一命，对月河是感激涕零。月河姐，浴汤我们没法控制，可茶水我们换得很勤，一刻不敢懈怠。茶水哪凉了？嘘，一顺百顺，一不顺百不顺。你们出去后各自好自为之吧。月河让人把这几人遣送出宫，在门口仔细打量起冷华年。月河姐，这是孝敬您的。小太监摸出那张1000两银票，恭敬的上前，双手高举过头，奉上银票。啧，你一个小太监哪来那么多钱？月河姐误会了，这钱是大公公托小人带给月河姐的。哦，大公公给我送钱，有点意思。月河多少有点诧异，这八竿子打不着啊。这位是冷华年，新来的太监，大公公的结拜义弟。大公公想请月河姐多关照一下冷华年。月河倒吸一口凉气，眼睛不自觉地盯着冷华年，倒的确是个风流俊俏的小太监。他这是祖坟冒青烟了，靠上这么棵大树。你就是被派来伺候长公主的？不错，没有规矩，你要这么说话，可能在长公主面前活不过3夕。月河给了冷华年一个白眼。小的明白了，多谢月河姐姐提点。冷华年心领神会，他刚才是故意的，就想看看这银票好不好使。孺子可教，跟我进来吧，在长公主面前尽量不要开口，开口也要想好了再开口。冷华年没规矩的嗯了一声，又惹来月河一道凌厉的目光。月河姐姐，我是把你当自己姐姐，才说的这么随意，在公主面前我会注意分寸的，你知道就好。在这候着，我先去通报公主。冷华年才进门就站住了。月河快步来到浴池里的公主身边，弯腰低声道：“服侍公主的小太监来了，如何？俊俏异常，看起来还算机灵，带她过来。公主，你这身子自小到大可从没让男人看过。”月河好心提醒道：“他一个太监算什么男人？”月河明白。冷华年被带了过来，离长公主只有1丈之遥，他倒是想低头回避来着，奈何长公主实在太美了。浴池里雾气氤氲，寒月公主坐于池中，肌肤娇嫩白皙。冷华年终究还是没有抵挡住诱惑，抬着头看得入了迷。好看吗？寒月公主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胆的男人。哦，太监也不算男人。好看。冷华年脱口而出。来人，挖眼。寒月公主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把冷华年吓得彻底醒了过来，急忙喊道：“公主且慢，小的有要事禀报。说来听听，要是没道理，眼睛跟心一起挖了。”冷华年很纳闷，这娘们太狠了，这狠话说的跟吃家常便饭一样。小的略懂医术，据小人观察，公主的胸有异样。哦，有何说法？寒月公主被冷华年说的一愣，左右不对称，问题可大可小。假如只是纯粹的大小不一，想要纠正起来不难，倘若是因里面的肿块引起的病症，那问题可就棘手了。你可看出本宫是何问题？公主，具体是什么问题，靠眼睛是看不出来的。冷华年眼见公主入套，心眼可就活络起来了。哦，那该如何？公主如若信得过小的，小的愿为公主诊治。放肆！月河眼看冷华年在作死的路上越走越远，摸了下袖子里的1000两银票，想着赶紧拉他一把。你下来，把衣服脱了。没想到长公主并没发怒，她还没见过太监光身子的样子，这回看着样貌俊俏异常的冷华年，好奇心顿起。遵公主旨意。冷华年若无其事地褪去衣裳。寒月公主和月河都忍不住好奇心看向冷华年的下面。不是要净身的吗？你下面怎么光溜溜的，连个疤痕也没有？寒月公主好奇地问道。回禀公主，小的是天烟之子。
天生下面就没有。你还真是个当太监的命。这样也好，本宫就不当你是个男人了。你来为本宫诊治一下。遵旨。数息之后，如何？韩月公主忧心地问道。有喜有忧。冷华年故意卖起了关子，有话直说，再这么遮遮掩掩，小心本宫再淹你一遍。喜的是，公主胸中并无肿块，所以公主胸部差异并非因病而起。忧的是，假若不加控制，这种不对称恐怕会越来越明显。可有办法医治？韩月公主皱起了眉头。有。好，这个治疗的重任就交给你了。3月之后不见效，死。遵公主命。小冷子，尽心伺候本宫，别辜负了本宫的一番信任。愿为公主效死。随即话锋一转，公主，这浴池好像有些问题。冷华年感觉浴汤有点发凉，哪还有沐浴时那种舒爽的滋味？洗不到1刻钟水就开始凉了，往里加热水也是忽冷忽热的，不舒坦。韩月公主将之前的不满一股脑儿发泄出来。池子的设计有问题，水也有问题。小冷子，你对这汤浴也有研究？韩月公主诧异地看着眼前这个俊俏小太监，这小子的确与众不同啊，略懂点皮毛。公主要是信得过小的，就由小的来帮公主设计一个温泉浴池。温泉浴池，不错，恒温，富含天然矿物质营养成分的浴汤，小的愿将之称为温泉浴池。小冷子，为了这池子，我可没少折磨人。你但凡有一句谎话，后果你懂的。韩月公主内心欢喜，脸上倒是反而冷了几分。给小的10个胆也不敢欺骗公主，请公主给小的7日时光，到时小的定将那温泉浴池呈现在公主面前。好，你明日便开始动工。韩月公主眼袋一踩看着冷华年，有种捡到宝的感觉。这人脑子里装的东西跟他的那些奴婢完全不一样。那小的就先告辞了，小的回去还要搬家呢。冷华年眼见第一次面见公主还算顺利，就准备先撤了。搬家？往哪搬？李总管将小的安排在了承德殿。承德殿？你一个刚进宫的小太监，他将你安排到承德殿？韩月公主看着眼前的小太监，越看他越像怪物了。蒙李总管厚爱，我们刚结拜为兄弟。你去吧，晚上记得来帮本宫治疗。那小的就先告退了。冷华年赶紧起身穿衣退去，再不走恐怕得露馅了。跟如此不着一缕的绝色公主泡在一个浴池里面，这谁扛得住？他的缩阳神功都快失效了。月河，你帮本宫好好看看，我的左胸和右胸果然是不一样大吗？月河盯着韩月公主的胸看了好几息，才点头道：左胸比右胸大了一点点。你信不信那小太监的话？月河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你不会是被他迷住了吧？这么为他说话。韩月公主紧紧盯着月河的脸庞，月河一阵心慌，这张1000两银票可别露馅了，月河不敢。伺候本宫穿衣吧。是。冷华年出了浴室的门，居然发现带他来的那个小太监还在门口等他。你怎么还没走？不管你是否安好，小人都要第一时间把消息带给大公公。好，有义气。你这个朋友我认了，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叫苏有权。好，小权子，我记住你了。两人回到武英殿，李延庆见到冷华年平安归来，心里那个高兴，赶紧叫人准备一桌好菜，正好给贤弟庆祝一下，也算是接风了。酒饱饭足，李延庆今儿高兴多喝了几杯，人已经躺下，在躺下前还不忘交代手下的小太监，把冷华年带到他的新居所承德殿。冷华年一看，这承德殿比武英殿也不逊色多少，一样的气派奢华。他寻思自己应该是历史上最有牌面的小太监了。整个承德殿已经收拾干净，冷华年找到寝室，往宽敞的大床一躺，把今日的事情好好捋了一捋。今天真是诸事皆宜。这想着想着，居然睡着了，差点误了大事。他早把晚上要给长公主揉胸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也得亏月河想着照应他，他晚上见长公主在那左等右等，心神不宁的样子，就知道坏了，赶紧偷偷溜出月影宫，去承德殿找冷华年。哟，小冷子，你都睡上了，这床榻舒服吧？月河连问带找，终于到了冷华年的床榻前，把冷华年惊的一个机灵醒了过来。月河姐姐，何以在此？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月河没声好气道。什么事？完了，我是不是该去月影宫给公主治疗了？冷华年一拍脑袋，放公主的鸽子，那可是死的不能再死的大罪。亏你还记得，你的心可真大，居然能睡着。月河姐姐，你说我现在是跑路呢，还是去月影宫赎罪？跑路？你跑得掉吗？月河给了他一个鄙视的眼神。那烦请姐姐前头带路，我这就去给公主治疗。两人3步并作2步，一路来到月影宫。月河直接将冷华年带到公主寝宫。公主一身粉色纱裙，侧身做美人卧，右手撑着下巴，就这样定定地看着冷华年。冷华年的心里有点发毛，赶忙抢先发话道：公主殿下，小的死罪，
刚才李总管为小的接风，小的多喝了几杯，结果不胜酒力，倒了下去。要不是小的心里还挂念着要为公主治疗，要不是月河姐姐去叫小的，那小的今晚犯的罪可真是万死莫赎了。李总管对你可真上心。好了，本宫赦你无罪，开始吧。冷华年心里顿时一松，再一看长公主那诱人的身姿，又难以淡定了。今日的考验真是一重接着一重。月河，你先出去候着吧。长公主突然把月河支了出去。月河告退。月河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冷华年，心里多少有点酸。这是长公主第一次因为一个外人将她撇开。冷华年直接切入正题。冷华年始终觉得吹牛不用上税，可以尽管往大了吹，谁还能管贷款吹牛不成？你看长公主她还乐得听。冷华年这次足足帮公主按揉了1刻钟，最后长公主自己受不了，不得不叫停她，不然她感觉要出事。公主，那小的就退下了。小棱子，陪本宫说说话。寒月公主从小到大，除了曾经的父皇，她就没接触过别的男人。今日是她跟男人最亲近的一天，当然冷华年在她眼里只能算半个男人。小的愿为公主分忧。分忧？你怎知本宫不是分享喜悦呢？外界传闻长公主暴虐嗜杀，月隐宫经常要换丫鬟奴婢，传言他们都是被长公主虐杀了，杀一批补一批。那你信不信呢？小的断然不会相信。冷华年一副义正辞严的样子。哦，这是为何？小的跟公主相处一天下来，没觉得公主是心狠手辣之人。再说公主这样的绝美人儿，怎么舍得双手沾满血污？小的绝对不信。小棱子，难为你能看清本宫。实话说了吧，本宫都是虚张声势，要不这样，在这宫里就难以立足，没人怕你。原来如此，公主，小的这下心里彻底舒畅了。要是公主这样风姿绝代的美人儿都成为坏女人，那小的心中的信仰就崩塌了。小嘴真甜，小棱子，你喜不喜欢本宫？冷华年心里咯噔一下，没想到长公主会这么问他。小的实话实说，试问这天下男子，谁人见了长公主这绝色容颜、诱人身姿会不喜欢？即便小的已成太监，心中对长公主都不由升起爱慕之心。唉，可惜了，你要是个完整的男人多好。公主不必怜惜小的，小的哪怕残缺之躯，对公主的心也是完完整整的。想不到你一个小太监都比我那2位妹妹懂事。2位妹妹？冷华年对未央宫里的人事和格局还不太清楚。本宫既然是长公主，自然会有妹妹。本宫有2个妹妹，二妹独孤彩蝶，兄友秋鹤，整日醉心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小妹独孤明珠，天真烂漫，却也会调皮捣蛋。长公主好福气，能有2位如此性格鲜明的妹妹。可惜我们的父皇母妃都已不在，要不是姑姑独撑大局，独孤家早就衰弱了，更别说这皇朝了。长公主口中的姑姑，莫非就是独孤女帝？冷华年觉得自己正在向独孤女帝慢慢靠近，除了她还能有谁？有女帝庇佑，想必3位公主过得很轻松吧？有得必有失，在她的羽翼庇护下，我们终究成了她想要看到的样子。公主的意思，你们并未为自己而活。宫内的生活也很无趣，2位妹妹心里所想，我不好说，但我终究是想出去见识一下这片大陆的。公主也到了适婚的年龄，公主若是找了郎君，她可以陪你策马扬鞭，在天下尽情奔驰。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正犯愁呢。我前面的一番自污，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姑姑终将让我们3人成为联姻的筹码，我这兄命可以吓退大部分人。联姻？独孤女帝不是虚灵大陆第1人吗？还要靠你们联姻稳固帝国实力？冷华年诧异道：第1人？你听谁说的？别人不说，北面冷月帝国的冷月女帝就不在我姑姑之下。冷月女帝那么强，但那也不能牺牲你们3姐妹的幸福啊。我们3人的幸福跟大央千年国祚相比算什么？现在虚灵大陆2大最强帝国已成水火，这片大陆也到了一统的时候。冷月帝国很强，冷月女帝也很强，到最后大央帝国和冷月帝国，独孤女帝和冷月女帝终究只能2存1。大央帝国跟冷月帝国要开战。冷华年感觉这2国打起来点刺激。2国之战一触即发，前沿城镇其实早已开始交火。想不到你姑姑那么厉害，还要拿你们的婚姻当作筹码。人生有太多无奈，我姑姑身为帝陵境的女帝，有时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人们只看到她风光的一面，实则冷暖只有自知。唉，这我真是没想到，以为在这虚灵大陆，独孤女帝已经可以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了。冷华年又不得不重新估量目前大央帝国的形势和独孤女帝的处境了。小棱子，其实我挺羡慕你。长公主是在讽刺我吗？冷华年无意间脱口而出的话，让原本微眯眼睛休息的独孤寒月瞬间难以置信的睁大眼睛。他还从未见人敢以这种口吻跟他说话。小棱子，你此话何意？其实冷华年这是在有意试探独孤寒月。长公主，小的刚才的确放肆了，
可能跟公主相处下来，感觉愈发亲切，想着跟公主的关系更亲密，是小的异想天开了，请长公主责罚。小棱子，你真是个与众不同的趣人儿，放松，我又不是母老虎，没想着惩罚你，相反我很赏识你。你能这样跟我说话，说明你把我当朋友。而我作为大央帝国的长公主，从小到大就没有过朋友，这么惨。其实想想也能理解，皇孙贵胄哪来的朋友，谁配跟他们交朋友？小棱子，你当我的朋友好不好？这或许是韩月公主这辈子第一次露出哀求的口吻吧。公主，小的在心里愿意当公主的朋友，可小的要真和公主成朋友，那就僭越了。没事，我们把朋友两字彼此放在心里就行了。小的受宠若惊，往后定当真心侍奉公主。小棱子，有你这句话，本宫今晚能睡个好觉了。夜色已晚，公主该歇息了，女人晚睡容易衰老。小棱子，我发觉你很有趣，你好像什么都懂。独孤寒月突然觉得眼前这个小太监很不一般，跟他说话聊天像是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公主过誉了，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小的未知的东西。小的明天开始帮公主改建温泉浴池，这回就先告退了。等等，寒月公主起身四下找了找，终是从床头的抽屉里翻出一块巴掌大的蓝玉令牌，递给到冷华年的手中道：小棱子，这是本宫赐给你的。冷华年接过玉牌，手上一冷，玉牌上有一个寒字。公主，这是本宫的寒玉令牌，你随身带着，往后要是遇到危险，靠此令牌或许能化险为夷。小的，多谢公主厚爱。冷华年想不到长公主会对他这么好，看来公主猛于虎，纯属谣言。他心情不错，打开门刚准备出去，发现月河正站在口。月河，送小棱子出宫。是，公主。月河差点怀疑自己的耳朵，也差点怀疑自己的眼睛。公主居然让他送小棱子出宫，貌似还从未有人在寒月宫享受过这般待遇。他刚才还看到冷华年将寒玉令塞到了怀里。小棱子，你给公主灌了什么迷魂汤？月河心里既为冷华年高兴，又有点酸酸的。他一直以来可是寒月公主身边最的宠人，可这个小太监的出现，似乎注定要把公主的宠爱分掉一大部分。月河姐，我哪有什么迷魂汤，唯有用真心换真心而已。冷华年走着走着，手臂就跟月河的臂膀靠到了一起，吓得月河快走了2步。月河是整个寒月宫最美的丫鬟，跟长公主站一起，说她们是一对姐妹也合适。他俩还真是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巧舌如簧。月河回首寡了一眼冷华年，两人边聊边走，一会就到月影宫的门口。月河姐请留步，华年自己回去就行了。臭美，莫非你还以为我会送你到承德殿？月河也不知道为何，平日里情绪稳定得很，可在冷华年跟前，情绪居然屡屡失控。这不又给了冷华年一个白眼。不敢劳烦姐姐，回你的安乐窝睡觉去吧。想不到一个小太监居然独自拥有承德殿，月河感觉自己这么多年白活了。月河姐要是喜欢承德殿，欢迎你随时来家里做客。冷华年的步履异常轻快，今天简直太顺了。他无比自恋地摸了摸自己的脸，心中感慨，在女人面前，这张脸还是有点优势的。一夜无话，第二日，冷华年早早到月影宫，先是帮寒月公主治疗。小棱子，陪本宫一起用早膳，小的在家已经用过了。明日起，你的1日3餐本宫包了，反正你1日也至少要来月影宫3趟呢。谢公主厚爱，小的要去浴室改造温泉浴池了。去吧，本宫吃完也去瞧瞧。对于温泉池，冷华年昨晚已经想了2个方案。一个最简单的方案当然是上面砌一个池子，池子下面直接留有灶堂，使用时直接往灶堂添加柴火加热就行，简单方便，但格局一般。冷华年的想法是，贵为公主，当然应该拥有更豪华的温泉池。冷华年结合前世的思维，建造了一个活水温泉池，加热源并非在温泉池底下，在底下的话，在加热时多少有些烫屁股。冷华年在温泉池之外另外修建了一个加热池子，2个池子由一个渠道相连。至于如何让水流动起来，冷华年自制了一个木质的小水车，那样就可以将加热池的水输送到温泉池。温泉池里面另一端有相对低一些的排水口，温度低的水会顺势排出。这样的温泉池有2个好处，水质更佳，水是流动的，更清爽，也更有情趣。冷华年修建温泉池花了3日时间。3日后，当寒月公主置身温泉池时，心中还是有了一些小小的震撼。池子比以前大了3倍，她甚至能在温泉池中游泳。水是流动的，水温更适宜，水质也更佳。小棱子，这温泉池本宫很喜欢，你也下来泡一下。其实这几天长公主每日都来看冷华年建造温泉池，她越看越喜欢，也不知道是喜欢这池子还是喜欢这人。待温泉池建成，寒月公主竟发现自己有点崇拜这小太监了。那怎么好意思，小的下去怕把公主的温泉池给弄脏了，这不是活水吗？再说
你又不是臭男人，你身上干干净净的，挺好，赶紧下来，你体验一下，也好知道这温泉池的长短，也好改进嘛。公主言之有理。冷华年见推辞不过，只得脱衣下水。小愣子，你下面都没了，怎么还是涩涩的？寒月公主既然能让冷华年下水，她当然是没把他当真正男人看。这会见冷华年对她的身子这般着迷，她心里更多的是自豪。只因公主太美，身子就像是艺术品，让人随便看上一眼就欲罢不能。冷华年一脸的真诚。小愣子，下面割了，还会有欲望？有啊，要不太监怎么会找宫女对食？有意思，那你的欲望如何发泄呢？公主就别逗小的了。冷华年倒是想反问公主，不过想想还是算了，还没熟到那个份上，慢慢来吧。好了，不逗你了，这温泉池真是舒适了很多。寒月公主泡在温泉池中，很是舒心惬意。公主，其实现在这个池子还不能叫温泉池，只能叫温水池，因为池子里的水不是正宗的温泉，那样效果会大打折扣。哦，不知小愣子可有办法将这池子变成正宗的温泉池？办法自然是有，不过却也不简单，需要有个绝顶高手协助我。绝顶高手要多高？越高越好。小愣子，你这是要干嘛？公主，小的准备去寻得一处天然温泉，让绝顶高手将温泉中对人体有益的天然矿物成分，如铁、溴、氟、钙、镁、钠等元素全部解析出来，制成温泉片，带回来放入温泉池，那样温泉池里的水会无限接近真正的天然温泉。妙啊！寒月公主闻言大喜，不过随即轻皱眉头。找哪个绝顶高手去呢？宫里当然是姑姑最强，可咱也使唤不动她，总不能让一个女帝去帮本宫干这等事吧？咦，有了！有什么了？有人选了，姑姑的贴身侍卫独孤凤，同样地灵境的修为，在虚灵大陆，她的实力应该能够排进前10，这算不算绝顶高手？当然算，不过公主，你确定能请得动她？我去向姑姑卖个乖，她让独孤凤去，那独孤凤就不得不去。小愣子，你先泡着，我去就来。寒月公主是个急性子，才想到主意，马上就火急火燎地付诸行动了。望着寒月公主妙曼白皙的身子拭干水分，穿上宫裙离去，冷华年只能无奈的苦笑。月和姐，麻烦你给我递杯茶水。冷华年有些奇怪，月和居然没跟长公主一起走。德性，你是不是把自己当成我的主子了？月和翘起小嘴，那俏模样格外惹人怜爱。怎么会呢？我还想邀请月和姐一起下来泡温泉呢。登徒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月和姐，你太聪明了，没错，我确实是想看看你那美妙的身子。你长这么美，身材这么好，一天到晚捂着，岂不是有点暴殄天物？小愣子，你小心点吧，那个独孤凤可不是好相处的，你让他带你出去，不怕他把你宰了？月和好心提醒道。月和姐，谢谢你提醒我，你的好我会记在心上的。我倒要看看是谁狗胆这么大，敢使唤我独孤凤。砰！浴室门被人一脚踢开，一位身着棕色皮甲、英气逼人的丽人已经冲到温池边。冷华年是万万没想到，这宫里的女子一个比一个奔放，个个是她光着的身子如无物，搞得她自己倒不好意思了。敢问，你可是独孤女帝的唯一侍卫独孤凤？你一个太监敢指使我，你是不是活腻了？独孤凤的语气很是不善，想想也是，她这辈子只屈服在独孤女帝一人之下，这回居然要带着这个太监出门听她指挥，她心里哪能痛快？凤仪，你别吓唬她，我的温泉浴池还得指望她呢。寒月公主赶忙帮冷华年说2句好话。小子，你还不起来？还走不走？我可没工夫陪你在这磨洋工。冷华年无助地看向寒月公主，寒月公主微微点头道：起来吧，不能让凤仪等你。于是冷华年不得不在独孤凤的注视下，从池子里面慢慢爬出来。每个人都有好奇之心，独孤凤作为地灵境高手也不例外，他的眼睛盯着冷华年的下体，3息之后才移开目光，露出一脸鄙夷。冷华年才懒得管他，自顾自地穿好衣衫。小子，你要去哪里折腾？独孤凤语气冰冷道：我想找一处天然温泉，相信以凤仪如此资深的人生阅历，一定知道这样的地方吧？自然有，我年轻时曾在万仞雪山山顶见过温泉。万仞雪山？那不是在大央帝国跟冷月帝国的交界处？不错，敏感地带，你有没有胆子跟我去？去，有凤仪在身边，我有什么好怕的？冷华年这就跟独孤凤热乎起来了。我们很熟吗？倒是有危险，你注意自保，我可没工夫搭理你。冷华年尴尬地挠了下头。凤仪，你一定要护得小愣子的周全，月儿求你了。寒月公主一反常态，为了冷华年竟然哀求起独孤凤来。殿下为了一个太监如此放下身段，陛下见了恐要大为震怒，这小子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独孤凤忍不住又多瞧了一眼冷华年，道的却俊俏无边，可管什么用？下面连个把都没有。凤仪，你一向最疼月儿了，月儿很在乎他，你一定要带他平安归来。寒月公主抱住独孤凤的手臂摇了起来，好家伙，为了保冷华年的命，她都撒起娇了。真拿你没办法，小太监，我们走。冷华年跟着独孤凤来到门外，独孤凤拔出凤银剑，一声清脆的凤吟让冷华年颇为惊诧，这声音真的是这把金色宝剑发出来的。凤银剑飞到空中，瞬间变成长约3丈、宽约半丈的一柄大剑。上去吧。独孤凤手掌轻推，把冷华年送上凤银剑，随后自己也站了上去。凤银剑载着两人渐渐远去，寒月公主朝着冷华年挥手，冷华年站起身子挥手回应。回来我得跟陛下建议，长公主该招驸马了。为何？她连看你这小太监的眼神都不对了，也到了思春的年纪，该结婚生子了。凤仪，你多大了？结婚生子了吗？放肆！独孤凤一气之下，差点就要把冷华年扔下凤银剑了。凤仪，你怎么就急上了呢？要不是答应了月儿要保你周全，你这回焉有命在？独孤凤把头转到一边，她怕看了冷华年生气，忍不住要动手。冷华年无奈的摇摇头，这个女人也是个暴脾气，不好相处。凤仪，你别让女帝逼着长公主去联姻，好不好？联姻？月儿连这个也跟你说了，看来你们关系匪浅啊。怎么，心疼月儿了？莫非你一个太监对公主还有什么想法？人没梦想跟咸鱼哦，不是，小的岂敢觊觎公主？冷华年拍了拍胸脯，好悬，差点说了大实话。没有最好，陛下要是知道你对公主有非分之想，你会死得很惨。凤仪，小的有自知之明，我都已经这样了，怎么还会有别的想法？记住你自己说的话，在这宫里只有聪明人才能活得长久。未央城离万仞雪山不算近，凤银剑全速前进，也花了1天1夜的时间。当两人抵达万仞雪山时，冷华年感觉身子一冷。独孤凤慢慢驾驭着凤鸣剑往山顶飞，冷华年抬头，可这万仞雪山直插云霄，在云霄之上还不知道有多高。万仞雪山山底下还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树林，待飞到半山腰开始，满眼尽是白雪覆盖，山上积雪千年不化。凤仪，温泉大概在什么位置？山顶。什么？温泉在山顶？冷华年感觉很诧异，难道这万仞雪山曾经是个活火山？大惊小怪，你以为所有的山在山顶就只有一个尖尖的顶峰吗？难道万仞雪山顶部根本就没有峰，而是一个湖泊？这下轮到独孤凤惊奇了，这小子还真猜对了，好似他亲眼见过一样。凤鸣剑越飞越高，温度越来越低，冷华年冷的牙齿有点打颤，毕竟他才出灵境。独孤凤无奈摇头，这样下去还没到山顶，这小子就得冻死，回去不好向长公主交代。独孤凤伸手按在冷华年的后心，一股澎湃的灵力瞬间渡入他的体内，他体内寒气瞬间被驱赶一空。冷华年回头给了独孤凤一个感激的眼神。咦，你的经络全是续接起来的，出灵境。独孤凤想不到冷华年居然修炼过。凤仪果真火眼金睛，我从小经脉寸断，后来靠药浴勉强把经络重新接了起来，不过我在出灵境很久了，始终无法生境。你当然无法生境，你的经络虽然重新接起来了，可经络里依然是堵塞的，灵力根本无法在里面自由运行，所以你只能一直停留在出灵境。唉，凤仪，我是不是一辈子就只能停留在出灵境了？想到此，冷华年多少是有些伤感的，不能修行，最大的问题就是短命。那也未必，就看你的机缘好不好了。凤仪，刚才谢谢你，不然我可能要冻死在你的凤银剑上了。你说你一个出灵境的小太监，还跑东跑西的，危不危险？为了女人，简直把自己的命当儿戏。如果能为心爱的女人献出生命，也未必不是人间至美。哟，想不到你一个小小太监，嘴巴还挺利索。对了，看你不像是家庭条件一般的人，你怎么会舍得来宫里当太监的？父母双亡，家道中落，难怪呢。你现在形同废人，到宫里当个太监倒不失为一条好路子，可惜你的身体和下体都废了。凤仪，你别揭我伤口了。说话间，凤银剑已经载着两人登上山顶。哇！尽管也有思想准备，但看到这个超大的山顶湖泊，冷华年还是被惊到了。这里曾经绝对是一个超级火山口，不然不可能在山顶出现这种凹陷的地貌。整个万仞雪山山顶边缘一圈全是白雪覆盖，唯独山顶湖泊雾气氤氲，果然是温泉。这还能有假？我以前来过这里，现在干嘛？冷华年走到温泉湖边，把手伸到湖水，温温的，很舒服。湖水微蓝，里面矿物质丰富。凤仪，将这些温泉水蒸发，让水里的天然矿物质形成自然结晶，然后将它们压缩成结晶片，这就是我所需要的温泉片。把这些温泉片带回去，融入温泉池，温泉池就会变得跟这温泉湖差不多了。好主意，
你真是个天才，这也能想到。不过你怎么知道我能将水中的那个什么物质弄出来？我请凤仪来，就知道凤仪一定有这本事。冷华年倒不是乱拍马屁，地灵镜干这些事还不是小菜一碟。独孤凤一个凌空飞跃，顿时飞到温泉湖泊的中心，悬浮在空中，伸出双掌。原本湖面微蓝，突然之间湖面变得平静如镜面，不断有各种元素矿物从水中飞到空中。冷华年看了叹为观止，独孤凤并没有采用蒸发泉水的方法，而是靠深厚的功力，直接将各种元素矿物质从水中吸取了出来。被吸取出的元素矿物质细微颗粒在独孤凤的左右手各形成一个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元素矿物球越聚越大。独孤凤没有停下的意思，因为这个温泉湖泊超级大，也深不见底，水中的元素矿物质尤其丰富。2个时辰之后，独孤凤双手前的元素矿物质球直径已经超过了2丈。冷华年有点看傻眼了，这独孤凤也太强了，居然从温泉湖中吸取出了这么多元素矿物质。不过冷华年发现独孤凤的身子在微微发抖，脸色有点发白，看来他灵力有点透支了。冷华年见状赶忙叫停，凤仪，够了，你快停手吧。独孤凤停止吸取元素矿物质，双掌再吐灵力，左右2个大球瞬间有规则的裂成无数巴掌大的薄片，而后他将这些薄片悉数收入储物戒指的数个大玉箱之内。独孤凤体内灵力几乎耗尽，就在他刚准备盘膝调息的时候，数个大冰球朝他和冷华年砸了过来。独孤凤随手一挥，冰球被击碎弹飞。不过他和冷华年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只100丈之巨的冰雪凤凰从山顶边缘慢慢露出了身子。快跑，我来拖住它！独孤凤心头一凛，这冰雪凤凰能长到这么大，战力绝对不会低于地灵境。原本独孤凤还能跟他拼一下，可惜现在体内灵力基已耗尽，如何跟他斗？那你怎么办？冷华年想不到独孤凤这么讲义气，生死关头没扔下他，独自逃生。你先管好你自己，能不能活命就看你运气了。独孤凤盯着冰雪凤凰，慢慢拔出凤银剑。冰雪凤凰通体雪白，他盯着独孤凤看了2眼，又看了一眼冷华年，然后深深看了一眼冷华年身边不远处的一个大雪包。冰雪凤凰一声凤鸣，张开巨翼冲向独孤凤。独孤凤也动了，他使出飞凤剑法中的第一式，除凤开音，凤银渐渐间飞出一缕白光，直刺冰雪凤凰。冰雪凤凰张嘴喷出一片冰雾，使出冰息术，周围空气骤冷，飞向冰雪凤凰的白光被瞬间冻结。有凤来仪，独孤凤继续持剑抢攻，他想尽快击退这只庞然大物，可惜他灵力耗尽，使出来的剑招威力大打折扣。不过他毕竟是地灵境高手，虽然力竭处于下风，不过还是能跟冰雪凤凰打得有来有回。冷华年当然不可能逃跑，如果独孤凤扛不住，他也得死。刚才冰雪凤凰的一个动作落在了他的眼里，那就是盯着他不远处的大雪包看了一眼。趁着2人打得正欢，冷华年偷偷靠近大雪包，用手一摸，原来大雪包下面是一个岩洞。这冰雪凤凰成精了，这明显是他伪装的，岩洞里定有蹊跷。冷华年怎么可能放过这样的好时机？他扒开覆盖的积雪，钻入洞内，想不到里面别有洞天，外面看着不大，里面空间竟有数丈方圆。冷华年刚进洞就被一枚躺着的白色巨蛋给吸引住了。冷华年顿悟，原来那冰雪凤凰老朝着看，是在紧张这枚凤凰蛋。冷华年顿时有了主意，他抱起白色巨蛋来到洞外。令他大惊失色的是，脱离的独孤凤已经完全处于劣势。在冰雪凤凰的连番冰息术之下，他浑身已经覆满冰霜，身子更是摇摇欲坠。冷华年哪还等得住，直接抱着白色巨蛋跳到洞外，一声大喊：住手！再不住手，我就把这蛋给砸了。冷华年将白色巨蛋举过头顶，冰雪凤凰气得睚眦欲裂，不过倒确实停下了攻击。看来这枚白色巨蛋果真是他的软肋。凤仪，赶紧过来！凤凰，你别动啊！你要动一下，我就把蛋砸了，你往后退。这冰雪凤凰果然有灵性，似乎能听懂冷华年说的话，果真往后退了一点，看着独孤凤一步一步艰难地朝冷华年挪过去，他的整个身子都快被冻住了，走起路来又慢又晃。但冷华年还不能去接应他，只要他敢动，那冰雪凤凰可能瞬间就能把他给杀了。独孤凤终于挪到了冷华年的身旁，冷华年赶紧侧开身子，让他到岩洞里去。凤凰，我们在这休息一会，待他身体恢复，我们就离开，绝不会碰你的蛋。但是你要敢靠近这个岩洞，我就会把这蛋砸碎。冰雪凤凰又气地叫了几声，终是默默往后退了几步，他直接趴在了山顶的边缘，双眼紧紧盯着岩洞口。冷华年回身钻进洞里，把白色巨蛋抱到洞穴的最里边，然后才出来将独孤凤也抱到最里边。在他的意识里，离洞口越远越安全。凤仪，独孤凤倒在地上，连衣服都结冰了。冷华年喊他也没有任何回应。冷华年还算冷静，知道这样下去独孤凤很快就会冻死，为了让他快速暖和起来，他只能采用最原始的笨办法。凤仪，为了救你性命，我只能伺机从权了。
在冷华年两世为人的认知里，在外界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想要把独孤凤救活，那只能靠自己的体温传导了。冷华年将两人的衣服褪去，铺在地上，然后将冰冷的独孤凤抱到怀里。冷华年也被冻了一个机灵，幸好这个岩洞在温泉附近，洞里还算暖和，难怪冰雪凤凰会将蛋下在这里，这里简直是个孵化的绝佳场所。独孤凤的身子白皙丰腴，身姿傲人，虽然冷华年被独孤凤身上散发的寒气冻了个半死，不过他倒有点乐此不疲，这么个性感的大美人躺在自己怀里，还有什么苦事扛不过去的呢？冷华年心里有了想法，身子的温度在提高，这样倒算是歪打正着，独孤凤也被他渐渐捂热了。两人就这样不着一缕的紧密相拥在一起，独孤凤的绝世容颜映入冷华年的眼帘，他眼眸微闭，长长的睫毛还是不时的微动一下，白皙如玉的脸庞渐渐有了点红晕，原本有些发白的嘴唇这会也有了血色。冷华年毕竟是个血气方刚的男子，他望着眼前的美人儿，终是没忍住，轻轻吻了一下独孤凤娇嫩的阴唇。见他没反应，胆子也大了一点，就这样吻着不放了。冷华年的身子在快速升温，这样独孤凤的体温也在逐渐升高。他蓦地睁开眼睛，跟冷华年的眼睛紧紧相隔一寸，两人就这样四目相对。两息之后，冷华年自觉地松开独孤凤的阴唇，有点恋恋不舍，但小命更要紧。你刚才在干嘛？独孤凤彻底醒了过来。凤姐姐，你被冰雪凤凰冻僵了，我刚才在给你捂热身子，要不你要冻死了。干嘛宽衣？那样我才能更快把身上的热量传递给你。情况紧急，等不得了。好，那你干嘛要偷吻我？我想让我们的身体尽可能的扩大接触面积，那样热量传导会更快。你看，凤姐姐，你不是很快就醒过来了吗？真的是这样吗？凤姐姐，我还是说实话吧，你实在太美了，我忍不住想亲你。哼，你一个太监还有这样的心思？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更何况凤姐姐还是绝色美人。幸亏你下面没了，不然我今日恐怕要失身于你。凤姐姐，你不会过后把我杀了吧？醒了的那刻我想过，我独孤凤这辈子没被男人碰过，你小子上来就把我弄成这样，后来一想，你是个太监，我不能把你当男人看。凤姐姐，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这个太监？太监我当然不屑一顾，可你终究是跟太监不一样的，可惜了。凤姐姐，停，你不是一直叫我凤姨的吗？干嘛又叫我凤姐姐？我喜欢叫你凤姐姐，叫你凤姨怕把你给叫老了，而且那种叫法我们之间会有隔阂。你这张嘴哦，难怪月儿那么离不开你。凤姐姐，你身子好些了吗？好多了，没有性命之忧。不过现在我不是冰雪凤凰的对手。对了，那只凤凰呢？它在洞外守着呢。你看到我们边上这个白色巨蛋了吗？冰雪凤凰生的，我拿蛋威胁它，进来就把它的蛋砸了。它还算听话，一直守在外面，没有轻举妄动。小太监，想不到你的脑瓜子还挺灵，今天要不是你，我恐怕要再次陨落了。凤姐姐，其实我们还没脱险，现在你的修为没恢复，一旦冰雪凤凰发疯的话，我们还是得死。那你怕不怕？怕也不怕。此话怎讲？凤姐姐，你说这世界上有谁不怕死呢？人死如灯灭，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怕死。那你怎么说又不怕呢？能跟凤姐姐一起赴死，我心里好过多了。听说一起死的男女，下辈子能够成为情侣，早死早投胎，等到来生，凤姐姐说不定就成我娘子了。难怪月儿放不下你，你可真是巧舌如簧。独孤凤也不得不对冷华年侧目。我说的都是实话，凤姐姐本来就是绝色美人，如果能跟凤姐姐共赴黄泉，我万分荣幸。小太监，你为什么好好的要进宫当太监？凤姐姐，心疼我了。假如我不是太监，我们如此亲密过后，凤姐姐会做我娘子吗？哪有假如？哎，反正我们都这样光着身子搂在一起，跟正常夫妻也没什么差别了。即便以后我们不在一起，我也不可能再让别的男人碰我的身体，那样会别扭死的。凤姐姐，我发觉我喜欢上你了怎么办？太监或许根本就没有权利去爱，也许吧，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要是我早点碰到凤姐姐，打死我都不去当太监了。有些事情是注定无法后悔的，就好比你下面割了，再后悔也没有用。凤姐姐，你说我是一个太监，我们还有可能相亲相爱吗？应该很难吧。其实我对那事倒不是特别在意，要不然不会这么多年来还依旧保持着处子之身。凤姐姐，你真是个大宝藏，不管如何，以后你都会在我心里留下抹不去的影子。假如我们能活着回宫，我们还能像今日这般亲密吗？看机会吧，在宫里被人发现我们交往过密，不好。哦，我明白了。冷华年心里有点失落。你住在哪里？到时我去看你。承德殿，我一个人住。你怎么会住在承德殿？李延庆总管是我结义大哥，他把承德殿分给我住了。他可真是大手笔，把陛下的家业做顺水人情。他是我大哥，你可不要在陛下面前给他穿小鞋，他都是为我好。
真想不通，你一个刚进宫的小太监，怎么混得这么如鱼得水？这些都不算什么，我最在意的是，今日虽然差点经历生死劫难，但我跟凤姐姐的关系变得如此亲密，这是我最开心，也是最在意的事情。你别说了，我怕我也要醉在你的甜言蜜语里了。凤姐姐，我能再好好吻你一下吗？独孤凤轻轻闭上眼睛，冷华年顺理成章地吻住她娇嫩的阴唇，这或许是两人真正意义上的亲吻吧。良久，纯芬，你叫什么名字？独孤凤才发现跟冷华年已经如此亲密，居然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冷华年，我记住了。两人在洞里休息了3天，两人出不去，冰雪凤凰也进不来。凤姐姐，我们不会被他堵在这里一辈子吧？怎么，你怕了？我怕什么？我求之不得。如果能跟凤姐姐在这里待一辈子，想想就幸福。两人在这3日感情日增，若非独孤凤把冷华年当成真正的太监，两人恐怕已经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了。就在两人忘了自己被困洞中之际，洞外传来了打斗的声音，只是这声音才响了几下就没了动静。冷华年和独孤凤走到洞外一看，一位一袭黑色香金龙袍的女子已经将冰雪凤凰踩到了温泉湖里。陛下！独孤凤赶紧忙上前几步，朝着那女子便跪拜下去。独孤女帝。冷华年终于明白那个脚踩冰雪凤凰的女子是谁了，想不到地灵境的女帝大人竟是一个如此年轻的绝色女子，美则美矣，她身上那股独特的威压、凌厉的气势，令冷华年简直百看不腻。独孤女帝看了一眼地上的独孤凤，微一拂袖道：“起来吧，朕要不来，你是不是不准备回宫了？”“臣不敢，臣被这孽畜困住了，差点见不到陛下。以你的能力不应该啊，朕这就杀了他，为你出这口恶气。”独孤女帝抬起玉掌就要将他脚下的冰雪凤凰掌毙。等等！冷华年不顾死活地喊了一声。独孤凤赶紧给了他一个闭嘴的眼神：“你是何人？居然敢管朕的事？”独孤女帝说的不紧不慢，也看不出他是不是生气，但他身上的威压压得冷华年快要跪下了。“陛下，他救了臣的性命，请陛下手下留情。”独孤凤当然不忍心这2日跟他日夜相伴的冷华年被女帝杀死，“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陛下，这凤凰修行到这般地步，没有万年也有数千年，不容易。他之所以对我们抱有敌意，只因他是一位正在育儿的母亲，开始可能他有点紧张，过后一直没有再伤害我们。陛下稍等。”冷华年返回洞内，将那颗白色巨蛋抱了出来，尽量往独孤女帝那边靠。“原来如此，算了，朕暂且饶了你俩的性命。”独孤女帝松开脚，冰雪凤凰把头从水中抬了起来，眼神复杂地盯着冷华年。“冰雪凤凰，你放心，这个蛋好好的，它一定会孵化出一只健康的小凤凰。”冰雪凤凰几乎已经被独孤女帝打成半残，连原本100丈之巨的庞大身躯也缩小了许多。它勉强扑棱起翅膀，朝着冷华年和那颗白色巨蛋深深看了一眼，就飞走了。独孤女帝凌空飞渡而来，在两人面前落地。“你小子究竟何人？”独孤女帝一双美眸不怒自威，盯着冷华年，这让他有点不自然。“臣乃未央宫一小太监。”“小太监，你的胆子可不小。”独孤女帝说完，转头对着独孤凤道：“要不是问起玉儿，朕恐怕要永远失去你这得力臂膀了。”“陛下，臣知错，回宫吧。”“陛下先回吧，臣带着冷华年一起回宫。”“独孤女帝看了看独孤凤，这还是那个对自己寸步不离的侍卫吗？怎么今日感觉他更愿意跟这个小太监待一起？”独孤女帝瞧着冷华年，除了长相俊俏之外，好似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修为更是只有最低的初灵境。难道女大思春，独孤凤应该不至于？那她图什么？独孤女帝带着无数疑惑，凌空而起，消失不见。“凤姐姐，你怎么不跟陛下一起回去？”“我回去了，你怎么办？”凤银剑再次停在两人跟前，独孤凤拉着冷华年上去，冷华年怀里抱着那个白色巨蛋。“你要把蛋带回去，不怕那冰雪凤凰上门找你麻烦？放在外面不放心，我救了冰雪凤凰，他应该懂的。我看他不像是心里没数的样子，活到他们那个样子，早就通灵性了。但愿吧。今日不知道为何陛下会放过那只冰雪凤凰，女人终究会有一点母性的，或许她看到这个蛋，心软了吧？”“心软？不可能，平日陛下都是杀伐果断，应杀尽杀，每个人心里都有柔软的部分。不管了，凤姐姐，我能抱着你一起看着大洋的江河湖海、名山大川吗？”冷华年嘴上是问可以吗，双手已不知不觉地搂上了独孤凤的柳腰冰雪凤凰蛋早被放到一边，冷华年将独孤凤搂在胸前，两人一起看着脚底下移转的风景。凤银剑的速度比以往都要缓慢，两人似乎都不想急着回宫。“凤姐姐，要是能这样一直搂着你，该有多好！每天待一起，你到时就会嫌腻了。男人都是喜新厌旧的动物，我才不会，我要跟凤姐姐好一辈子。好，不管你是不是男人，姐姐的身体都被你看过了，摸过了，
姐姐这辈子都认你了。冷华年把下巴搁到独孤凤的肩头，脸颊贴到她娇嫩的脸庞上，闭上眼睛，她发丝随风轻拂，一股淡雅的清香令人沉醉。凤姐姐，你说有没有一种再生术能让我重新变成男人？这是一个未知的世界，一切皆有可能。我倒实问一下陛下，他见多识广，或许有办法，即便没办法，姐姐也不会嫌弃你。姐姐跟你在一起，注重的是心灵上的交流，而非肉体。凤姐姐，你真好，谁要是娶了你，定是积了8辈子的大德。哪有那么夸张？你虽然是个小太监，可你给我的感觉却是正常男人都无法给予的。你有一颗纯真赤诚之心，总之跟你待在一起，我整个身心都很舒畅。凤姐姐，那你是更愿意陪着陛下，还是更愿意陪着我？死！你干嘛问我这种问题？我良心上会过不去的。独孤凤一脸为难道：为何？以前我肯定向着陛下，可现在说心里话，我也想跟你待在一起。其实我也想跟凤姐姐天天待在一起。冷华年紧了紧搂在独孤凤柳腰上的手，两人一起自在飞翔，都体会到一种淡淡的温馨。凤吟见到了未央宫，直接飞往月影宫。冷华年迫不及待想去试试温泉片的效果。寒月公主见到冷华年的那一刻，居然直接上前抱住了他，连独孤凤在边上也不管了。小龙子，你终于回来了，你怎么去了那么久？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寒月公主抱着冷华年，一副宝贝失而复得的样子。嗨嗨，公主殿下。独孤凤这回看着寒月公主抱着冷华年，心里竟有点不是滋味。凤姨，谢谢你带她活着回来。寒月公主才想起边上还有人在，刚才实在是太投入了。月儿，这次我能活着回来，全仗她。独孤凤的一句话在寒月公主听来无异于一声惊雷。怎么会？这一下长公主也被震晕了。公主，我们还是去试试温泉片放入温泉池里的效果吧。冷华年赶紧将长公主带入正题。好，你采集到温泉片了？当然，我们去温泉池。冷华年到了温泉池，直接在里面放了几片温泉片。原本清澈见底的温泉池里面冒起了细密的气泡，很快所有温泉片都彻底融入水中。公主，要不要下水试试？好，你造的这温泉池，它到底好不好，只有试了才知道。寒月公主捧起一捧水，小棱子，感觉这水如何？寒月公主回到了正题。冷华年弯腰伸手划了2下水，温泉片融入水里，这水已经跟万仞雪山的顶上温泉相差无几。好啊，以前跟现在没法比。寒月公主满意之情溢于言表。凤姐姐，你觉得呢？冷华年对着独孤凤道，看着很不错。你叫凤姨什么？寒月公主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凤姐姐啊，这次出去，凤姐姐帮了我很多。你喊她凤姐姐，我喊她凤姨，你不是平白无故比我大了1倍？那我也喊公主月姐姐，我们各论各的。哥哥。独孤凤难得被人逗笑了。三人有说有笑待了半个时辰。我得去见陛下了。独孤凤转身离去。独孤凤刚离去，寒月公主便游到冷华年的身边，靠到了他的怀里，那动作亲昵的就像情侣一般。你怎么去了那么久？我等的都心急了。我们遇到了冰雪凤凰，被他堵在了他的巢穴内，要不是陛下去救我们，我们恐怕再无机会相见了。小棱子，我恐怕喜欢上你了。你不在的时候，我牵肠挂肚，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公主勿要多想，小的只是个小太监，配不上公主的厚爱。我不管，感情的事又不是想要就要，不想要就能控制的。你不在的时候，我就是忍不住想你。那你多想想别的，分散一下注意力。小棱子，你看过我的身子，我要是真的嫁给别人，你会不会难过？冷华年心里冷不丁的一抽，这谁能忍？公主，我舍不得。冷华年捧住怀中美人的脸庞，一下就吻住她娇嫩的阴唇。良久，两人才恋恋不舍地分开。小棱子，今晚陪本宫一起用晚膳。遵公主旨意。这边寒月公主带着冷华年去用晚膳，那边独孤凤一路赶往独孤女帝的寝宫锦绣宫。凤儿，你急匆匆的来锦绣宫，有何大事？独孤女帝正在盘膝打坐。陛下，臣有2件事要禀报陛下。这里面没有外人，不必拘禁，尽管说。独孤女帝睁开了眼睛，望着独孤凤。臣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了月影宫。长公主其实是派冷华年去寻找温泉，臣正好在万仞雪山的山顶发现了那个温泉。臣用功力将温泉里面的元素矿物质全部吸出，然后制成温泉片，带回了宫。你回到未央宫，第一时间就跟那个小太监去试这九死一生弄回的温泉片了。陛下明鉴，效果如何？出乎意料的好，跟山顶温泉几乎一样，人泡了很舒服。长公主的温泉池就是冷华年帮她建造的。臣有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尽管说，我们之间还需要藏着掖着吗？臣试了长公主的温泉池，真是人间一大享受。臣想让冷华年来锦绣宫
帮陛下修建一座温泉池。听着倒是有点意思，准了，具体你来安排吧。臣还有一事，只是臣有点难以启齿。独孤凤不知该如何开口。凤儿，这可不像是你的性格，你出去一趟，怎么连性格也变了？陛下，臣想问，男人净身后靠某些秘法，下面那玩意还有可能长出来吗？独孤凤话说完，脸上也先有的飞上一抹红霞。凤儿，你不会看上那个小太监了吧？独孤女帝玩味地看着独孤凤，她了解独孤凤，从小到大追求她的人太多了，她可是看都不看一眼。臣只是看她可怜。独孤凤感觉自己都编不下去了。凤儿，那小太监有何魔力？样貌的确是出类拔萃，可他是太监，修为也只有出灵境。不过说到修为，我总觉得那小子身上透着古怪。什么古怪？其实独孤凤也不是没有那样的感觉，不过他摸出冷华年是肺脉，也就没有多想。他的经络受过毁灭性的创伤，但他体内有着无穷的灵力，只是经络不畅，灵力无法运转。凤儿，朕现在问你一件事，你一定要如实回答。臣遵旨。你是不是喜欢上那个小太监了？是。既然如此，朕就送你一份大礼。陛下能让他恢复男儿本色。望着独孤凤的眼中充满期待，独孤女帝却摇了摇头道：这个恐难做到，但朕有把握将他的堵塞的经络彻底打通，让他体内磅礴的灵力畅通无阻，修为飞速上升。谢陛下。独孤凤的心中有喜有忧。凤儿，来跟朕说说，你为何会对那个小太监如此动心？那份欢喜连藏在心中都做不到，你不怕朕杀了他吗？臣没想那么多，他要是遭遇不测，臣愿意追随他而去。独孤凤的话令独孤女帝微微侧目，短短几天时间，独孤凤对这小太监简直已经爱到欲罢不能了。这小太监究竟是何许人也？小太监此刻正跟韩月公主共进晚餐，两人喝了一点酒，韩月公主已是俏脸微红。小棱子，本宫饱了，陪本宫到院子里散会不？好。冷华年搀扶着步履飘忽的韩月公主来到月影宫的中心花园，月色迷人，园中花沐浴在月光之中。冷华年忘情了吸了一口气，一股香气扑鼻而来。小棱子，你在闻什么？花香，不过我已经有点恍惚，分不清是花儿的清香还是公主身上的幽香。本宫身上香吗？韩月公主抬起玉臂，左闻右闻香，处子幽香。小棱子，在本宫面前你越来越放肆了，居然都敢调侃本宫了。公主，我实话实说，你也怪我，你看看连尊卑也忘了，你是要上墙了？我只是想，公主也不想交一个低人一等的朋友吧。冷华年突然挺起了胸膛，装孙子还不如将公主速速拿下。算你有理，人家只是吓唬你一下而已。小棱子，其实人家很喜欢你，喜欢到没你不行的地步了，你知道吗？你不在的这几天，本宫晚上都没睡好。公主，想不到我在你心里有这么重的分量，真是令我受宠若惊。我也不知你有什么好的，我就是想见到你，晚上躺床上莫名就会想起你。韩月公主第一次跟男人交往，她还不懂什么是情，什么是爱，但就是觉得离不开冷华年。其实我也会想起公主，公主好久没帮你治疗，最近好些了吗？冷华年的话令韩月公主脸上一红，不过她还是回道：你不在的几天没有变化，这是个功夫活，得慢慢来。王后每日会抽出时间来专门帮公主治疗，最近不必出远门了。月和一路跟着，心里有点吃味。公主显然是有了小棱子，冷落了她月和。月和想不通，一个太监何来那么大的魅力？此刻他站在门外，心里落差很大，甚至有点怀疑人生。小棱子，今天够了，都听公主的，那我就先回去了。冷华年准备起床回家。不行，小棱子，你几天没陪本宫了，我要罚你陪我一整晚。公主，这不大好吧？万一要让人瞧见，对公主的名声可不利。月和不是在门口守着的吗？谁知道你躺在本宫床上，你是不是嫌弃本宫了？连多待一刻都嫌烦。韩月公主似嗔似怨，冷华年看不出她的真实想法。怎么可能？我都感觉自己掉进公主爱的漩涡出不来了。只是我这样没法给公主幸福，所以我想着只要能陪伴在公主身边，何必在意卿卿我我？可本宫要你的人。韩月公主原本背靠在冷华年的怀里，这可突然转身，一下就吻住了冷华年的唇。公主越来越大胆了，两人相拥到一起。公主，哪天我要是能恢复男儿本色，成为真正的男人，你会怎么样？冷华年边说边轻抚着韩月公主光滑的背脊。那本宫会向老天爷供上3声，行跪拜大礼。傻瓜，既然你这么在意我真正的男人身份，你又何必喜欢我这个太监？小棱子，感情有时是无法控制的，又不是说不想就不想的。公主，我明白了，你的痴情我不会辜负，总有一天我要给你一个大惊喜。现在睡觉。
冷华年在韩月公主白皙如玉的额头深深吻了一口，两人相拥着，带着些许遗憾进入了甜美梦乡。第二日一大早，独孤凤就来到了承德殿。凤将军，一路上都有小太监给这位大央帝国的大将军行跪拜礼。独孤凤随便挥挥手，他只想着赶紧把冷华年拉起来送到锦绣宫去，为陛下建造温泉池。不过令独孤凤意外的是，他找遍承德殿也没找到冷华年，一种不好的感觉笼罩在独孤凤的心头。难道冷华年昨晚根本没回承德殿，他在月影宫过夜了？这可一件天大的事，被陛下知道，那还能有个好？独孤凤直扑月影宫，他也不知自己为何会这么急。独孤凤闯月影宫也没人拦，拦的话非死即伤，他的威名在外，谁也不是个傻子。月河道真是忠心耿耿，他还真如长公主所说，在门口守了一夜。凤将军，月河揉了揉眼睛，简直不敢相信，独孤凤怎么一大早到月影宫来了？这风风火火的架势，一副来者不善的样子。让开！独孤凤还算克制，没有一把将月河拨到一边。凤将军，你这是？月河看到独孤凤来者不善，心里也有点忐忑。不过里面可是他的主子韩月公主，还有留宿月影宫的冷华年。想到此，他还是不自觉地张开双臂，拦在了大门前。独孤凤懒得跟他纠缠，玉手一挥，月河跌跌撞撞，不受控制地让开大门。独孤凤一掌将门震开，冷华年跟韩月公主相拥着，睡得正香，被开门声惊醒了过来。月河，越来越没规矩了，没看到本宫还在睡觉吗？哟，公主真是了得，这都叫人晚上侍寝了。独孤凤看到公主正依偎在一个男子的怀里，这男子可不就是冷华年吗？凤姨，这么早你怎么会在月影宫？韩月公主脑袋嗡嗡响，这是唱的哪一出？凤姐姐，早啊！冷华年，你为何夜宿月影宫？你不要命了？凤姐姐，昨晚喝了点酒，帮公主按摩。哦，不是，是治疗，结果不小心睡着了。不小心两个人都睡着了，哪有这妖巧的事？还有，按摩是怎么回事？凤姨，你管得也太宽了吧？你就这么跟本宫说话吗？本宫给你面子，叫你一声凤姨，可你今天做的事，说小了有失体统，说大了是以下犯上。韩月公主的美梦被打断，心里多少有点起床气。我没有冒犯公主的意思，我在跟冷华年说话。你是将军，他是监兰院的，你管得着他吗？韩月公主的脾气上来了。我独孤凤管自己的男人，还不用外人来教。独孤凤也有气，他已将自己交给冷华年，没想到他转头跟公主好上了。你的男人，他分明是我的，他什么时候成你的人了？韩月公主被气得从床上跳了起来，哪管只身着亵衣亵裤，指着冷华年道：你问他，他是不是我的人？冷华年头皮一紧，没想到这两个女人对自己的感情这么深，也就卿卿我我，还没有真正占有他们，这两个女人倒先掐起来了。修罗场年年有，但属于冷华年的修罗场似乎来得早了一点。好了，两位姐姐不要吵了，我一个小太监，何德何能，让你们大动干戈？不至于。小棱子，是不是前几天出去寻找温泉的时候，他勾搭你的？独孤凤，你还要不要脸？他是我的。韩月公主有点要被气炸，自己最先喜欢的男人，结果被独孤凤找上门，什么意思？公主，你误会了，我今天来找冷华年，不是为了跟你吵架，完全是因为陛下要召见他。独孤女帝要召见我，凤姐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啊，姑姑为何要召见小棱子？韩月公主见独孤凤似乎真有要事，她也慢慢冷静下来。陛下的事情，我一个下人怎好多问？独孤凤在气头上，故意卖起了关子。小棱子，那你快跟着凤姨去吧，不行我得跟你一起去。要是姑姑想对你不利，我今日哪怕拼死也要护你。韩月公主已经开始穿衣了，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冷华年过去没有任何危险。听了独孤凤的话，韩月公主总算松了一口气。不过她打定主要，过一会还是去锦绣宫看看情况的。冷华年跟着独孤凤走了。你可真行，连长公主都勾搭上了。独孤凤现在可以名正言顺的酸了。唉，我这无处安放的魅力。你还来？独孤凤趁着周围没人，在冷华年的软肋上捏了一把。哦，凤姐姐，你要谋杀亲夫啊？还亲夫呢？在岩洞里叫人家凤姐姐，回了未央宫，转头就扑进了公主的怀里。凤姐姐，我冤枉啊！长公主要召见我，要我陪她，我敢不从吗？从，我看你心里愿意的很。刚才你搂着她的样子，哪有半分勉强？我看你心里1000个100个愿意。好吧，被凤姐姐看出来了，长公主那么漂亮的女人，是个男人都会动心吧？问题你也不能算是男人啊，真想不通你有什么好的？怎么，凤姐姐后悔跟我好了？没事，你现在说不要我了，我不缠着你。想得美，你这辈子都别想逃出我的掌心。独孤凤停下脚步，对着冷华年将玉掌慢慢握成拳头。我甘之若饴。
要不是怕被人看到，这会冷华年就要上手抱独孤凤了。陛下召见，你真不怕死啊？我猜不会是什么坏事，要不然你哪还有心情跟长公主打嘴仗？臭美，是不是以为我离了你活不下去？凤姐姐，你离开我活不活得下去我不知道，反正我离开你活不下去。冷华年的话令独孤凤的心里一暖，不过女人嘴上一般不会轻易认输，真不知道你身上有什么光环，下面都没了，还这么招人，你可能是大央历史上最风流的小太监。凤姐姐，不管以后如何，我都会爱你一辈子的。算你还有点良心，你不问问我，陛下招你干嘛？独孤凤对冷华年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还是挺满意，男人就该有这种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气质，可惜他不是完整的男人。陛下招我干嘛？我向陛下介绍了寒月公主的温泉池，举荐你到锦绣宫也修建一个温泉池。原来是这事。冷华年想了想，也不算坏事，弄好了说不定还有赏这下此地放松心情，跟着独孤凤入锦绣宫。独孤女帝身着便服在打坐修行，她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跟天赋肯定有关，但她从不懈怠的性格也是她走上虚灵大陆巅峰的一个重要因素。陛下，臣把冷华年带来了。陛下。冷华年不跪不拜，他的意识里将君臣礼仪看得很轻。不过独孤女帝看到他这样子倒是微微诧异，这小子还挺有性格，不过好在他也不吃这一套。你就是冷华年？臣正是冷华年。听凤将军提起，你在月隐宫修建的温泉池很是了得，今日招你来就是想让你在朕的锦绣宫也修建一座温泉池。陛下放心，臣一定在锦绣宫修建一座天下最大最好的温泉池。冷华年信誓旦旦道，口气不小，那朕就拭目以待，需要多长时日？臣准备用10天时间将温泉池修建完成。凤儿，带他去吧，原本的浴室留着，给他新找一间房。独孤凤刚带着冷华年去建造温泉池，寒月公主随后就赶到了锦绣宫。姑姑。寒月公主嘴上喊着姑姑，眼睛却在四处打量，她在找冷华年。月儿，你东张西望的找什么呢？姑姑，冷华年呢？你这么急匆匆的跑来，就为这个小太监？姑姑，你别伤害他，小冷子是个好人。好人？月儿什么时候学会为一个男人说话了？哦，他也算不上是男人。姑姑，你别伤害他，你要月儿做什么，月儿都答应。真够痴情的，过些时日，西燕王国婚使团就该到大央了。这次西燕王憋足了劲要跟大央皇室联姻，你作为大央的长公主，也是时候往上顶一顶了。月儿不想嫁人。寒月公主低下头，联姻一直是她的软肋。你不会是对那个小太监有好感了吧？他模样确实长得俊俏异常，但他是个太监，你知道太监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以后永远体会不到属于女人的快乐。姑姑，女人的快乐是什么样的？这暂时还是朕的认识盲区。总之你跟他在一起，连阴阳调和都做不到。你想想，你们的关系该是多么的不伦不类。独孤女帝差点被寒月公主问住，不过她什么场面没见过，轻松就圆回来了。姑姑，可是我只想跟小冷子在一起，哪怕什么都不干，能抱一抱我也很满足。你疯了，他只是一个太监，他没事，再帮朕建造温泉池，你回去吧。姑姑，月儿去看他一眼就回月隐宫。唉，独孤女帝挥了挥手。寒月公主走了，独孤女帝不淡定了，这小太监什么来路？迷倒凤儿，又接着迷倒月儿，不说别人，现在连独孤女帝都对冷华年充满了兴趣。独孤凤在锦绣宫浴室旁边找了一间房，里面的空间很大，只有10天的时间，冷华年规划一下准备开干，因为有在月隐宫建温泉池的经验，这会已经是熟能生巧。小冷子，冷华年才勘察完地形，寒月公主就来了。公主，你怎么来了？小冷子，我不放心你，怕你被欺负，所以赶过来看看你。看到冷华年真的没事，寒月公主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这几天冷华年很忙，既要去锦绣宫建造温泉池，又要抽空去月隐宫帮公主治疗。原本答应寒月公主1日治疗3次，现在因为白天忙不过来，只能把1日3次改成晚上1次，时间当然也延长了。这害得冷华年每晚都得留宿月隐宫，公主根本不让他回城得殿，这吓苦了独孤凤。温泉池建造了7、8天，快收工了。独孤凤已经3次夜探城得殿，可惜去了3次，1次都没见冷华年。独孤凤忍了，他准备忍到温泉池建好。10日时光，冷华年果然在锦绣宫建造了一个超大温泉池，规模甚至比月隐宫的温泉池大了3倍。这个池子里面，只要你愿意，你甚至可以在里面拉开架势游泳。当池里放满清澈的泉水，放了几片浓缩的温泉片，一个大型温泉池便正式成了。陛下，请示谕。冷华年正式宣布，都退下吧。独孤女帝的温泉池，冷华年可不敢进。当然，人家女帝把人都轰走了，女帝的身子岂是随便给人看的？冷华年不知道独孤女帝对新建的温泉池满不满意，
他还得去月影宫跟寒月公主共进晚餐，晚餐后陪她散步，然后帮她治疗胸部。当寒月公主再次让他留宿月影宫的时候，冷华年还是坚持回承德殿。他有种预感，今晚独孤凤可能会去找他。如果他再次留在月影宫跟寒月公主睡一床，那独孤凤可能要翻脸了。寒月公主一连霸占了冷华年10个晚上，他也不好意思再强行挽留她。虽然他恨不得冷华年每天待在月影宫。冷华年自从住进这承德殿，他就没怎么在家睡过觉。今日他的感觉奇准，夜半时分，独孤凤着一身黑色夜行衣摸进了承德殿。他怀着期待的心情走进冷华年的卧房，发现有人在呼吸。他慢慢走到冷华年的床头，刚想开口，却听得一个声音响起：“凤姐姐，你要是再迟一点来，我恐怕就已经睡着了。你一直在等我。当然，我扫了公主的心，强行回承德殿，就是为了等凤姐姐。”冷华年坐起身，靠到床头，一脸认真道：“你怎么知道我今晚会来？我要是不来，你岂不是白等了？白等也好过凤姐姐来找我，我却不在。”嘴真甜。独孤凤慢慢坐到冷华年的床头：“凤姐姐，上来吧，今晚陪我睡。”独孤凤脱去外衣，只剩下亵衣亵裤，钻进了冷华年的被窝。“凤姐姐，我想你了。”冷华年嫌衣服碍事，连亵衣亵裤也没放过。两人再次坦诚相见，冷华年一口吻住独孤凤娇嫩的阴唇，谁也不想松开，直到那口气倒不过来，两人才恋恋不舍分开。“我中了你的毒了，想不到我堂堂帝灵镜竟然离不开你了。凤姐姐，你很想离开我吗？”“那倒没有，我只是觉得奇怪，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我一个人好好的，为何对你这个小太监却情有独钟，好似一天都离不开你了。凤姐姐，我也很想你啊，我也恨不能每天搂着你睡觉。”冷华年将独孤凤的身子整个搂在怀里，摸上去光滑如玉的感觉很舒爽。“你还会想我？我看你每天住在月影宫，哪还会想到我？”“当然想了。凤姐姐，我怎么看怎么搂都不够，怎么会不想？好了，甜言蜜语你第一名，跟你说个正事，你的好事来了，陛下明天要召见你。”“又召见我？可这是何事？”“一个吗？感谢你建造的温泉池，陛下喜欢吗？”冷华年还是有点期待的。“喜不喜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昨日陛下在温泉池里泡了1个多时辰。”“好啊，他也不怕把自己泡肿了。”冷华年松了一口气。“凤姐姐，陛下可说要如何奖励我？我之前问陛下有无秘法能让你重新恢复男儿本色，陛下摇头表示无能为力，但陛下可以送你个大人情。”“什么大人情？”冷华年就差把耳朵竖起来了。“陛下说你的浑身经络受过重伤，虽然重新续接上了，但并没有完全通畅。你体内有着磅礴的灵力，但灵力无法在经络循环运转，所以你到现在还是出灵境。凤姐姐，陛下有把握吗？”“我哪知道，不过陛下那么说，应该是有把握的。”“那可真是太好了，这一直是我的心病。华年，我问你个事，陛下发现你的体内有股磅礴的灵力，堪比地灵境，这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个问题，冷华年自小就找到了借口。我小时候去一个庙里玩，遇到一位将死的老爷爷，他将自己的灵力从我头顶全部灌输给了我，为此我浑身经脉寸断，差点一命呜呼。你这么说就合理了。凤姐姐，我们不说这些了，我们好不容易聚一起，要珍惜眼前的时光。抱也抱了，摸也摸了，你还能干嘛？我可以吻你啊，吻遍你整个身子。华年，我真怀疑自己产生了错觉，你总是色色的，行为举止一点都不像太监。可能是凤姐姐的魅力太大了吧，连我这样的人也能被你诱惑的欲罢不能。冷华年说的话确实好听，不过独孤凤还算清醒。你对我迷恋，对寒月公主也迷恋，你敢说你不是色色的？我不敢，但我真的喜欢凤姐姐。冷华年的嘴巴从说到做全部付诸实践。冷华年把独孤凤逗得差点死过去，到最后他用手把冷华年牢牢固定住，不让他使坏。凤姐姐，你不让我动了吗？你再动我都睡不好觉了，你可真是个奇葩小太监。那凤姐姐喜不喜欢？冷华年索性把脸贴在独孤凤的胸口，听着她砰砰乱跳的小心脏。喜欢，那样太刺激，你还让我怎么睡觉？我跟凤姐姐在一起都不敢睡觉，我想看着凤姐姐，想跟凤姐姐说话。好，我陪你说话，不过你不能乱动了，你答应了我才松开你。好，我只搂着凤姐姐，什么都不做了。冷华年果然安安稳稳搂着独孤凤进入了梦乡。清晨，两人一起起床，就像一对恩爱的小夫妻。洗漱完，随便弄了点吃的，两人便去锦绣宫见独孤女帝。冷华年见到独孤女帝的时候，她依然在打坐修行，这点太让人服气了，天资好，还比别人努力，简直让别人无路可走。冷华年，温泉池很好，作为奖励，朕会帮你把经脉彻底疏通。臣叩谢陛下。
眼见要受女帝如此大的恩惠，冷华年也只是单膝跪地而已。独孤女帝和独孤凤都看到了冷华年的这个动作，除了无语还是无语，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男人。凤儿，我带冷华年去练功房，你小心。陈定要寸步不离守着房门。独孤女帝把冷华年带进了练功房，练功房很大，清爽舒雅，倒没有花哨多余的装饰。知道朕的练功房为何这般大吗？陛下爱修炼，空闲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练功房，这练功房当然得弄得舒适些。算你机灵，来，把衣服全部脱了。全脱了，全脱。待会我要检查你的经络，你不全脱了，我也无法做出有效判断。哦。冷华年转过身子，背对独孤女帝，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脱下，脱完后尴尬地站在那里。转过来，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冷华年叹了口气，也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大大方方地转过身子，正面面对独孤女帝。独孤女帝还从没看过男人的下体，太监的也没看过，人都有好奇心，女帝也不例外。冷华年不知道女帝要看还是检查，反正他把冷华年的身子上下看了个遍，尤其看到下面的时候，差点憋不住笑出声来。冷华年，你下面怎么光溜溜的，连个刀口都没有？独孤女帝看了那么久，结果来了这么一句：回陛下，臣是天烟之子，天生当太监的料，你可真行。来，盘膝坐下。冷华年如木偶般听从独孤女帝的摆布。独孤女帝坐到冷华年的背后，伸出玉掌，一掌贴到冷华年的后心，放松心情，不要抗拒，我会把自己的灵力灌输到你体内，重开你堵塞的经脉。冷华年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独孤女帝慢慢催吐掌心灵力，慢慢灌入冷华年的后心位置，然后朝全身扩散。冷华年感觉到了钻心似的疼痛，他的经脉早已伤痕累累，当年南宫羽妃用灵药给他泡澡，断裂的经脉只是从外面愈合而已。现在独孤女帝使用超强的灵力在他的经络内给他再做修复。1个时辰之后，独孤女帝收手，她白皙如玉的额头已经微微冒汗，可想而知她费了多大的劲。冷华年，感觉如何？独孤女帝虽强，但她从来没有干过这事，心里自然也没底。陛下，臣感觉浑身舒坦，臣好像要破境了。别说话，好好引导真气在经络内运行。冷华年闻言，慢慢调整呼吸，稳定心神。高总管灌入他体内的灵力，早跟他融为一体，成了他冷华年自己的灵力。可惜这些灵力似乎被困在了他的体内，动弹不得，经络处处堵塞，能动才怪。冷华年浑身经络内里就像竹子长了内结，刚才独孤女帝用灵力帮他疏通经络，相当于把竹子的内结全部破开。灵力开始在经络内部加速运行，出灵境6层，出灵境7层，出灵境8层，出灵境9层。冷华年的小境界在节节攀升，眼看破境在即，破了，简直摧枯拉朽。冷华年从出灵境6层突破到了真灵境1层，他只用了1个时辰。再厉害的天才突破这几个小境界，没有几个月是下不来的。很好，你的天资远比朕想象的要好，可惜你的起步太晚，现在已经这个年纪。当然这些都跟你的境遇有关，要不是你的经络自小被毁，那现在你的修为恐怕已经到了令人可怕的地步。谢陛下厚恩。冷华年心里是真心感激独孤女帝的，2国恩怨，灭国杀父之仇，对冷华年而言好像也没什么，毕竟他只是穿越而来。冷华年敬这位央宫当卧底，纯粹是被南宫羽妃逼的。先别急着谢，今天只是把经络疏通了一个大概，明日开始连续21日都要做经络的疏通，你每天早上准时过来。陛下，你为何对我这般好？冷华年有点想不通，连续21日帮自己疏通经络，这简直比娘亲还亲，自己可是来未央宫当卧底的，要对付的主要对象就是眼前这独孤女帝。你虽然是天烟之子，不过你的天资还是很高的，大央内忧外患，你或许是大央的一个变数，终有一鸣惊人的一天。陛下太高看我了，我在陛下面前跟蝼蚁何异？你体内的灵力为何如此充沛？这是地灵境级别的灵力，你有奇遇。6岁时在山神庙遇到一位生命垂危的老爷爷，他想找个衣钵传人，将体内灵力全部传给了我，心急之下将我的经络几乎全部摧毁，后来靠着灵药沐浴，终是慢慢好了起来，不过似乎无法修行了，一直停留在了出灵境。有得有失，遇到朕你有转机，今日下来朕信心大增，相信你也如此。21日后或许连朕都要被你惊到。陛下，臣欠了你一个天大的人情，别急，以后有你立功的时候，臣定不会让陛下失望。冷华年竟然感动的想为独孤女帝做点什么，说好的进宫潜伏在他身边当卧底的呢？这女帝的手段也太了得了。冷华年才不管，谁对他好他就对谁好，他感觉独孤女帝对他还不错，不过嘛，卧底的任务还得继续，毕竟南宫羽妃精心培养了他10年，南宫玉嫣又是他的第一个女人，思及此处，冷华年竟然有点想他们了。退下吧，明日早点过来。臣告退。之前他们都当冷华年是天烟之子，
可自从跟独孤女帝、独孤凤、寒月公主接触后，冷华年发现自己竟然很像天选之子，怎么会这么受人待见呢？他又忍不住自恋地摸了摸自己的脸庞，这该死的魅力哦！除了锦绣宫，冷华年习惯性地往月影宫而去。他进宫后多半时间是待在月影宫。寒月公主人美又缠人，跟她在一起还是很有乐趣。可惜寒月公主今日不在。月和姐，长公主人呢？小冷子，今日是3位公主聚会的日子，长公主出去了。原来如此，月和姐，你干嘛叫我小冷子？好像你比我高一等似的，陛下都叫我名字呢。你就吹牛吧，陛下叫你名字，这哪还有假？我刚从锦绣宫过来。你去锦绣宫干嘛？月和一脸的不可思议道。是陛下叫我去的，他要帮我疏通堵塞的经络。你看看我跟之前有什么区别？呀，你突破了。月和姐果然目光如炬。切，这有什么啊？好歹姑奶奶也是人灵境的小高手。月和姐，你真了不起，人长得美也就算了，居然还有人灵境的修为，让你当个丫鬟，真是委屈你了。陛下对我们修炼很支持，只要不耽误正事，其余时间皆可修炼。那也要靠天赋的，没天赋根本走不上这条路。月和姐你人灵境已经算是上路了，马马虎虎吧，不说跟陛下和凤将军比，跟公主比也差得远呢。可能他们独孤家的人天生是修炼的料吧。你也不错，一天就从出灵境突破到真灵境了。唉，歪打正着，陛下帮我把经络疏通之后，我也有点悟了。小冷子，为何公主、凤将军、陛下都对你这么好？我人好啊，难道月和姐不想对我好？小冷子，你臭美，谁要对你好了？月和翘着小嘴，分外的可爱。月和姐，你还叫我小冷子？你再叫我要翻脸了。我就叫小冷子，小冷子。月和叫得正起劲，冷华年一下扑过去抱住她，在她脸上吻了一下。月和的修为远在冷华年之上，不过她一个女孩子哪经历过这个，俏脸被冷华年亲了一下，立马红了，呆呆站在那里，竟不知该怎么办了。月和姐，你怎么了？冷华年，你要死啊？你居然敢亲我，我还要嫁人的。月和都快急出眼泪来了，那回确实有点男女授受不亲，她被冷华年彻底亲懵了。月和姐，被我亲一下就没法嫁人了，又没人看见，你就当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秘密，你最好能守口如瓶，要是被公主知道了，我们姐妹都没得做了。月和姐，你年纪也不小了，你准备在未央宫待一辈子吗？不然呢？要我离开公主我也舍不得，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那公主要是嫁人，你是不是要去当暖床丫鬟？冷华年倒是一句戏言，不过正说中了月和的心事，这大抵就是我月和的命吧。看着月和愁眉紧锁的样子，冷华年心里一疼。月和姐，你是不是对未知充满了恐惧？或许吧，我终究无法将自己处在主动的位置，我只是一叶浮萍，现在能有个港湾就不错了。月和姐，假如寒月公主嫁给了我，你是不是要成为我的暖床丫鬟了？如果有那么一天，你会开心吗？你可真敢瞎想。月和姐，我是说假如，到时你会怎么样？公主都没意见，我能有什么意见？月和姐，我能抱抱你吗？其实我有点喜欢你，你的性子像邻家大姐姐。月和没说话，也没反对，冷华年就当是他同意了，上前一把将月和搂到怀中。月和挣扎了一下，身子发软，他从没经历过这个，心如小鹿乱撞。良久，唇分。月和已是满脸飞霞，这是他的初吻，他这辈子没经历过男女之情，更何况是如此激烈的唇齿相依。小月和姐。在月和不知所措的又要习惯性叫出小冷子的时候，冷华年用手指按住了他的阴唇。你还想叫我小冷子？冷华年的脸刻一板了起来。我习惯了，那我该叫你什么？冷哥哥，年哥哥。不行，你是月和姐，比我大。华年，太正式了，不亲近，要不你叫我夫君。夫君，多羞人啊，人家还不是你的娘子呢。月和脸上的红晕愈发明显了。那你喜不喜欢当我的娘子呢？喜欢，可我只是公主的一个丫鬟，而你是小太监，我们怎么可以？月和姐，我们已经那么亲密了，只要我娶了长公主，那你就成了我的暖床丫鬟，不就得叫我夫君了吗？夫君。月和怯怯地喊了一声，然后一头扎进冷华年的怀里，再也不敢抬头了。冷华年轻抚她的秀发，把她的俏脸捧了起来，然后再次吻住她娇嫩的阴唇。两人亲昵了好一会儿才分开，月和的心里已经像是被灌满了蜜，甜到化不开了。夫君，你一定要娶公主哦，不然要是公主嫁给别人，让月和去当别人的暖床丫鬟，那月和只能投湖自尽了。傻瓜，我怎么可能让你自尽？我一定会娶公主，也一定会娶你。冷华年紧紧拥抱着月和，怜惜地轻抚她的背脊。长公主去跟二公主和小公主聚会了，他们每隔几天就要小聚一次，
要不要月河带夫君去找他们玩？他们今日应该是在二公主的彩云宫。算了，我一个小太监，这样贸贸然过去不合适，慢慢来，以后有的是机会。当务之急是先把长公主拿下，这样你才能正式成为我冷家的娘子。夫君，长公主已经被你迷得神魂颠倒，要是没你，她估计都活不下去。所以，你想娶长公主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陛下答不答应。还有就是，月河支支吾吾说不下去了。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夫君的身份和身子，夫君是个小太监，下面又没了，凭现在的身份想要娶长公主，陛下肯定不会答应的。我下面没了，那月河姐为何还愿意做我的娘子？人家喜欢你吗？喜欢你又不一定非要那个，你能忍得住？只要能成为夫君的女人，月河忍的。好，月河姐，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小壁虎的尾巴断了能重生，我下面没了也可以重生哦。真的？月河的眼中瞬间放出了异彩。当然，不过月河姐要有点耐心。月河等的真乖。冷华年再次将月河揽入怀中，在她白皙如玉的额头轻轻吻了一下，然后就离开了月影宫，只留下倚着大门看着爱郎离去却不舍进屋的月河，在那风中笑靥如花。锦绣宫，陛下。独孤凤对着正在修炼的独孤女帝微微一礼，知道朕叫你来何事？臣不知。冷华年的情况比朕想象的要好得多。陛下是指经络还是那个？凤儿，你怎么还想着那个？朕已经说过，那个朕也是有心无力，朕说的是他的经络有救。谢陛下，那是冷华年的天大福分。独孤凤的心里可谓有喜有忧。你是不是有点失望？独孤女帝敛气收息，缓缓站起身子，走到独孤凤的跟前。独孤凤微微低头，臣不敢，臣替冷华年叩谢陛下。独孤凤对着独孤女帝直接拜伏到地，额头重重磕到地上。好了，从没见你对朕行如此大礼，那小子是不是比你的命还重要？独孤凤连考虑都没考虑，不自觉的就点了点头。看来这小子的确有点东西，月儿跟你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来这次西燕王国来联姻之事，我得顺水推舟把月儿嫁出去了。陛下万万不可！独孤凤急了，他可是一直牢记着冷华年对他的叮嘱的，万万不可！凤儿，你现在居然用这种语气跟朕说话了。独孤女帝脸上微现晕色。陛下息怒，长公主对冷华年一往情深，如果强行将他们拆散，以长公主的性格，再去西燕王国的路上恐怕会自尽。独孤凤小心翼翼道：那能如何？让公主嫁给一个太监，我大央丢得起这个脸吗？独孤凤无言以对，这可是关皇室的脸面。不过他随即脑中灵光一闪，陛下，要是冷华年恢复了男儿本色，你会让他当驸马吗？独孤凤紧张地盯着独孤女帝的那张略带几分威严却美到眉边的脸庞，此刻他的一句话将决定很多人的命运。大央的历史上还没有太监重新变成男人的先例，不过朕也不会一棒子打死，只要冷华年成为真正的男人，让他当这驸马又有何不可？陛下英明。独孤凤再次拜伏到底，额头磕在地上不起。好了，跟朕来这套虚礼。凤儿你变了。独孤女帝有点玩味地看着眼前这个数百年来未曾有一丝改变的贴身侍卫。人总是会变的，但不管臣如何改变，对陛下的忠心永远不会变。独孤凤字字铿锵。凤儿，朕有一点不明白，你为何如此大度？明明自己喜欢冷华年，为何还要管月儿？大央帝国联姻西燕王国，月儿离开未央城，冷华年不就属于你一个人了吗？不瞒陛下，臣知道冷华年跟长公主日益情深，臣无意间向冷华年透露过长公主即将到来的困境，臣是想让她有个心理准备。他说他想让长公主留在未央城，不想让她成为政治联姻的牺牲品。事到如今，独孤凤也只能实话实说，臣既不想让冷华年难过，也不想让长公主伤心，所以你就选择让朕闹心？独孤女帝凤眉一挑，独孤凤心里咯噔一下，她知道女帝的脾性，这是要动怒了。哎，不是朕心狠，实在是现在大央的处境只剩下联姻这一条路。独孤女帝罕有的将即将爆发的情绪又收了起来。陛下，大央真有那么难了吗？比想象的还要难。大央帝国跟冷月帝国的矛盾日盛，两国相交的小城小镇已经交火多日，两国之间的一场恶战看来是在所难免了。陛下，我们两国之间似也没什么深仇大恨，一定要这样不死不休吗？朕能放手，他冷月女帝蓝梦妖能轻易放手吗？再说这一场战争势在必行，朕既然无法也无力阻挡，那就唯有一战。也是，双方在边陲小城交手1年有余，两边的怒火已经蔓延到了全国，现在两国之间需要一场战争，这就是当下的形势。臣明白了，待战争爆发，臣愿当先锋。别急，还能少得了你吗？陛下脸有倦色，好好歇息一会，臣告退。去吧，你的心思早飞到他身边去了。
独孤女帝白了一眼独孤凤，独孤凤像调皮的小女生一样吐了一下小香舌，把独孤女帝差点惹笑了。独孤凤告退，奔着承德殿而去。冷华年这回正躺在大床上休息，早上浑身经络被独孤女帝一顿修理，好是好了不少，不过这回浑身酸痛，滋味也不好受。独孤凤直接来到冷华年的寝室，看他一头汗的样子，有点弄不清状况，赶忙一脸关切的上前：华年，你怎么了？不舒服？独孤凤从怀里掏出白丝绢，把他额头的汗擦干净。凤姐姐，我没事，今日陛下帮我疏通经络，这回经络刚通，浑身有点疼，我用灵力帮你浑身按摩一下。不必了，这点疼我还忍得住，凤姐姐让我抱抱，抱抱我整个心就都在凤姐姐身上了，那样就不疼了。你呀，终究是个孩子。独孤凤抬起纤纤玉指，在冷华年的额头轻点一下，然后跟冷华年拥抱到了一起。冷华年顺势吻住独孤凤娇嫩的阴唇，食髓之味。自从献出初吻之后，独孤凤越来越喜欢跟冷华年这种相亲相爱的感觉，她甚至觉得自己之前几百年算是白活了。华年，好消息，陛下终于松口了。松口？我好说歹说，陛下终于同意不把长公主嫁到西燕王国去，不过条件是你恢复男儿本色。凤姐姐，难为你了。这下冷华年的心终于定了下来，只要你能恢复男儿本色，陛下甚至不反对你跟长公主在一起。真的？太好了！冷华年有点激动，这对他而言是双倍的好消息。华年，你这么激动，是不是有把握让自己恢复男儿本色？凤姐姐，你放心，我怎么可能让你守一辈子活寡？真的。独孤凤支起身子，凑到冷华年的跟前，两人眼睛相距不过半尺。真的。独孤凤闻言，把俏脸贴到冷华年的胸口，心中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凤姐姐，想不到陛下对我还挺好的，他没想象的那么不近人情，这一点我也一直想不明白。若是在以往，他要是知道你一个小太监跟长公主有私情，他定会对你痛下杀手。他的帝国和荣耀可是踩着累累尸骨夺来的。独孤凤其实想想都为冷华年捏了把汗，那为何陛下一改往日性情？这点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难道是陛下给凤姐姐面子？毕竟凤姐姐当了陛下数百年的贴身侍卫。不大可能，我觉得是陛下对你有些好感，当然这个好感不一定是说感情上的好感，可能他发觉你是个有趣的人，也是个可造之才，他这可能就是惜才吧。也许吧，不管了，总之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陛下对我的恩情，我会永远铭记于心。冷华年说着说着，就习惯性的把手伸进了独孤凤的胸衣内，惹得独孤凤脸颊、耳垂发烫。华年，我不是公主，胸部没有不对称，不需要治疗啊。凤姐姐，不好意思，我把自己当神医了。其实女人胸部多少都有点不对称，你说怎么可能一样大吗？睡觉的时候，有人喜欢侧卧，有的习惯朝左，有的习惯朝右，这样左胸右胸受力肯定不一样，大小总归会有些差别。你都快成行家了。哪里，我就帮长公主治疗过。你现在是想要帮我治疗吗？不是，凤姐姐的胸是对称的，恰到好处，没必要治疗。冷华年话虽如此，他的手可一刻没停下。那你还按摩得起劲？独孤凤嗔怪地看了他一眼。我是太喜欢凤姐姐了，喜欢凤姐姐身上的每一寸肌肤。独孤凤被冷华年一句话就撩得难以自持了，他连冷华年的手都舍不得拿开，对他是越发宠溺。许久之后，独孤凤才想起正事，两人双双从床上坐起身，他坐到冷华年的背后，开始用灵力修复他浑身经络的创伤。华年，你体内的灵力好强，这澎湃的灵力恐怕还要在我之上。凤姐姐，你可是地灵境，你体内的灵力也是地灵境级别，你的造化真是比天还大。你有天赋，有机缘，相信你一定能日行千里，到最后也一定能让自己成为真正的男人。我有信心成为真正的男人，不然我不会惹凤姐姐的。你能变成真正的男人，我当然求之不得。如果你一直维持现状的状态，哪怕一辈子，我也不会嫌弃，我会无怨无悔的一直陪伴在你身边。凤姐姐，你真好，我没看错你，也没爱错你，放心，我会成为真正的男人，到时我还想让你为我生几个孩儿呢。我很乐意，不过你不要有压力，一切顺其自然。我知道，只是我发觉自己越来越离不开凤姐姐，离不开最好，让你每时每刻都要想我。独孤凤笑的眼睛弯成了月牙，哪还有一点狠辣侍卫的影子，完完全全成了乖巧的小女人。冷华年跟独孤凤在床上待了很久，独孤凤教他修炼，不过两人练着练着就腻到了一起，这一待就是一天一夜。有情人在一起真的是时间不够用，两人只争朝夕。第二天清晨，两人哪怕再舍不得分开，冷华年也必须早早起床，独孤女帝还在等着他呢。冷华年独自一人准时来到锦绣宫，精神状态很不错。昨晚独孤凤在你承德殿过夜了。独孤女帝的表情无悲无喜，波澜不惊。是的，陛下。小愣子，你住的地方不错呀，
全靠陛下宠爱，跟朕何关？这可是你大哥李延庆送你的。冷华年心里多少有点不淡定，这独孤女帝太厉害，宫里的事他都一清二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大央帝国的一切都是陛下的，若陛下不允，别说承德殿，臣在大央毫无立锥之地。你倒是清醒，不枉朕高看你一眼。独孤凤昨日教你修炼了，你的气息稳了不少。凤姐姐教了臣一些修炼之法，她对你是真的上心，你莫要辜负了她。陛下放心，臣会对凤姐姐好一辈子的。你坐下，我们开始吧。独孤女帝将2只玉掌按在冷华年的后背，灵力慢慢灌入他的经络。今天的情况比昨天好了很多，昨天相当于把竹子的内结破开，今天是要把这些破开的洞继续扩大。这活很不轻松，冷华年浑身的经络被疏通扩充了好几遍。冷华年是疼，独孤女帝是累，她要将自己的灵力灌入冷华年的经络，还要引导灵力在他体内的循环往复的游走。1个时辰，独孤女帝敛息收工，白皙如玉的额头已经微微冒汗。冷华年回头见独孤女帝正盘膝而坐，闭目养神，他心中很是感激，赶忙掏出白色丝绢，帮他把额头细小的汗珠擦掉。只是当他的丝绢一接触到独孤女帝的额头，他就蓦地睁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盯着眼前这个大胆的男人。你……独孤女帝竟不知该如何说下去了，毕竟还从未有男子敢触碰她的肌肤。谢陛下厚恩，臣心中有千言万语都是感谢陛下的话，可终究无从说起。你胆子很大，连我都敢碰。冷华年从独孤女帝的脸上看不出他的心思，不过令他松一口气的是，人家没一掌拍死他。陛下，臣乃太监，陛下别把臣当男人，也别把臣当女人，陛下就把臣当工具人，一个愿对陛下忠心耿耿，愿为陛下付出一切的工具人。冷华年倒不是吹牛，他这回真的很感激独孤女帝，虚灵大陆超然存在的第一人，能这么对他，他不感恩戴德，那还算个人？工具人，你能做什么？陛下，闭上眼睛，臣帮陛下按摩，缓解一下身子的疲劳。冷华年绕到独孤女帝的身后，深吸一口气，然后伸出双手，轻轻按到独孤女帝两边的肩颈。女帝身子微不可察地轻颤了一下，冷华年开始温柔细致地帮孤独女帝按摩。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比给老虎按摩恐怖多了。老虎要吃他，他还能反抗一下；独孤女帝要是一个不如意翻脸，一掌之下，冷华年很可能灰飞烟灭，彻底从这世界消失。不过还好，女帝大人似乎没有什么不满。冷华年稍微加了一点力道，他从脖颈按到肩膀，再到后背，最后居然想去按独孤女帝的头。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独孤女帝睁开眼睛，冷华年知趣地停下手。冷华年告退离去，独孤女帝平静千年的心湖起了微澜。这个小太监很放肆，一双手居然把自己后背肩膀摸了个遍。不过怎么会这么舒服呢？冷华年刚到锦绣宫的大门，一只脚还没迈出去，就被一个白色身影撞了个满怀。哎呦！一个身着白色纱裙的绝色女子摸着被撞疼的小脑袋，气鼓鼓地盯着冷华年。不好意思，姑娘没撞疼吧？冷华年恨不能上去帮她脑袋揉2下，能随便进出锦绣宫的人得罪不起。姑娘，你敢叫本公主姑娘？白裙女子这下似乎比被撞了那一下还难受了。公主，你是公主，难怪你长得比仙子还美，气质超凡脱俗。冷华年什么人没见过，知道对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你这小太监还算机灵，你怎么会来锦绣宫？我姑姑可从不允许男人进锦绣宫的。白裙女子眨了眨那双迷人的大眼睛，有点想不明白。我是太监，算不得男人。胡说，太监不是男人变来的吗？公主，太监以前是男人，可下面被割了，就不能称之为男人了。男人都是站着尿尿，太监是蹲着尿尿，所以公主可以把我也当成女人，倒也有几分道理。你这小太监还伶牙俐齿的，模样也好。你叫什么名字？白裙女子打量了一下冷华年，居然发现这是个好看到极致的男子。小的叫冷华年。冷华年，你来锦绣宫干嘛？陛下召见。姑姑怎会招一个小太监入宫？白裙女子还是想不通。敢问公主可是明珠公主？你怎知本宫是小公主独孤明珠？明珠公主一脸傲气道。看公主的模样，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小仙女，又似俏皮可爱的小精灵。纵观整个未央宫，除了小公主还能有谁？冷华年，本宫发现你这小太监也很好玩。今日本宫找姑姑有事，改日有空来明珠宫找本宫玩。明珠公主绕着冷华年转了2个圈，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个俊俏的小太监，竟是越看越喜欢。那公主快进去吧，改日有空一定去找公主玩。冷华年目送明珠公主进了锦绣宫，他自己也转身出去，心中不得不感慨，大央的公主都还不错，人长得美不说，还挺容易亲近。这下又不由想起寒月公主了。冷华年不知道不觉就朝着月影宫而去。昨日一天没见寒月公主，竟有些想念她了。
当然，主要还是冷华年自觉，今日要是再不去找他，他可能要不开心了。冷华年刚进门，就在花园遇到了月河。月河姐，冷华年见四下没人，上前一把搂住月河，对着她的阴唇就亲了上去。短暂一吻，月河匆匆把冷华年推开。夫君，你不要命了？这是花园，随时可能被人撞见。月河俏脸微红，呼吸急促。怕什么？早晚要被人知道的。现在还不是时候，你收着点，快去见公主。她昨日一天没见你，今早起床后情绪就不佳。冷华年还是旁若无人的在月河的俏脸上吻了一下，才去见公主，惹得月河是又爱又恨。小愣子，你还知道要来月影宫？昨日你去哪了？说好的帮本宫按摩治疗的呢？寒月公主见到冷华年，先是一喜，接着装出一副很不开心的样子。其实也不算装，昨日白天在彩云宫也就算了，她晚上回来等到半夜都没等到冷华年，心情可想而知。冷华年昨晚在承德殿跟独孤凤卿卿我我，把别的事情都忘了，每日为公主治疗胸部的事也抛到了九霄云外。公主息怒，昨日陛下帮我疏通经络之后，我寻得突破良机，准备趁机突破的。一日不见，你居然已经从出灵境突破到了真灵境。即便这样，公主还只是看到了表象，虽然我现在看起来是真灵境一层，但我可以瞬间突破到真灵境巅峰。这么厉害，那你为何不突破？寒月公主顿时来了兴趣，其实她还是很在乎冷华年的修行。陛下不让我突破，他说突破太快，根基不稳，不过明日我就可以突破了。那样的话，突破速度也很快，要不要稳一稳？听到根基不稳，寒月公主心里还是有几分忧虑，搞不好那是要走火入魔的。无妨，反正我都听陛下的安排，他让我何时突破，我就何时突破。姑姑为何对你这么好？我们从小到大都没享受过这种待遇，他不会喜欢上你了吧？思及此处，寒月公主心里不由咯噔一下。公主想哪去了？陛下只是认为我是个可造之才，值得培养而已。再说，陛下怎么可能会喜欢上一个小太监？冷华年眼见寒月公主的脸冷了起来，知道她的醋意又上来了。他怎么就不能喜欢一个小太监？本宫不就喜欢你这个小太监吗？那怎么办？陛下召见，我避之不见。那样我恐怕脑袋不保。冷华年知道女人醋意上冲，说什么她都会挑刺。那你不准对姑姑动心，也不准让她对你动心。我的姑奶奶，我不对她动心还好说，她不对我动心，你得去跟她说，我这也管不住啊。冷华年，我看你对我敷衍了事的样子，就知道你对我姑姑没安好心。好了，我坦白，试问这天下哪个男子见了陛下不动心？就像天下谁见了长公主能不动心一个道理。冷华年，你什么意思？你还想要大小通吃？冷华年一句话把寒月公主挠得心头酸痒，不过她嘴上可不会轻易服认。这我哪敢？女帝是我敢想的吗？姑姑你不敢想，你倒是敢想本宫，在你心里本宫终究是比女帝低了一等。冷华年不得不感慨，女人这醋意真是说冒就冒。公主，你怎么跟你姑姑还吃上醋了？我在她面前不都得看她的脸色吗？我岂敢违逆她的意思？所以你要是有想法，还是直截了当的找陛下，把你的想法告诉陛下。你们都是自家人，他会考虑你说的话。你说的也有点道理，就这么办，抽空我去趟锦绣宫，想来姑姑不至于抢侄女的男人吧。冷华年轻舒一口气，遇到麻烦不要慌，把麻烦抛给别人是最好的办法。寒月公主拉着冷华年的手直接到了寝宫，她自觉地褪去衣裙躺到床上。来啊，还傻愣着干嘛？寒月公主看到冷华年盯着她的身子，一刻都移不开眼睛的样子，心中很是快慰。冷华年醒过神来，帮寒月公主认真的按摩起左胸来。傻子，你帮我好好看看，左右现在差距还大吗？好多了，不说可能看不出了。冷华年边治疗边回应。你不会是看我看腻了，不想再帮我按摩才这么说的吧？本来应该是好事，可寒月公主这脑袋瓜又想歪了。我恨不能天天搂着公主睡觉，天天帮公主按摩治疗呢。冷华年一脸的诚恳。算你识相，把衣服脱了。公主，天还早呢，感情的事哪有早晚？脱。冷华年乖乖脱了衣服，上床将寒月公主搂到怀里。公主，陛下说假如我能恢复男儿本色，他允许我们在一起。好事啊，可你怎么可能恢复嘛？为了公主我会尽力的，可惜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西宴婚使团快进宫了。说起联姻，寒月公主的心顿时沉了下来。放心，不管如何我都不会让公主嫁去西宴王国的。姑姑要是赞成，难道你还能反对？寒月公主的声音满是伤感。她支持，为什么我不能反对？你是我的女人，我有权利反对。联姻是国策，是战胜冷月帝国的唯一一条路。公主为何要这么说？难道你也认命了？本宫怎么可能认命？如果要跟你分开，如果要我嫁去西宴，
我只能选择死。以后不准说死，你跟我过够了，我们孩儿还没生呢，你就要死。唉，我有2个妹妹，这次西燕婚使团进宫，姑姑怎么也得送2个公主出去。反正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你去。冷华年将寒月公主紧紧搂在怀中，好似生怕她现在就被独孤女帝送去和亲一般。大鞅帝国跟冷月帝国实力相当，两边都想着拉拢西燕王国。西燕王国对大鞅最上心的当然是3位美女公主，这次他们的婚事团出使大鞅，志在必得。狗屁志在必得，敢觊觎我的女人，非得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不可。这个世界一切以实力说话，你现在真临近一层，如何能对付得了他们？为了公主，明日起我要开始疯狂地提升自己的境界和实力了。寒月公主明知冷华年现在境界低微，不过看他为了自己明日起似要拼命的样子，心中还是很感动。不要太勉强自己，修行不可能一蹴而就，那是别人，我冷华年终究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晚上，冷华年继续留宿月影宫，两人相依相偎，就差融为一体了。第二日一早，冷华年比以往都起得早，他还真是说到做到，今日起他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修炼上。带他到锦绣宫，却发现独孤女帝已经在那打坐练功了。冷华年每次来见独孤女帝，她都是在练功，这女人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难怪她这么厉害，简直是修炼狂魔。如今已经到了虚灵大陆之巅的位置，依然不懈怠。你今日为何来得这般早？独孤女帝闭着的眼睛并未睁开。臣决定从今日起刻苦修炼，快速提升自己的境界和修为。哦，这是为何？独孤女帝睁开美眸，她也有好奇心的。西燕王国的婚使团即将进宫，寒月公主已是心神不宁，臣想尽快提升实力保护公主。你保护公主？凭你真灵境的修为，我会快速提升自己，所以陛下帮我疏通经络的时候，千万别手下留情。前2天你还不够疼，为了公主这点痛可以忽略不计。冷华年，我还是低看了你，那你可不要后悔。陛下，臣哪怕死了都不会后悔。好，我们开始吧。独孤女帝伸了伸手，示意冷华年坐到她身前。陛下，在开始之前，臣能不能问一个问题？讲。陛下已经地灵境，处于这片大陆的最顶端，为何还要如此不分昼夜的练功？冷华年一脸好奇道。虚灵大陆终究只是一个小地方，外面的世界很大，外面的高手更是数不胜数。陛下，哪里还有高手？地灵境难道不是修炼的顶峰？顶峰？地灵境只是起步而已，外面有无数虚灵大陆一样的大陆，还有凌驾于无数大陆之上的上天界。上天界，冷华年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上天界最高等的世界在那，地灵境只是入门，上面有着无限的空间可以提升。陛下难道在想着离开大鞅帝国，离开虚灵大陆？真正的修行者哪个不想飞升到上天界？为何要离开？陛下在虚灵大陆有着自己帝国，有着最高的修为。冷华年，你知道修行者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吗？什么？长生。可惜在虚灵大陆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地灵境，并不能长生，地灵境的最高寿元也就几千岁而已。我要是一直待在虚灵大陆，那我终将湮灭。到上天界就不会湮灭了。也不一定，但在这片大陆，由于灵气和法则的限制，最多只能达到地灵境，只有飞升到上天界才能突破地灵境的限制，突破灵境达到神境，只有到达神境的巅峰才能长生不死。原来我们如此渺小。冷华年听闻独孤女帝的一席话，有期盼也有失落。陛下，那你准备何时飞升上天界？朕随时准备飞升上天界，但这不是想想的事情，得看机缘。机缘？不错，你或许就是朕等待多年的机缘。陛下，臣平平无奇的一个小太监，怎么可能成为陛下飞升的机缘？陛下要这么说，那臣的压力可就大了。冷华年顿觉压力倍增，那种被人指望的感觉很奇怪。所以你要加倍努力，难道你不信朕的眼光？陛下，我们开始吧。冷华年盘膝坐到独孤女帝的跟前，他抛开一切，现在什么都不想了。他现在的境界，想什么都是白想。冷华年一息就进入修炼状态，独孤女帝嘴角轻扬，随后双掌发力，开始第3次疏导冷华年全身的经络。冷华年的感觉依旧是疼，独孤女帝的感觉当然是累。不过也不知道为何，这次两人足足坚持了半天时间。独孤女帝的手法已没有前2次柔和，冷华年承受了太多痛苦，他的牙齿咬得咯咯响，但没有丝毫叫停的意思。冷华年的境界在飞速提升，真灵境1层，真灵境2层，真灵境巅峰，直到最后突破真灵境，达到人灵境1层，还没有停止。冷华年体内的灵力存储原本就是地灵境级别的，独孤女帝每次用灵力帮他疏导经络的时候，都会将自己的灵力留一部分在他的体内。这种恩赐很稀有独特，哪怕师傅对徒儿也不至于如此。当然，冷华年自己是一点都不知道。
两股磅礴灵力融合到了一起，在冷华年的全身经络里奔走穿行。人灵境2层，人灵境3层，眼见冷华年的境界似乎挡都挡不住，独孤女帝让灵力慢慢稳定下来，全部停滞住。冷华年的境界停留在了人灵境3层，不再升进。时间临近中午，独孤女帝终于敛息收工，她非但额头冒汗，连黑色绣金龙袍的后背都湿了。独孤女帝在吐息凝神，冷华年咬了咬牙站起身子，先前浑身的疼痛已经一扫而空，相反突破一个大境界之后已是全身轻松。他在独孤女帝身后坐下，伸手帮她按摩肩颈、肩膀、后背，甚至到最后他居然将手插入独孤女帝的发丝，帮她按摩起头部来。这次独孤女帝没有阻止他，她闭着眼睛，表面是在自我调息，实则她的整个心思都在冷华年身上。她感觉冷华年的手法狠了的，揉捏得她很舒服，慢慢的她也放松身心，真正沉浸到这种极度愉悦的体验之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独孤女帝闭上眼睛一个放松，竟然睡着了。冷华年的按摩接近尾声，独孤女帝的身子慢慢往后靠了过来，冷华年咬咬牙，只能用自己的臂膀靠住她。就这样，睡着的独孤女帝安静地靠在了冷华年的怀里。冷华年扶着独孤女帝，不敢轻举妄动，他也摸不清女帝是真睡着了，还是故意试探她，反正他只当她是醒着的，不敢有什么愉悦的举动。冷华年的鼻尖正好碰到独孤女帝的挽着的青丝，一股淡雅的清香钻入鼻子。冷华年闭上眼睛，深深地闻了一下，有种要在香气中迷失自己的冲动。约莫1刻钟的时间，独孤女帝睁开眼睛，发觉自己竟然靠在冷华年的怀里，虽然没被完全搂着，不过也算是相当尴尬了。她毕竟从没跟男人如此靠近过。冷华年，你怎么没走？臣见陛下睡得正香，哪舍得离开？臣愿永远陪在陛下身边。你这是在向朕表忠心吗？是，臣愿永远守护陛下。是你守护朕，还是朕守护你？冷华年。独孤女帝侧头看着冷华年的眼睛，冷华年没有丝毫慌张。臣终有一天能守护陛下。你倒是有自信，陪我一起用膳吧。独孤女帝转过头，不再看冷华年。谢陛下。到了餐厅坐下，宽大的桌子上也就8道菜，数量不多，不过品质很是讲究。8道菜冷华年一道都不认识，也看不出食材是什么，味道倒是很不错，毕竟是御厨做出来的菜品。不必拘束，想吃就多吃点。到了独孤女帝这个级别，吃多吃少，吃不吃都无所谓了，哪怕长期辟谷，对整体也无任何影响。今天这顿饭似乎就是为冷华年准备的。陛下，臣不客气的。冷华年确实不客气，年轻人好吃，他也不例外。筷子翻飞，独孤女帝看了还觉得他分外真实。冷华年，以后你到朕的身边来做事可好？独孤女帝试探性地问了一句，他也没逼他。臣当然愿意，臣说过愿永远守护陛下。为何？这宫里人人都对朕敬而远之，你难道不怕伴君如伴虎？伴君如伴虎，要想全身退，除非一公和一母。什么意思？你把朕当母老虎了？其实陛下在天下人的眼中何尝不是一只母老虎呢？可那又如何？臣喜欢敬畏这只母老虎。冷华年，你还真把朕当母老虎？你不知道这是骂人的话。我不管天下人如何，不管陛下是母老虎也好，是地狱修罗也好，在臣眼中都是清净的，臣愿永远陪伴在陛下身边。好，你的心意朕明白了，往后你就跟在朕的身边，朕知道你有人要陪，每7天你可以休息2天，晚上也可以回你的承德殿。陛下，前方军情急报，门外有宫女已经拿着800里急报跪在那里了。进来。陛下，这是刚送到锦绣宫的800里急报。宫女跪地呈上急报。退下吧。冷华年，你来宣读。冷华年从宫女手中接过急报，宫女退到门外，将门掩上。陛下，凌云城告急，冷月帝国兵熊族兵熊王率10万兵熊攻打凌云城，凌云城殊死抵抗，奈何实力悬殊，援兵不至，凌云城岌岌可危。臣于宏达是与凌云城共存亡。他们果然动手了。大央帝国跟冷月帝国边境冲突已有些时日，终于到了双方难以克制的时候。唉，冷华年叹了一口气。你为何叹气？臣只恨自己本事低微，不能为陛下分忧。但凡我厉害些，这回定要杀到战场去会会兵熊族。你有这份心就够了。想不到这次打头阵的是兵熊族，看来兵熊王熊熊已经彻底臣服于冷月女帝了。难怪呢。独孤女帝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陛下，难怪什么？大央帝国跟冷月帝国僵持也不是1天2天了。原本冷月帝国的兵熊族、苍狼族、血狐族并非铁板一块，所以两国边陲闹得凶一点也就罢了，今日人家真是欺负到门上了。陛下的意思，原本冷月帝国一盘散沙不足为惧，此时各族已经团结到一起，所以才有余力对大央帝国发动战争。你的理解是正确，现在的冷月帝国比以往更可怕。唉，
臣的起步实在太晚了，只能眼睁睁的在边上看，却无力出手。冷华年一拳砸在餐桌上，把桌上的盘子震得叮当响，意识到自己失态，赶紧用双手按住震颤的桌子。冷华年，虽然你的起步晚，不过你的天赋是我见过的人中最高的，一天就能突破一个大境界。你修炼一天抵得上别人修炼1年，你说要是给你时间，你得成什么样？所以你不要心急，以后你有的是机会。独孤女帝安慰道。陛下，你不会亲自出手吧？不会，我要是出手，冷月女帝势必也要出手，那到时这2个国家可能就剩下我们2个了。我会派10万龙骑军支援凌云城。10万龙骑军？那凌云城很重要吗？凌云城本身并不重要，但这是2国之战的第一战场，这一城的得失关乎2国的颜面。凌云城若被破，那大央帝国颜面尽失，兵熊族也将突破边防，朝着大央帝国的腹地长驱直入。独孤女帝不愧当了多年的一国之君，一言便切中要害。臣懂了，只要我们能守住凌云城，守得越久，冷月帝国就会越急躁。没错，不过战争终究是拼资源，大央地势虽好，可天然资源比不上了冷月。虚灵大陆80%的灵石都在冷月帝国。为何会如此？冷月帝国有多处冰晶山脉，冰晶山脉最多的半生矿就是灵石，灵石就是虚灵大陆最重要的资源。战争说白了就是资源战。原来如此，那2国爆发战争，大央的国库能撑住多久？半年。独孤女帝声音平淡，内心多少有些抽搐，这也是她的痛处。只能撑半年，那跟冷月帝国还怎么打？朕除了修行略成，在经营帝国方面着实吃力，或许朕根本不适合当这一国之君。陛下谦虚了，经营只是一方面，四海归心，万众臣服，这何尝不是陛下的能力和魅力？冷华年也不是纯粹的拍马屁，人无完人，独孤女帝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冷华年，大央国库空虚，你可有应对之法？且容臣考虑一下。那个自然，这是朕想了多年，未曾想出一个得当的办法，手下也多是些酒囊饭袋。陛下勿急，冷华年作为穿越者，有着太多的赚钱法门可以借鉴，网络、视频、互联网加，来钱都快。不过大央帝国目前这环境还没发展到这一步，那就只能把眼光投向制造业。冷华年在蓝星时，首富是农夫山泉的创始人，大自然的搬运工钟闪闪，看来搬运水很赚钱。另一家赚钱的企业是贵州茅台， A 股市值最高，唯一一家市值超过2万亿的公司，看来酿酒也很赚钱。思及此处，冷华年有了主意，嘴角也不自觉地扬了起来。冷华年可是有了好主意，独孤女帝经营不行，看人还是有一套的。陛下，臣有了2个绝佳的赚钱主意。哦，快说来听听。一个是搬运水，一个是酿酒。搬运水是什么意思？独孤女帝有些想不通。就是找到一处天然矿物质水源，将这些天然矿泉水瓶装，销往全国，甚至是国外。水，家家不都有吗？谁会买水来喝？臣要卖的水必然与众不同。有何不同？臣要找一处天然矿物质水源，将这些清纯、甘甜、富含营养的水销往全国，甚至虚灵大陆各地。真的会有人买？光这些当然还不够。假如臣找到的这处水源，如仙丹灵药，喝了能让人身体强健，能祛病消灾，能恢复青春。陛下，你说这样的水会不会有人买？独孤女帝一时陷入沉思，心道：这样的神水，自己都会动心吧？陛下，大央人口几何？超10亿之众。好，要是让这10亿人养成喝这种神奇矿物质水的习惯，不要全部，哪怕只有1成的人，我们这钱还赚得完吗？理是这么个理，你可有把握让人掏钱买你的水？臣有绝对的把握，不过到时还需要陛下助力一把。需要朕帮忙的时候，你尽管开口。对了，这水朕是想明白了，可这酒你准备怎么搞？大央已经有2个知名酒品牌，百里香和吴醒春，且都是100年老品牌。你酿酒如何跟他们竞争？臣在月影宫尝过吴醒春，虽说吴醒春是贡酒，不过在臣看来也就一般般，度数太低了。试问30度的酒能好到哪去？冷华年决定酿酒跟尝过吴醒春也有很大关系。这种寡淡如水的酒，居然也能当得起贡酒2字？难道30度的酒还不够烈？臣认为还差得远，在臣的心目中，顶级的好酒必须在50度以上，那样才能将酒的醇香发挥到极致。飞天茅台53度，五粮液水晶瓶52度。既然有人珠玉在前，那冷华年就决定照抄作业。当然他也知道自己酿的酒恐怕离茅台和五粮液还差得远，但竞争对手也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所以他还是很有信心。你能酿出50度的酒？臣有7成把握。冷华年，你究竟是何人？独孤女帝像看怪物一样看着冷华年，她一直看好他，但此刻突然觉得他很陌生。陛下，臣乃冷华年，1个月永远追随在陛下左右，
愿守护陛下一生的冷华年。好，好，好，你尽管放手去干，治水和酿酒都由你全权负责。大央的兴衰，朕就寄托在你的身上了。臣感谢陛下厚爱。冷华年准备在大央一展抱负，得遇明君，他感觉自己很有福气。这个给你。独孤女帝从腰间取下一块巴掌大的金牌，递到冷华年的手中。冷华年低头一看，是一块真正的金牌，一面光滑如镜，一面是墨纱金，上面只有一个阳刻的玉字。陛下，这是朕的金牌，给你防身之用。你现在境界还没上去，出门在外危险重重，这块金牌多少能护着你点。谢陛下隆恩。别小看你身边的危机，百里香和吴醒春可是两块大牌子。百里香是大央帝国4大家族之首，陆和陈家的产业，吴醒春是当朝宰相甄怀仁家的产业。你要酿酒跟他们抢生意，前方恐非坦途。宰相经商，陛下也不管管。朕何尝不想管，可这甄家历代为相，在大央根深蒂固，朕轻易也动他们不得，动得太狠有伤国本。冷月帝国可是在边上虎视眈眈呢。陛下以为虚灵第一人，难道连一个宰相也收拾不了？甄怀仁除了贪财，倒没有大逆不道之举，一切还在朕的容忍范围之内。陛下，国库空虚，我看这大央的钱都流进他甄家的口袋了吧？冷华年心中吐槽，这不就是大央版的和珅吗？相府的实力太强，朕能杀他，但没了他，大央定要乱成一团，暂且不动他。你有事可求助秀衣使的指挥使于三，不过你要记住一点，当你跟相府发生冲突的时候，别求助于三，他原本是个混混，是甄怀仁一步一步把他提拔到指挥使的位置的。陛下，这你也能忍？你这一身本事是摆设吗？冷华年是实在没想到，堂堂大央帝国一国之君独孤女帝，居然有着如此多的无奈。没办法，相府的势力盘根错节，朕要么做个孤家寡人，要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冷华年，往后朕就只能靠你了，希望朕没有看走眼。陛下，臣再把造水和酿酒2个项目好好思量思量，磨刀不误砍柴工，等我把详细计划列好，就正式开工。有什么需要朕出面的吗？暂时没有，只是臣想请教陛下，大央还有比万仞雪山上的湖泊里的水更好的水源吗？你准备把万仞雪山上的湖泊当水源？并没有，那湖是温泉，虽然水质很好，但并不适合当饮用水。臣要找的是冰湖，冰冷彻骨，水质清幽，水中富含矿物质，当然关键是这水要堪比仙丹灵药。倒是有一个，在大央最东边的白龙谷有个超级大湖，名曰回春湖。回春湖这名字怎么这么怪？传闻喝了回春湖的水能祛病消灾，年纪大的人能恢复青春，年轻的人能青春永固。这么神奇，真的还是假的？无从考证，因为想去白龙谷回春湖取水的人没一个能活着出来。这回春湖这么恐怖，冷华年有点啧舌。回春湖不恐怖，不过白龙谷的那条白龙是大恐怖。白龙是大恐怖，如何恐怖？冷华年很好奇，连独孤女帝都似乎对这白龙心有余悸的样子。这你最好回去问独孤凤，他对那条白龙身有感触。这么跟你说吧，朕跟独孤凤联手都压制不住那条白龙。这么厉害，那到回春湖取水岂不是没戏了？那已是几百年前的事了，现在如何不得而知。如果你实在需要回春湖的水，朕可以陪你走一趟，可臣不想让陛下去冒险。没事，那孽畜离不开白龙谷，假如我们打不过他，只要能退出白龙谷就安全了。陛下，臣准备左手造水，右手酿酒，2手一起抓。好，不过你得先把境界提升上去，朕才放心你出去闯荡。朕准备在这剩下的18日内，将你的经络全部疏通拓展完毕，让你的境界飞跃提升。朕还得教你一套剑法，让你保命之用。陛下对臣厚恩，必以命相报。朕不要你的命，你好好活着就是对朕最好的报答。现在朕赐你大央镇国之宝灵隐剑。独孤女帝的手中变戏法似的突然多出一柄剑，剑鞘通体漆黑，金色剑柄上盘绕着一个金色龙头。独孤女帝将灵隐剑拔了出来，冷华年顿觉周身一寒，这是无尽杀意。剑身通体呈金色，剑身布满龙鳞状的纹路，这是我建立大央帝国时大杀四方的佩剑。这柄剑无剑能挡其锋芒，你试着握一下。冷华年从独孤女帝手中接过灵隐剑，有点沉，谁让自己现在境界低微呢？好剑。冷华年没接触过什么剑，但好的东西看一眼就懂了。给我。独孤女帝从冷华年手中又接过灵隐剑，在身前挥舞几下，然后一个瞬间人和剑都消失了。冷华年左看右看找不到人，甚觉奇怪。陛下。冷华年试着喊了一下，独孤女帝慢慢显出身影，灵隐剑还握在她手中。陛下刚才怎么了？隐身了。不错，这把灵隐剑剑如其名，灵隐剑法练到第2剑，人剑合一，会实现隐身。这么神奇，那陛下快教我修炼之法。
冷华年对这剑法很是好奇。灵隐剑法是朕自创的一套剑法，一共3招，亦可称之为3剑，3剑威力依次递增。只有3剑，不错，只有3剑，但你不要低估了它。第一剑，陨光，速度若流星陨落之光。第二剑，双影，人剑合一，双双隐身，伺机击杀。第三剑，虚无，一剑万象，天地灭迹，终成虚无。陛下，不是我故意奉承，这3剑听名字就厉害。冷华年重新接过灵隐剑，这剑以后就是自己的了。他实在有点想不通，独孤女帝为何会将如此珍贵的剑送给自己。灵隐剑法虽然只有3剑，但在虚灵无出其用。陛下，臣无以为报，要不再帮你按一下？今日算了，你已经帮朕按过了，明日吧。好。冷华年心头愉悦，说明独孤女帝心里并不排斥自己帮她按摩，甚至可能还有些享受。正当他想入非非之时，独孤女帝打断了他的美梦。冷华年，朕现在就教你灵隐剑法，朕带你去城外走。如果说独孤凤飞行还需御剑，那独孤女帝简直是踏空而行。他一把揽住冷华年的腰，两人如流星赶月，瞬间从未央宫上空飞了出去。冷华年，这样飞行的感觉怎么样？好，不过被陛下揽在怀中多少有些别扭，臣期待有一天能将陛下揽在怀中，在天空飞行。冷华年信誓旦旦，让边上的独孤女帝一下就感受到了他的决心。你还抹不开脸了？你又不是真正的男人，羞什么？陛下，臣也算半个男人，男人总有尊严的。好，希望你能早日找回自己的尊严，扶稳了。独孤女帝话音刚落，将飞行速度又提升了一个层次。冷华年觉得身子一晃，然后从侧面紧紧抱住独孤女帝。约莫半个时辰，独孤女帝带着冷华年在一座断山上落地。陛下，这山莫非叫断刃山？这山本无名，原本有1000丈之高，现在它的山峰已经被人削掉一半，所以你叫它断刃山道也贴切。独孤女帝听着这个名字，不由得点了点头。谁会把这山峰削掉？正是朕，当初朕就是在这断刃山边创造边改进灵隐剑法的。原来如此，这山峰被陛下削掉了一半，陛下的有多大的耐心和毅力？冷华年再次审视眼前的这个女人，她可不仅仅有一张绝美的脸庞，也不仅仅有依附诱人的身姿，她是个有大毅力的女人。这不算什么，你沉浸其中也会找到自己的乐趣。对了，冷华年，忘了问你，你的人生乐趣是什么？撩女人。陛下说笑了，臣只是一个小太监，哪敢去撩女人？哦，那为何独孤凤和独孤寒月都对你喜欢的要命？臣也不知，臣只是一个初入宫的小太监，就算给臣8个胆，臣也不敢去招惹凤将军和寒月公主啊。那你这魅力还真不小。独孤女帝盯着冷华年的脸仔细看了看，的确是俊俏异常，看着就让人心生好感。难怪呢，那是凤将军和寒月公主抬爱，臣敏感妩媚。冷华年，哪怕你是个正常男人，想同时拥有凤儿和月儿，也不至于痴人说梦，何况你还是个小太监。臣惶恐。冷华年彻底放低姿态，垂手低头。说到此，朕还想起个好玩的事，你的那位凤将军居然问朕有没有办法让你恢复男人本色。独孤女帝万年冰霜的脸居然如冰雪般融化了，微微一笑，刹那倾城。陛下，我还有救吗？你说呢？你难道是韭菜，割了一茬还能再长？独孤女帝忍着笑，多少还是要在冷华年面前摆出女帝的威严。唉，冷华年装着叹了口气。当然这个世界一切皆有可能，或许有惊喜也说不定。不说这些了，今日教你灵隐剑法的第一剑，陨光。独孤女帝接过灵隐剑，屏息凝神，一剑刺向断峰，山石崩裂，断峰又矮了一小截。这一剑有999种刺法，我会一一演示，你选取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刺法，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快。快！冷华年若有所思道，不错，天下功法唯快不破，再厉害的人，如果你上来就给他来个一剑穿喉，那他再厉害也伤不到你。有道理。冷华年频频点头。不过这一剑陨光并非想快就快，光靠你的臂膀苦练还远远不够，你要跟灵隐剑心意相通，以意念驱动灵隐剑，才能将他的实力发挥到极致。第一剑如此，第二剑、第三剑更甚。坦白说，第二剑朕还可以讲讲心得，第三剑全得靠你自己领悟，因为每个人对虚无一剑的理解完全不一样。陛下，臣明白了。好，接下来我将陨光的999种刺法全部演示一遍，你看仔细了。独孤女帝手持灵隐剑，对着断峰从不同角度连刺999剑，可在冷华年的眼里却只有一剑。独孤女帝连刺999剑，呼吸依旧平稳，她将剑收起，递给冷华年。看出什么门道了吗？你个人最喜欢哪一剑？陛下，臣的眼里只看到了一剑。很好。独孤女帝心里微微一颤，这个冷华年真是怪物。
冷华年手持灵隐剑，闭上眼睛，对着段峰一剑刺出。他听到了剑锋破空的声音，而后是段峰上岩时被刺中的声音。灵隐剑没入岩石1寸，没将岩石崩断。冷华年有点尴尬，一剑陨光，灵隐剑既没刺穿岩石，也拔不出来。别急，你的境界太低，但你刚才这剑陨光已经极其优秀。冷华年仍握着灵隐剑的剑柄不肯松手，独孤女帝握在他的手上，轻轻用力，嵌入岩石的灵隐剑慢慢退了出来。继续。在独孤女帝一声令下，冷华年手握灵隐剑对着段峰连刺几10剑，渐渐不一样，但越来越迅捷。冷华年连刺了2个时辰，到最后手已经疲软的抬不起来。如何？独孤女帝将玉掌轻轻按在冷华年的右肩、右臂、右掌，灵力很快将他酸疼的肌肉恢复活力。这剑陨光已经融入我的心海，很好，今日就先练到此，明日我们再来。独孤女帝再次揽住冷华年的腰，踏空而去。冷华年有意无意地在侧面拥抱着独孤女帝。冷华年，你是害怕，还是在吃我豆腐？陛下希望臣是哪种？你猜？我猜不到，但我可能喜欢上陛下了，内心想跟陛下亲近。冷华年言毕，双手搂得更紧了。独孤女帝的表情依旧波澜不惊，反正冷华年没看出她有多大的波动。不过女帝自然侧头到一边的那个瞬间，嘴角微微扬了扬。独孤女帝直接把冷华年送到了承德殿，从天而降，多少能引起点轰动。监蓝院那么多小太监，总有几人能看到这一幕匪夷所思的景象。独孤女帝搂着冷华年从天上到地上，把他送到承德殿。几位亲眼目睹这一幕的小太监傻眼了，忍不住把眼睛揉了又揉。这比梦还要梦幻。李总管在监蓝院视察，也有幸见到了这一幕。我这兄弟果然不是一般人，都别光顾看了，都动起来。冷华年心情不错，不过今日累得够呛，手臂都刺酸疼了。他直接来到房间休息，刚躺下就听得地上一阵动静，朝墙边地上一瞧，好家伙，从万仞雪山带回的那颗白色巨蛋在地上翻滚呢。冷华年还算贴心，回来就把它放在房间的毯子上。白色巨蛋翻了几个身，蛋壳上凸现一丝裂缝，然后一个金色的尖尖从缝隙探了出来，随后是个贼溜溜的脑袋，左右看了一圈，整个身子从蛋壳里钻了出来。虽然小家伙看起来身上光秃秃没几根毛，但冷华年还是大概猜出这小家伙就是冰雪凤凰。小家伙自出壳，2个圆溜溜的大眼睛就一直盯着冷华年。刚开始2脚站得还不稳当，略微过了一会，他就直接冲到冷华年的脚边，扇着一对肉乎乎的翅膀。冷华年双手将他捧了起来。小家伙的个头比成年的鸟还要大得多，毕竟是凤凰，他娘亲在战斗姿态下还身长100丈呢。冷华年没养过凤凰，不过在前世养过鹦鹉，他也只能先把这只小冰雪凤凰当大几号的鹦鹉养了。反正不管什么雏鸟，一天到晚就是张着嘴巴等着人投喂。不过看看眼前的小家伙，好似有思想一般，那眼睛里透出的不是对事物的渴求，而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冷华年弄来一些果仁碾碎了给他吃，他倒是也张嘴，不过没有那种抢食的劲头。果然不是一般的小鸟，这气度格局大小就不一样。小家伙什么地方都不去，就粘在冷华年的身上。据说鸟类出壳，第一眼看到什么都会当成自己的妈妈。冷华年觉得小家伙把自己当成妈妈了，他也没法跟他解释，姑且将错就错吧。冷华年总觉得小冰雪凤凰跟普通的鸟类是完全不一样的，长得大，长得漂亮不说，这小家伙好像通灵性似的。冷华年说什么他都在仔细聆听，有时还会附和着点头，把冷华年看得有点怀疑人生。人家小鸟出壳都是闭着眼睛不能走不能飞，这家伙出壳就能走路。冷华年甚至怀疑再给他2天时间，等他翅膀上长出羽毛，他就能飞了。小冰雪凤凰果然与众不同。第2天冷华年起床时发现，原本昨日他只有脑袋上和翅膀上有少量羽毛，身上基本都是光秃秃，可今日身上已经长满一层雪白的绒毛，脑袋上和翅膀上已经被雪白的羽毛覆盖。小家伙浑身上下雪白雪白的，煞是好看。冷华年怜爱的将他抱了起来，用手指揉了揉他的小脑袋道：以后就叫你雪儿吧。雪儿似乎听懂了冷华年的话，冲着他点了点头。你还真是只灵兽，我带你去见女帝好不好？雪儿再次点了点头。冷华年把他放到自己肩头，一人一凤凰走去锦绣宫。孵出来了。独孤女帝看到冷华年肩头的雪儿，一眼就认出她是小冰雪凤凰。这只灵兽粘人的很。冷华年放手摸了摸雪儿的脑袋。灵兽？你也太小看它了，它是神兽。冷华年闻言多少有些吃惊，雪儿的脑袋就抬得更高了。虚灵大陆怎么会有神兽？再说他娘亲大冰雪凤凰不也就地灵境吗？他娘亲地灵境那是被虚灵大陆的法则压制的，这片大陆也并非只有一只神兽，白龙谷的白龙应该也是神兽，或许都是从别的地方遗落到虚灵大陆的。原来如此，那这小家伙该怎么弄？
好好培养他吧，他跟你很亲近，以后会成为你的极大助力。好，冷华年再次摸了摸雪儿的小脑袋。我们开始吧，一会还要去锻炼山。冷华年把雪儿放一边，让她独自玩耍，他自己在独孤女帝面前坐了下来。时间紧迫，冷华年后面有很多事要做，所以今日独孤女帝没有压制他的境界，继续让他突破。冷华年毕竟跟别人不一样，他是体内自带地灵境级别的灵气，只是经络不畅而已，所以他的境界提升很快，但并没太大风险。今日独孤女帝花了3个时辰给冷华年疏通拓展经络，才让他从人灵境3层突破到地灵境1层。冷华年每突破一次大境界，浑身的疼痛就会消失，人也变得轻松无比。不过独孤女帝就不一样了，她是一次比一次辛苦。冷华年依旧到她身后帮她按摩肩颈后背，独孤女帝也习惯了她的手法，再次舒服地靠在她怀里小憩了片刻。按了足有1刻钟，冷华年才停手，然后把独孤女帝放下，让她靠在自己腿上。不过她这么一动，独孤女帝醒来了，不睡了，还得去锻炼山呢。冷华年，有没有觉得升级越来越不容易了？陛下辛苦了，陛下恐怕一次比一次累了吧？这没事，看着你这样的天才，在朕的手下慢慢崛起，再累也值得。两人一凤凰再次出发，独孤女帝揽着冷华年的腰踏空飞行，雪儿牢牢趴在冷华年的肩头。今日是他第一次高飞。到了断刃山，冷华年熟练地拔出了灵隐剑，先练第1剑陨光，刺个1000剑后，再教你第2剑双影。冷华年把雪儿放到独孤女帝的手中，自己拎着灵隐剑，照着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和最迅捷的速度，毫不停歇地刺了1000剑，断风又矮了1截。你说他招谁惹谁了？不错，冷华年，你这一剑陨光有点那个意思了，以后每天继续练1000次，接下来教你第2剑双影。冷华年闻言已经跃跃欲试。其实这一剑没什么可教，更多的是要靠你跟灵隐剑心意相通，人剑合一，所以你必须自己领悟，放松身心，让自己的灵魂进入到灵隐剑之中。冷华年听着就玄乎，具体做的时候就更迷糊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短时间内想要跟灵隐剑人剑合一，看来是做不到了。冷华年练了1个下午的灵隐剑法，临近傍晚，两人一凤凰才回未央宫。冷华年，你去哪儿？劳烦陛下送臣回承德殿吧。你这2天独孤凤和独孤寒月都不见，他们会不会冲你发脾气？这2天臣修炼实在累得够呛，还要在家照顾这个小淘气，实在没多余的精力。他们都是通情达理的女人，不会发脾气的。通情达理？独孤女帝白了一眼冷华年，心说小子你是不知道他俩的厉害。独孤女帝再次带着冷华年飞入承德殿，今日监蓝院围观的人比昨日更多。独孤女帝送完冷华年便回了锦绣宫，冷华年给雪儿磨了点坚果吃。冷华年累得不想吃晚饭，倒头便睡到了床上。只是他还没睡着，独孤凤就来了，是独孤女帝告诉他冷华年刚回承德殿。2日不见，独孤凤哪还忍得住，直接御剑就飞到承德殿。监蓝院的小太监再次陷入了沉思，一个个在那大眼瞪小眼。华年，独孤凤到冷华年的床边轻轻唤了一声，凤姐姐。冷华年看到独孤凤身上的疲惫一扫而空，赶忙坐起身子。雪儿瞪着2只大眼睛看着独孤凤，不害怕她，但也不亲近她。这就是小冰雪凤凰。昨日才出壳的，是不是很可爱？可爱，我能摸摸它吗？独孤凤准备上手了。先别动。冷华年将雪儿抱到手中，在她头上轻抚了2下，道：让姐姐抱抱，要乖哦。这才将雪儿交到独孤凤的手中。独孤凤捧着雪儿，就像捧了个大宝贝。独孤凤得知冷华年还没吃晚餐，他去厨房做了3菜1汤，陪冷华年一起吃了饭。晚上他当然名正言顺地留在了承德殿，两人相拥着躺在床上。地上的雪儿看着独孤凤，多少有点嫉妒；独孤凤也看着雪儿，多少有点尴尬。独孤凤只要能躺在冷华年的怀里，跟他在一起，其外倒没有特别的要求，哪怕晚上两人不亲密，他也能够接受。第2日一早，冷华年早早去锦绣宫，雪儿留在了家里，独孤凤留下来照顾雪儿。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而是21天，因为独孤女帝说过冷华年的经络疏通和拓展需要21天才能彻底完成。冷华年在每日修炼的同时，造水和酿酒的计划也在全面推进。冷华年招来了10几个全国最有名的匠师，将自己设计的瓶子交给他们打造，最终从10几款瓶子里面挑了一个他最满意的，接下来就是开始批量生产瓶子。为了保密起见，冷华年将皇家御酒房放在了未央宫的宫墙之内，独孤女帝特批建造一座庞大酒庄。皇家御酒房周围每日有大批禁军把守，酿酒工具和原料已经准备齐全，酿酒最重要的酒区，冷华年已经提前做好功课，他的酒要想胜人一筹，这酒区是关键。万事俱备，就等冷华年了。第21日，冷华年来锦绣宫做最后一次的修炼。冷华年早早的来到锦绣宫，独孤女帝还在打坐修炼，冷华年很有默契的坐到他跟前，
独孤女帝连眼睛都没睁一下，直接双掌按在了他的后背，灵力疯狂涌入他的身体。前20天的提升，冷华年已经达到亡灵境9层，基本也算虚灵大陆绝对的高手。今日独孤女帝的目标就是让冷华年提升到黄灵境，成为虚灵大陆的顶尖高手。独孤女帝将身上全部的灵力灌入冷华年的体内，他的浑身经络已经全部通畅，非但通畅，每条经络还被拓宽到了极致。其实冷华年已经停留在亡灵境整整5天，这5天每天都在打坚实的基础。今日独孤女帝的灵力与冷华年的灵力彻底汇合后，在他浑身的经络里奔腾，两股灵力合二为一，这下冷华年的体内相当于有了2份地灵境的灵力，换成普通人肯定爆体了。不过冷华年的经络犹如金柱，在经历21天的洗礼之后，他的浑身经络已经有了极致的韧性，终于再次突破了。冷华年从亡灵境9层直接突破到了黄灵境1层，正式迈入虚灵顶尖高手的行列。独孤女帝很是欣慰，这是她见过最神奇的天才。21天走的路比别人200年走的还远，冷华年的天赋太过逆天了，当然也属他的机缘好，从小体内就有地灵境的灵力。独孤女帝敛息收工，这是他最后一次帮冷华年疏通拓展经络，依然是搞得他精疲力竭。冷华年的境界越高，他所要付出的力气就越多，最后一次他把1半灵力留在了冷华年的体内，所以他现在甚至有点发虚。冷华年现在已经是黄灵境，离独孤女帝也就差了2个大境界，他当然能感觉到独孤女帝对他做了什么。这次他没有急着帮他按摩，而是将他搂到了怀中。这次独孤女帝并没有睡着。冷华年，你趁着我虚弱想占我便宜啊？冷华年没说话，把他放倒在自己怀中，就这样默默搂着他，感觉像是搂着自己的爱人一般。我们走吧，去断刃山。独孤女帝想挣扎着起来，冷华年抱紧她，不让她起。陛下，今日我们不去了，前面2件我已经烂熟于胸，第3件目前还不行。你不是说这一件虚无，不到地灵境是绝对无法施展出来的吗？冷华年，你跟别人不同，或许你能创造奇迹。陛下，你太累了，我不想让你出去了，我只想在这陪着你，要不你去泡一下温泉，放松一下。倒是个好主意。你是不是对朕有想法了？其实我对陛下早就有想法了，我喜欢陛下，已经无法自拔。好啊，朕送你镇国之宝，教你虚灵第1剑法，你还不知足？你还要朕的人？陛下对臣这么好，难道对臣没有一点好感吗？冷华年捧着独孤女帝的脸绝美旁，轻轻捋了一下她的秀发，认真地盯着她的这双美眸。独孤女帝被他盯得不好意思，她不知该如何回答，只得闭上眼睛，或许就当作默认吧。只是冷华年比他想象的要大胆很多，他低头一下吻在她娇嫩的阴唇上。独孤女帝蓦地睁开眼睛，冷华年的眼睛反而闭上了，并没出现四目相对的尴尬局面。独孤女帝没有挣扎，只是心中一阵凌乱，而后又慢慢闭上眼睛，然后冷华年的眼睛睁开了，他认真地吻着眼前这位天底下最至高无上的女人，心中乐开了花。良久，唇分。独孤女帝历经2000年，终于跟一个男人亲昵的相拥相吻。虽然冷华年是一个小太监，可他给独孤女帝带去了最美好的感觉。冷华年将独孤女帝的脸庞放到自己胸口，这是他此生最幸福和骄傲的时刻。他此刻怀中搂着的是虚灵大陆最有权势、最有能力，也是最尊贵的女人。陛下，我抱你到温泉池去。冷华年差点就一蹦而起，双手抱着独孤女帝一路来到温泉池，刚想帮女帝褪去衣裙，独孤女帝一下捉住了他的手腕。你个贪心鬼，今天还没够吗？陛下，都怪臣太心急了，只因臣太喜欢陛下，臣一会就回去，接下来臣要把精力都投入到那2件事上，好好的为陛下分忧。你能这样想最好。你准备先造水还是先酿酒？先酿酒吧，造水的话得去白龙谷回春湖。陛下今日将1半灵力流到了臣的体内，我想让陛下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养足了精神，我们再去回春湖不迟。那臣先告退了，臣回去以后会想陛下的，无论醒着还是在梦中。朕准你想，去吧。冷华年迈着轻快的步伐离开了锦绣宫，他感觉今日是他的人生巅峰，个人修为已经到了黄灵境，亲吻到了女帝大人，哪一样都是天大的喜事，他一日把2样都占全了。独孤女帝将所有宫女打发到浴室之外，她褪去衣衫，整个人如一尊美丽玉雕，风姿绝美，缓步踏入温泉池。今日也是她最特殊、最值得留下回忆的一日。冷华年才到承德殿，一团白影就唰的一下飞了过来，扑进他怀里。不是小冰雪凤凰还能有谁？小家伙20天就长齐了羽毛，浑身雪白，真跟冰雪一般美丽纯洁。现在他是上天入地来去自如。白天冷华年要去修炼，独孤凤和寒月公主轮流过来照顾他，果仁水果每天吃掉不少。不过也不知为何，雪儿竟然是素食主义者，有时甚至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即便如此，她的成长却十分迅速，可以说样貌是一天一个样，
越变越漂亮。神兽不愧为神兽，雪儿出壳当天就能听懂人说话。这20多天过去，跟个小孩一样，基本什么都懂了。甚至晚上睡觉，他都会钻到冷华年的被窝去。当然，独孤凤晚上在的时候，他还是乖乖趴在床边地上的小窝里。虽然独孤凤有时负责给雪儿喂食，但雪儿却并不希望独孤凤在承德殿留宿，所以有时候雪儿看独孤凤的眼神多少有点妒意。这家伙从小就早熟。清晨，鸟儿的鸣叫将冷华年唤醒，别说他，连雪儿都被吵醒了，气得小家伙到门口大叫2声，顿时整个未央宫的鸟都安静下来。或许这就是血脉压制吧。冷华年洗漱好，给自己和雪儿准备好早餐，吃完后摸摸雪儿的脑袋道：雪儿，未来一段时间我都会很忙，你自己玩，可以出承德殿，但不能飞出未央宫的宫墙，外面很危险，万一你出去被人抓走，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你也再也见不到我了，明白吗？雪儿点了点头，她听得懂话，也知道冷华年说的是什么意思。冷华年早早来到皇家御酒房，今日起他就要大展身手，创造商业奇迹。整个皇家御酒房都是冷华年说了算。冷华年在兰心的时候，爷爷每年都要自酿白酒，看多了脑子里也记住了8、9分。白酒的选料说讲究行，说不讲究也行。高粱、玉米、小麦、大米、糯米、大麦，甚至荞麦、青稞都能作为酒的原料，甚至连水果也能酿酒。当然那样酿造出来的是水果酒，不在此列。之所以说酿酒挑选原料不讲究，是因为只要含糖、含淀粉的原料都能酿酒。之所以又说讲究，那还是因为只有选好原料，选对原料，才能酿出好酒。冷华年初次酿酒不想创新，只想照抄作业。飞天茅台的主要原料只有3样：高粱、小麦、水。冷华年毫不犹豫也选择了这3样。他现在只能尽可能的选优质的天然山泉水，等回春湖能够控制下来，那以后造水和酿酒的水源就能定在那里。当然，冷华年暂时还学不得茅台的工艺，人家高温制曲、2次投料、堆积发酵的生产工艺周期太长，一个周期就长达1年，也就是说最快也要1年才能卖上酒。两国之战已经打响，大央的国库只够撑半年，所以冷华年还是决定采爷爷在家的酿酒法，基本20多天酒就能上市了。好酒等以后有时间再慢慢搞，现在先把酒给搞出来，按爷爷的方法酿出的酒，怎么也比市面上那2家的寡淡如水的酒强。酿酒正式开始的第一步是将高粱和小麦按2:1的比例拌匀，然后粮食跟山泉水的比例为2:1，先将原料蒸熟，俗称制作酒饭。酒饭蒸好，凉到30度左右，要拌入事先准备的酒曲。这一步是酿酒的关键，酒好不好，关键看酒曲好不好。俗话说，粮为酒本，曲为酒骨，说酒曲为酒之母，毫不为过。为了提高效率，冷华年在之前修炼的空当已将酒曲制好。酒曲分为大曲和小曲，大曲用麦子高温制成，小曲用米制成。冷华年准备的酒曲是大曲，因为在兰心高端名酒用的酒曲都是大曲。酒饭拌取1天之后进入糖化高峰，冷华年将所有酒饭倒入一个一个大瓦罐，酒饭按1:2的比例加入天然山泉水进行发酵。发酵过程有点漫长，这种酿酒法主要的时间就花在这个自然发酵的过程上。等酒饭彻底发酵完成，就要进行关键的一步蒸馏取酒。冷华年有信心击败百里香和吴醒春，有2个关键点。一点是对白酒的理念和认知远在这2家之上，还有一点就是蒸馏取酒法。那2家显然在酿酒的过程中还不知道何谓蒸馏取酒，他们依然采用传统过滤法，采集的白酒只能算是浊酒。就凭这一点，冷华年就有绝对的把握击败他们。第一次酿酒，冷华年没有多大把握，并没有大规模的开始酿造，最后只收获了100坛白酒，只能算是初步试水。新酿的酒品质还处在低谷，一般会比较寡淡，酒体也不会太丰满。正常来讲，新酒要想提升品质，必须放在特定环境的窖藏。酒酿好后，冷华年先品了1小杯，50度是有了，手法工艺的问题，又是新酒，跟茅台、五粮液没法比，不过比那2家强了不是一点半点。冷华年当即决定开始第2轮的酿酒，后面会一轮接着一轮，第2轮预计的产量是1万坛。白酒一般都是越陈越香，可惜冷华年显然是等不到那一步。不过冷华年也没有把新酿的白酒匆匆推向市场，这需要等待一个好的契机。冷华年从大酒坛里装了1小坛白酒，赶往锦绣宫。冷华年，可有好消息？好几日不见冷华年，独孤女帝这几天过得也不如意，总觉得少了些什么。这回见到冷华年主动上门，心里顿时雨过天晴。陛下，臣已经将白酒酿造了出来，今日特地带了1坛过来，请陛下鉴赏。快快呈上，让朕一品为快。独孤女帝拿上2只白瓷酒盅，带着冷华年快步来到后花园里的湖中凉亭。陛下，在这亭子里品酒饮茶正惬意，看湖中成群结队的锦鲤，倒是有些赏心悦目。不管了，先品酒。
冷华年赶紧倒上2杯新酿的白酒，一人一杯。独孤女帝当然是喝过酒的，虽然不好这一口，但百里香和吴醒春都不止尝过一次，今日喝了一口新酒，原本有几分慵懒的美眸瞬间亮了一下。陛下，如何？好酒，比百里香和吴醒春都要烈得多。陛下，是烈而不燥，虽烈却不辣喉咙，是也不是。的确是好酒，如果百里香是60分，吴醒春是80分，那这酒最少也值95分。独孤女帝凑近酒中，狠狠地吸了一口白酒的醇香。陛下，真有那么好？这酒要是流入市场，绝对能够碾压百里香和吴醒春，不过还得想个好的推广之法。独孤女帝沉思片刻，紧皱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轻轻拍了下石桌道：有了，差点把这人给忘了。谁？李居甫。陛下，这李居甫可有什么说道？他呀，当朝第一大学士，集诗仙、酒仙等数个称号于一身，外号李居甫，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这么厉害，臣一定要当面去会会他。恐怕不易，李大学士为人清高，你一个小太监，他无论如何不会将你放在眼里。李大学士可有什么爱好？冷华年准备从独孤女帝口中挖点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李大学士的爱好倒是出了名的，爱显摆诗词歌赋，常以大央第一人自居，不过也确实有才华，大伙也服气。另一个就是好酒，但凡喜爱吟诗作对的，没几个不好酒的，或许是不到那种似醉非醉的状态，没有灵感吧。这就简单了，酒有现成的，臣对诗词还算有几分研究。冷华年忍不住伸手想要做首吕长须的潇洒状，可惜他一个太监哪有胡须。冷华年，想不到你还会诗词，正好，你表现的机会来了。今日西燕王国婚使团已进宫，明日西燕婚使团团长乐上将带着2位西燕王子和西燕公主做客未央宫，参加2国联谊会，到时我们大央3位公主都会出席。2位王子，4位公主，那可就热闹了。不对啊，2位王子来我可以理解，西燕公主过来凑什么热闹？大央又没有皇子。西燕公主是西燕王的掌上明珠，平日所要无不应允，她的地位远在2位王子之上，她要出来凑个热闹，谁能拒绝？原来如此，陛下，明日臣可否跟陛下一起去联谊会？臣也想见见世面。明日倒是个好机会，那个乐上也非常人，他是西燕王国的大红炉，才高8斗，跟李大学士已经隔空斗了10多年。臣今日回去一定好好准备，明日定不给大央丢人。准备诗词歌赋对联有什么好准备的？这些全靠平日积累，现场发挥，哪有临阵磨枪的？冷华年，明日可别丢朕的脸，丢大央的脸。陛下放心，明日臣若是掉链子，后头任由陛下惩罚。好，你可别后悔。独孤女帝给了冷华年一个令人心惊的眼神，冷华年乖乖告退，回承德殿玩雪儿。次日，未央宫可就热闹了。大央帝国和西燕王国的2国联谊会在未央宫举行，说是联谊会，其实就是2国王子公主的相亲大会。要是看对眼了，这事就能成。毕竟西燕王子能娶到大央公主，那算是高攀，对方肯定乐此不疲。要是大央公主想嫁去西燕，独孤女帝也赞成。在这非常时期，大央需要盟友，而西燕王国就是最好的盟友。东道主大央帝国这边出席联谊会的有独孤女帝，她高坐龙椅，边上是侍卫独孤凤、小太监冷华年。台下左手依次坐着大央3位公主，长公主独孤寒月，二公主独孤彩蝶，小公主独孤明珠。当然今日大学士李居甫也来压阵了，别说请了他，不请他，他也会厚着脸皮来见见老对手乐上。台下右手依次坐着西燕2位王子和1位公主，大王子颜永生，二王子颜不灭，小公主颜艳意。压轴的是大红炉乐上，4人身后还站着1位圣灵境的女护卫颜良，她是西燕公主从小到大的贴身护卫，这次跟公主出来，顺便也保护大家的安全。大红炉乐上起身向独孤女帝抱拳恭敬道：外臣多谢陛下热情款待，外臣今日将西燕王的问候亲自带给陛下。红炉大人不必客气，各位王子公主在朕的未央宫不必拘礼。谢陛下。西燕的2位王子和公主都起身朝独孤女帝抱拳致谢，独孤女帝双手虚按，示意众人坐下。李居甫第一眼看到乐上，好胜心就起来了，2人的眼神一个触碰，那就是火花四溅，刚上来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听闻红炉大人才高8斗，诗词歌赋对联无所不通，2位王子和公主都是红炉大人的高足，今日想必在这联谊会定会大放异彩。李大人客气了，李大学士的威名我在千里之外都是如雷贯耳，大央3位公主都深得李大人的真传，尤其是二公主造诣之高，恐惊天人。2位真是一对冤家，见面就掐，看似客气，实则已经开始较劲了。冷华年抬头往下一看，2位西燕王子还都是一表人才，西燕公主更是美得像瓷娃娃一样，让人忍不住想去捏捏她那张粉嫩可爱的俏脸。大央这边，长公主独孤寒月熟得不能再熟，调皮可爱的小公主独孤明珠也在锦绣宫门口见过，
二公主独孤彩蝶是个恬静的大美人，坐在那有点书香四溢的感觉。三姐妹是三朵美人花，虽是姐妹，样貌还都有些差别，性格就更不用说了，简直天南地北。独孤凤谁也不看，单单盯着对面的女侍卫颜良，颜良被她盯得心里发毛，盛灵镜被帝灵镜盯着，她有这种感觉不奇怪。独孤女帝不知不觉又做了一把推手。今日大央西燕两国联谊，大家都别藏着掖着，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吧。鸿胪大人，李爱卿，今日这样面对面的机会可难得哦，各位王子公主都可一展所长。在此之前，朕先敬大家一杯酒，这酒可有来头，大央皇家御酒房近日新酿的白酒，这杯酒大伙一起品一品，可能会颠覆大家对酒的认知。独孤女帝举起酒盅，一口将一盅酒喝了个干净。下面的人眼见独孤女帝这般豪爽，也纷纷饮进酒盅里的白酒。虚灵大陆女子地位颇高，跟男人一般饮酒的也不在少数。不说别人，大央三位公主都饮过酒，尤其二公主不但诗词歌赋了得，对酒也颇有研究。众人将酒中的酒喝完，这下众人的表情可就怪了。虚灵大陆度数最高的白酒也就30几度，冷华年只能用寡淡2个字来形容，那能叫白酒？50度出头的白酒初入口，众人还不大适应，毕竟从来没尝过这个度数的白酒，可一入口稍一适应，口中味蕾瞬间就炸了。这酒有点刺激，太香太醇厚了。好酒！大红炉乐上就2个字，脸上的神采都不一样了。的确是好酒。李居甫居然也附和上了，两人从来都是唱反调，这次居然步调一致，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入口绵柔，回味悠长，酒香沁人灵魂，真是好酒。陛下，不知这酒出自谁人之手？二公主独孤彩蝶喝完酒，手里仍然端着酒盅，一副舍不得放下的样子。今日朕正要向大家介绍这位了不起的酿酒天才。独孤女帝起身，玉掌指向冷华年道：正是此人，朕身边的小太监冷华年。小太监。大红炉乐上这下吃惊不小，李居甫的表情也好不到哪去，这同样超出了他的认识。太监酿酒，闻所未闻。几位王子公主都盯着俊俏异常的小太监冷华年，双方的2位小公主眼中都是异彩连连。韩月公主朝冷华年翘起了大拇指，二公主独孤彩蝶也盯着冷华年看了又看，不知道这酒可曾命名。李居甫平日也是酒痴，这次尝了一盅酒，感觉捡到了宝。回大学士，这酒已经命名，不过出于商业机密，暂时还不能公开。哦，何日才能闻得这酒的名字？老夫心里实在痒痒。明日皇家酒馆正式开张，到时大学士就知道了。冷华年这番话说实话有点不尊重老前辈，不过李居甫不以为意，年轻人恃才傲物再正常不过，何况是能酿出如此神仙佳酿的年轻人。哦，不知道这酒馆开在何处，明日老夫定要去喝上一杯。酒馆开在未央城最繁华的长宁街，欢迎李大学士莅临品鉴，到时老夫定去凑个热闹。好了，言归正传，鸿胪大人，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先比对联，再比诗词如何？李居甫重新把目光投向老对手乐上，就依李大学士之言，两国以团体为单位比拼如何？好，今日就来个两国之战。开始。随着独孤女帝一声开始，两国之间的对联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远来是客，鸿胪大人请。李居甫示意乐上那边先来，大殿下可要拔个头筹？乐上看向大王子严永生，严永生微微点了点头，沉思片刻道：水有虫则浊，水有鱼则鱼，水水水，江河湖渺渺。好。乐上大声鼓了鼓掌，自己没看走眼，大王子这造诣是一天比一天高。木之下为本，木之上为末，木木木，松柏张森森。长公主独孤寒月思忖片刻，就对出了下联，同样一片叫好。端坐一边的李居俯首捋长须，轻摇脑袋，好不惬意。上钩为老，下钩为考，老考同生，同生考到老。西燕二王子言不灭，也不甘寂寞。一人势大，二人是天，天大人情，人情大过天。小公主独孤明珠才思敏捷，瞬间对出下联。西燕小公主严艳逸一看对方的小公主出了风头，她也坐不住了，赶紧出了一联：寂寞寒窗空守寡。此对上联一出，大家都把目光对准西燕小公主。这上联意境深远不说，7个字全带宝盖头。二公主独孤彩蝶沉思片刻对道：梧桐朽，枕网相期。好啊，好对。两方都在为彩蝶公主的敏捷才思赞叹不已。老夫也来献个丑。乐上慢慢从位置上站了起来。日月明朝昏，山峰岚自起，石皮破人间，古木枯不死。那老夫也来活动活动筋骨。李居甫同样站起身子，片刻就有了下联：可人何当来，千里重义若，永言永黄鹤，世心至未矣。双方你出上联，我对下联，
对了1个多时辰，愣是没分出胜负。冷华年一看边上的独孤女帝都有点倦了，这还得了，赶紧上前一步，润了润嗓子喊道：“臣有一对献给西宴尊贵的客人。”场上顿时鸦雀无声，要不是知道冷华年这个小太监是酿酒天才，场下众人肯定要发作了，太没规矩了，轮得到你一个小太监来咋呼？冷华年，李居甫眼皮一阵跳动，这有点丢大央的脸面啊。不过他一看孤独女帝，似乎没有一点要怪罪冷华年的意思。韩月公主当然是微笑着支持，双方的2位小公主都是好奇地盯着冷华年，二公主独孤彩蝶也似乎很期待这位小太监的对联。李大人莫急，老夫倒是想见识一下他的对联。冷爱卿，你出吧。最后还是独孤女帝一锤定音：寄宿客家，寂寞寒窗空守寡。冷华年的上联一出，这下真的是鸦雀无声了。这对联好似对过，又好似没对过。西燕公主眉头一皱，这不是自己对联的改良版吗？还能这样玩？西燕王国这边思来想去，没一个人能对出下联。别说西燕王国，大央这边也好不到哪去，连李大学士和二公主都没想出来。整整1刻钟后，乐上叹了口气，气到西燕放弃，不知这对联的下联是：倘修仙佛，修邪佳偶，但医僧。冷华年下联一出，众人皆是击节叫好，佩服佩服，大央真是人才济济。乐上也不是没想过会输，但他绝对没想到会输在一个小太监手里。这小太监究竟是何人？既会酿酒，还能吟诗作对。场上最震撼的人莫过于二公主独孤彩蝶，她对自己一向自信，还从未碰到对不出的对联，今天居然输给了一个小太监。好了，联谊会继续，对联就此翻篇，接下我们来玩个有趣的。言及此处，李居甫突然卖起了关子：李大人，玩什么有趣的？乐上的好奇心也被李居甫挑逗了起来。接下来在场的所有男士写一首诗，可以是献给公主殿下，也可以献给自己心中的女神，诗的好坏高低将由在座的各位女士决定。哦，李大人能否将规则说得更细一些？诗歌想要分出高低还是很难的。乐上嘴上如是说，心中已开始作诗了。以一炷香为限，每人写一首诗，名字写在背面，在场所有女士一人一朵花，可以将花放在自己最中意的那首诗上，哪首诗得到的花多，哪首诗就胜出。我们西燕这边有3位男士，你们大央只有2位，若西燕赢了，恐怕有些胜之不武。鸿胪大人别忘了，我们可有全能天才冷华年，哪有胜之不武一说，尽管轻松应对。那就开始。冷华年算是彻底将众人折服了，这回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小太监那么简单了。5份笔墨纸砚，冷华年也找个位置坐了下来。冷华年、李居甫、乐上、严永生、严不灭5人时而沉思，时而奋笔疾书。一炷香的时间很快就过，5人没人交白卷，不论好坏，至少都完成了一首诗。独孤女帝、独孤凤、独孤寒月、独孤彩蝶、独孤明珠、严艳逸、颜良7位女士下场评判。5张纸一字铺开，静静躺在那里，5首诗词等人鉴赏评判。天仙，青罗小扇白兰花，仙妖玉带舞天煞，疑是仙女下凡来，回眸一笑胜心华。背面题字：严永生。闻香，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风来珠翠香，共道幽香闻10里，觉知芳玉更千香。背面题字：严不灭。浣溪沙，春梦，玉碗冰寒滴露华，粉容香雪透轻纱，鬓朵玉莹眉霁月，酒红初上脸边霞，晚来妆面胜荷花，一场春梦日西斜。背面题字：乐上。这孤天还休，杨柳东塘细水流，红窗睡起唤晴鸠，平间山鸦眉心翠，镜里波声鬓角秋，林玉馆是琼鸥，醒时啼恨醉时休，明朝花落归红尽，细雨春寒碧小楼。背面题字：李居甫。锦瑟，锦瑟无端50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背面题字：冷华年。7位女士看了一圈，最后齐刷刷的把自己手中的花放在这首锦瑟上。独孤女帝更是站在诗前，玉手微微颤抖，慢慢伸到那张纸前，将它直接翻了过来。冷华年。围在边上的其余6位女士齐声惊呼，独孤女帝的心被重重的揪了一下。这诗是写给本宫的，沧海月明，说的就是本宫独孤寒月。长公主在这刻简直心花怒放，她为爱郎的才情折服，为爱郎始终将自己放在心上而感动。这诗是写给本宫的，蝴蝶起步正是本宫独孤彩蝶。二公主也被冷华年的才情彻底折服，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抛开矜持。这诗是写给本公主的，明珠有泪难道不是说我独孤明珠？
小公主此刻看着冷华年，眼里尽是爱慕的小星星。都给我闭嘴！三位公主被独孤女帝吓了一跳，她们还从未见过女帝对她们用这样的口吻说话。独孤女帝缓缓走到冷华年跟前，情意绵绵道：“你何以知晓朕的闺名？朕的名字已经1000年无人提起。陛下的闺名是……”冷华年隐隐感觉这手势做的有点失控了。独孤景色。独孤女帝的话差点让冷华年直接躺地上，这特么天下还有这妖巧的事情？陛下，臣不知为何，就是想那么写。很好。独孤女帝看着冷华年，眼中起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柔情。这下在场的所有人都傻了，原来女帝叫独孤景色，冷华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一首景色，这是什么情况？诸位都过来看看这首读的7朵花的景色，看他是否赢得名副其实。独孤女帝玉手一招，西宴2位王子大红卢乐上、李居府大学士纷纷走到景色跟前，只片刻功夫，4人便齐齐拍掌叫好，皆是彻底折服。好，好啊！李居府边鼓掌边叫好。李爱卿，这首景色在大洋历史上能否排得上号？独孤女帝能问出这样的问题，不知是因为这首景色本身，还是因为景色的作者冷华年。大洋历史前3毫无疑问，在臣心中却是实至名归的第一。李爱卿莫要因为此诗跟朕同名就生捧。独孤女帝心中快慰，这李居府平日素来是个正直靠谱的人，不可能瞎说。陛下，臣不敢。这首诗提到了陛下和3位公主，短短一首诗将大央4位至高无上的女士全涵盖进去了，甚至作者还将自己的华年2字嵌入诗中，这简直是鬼斧神工之作。尤其是最后2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已经是诗之意境的极致，无可超越。李居府激动地说完，朝着冷华年深深一礼，可把冷华年吓了一跳，赶紧上前将他扶起。李大人，何以至此？你真是要折杀华年了？老夫自认在诗词歌赋对联上还有些造诣，今日方知天外有天，老夫一生没服过谁，但冷兄弟你是个例外，往后要是不嫌弃，你就叫老夫一声李老哥。李大哥！冷华年抱拳一礼，真心实意地叫了一声，可把李居府给高兴坏了。好了，你们还认上亲了，让红炉大人笑话。也不知道为何，独孤女帝此刻感觉心里特别舒畅。陛下，不瞒陛下，下臣其实也想认下冷华年这位小老弟。乐上看看独孤女帝，又看看冷华年，竟有了一丝可怜巴巴的模样。红炉大人，这诗真有这么好？小公主颜艳意也觉得景色好，但她并不知道这诗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好到无法超越，此诗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大红炉乐上看着冷华年，眼中竟有了些许崇拜，这个年轻人的极限在哪里？冷老弟，明日起你这首景色恐怕就要传遍大江南北了，老哥提前恭喜你成为大央的名人。我能不能成为名人不打紧，我希望新酿的白酒明日起天下皆知，成为大央，甚至成为虚陵的名酒。明日酒馆开张，老哥我定会去凑个热闹。我也去，我们也去。冷华年有点无语，一圈下来，这里人人都要去，连独孤女帝也要去。当然冷华年那是求之不得，他的酒馆可不是小酒馆，来多少人他都接得下。明日越热闹，他的新酒口碑就能越快地散发出去。今日的2国联谊会成了冷华年的个人秀，2位西宴王子没有博得大央3位公主的欢心，相反3位公主都惦记上了冷华年。非但如此，西宴小公主颜艳意现在满脑子也是冷华年的影子。看来人长得好又有才华的男人在哪都吃香，也就是冷华年的身份是小太监，不然4位公主得生生扑到他身上去。联谊会圆满结束，众人各自回去歇息。冷华年正准备回城得殿，独孤女帝叫住了他。冷华年，关于明日酒馆开张之事，你是否有什么要向朕汇报的？有，臣这就跟陛下回锦绣宫。到了锦绣宫，冷华年刚准备向独孤女帝汇报他的白酒销售计划，哪料独孤女帝玉手一挥制止了他。冷华年，你真的不知朕的闺名？陛下，臣真的不知道陛下的闺名是独孤景色。冷华年心中暗笑，这女人这会还在纠结这事，难怪要把自己叫到锦绣宫来。天底下哪有那么巧的事情？或许这就是臣跟陛下的缘分吧。陛下早先也说了，你的闺名这1000年都没人提起，也没人知道。臣才16岁，哪能知道陛下的闺名？倒也在理。冷华年，你藏得够深的，你究竟是何人？独孤女帝终于觉得冷华年有点不对劲了，这小子太全能了，修炼天赋太好，酿的酒太好，吟诗作对的水平太好。陛下，臣自小孤儿，往事不堪回首，几多辛酸几多愁。冷华年这话半真半假，他问心无愧，所以神情坦然自若。独孤女帝也看不出他有什么伪装的端倪。你自小那么惨，怎么吟诗作对这么厉害？都是谁教你的？不过独孤女帝心中也是有自己的疑虑。臣四处漂泊流浪，
大多会到勾栏酒肆，听人说书，听人吟诗作对。臣对这些比较感兴趣，去的多了，听得多了，也就悟了。算你说的有理，那酿酒呢？这你也能无师自通？唉，都是喝酒喝的。喝酒？你一个流浪哪来的酒喝？陛下，臣常年混迹勾栏酒肆，遇到人家喝尽兴，喝高了，保不齐就会有人让臣喝酒，或许叫灌酒更贴切吧。有时辰一次要被灌数金酒，遇到好心的会赏臣一口饭菜，遇到坏心眼的会把臣一脚踢开。酒喝多了，听人说多了，大概也就知道怎么酿酒了。冷华年神情落寞，独孤女帝看了，心中莫名一疼。陛下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臣一定全告诉陛下。冷华年在独孤女帝面前伪装也属是逼不得已，他要是告诉独孤女帝他是来他身边当卧底，刺探情报，伺机刺杀他的，那他恐怕自己就得先死了。好了，这些年苦了你了，以后乖乖待在朕的身边，朕不会亏待了你。谢陛下厚爱。凭良心说，独孤女帝对冷华年还是挺不错，甚至比南宫羽妃对他都要好得多。有什么想要的，尽管说，朕会尽可能的满足你，高官厚禄都不在话下。陛下，臣什么都不要，臣只想要陛下。冷华年一脸恳切地看着独孤女帝绝美的脸庞。皇堂，别忘了，你是一个小太监，我只想陪在陛下身边，看着陛下，搂着陛下，哪怕只是紧紧依偎，这也是我想要的生活。冷华年，你想把我撩死，然后扔一边置之不理是不是？臣不敢，不敢，我看你胆子大得很，有你这样的太监吗？下面都没了，还整天想这事。只因陛下太美，太诱人，连臣也忍不住起亵渎之心。油嘴滑舌，好啊，等你哪天能够恢复男儿本色，朕就允许你靠近朕，拥有朕。一言为定。冷华年朝独孤女帝抬起手掌，独孤女帝不自觉地抬起玉掌跟他击了一下掌。陛下，无事的话，臣告退了。你不是一直想看朕吗？伺候朕去温泉沐浴吧。啊！冷华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一把将独孤女帝横抱起来，直奔温泉池而去。独孤女帝横躺在冷华年的怀里，看着他一副受宠若惊、无比兴奋的样子，心中也是微微异动到了温泉池畔。冷华年把独孤女帝放了下来，不过他不敢贸然下手，只是傻傻的看着独孤女帝，想先看看她的意思。还傻愣着干嘛？难不成你还想让朕穿着龙袍下水？冷华年如闻仙乐，将独孤女帝的衣衫一件件脱下，直至成为不着一缕的玉雕美人。冷华年将自己的衣服也脱了，然后抱着独孤女帝下到温泉池，水温恰到好处。冷华年到了温泉里，依然紧紧搂着独孤女帝。下水了，干嘛还抱着朕？因为陛下是臣心中最重要的宝贝，臣怕一松手，这个梦就醒了，就会甜言蜜语。凤儿和月儿是不是就是这样被你骗到手的？是他们把臣骗到手的，臣只想骗一个女人，那就是独孤景色。独孤女帝听得一阵眩晕，冷华年低头一下，吻住怀中美人那娇嫩的阴唇。良久，唇分。冷华年依然紧紧搂着独孤女帝，舍不得把她放下。朕是来沐浴的，你这样一直搂着，朕怎么洗？你不如把朕直接抱到床上了。哦，实在是舍不得。冷华年中是把独孤女帝放下，让她靠在温泉池边，他自己游到温泉池的对面，也靠到池边，就这样远远地望着独孤女帝。你跑那么远干嘛？独孤女帝给了他一个白眼，远点看得清楚。傻子，你不帮朕捏捏肩，揉揉背，要你进来干嘛？哦，冷华年又游到独孤女帝的身边，把她转过身子，在背后帮她揉捏起来。冷华年，朕快2000岁了，是不是老了？温泉水滑洗凝脂，陛下的肌肤比18岁的女子还娇嫩富有弹性。冷华年停止按捏，手指轻触她的如玉肌肤。你是不是在哄朕开心？是啊，但臣说的句句都是实话。陛下的脸庞美丽像是天仙入凡尘，身姿曲线毕露，诱惑无边，像是魔鬼临世，肤白如雪，光滑如玉。要是能够天天伺候陛下沐浴，那臣这生都别无他求了。这很难吗？你就这点追求，这还不够好吗？臣已经觉得很梦幻了。那朕赐你以后每日伺候朕温泉沐浴。谢陛下隆恩。冷华年在背后将独孤女帝搂住，双手有点无处安放。冷华年，你对朕真的这般着迷？着迷死了。你这样撩朕，又不能给朕，你这是在犯罪。陛下，早晚有一天，我冷华年会成为你真正的男人。希望你不要让朕等得太久，不然朕到时飞升上天界，把你留在虚灵大陆。飞升上天界，陛下要飞升。冷华年心中一惊，虚灵大陆将朕的修为限制在了地灵境，不飞升就无法摆脱樊篱。朕快2000岁了，如果留在这片天地，最多再活个1-2000年，然后就会生死道消，烟消云散。只有飞升到上天界，继续提升境界，朕的寿元才会继续增加，直至长生不死。
听起来很诱人。陛下找到飞升之法了吗？没有，否则朕就不在这里了。陛下会丢下我独自飞升吗？那得看你的表现，我们之间还只是相互欣赏阶段。你不是朕的男人，朕也不是你的女人，关系还没到死死绑在一起，谁离开谁活不了的地步。那陛下要慢慢走，等等臣会赶上陛下的。那你要努力，朕看好你的潜力。那臣一会起来回承德殿了，小雪儿还等着臣呢。照顾好她，你是有大机缘的人，寻常人哪能驯养神兽？要谢陛下割爱，当时是陛下把冰雪凤凰赶走的，这凤凰蛋里应归陛下。算了，你跟他有缘，朕哪能夺人所好？谢陛下，好好待他，以后他成长起来后就是你的助理，哪怕到了上天界，他都是最顶级的神兽。陛下为何这么看好小雪儿？你也见到了他妈妈大冰雪凤凰那个百丈身躯，这还是被虚灵法则给限制住了，不然我恐怕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臣知道该怎么做了。明日酒馆开业都准备好了吗？回陛下，一切准备妥当，要不要听臣的计划？算了，你办事朕放心，时间差不多了，伺候朕起来吧。冷华年用干净的毯子擦干独孤女帝身上的水珠，直接把她抱到寝宫的大床上。陛下，臣告退。去吧。独孤女帝侧身躺着，玉手撑着脑袋，看着冷华年出门离去的背影，竟有一种想叫他留下来冲动。冷华年回到承德殿，寒月公主在跟雪儿玩。你怎么才回来？明天酒馆就要开业，跟陛下有些事要谈。你最近对本宫胸部的治疗不够积极，本宫这2天让月河瞧了瞧本宫的胸，进展不大，你是不是对我厌倦了？怎么可能？我疼你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厌倦？那你为何最近不想着帮本宫治疗，这样懈怠？你说的3月之期，本宫的胸到时怎么可能完好对称？公主尽管放心，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最近忙着酿酒，明日开始又要卖酒，所以这段时间对公主的关心确实少了些，后面我会补上的。今晚本宫要留在承德殿。寒月公主一句话惹来旁边雪儿的一阵白眼，不是独孤凤留宿，就是独孤寒月留宿，这床上还有我雪儿的份吗？留，今晚帮公主好好医治医治，这还差不多。寒月公主抬头在冷华年的脸上亲了一口，她的胆子是越来越大的清晨。冷华年早早起床，今天又是重要的一天。寒月公主还算是大体，原本想要睡个懒觉，不过看到冷华年起床，她也赶紧起床。今天要是拖了后腿，她怕自己会失宠，她多少有点了解冷华年的性格，顺着他什么都好说，惹他不开心，他也不说你，但他可能就不理你了。长宁街的酒馆早已装修一新，不过门前的那块牌匾被一块红绸遮住了。酒馆堪称长宁街最大，装修气派奢华，门口摆了36个大花篮。大央还不兴这个，冷华年的想法比较超前而已。由于门口的店铺招牌被挡着，至今外人都不知道这家店是要卖什么。人越好奇，就越要驻足停留，停留的人一多，那别的地方的人都会被吸引过来，反正人是越来越多。长宁街是未央城最繁华的商业街，马路相当宽阔，即便如此，围观的人群还是将宽阔的长宁街堵了个严严实实。李居府还真是给冷华年面子，第一个赶到酒馆门前。冷华年刚说了句欢迎，西燕王国的大红炉携2位王子1位公主也来捧场了。寒月公主是跟冷华年一起来的，二公主独孤彩蝶和小公主的独孤明珠也一早赶了过来。围观群众有点傻眼，这家店什么来头？怎么来了这么多神仙人物？他们也没说错，几位王子和公子的气度不就跟神仙似的吗？冷华年左右找了找，他在等一个最重要的人。突然天空洒下无数花瓣，独孤女帝在花瓣雨中缓缓降落到冷华年的身边，真如仙女下凡一般。其实她早到了，只是一直停留在高空，无人知道罢了。陛下，3位公主、李居府还有西燕的贵客，机遇想向独孤女帝行礼，女帝灵气外放，让大家都站在原地，行大礼就免了。下面围观的群众有点傻眼，这身着龙袍的绝世女子不就是大央的独孤女帝吗？随着一声陛下响起，下面的喊声此起彼伏，这还真不是独孤女帝手下安排的托，她在百姓中的风评还是很不错的。独孤女帝双手虚按，四下顿时安静下来，她侧头对冷华年道：冷华年，准备好了吗？回陛下，一切准备妥当，开始吧。冷华年点了点头，走到李居府跟前，行了一礼道：李大哥，请为酒馆揭幕。李居府也是性情中人，毫不扭捏，一下把招牌上的红绸揭了下来。紫檀实木招牌上面没有店名，只在右下角题了一首诗，李居府和所有围观的人都情不自禁地跟着念了起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李居府心头大震，围观念诗的人群这一下也彻底炸开了锅。冷老弟，莫非这诗又是你提上去的？冷华年点了点头。西燕大红炉乐上这下对冷华年是彻底服帖了，把边上的2位西燕王子是羡慕嫉妒恨，
小公主妍妍眼中的小星星又闪亮起来，大央小公主独孤明珠也好不到哪去。二公主独孤彩蝶昨日就被冷华年的才情折服，今日看她的眼神里也多了几许柔情，她可是从不会对人假以辞色的。冷华年单手将招牌取了下来，走到独孤女帝跟前，意气风发道：“陛下，请帮酒馆题字。题哪几个字？”一杯无。独孤女帝握起递来的笔，在紫檀招牌上写下3个烫金大字：一杯无。每个字都入木3分，是英文。围观的群众一片喝彩，既为这首诗，也为这3个字，更为独孤女帝那神乎其神的腕力。冷华年将一杯无的招牌挂了上去。大央有名酒，换作一杯无，喜欢喝酒的朋友准备好银子吧。独孤女帝白了他一眼道：“这么隆重的开业仪式，这就完了？陛下，酒准备的不多，我怕吆喝声大了不够卖。嘚瑟，不是臣吹牛，臣这一杯无空降大央，属实是降维打击，陛下就等着看好戏吧。”冷华年大手一招，一杯无正式开业。冷华年领着独孤女帝率先迈进酒馆，两国公主王子依次入内，大学士和大红炉跟在最后。酒馆内的布局分为2块，一块专门卖酒，一块是真正的酒馆格局，有桌子椅子。眼见独孤女帝和诸位公主进了一杯无酒馆，围观的群众哪敢进去？天哪，这家老板什么来路？女帝居然也来捧场。据说叫冷华年，女帝身边的红人颇有才情，今日那首诗真是了不得。昨日宫中传出的那首景色也是他的大作。这是什么神仙人物？3位美若天仙的公主都来了，真给面子，不会看上那小子了吧？李大学士也来了，好像刚才还跟冷华年称兄道弟。更稀奇的是，西宴的王子跟公主也来捧场了，太厉害了。等女帝离开，吾等也要进去尝尝那酒的味道。那必须的。独孤女帝坐了一桌，冷华年坐边上陪她，大央3位公主坐一桌，李居甫跟乐上关系大为缓和，坐一桌，西宴2位王子和公主坐一桌。每桌上都有一个白瓷酒瓶，酒瓶上盘着一条龙，瓶身上只有3个字：一杯无。冷华年，这瓶子设计的不错，又是你的主意吧？的确是臣想出来的，此乃白龙瓶。一个酒瓶有必要做得这么漂亮？陛下，臣的一杯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极品，瓶子也不例外。你准备卖多少钱一瓶？冷华年伸出2根指头。20文。冷华年摇头。200文。跟吴醒春一个价。冷华年还是摇头。我的一杯无卖2000文。2000文，2两银子。朕没听错吧？陛下，没听错，正是2两银子一瓶。大央，每月人均收入不过5两银子，谁会掏尽半月的收入来买一瓶酒？陛下放心，一杯无不愁卖。其实这个定价，冷华年也考虑了很久，并不是乱定价。他参考了毛利率达到95%的茅台，飞天茅台卖2000一瓶，彼时蓝星的人均工资是5000左右。冷华年定2两银子，心里还是有底的。好的东西永远不怕贵，大央超过10亿人口，购买力还是非常客观。你准备了多少瓶酒？第一批试酿，盛酒100坛，每坛100斤，白龙瓶可装1斤，一坛可装100瓶。这一批1万瓶全卖出去也就2万两银子，这有点杯水车薪啊。陛下，稍安勿躁，臣第2批酒已经在大批量生产，预估盛酒1万坛，可装100万瓶。相差这么多，这还不算什么，臣随时可以加盖酒房，扩大产能，只要有需求，臣就能跟上产量。冷华年凑近了点轻声道：陛下别忘了，我们是2条腿走路，这酒只是我们其中的1条腿，我们不光卖酒，还要卖水呢。独孤女帝端起酒盅道：大家痛饮一杯。他一口将酒盅里的酒喝了个干净，其余一众人等见状也是纷纷举杯。啧，好酒。大红炉一中酒下肚，仍是意犹未尽。红炉大人，西宴可有酒能跟这一杯无媲美？哪里有，连能媲美吴醒春的都没有。我们这小老弟真是大才，绝对的大才。李大学士和红炉大人边喝边把冷华年吹成了花。二公主独孤彩蝶对酒颇有几分研究，这会便用唇抿着一杯无，边仔细打量着坐在女帝身边的那位俊俏男子，心里暗暗寻思，这简直就是一位完美无缺的男人，可惜是个太监。唉，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跟他成为知己，也不必在意他是不是太监。长公主频频看向冷华年，小公主也是频频看向冷华年。明珠，你往哪看呢？韩月公主还是有点主权意识的。我看冷华年怎么了？他又不是你驸马。你，韩月公主凑过身子轻声道：他早晚成你姐夫。哼，我早晚让他成你妹夫。这姐妹俩这就掐上了。二公主冷冷来的看着眼前2人唱戏。小妹，你干嘛一直盯着那个冷华年看？有失体统。
见到严艳义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严永生那个恨啊！这次婚使团来了大央，3位公主都不拿正眼瞧两兄弟，这也就罢了，现在自己的小妹反倒先沦陷了，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那个冷华年真是个天才，人又长得好看，要是以后我的驸马是他就好了。怎么可能？他是宫里的太监。严不灭一脸不屑道：唉，真是太可惜了，这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缺憾。小妹，差不多得了，你才多大就想男人了？哼，要你管。严艳义一口喝掉一酒中酒，多少有点为冷华年惋惜，喉咙里有点辣，心里也是一片苦涩。冷华年想不到这屋里的女人要么看他，要么讨论他，自己成为焦点，这么受欢迎，他自己都不知道。冷华年，接下来一杯无还有什么计划？看大家对一杯无的接受情况吧。如果他大受欢迎，那我就扩大产能，在全国建一杯无专卖店。放手去干，无论好坏，朕都支持你。独孤女帝冲冷华年举起酒盅，谢陛下，陛下我们干一个。冷华年跟独孤女帝碰了一下酒盅，仰头将酒一饮而尽。冷华年，酒已经步入正轨，我们何时去白龙谷？臣在酒馆观察3日，看这3日销售情况，臣要做好下一步生产规划，3日后陪陛下去白龙谷。怎么成陪朕了？是朕陪你去白龙谷，都一样，我们之间还用分得那么清？臣所做的一切全是为了陛下，为了陛下的江山，为了大央的子民。朕先回宫了，朕在这，没人敢进来，反而影响你的生意。冷华年也明白这个理，独孤女帝来当一回吉祥物就足够了。独孤女帝离去，3位公主和西宴客人也都一起退出了酒馆。这下汹涌的人群中士冲进了酒馆，当他们看到一杯无2两1瓶的价格时，都傻眼了。100年老品牌吴醒春也才200文1瓶，这一杯无直接贵了10倍。大部分人都处于观望状态，毕竟2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换成米面都够吃几个月的了。给我来1瓶，冲着女帝为这酒馆站台，我也要尝一尝。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直接拍出了2两碎银，店小二给了他1瓶1杯无，魁梧男子当着大伙的面直接打开盖子，喝了一大口，品了品，然后又是连喝几口，原本皱着的眉头也慢慢舒展开来。这酒如何？边上一群观望的人眼巴巴地等着答案。魁梧男子用大手抹了一把嘴唇，心满意足道：这钱花的值，不过也有个坏处。什么坏处？大伙集体追问道。饮了1杯无，以后再也喝不下百里香和吴醒春了。魁梧大汉竟是一脸沮丧，这酒是好，关键是天天喝的话，实在喝不起啊。给我来1瓶。这要牛，给我也来1瓶。这口子一开，立马掀起了一股抢购狂潮。冷华年心中有喜悦，但也没得意忘形。其实结果早在他酿出1杯无的时候就猜到了，要是50几度的蒸馏酒还干不过30度的浊酒，那他也就不必酿这酒了。1杯无第一天卖出了600多瓶，第二天卖出了3000瓶。如果说第一天很多人还在观望的话，那第二天真的是抢得快打起来了。要不是限量3000，那第二天这9000多瓶一下就能卖完。后面冷华年决定一天限量300瓶，因为第二批的酒还要等段时间才能上市，不能卖断档了，就当是饥饿营销吧。不过他这个跟人家不一样，这真是产能不够，被动的饥饿营销。再说第一批1万瓶不可能都拿出来卖，总得留一些送人的。冷华年现在跟李居甫关系不错，两人已是称兄道弟。他给李居甫送了3箱1杯无，1箱6瓶。他给另一位老大哥李总管也送了3箱，把个李延庆给激动的。现在1杯无每日限量300瓶，基本抢不到，因为酒馆每天几千人在那排队。这就是兄弟的含金量。冷华年送酒去的时候，李延庆既欣慰又感动道：兄弟，大哥没想着你能报答我，当初冲你天烟之子这身份，还想着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呢，不曾想你才入宫1月，已经混得比大哥还好了，大哥真是替你高兴。大哥，你是我冷华年的贵人，我初来乍到，你就送我承德店，这份恩情我永远不会忘的。这酒是头批酒，数量有限，质量也算一般，先拿来给大哥尝个新鲜，后面大批量生产，酒的品质会越来越好。以后大哥喝的酒，小弟包了，包一辈子。好兄弟。李延庆高兴的不光光是酒，他的油水很足，想喝什么酒都买得起。他欣慰的是，冷华年是个重感情、懂知恩图报的人，看人没看走眼，那就是一大幸事。1杯无的名头2天就开始向外疯狂扩散，冷华年的名字跟着1杯无酒，跟着景色和1杯无2首诗一起成了大央的名人。第3日，有人来酒馆找冷华年了，来人正是南宫玉烟。夫君。酒馆顾客众多，冷华年根本看不过来，直到南宫玉烟悄悄走到他边上，轻轻喊了一声，他才发现南宫玉烟也到他酒馆来了。烟儿，你怎么来了？跟我来。冷华年带着南宫玉烟进了一个包间，把门关上，两人紧紧相拥到了一起。1月不见，南宫玉烟想他抢的茶饭不思，若非南宫羽飞阻止，他都要去宫里找冷华年了。冷华年也想他，
毕竟南宫玉烟是他的第一个女人，不过他现在身边公主一大堆，甚至还有女帝，所以他想南宫玉烟的时候，肯定没有南宫玉烟想他的多。两人进了包厢，还没来得说话，冷华年已经一下吻住她娇嫩的阴唇，这一吻简直吻得天昏地暗。良久，两人才分开。夫君，你还好吗？我想你了。嫣儿，我也想你，我挺好的。南宫玉烟盯着冷华年的脸庞，目光再也移不开。冷华年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捧住南宫玉烟绝美的脸庞，再次吻住她娇嫩的阴唇。这是在酒馆，虽然是包厢，两人也不敢太放肆。温存了一会，就适时分开了。夫君，你真成太监了。思及此处，南宫玉烟的愁思又爬满心头。我成了太监，嫣儿是不是就不喜欢我了？我要是不喜欢你，怎么会一听到你的消息就赶来酒馆找你？我说过，不管夫君变成什么，我都会爱夫君一辈子的。乖嫣儿。冷华年在他白皙的额头亲了一下。夫君，走的时候姑姑托我转告你，每月要把情报送回，你要不要去见见姑姑？今日我回去一趟，你们还住山上吗？这几日冷华年都住在酒馆，行动还是比较方便。明日要跟独孤女帝出发去白龙谷，所以他只能今日去，过了1月，也是该给南宫羽飞一点交代了。还住山上，那边去的人少，还是很清静的。我现在也没事，那我们一会就走吧。好。冷华年带着南宫玉烟离开了酒馆，朝着那座离开了1月的无名山而去。南宫羽飞见到南宫玉烟带回了冷华年，他心中可谓五味杂陈。嫣儿，你做晚饭吧，多炒几个菜，晚上我们3个好好吃一顿。知道了，姑姑。娘儿你跟我来，我有话跟你说。南宫羽飞出了山洞，径直朝那个青潭而去，冷华年乖乖跟在后面。两人走到青潭边，竟然不约而同想起10年前冷华年进这青潭洗澡，没衣服换，南宫羽飞让他起来，看到他光着身子的窘境。冷华年，你最近过得很滋润啊，让你去未央宫当卧底，你倒好，帮孤独女帝赚钱去了，还这么卖劲。师尊，我不是你师尊，我教你琴棋书画，可不是师授徒，只因你还有点用。羽飞阿姨，我有那么老吗？别跟我转移话题，回答我，你进未央宫到底是干什么去的？想到冷华年去了未央宫，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送出来，南宫羽飞感觉对他这10年的培养有点浪费了。卧底未央宫，刺杀独孤女帝，你倒是没忘了自己的使命。那你干嘛还帮那女人出主意？帮那女人赚钱，帮她缓解危机。我不是为了讨好她，为了更好的接近她吗？你这种点子都想出来了，诗也做了，酒也酿出来了，你当我南宫羽飞是傻子吗？你不会是被独孤女帝迷住了吧？我没有忘了自己的正事，能不能别逼我？我现在不想说了，我只想到青潭里面游个泳。冷华年说完，也不待南宫羽飞同意，把衣裤一脱，只穿了条短裤，直接一个猛子扎进青潭里。冷华年对这个青潭还是挺有感情的，小时候经常在里面游泳，这个青潭就是他的童年。他不管不顾跳进青潭，可把南宫羽飞气坏了。他总感觉冷华年进了宫，人变了，哪里变了也说不清。要是以前没经过他的允许，冷华年不敢下水游泳，可今天简直没把他放在眼里。南宫羽飞脱去外衣，指着卸衣卸裤，直接跳进青潭。他一下游到冷华年的边上，想去揪住他的耳朵，可惜李华年在水里比蛟龙还敏捷，连他想抓都捉不住。就这样，冷华年在前面游，南宫羽飞在后面追。冷华年突然回头停了下来，南宫羽飞一下冲过来抓住他的手臂，两人悬浮在水中，头露出水面。冷华年，你没说清楚，跑什么呀？我看你一直追我，有点怕。怕什么？南宫羽飞给了冷华年一个警告的眼神，怕你像小时候那样揍我。你现在敢不听话，我一样揍你。我叫你帮他不帮我。南宫羽飞抬起玉手就要去打冷华年的屁股，小时候他的屁股可没少给南宫羽飞打。冷华年条件反射般的一把抓住南宫羽飞的玉腕，南宫羽飞心里一惊，这小子好快的手，不过他没发觉异常，就当是自己大意了，毕竟自己好歹也是亡灵境，要拿捏冷华年这样的小角色，只需一根纤纤玉指就足够了。可惜南宫羽飞的想象美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此刻他别说去捉冷华年，他发现自己的玉腕都无法从冷华年的手中挣脱。冷华年，你给我放手！南宫羽飞又是一通挣扎，竟然徒劳无功。他心中有了一丝纳闷，一时也没想通。他哪能猜到冷华年只用了21天就冲到了皇灵境，比他还高了一个大境界。冷华年，你再不放手乖乖认罚，小心我一会把你揍个半死。冷华年也被他说得烦了，握着他手腕的手朝自己身子这边一拉，他整个人不受控制地扑到冷华年的怀里。还记得我下山那日在你耳畔说过的话吗？南宫羽飞有没健忘症，那么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他怎么可能忘记？师尊，我要你。冷华年在他耳畔再次重复当日那句话。南宫羽飞身子一颤，这回感受跟上次完全不一样了，
上次大抵还是觉得冷华年是在开玩笑，可现在他脑子有点乱。望着眼前被水弄湿绝色美人，冷华年血气上冲，松开南宫羽飞的手腕，捧起她的脸庞，直接对着她的娇嫩阴唇便吻了上去。南宫羽飞瞬间懵了，毫无思想准备，自己保留了这么多年的初吻转眼就没了。他感觉自己是在梦里，他想要推开冷华年，可是竟然发觉自己的身子都软了，非但推不开冷华年，还慢慢的把柔软的身子往他怀里靠。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在他心间蔓延，他此刻明明是在水中，但却发觉自己像是在云端。其实冷华年喜欢南宫羽飞比喜欢南宫玉嫣都早，毕竟早些时候南宫玉嫣还只是个漂亮的小萝莉，而那时的南宫羽飞早已是熟透的蜜桃，只是那时冷华年迫于南宫羽飞的淫威，哪敢对他有非分之想。今日攻守之势一也，冷华年完全占据了主动，南宫羽飞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初吻中。冷华年抱着南宫羽飞沉入青潭底，跟当日抱着南宫玉嫣沉入青潭底是如此相似。南宫羽飞终于清醒过来，他有点想笑，这小太监把自己衣服都弄没了，这是要干嘛？他闭上眼睛继续享受自己的初吻，不过他的这个梦没延续多久就被惊醒了。在潭底，他不能喊不能叫，只能一口咬在冷华年的肩膀上，他咬得很重，留下一个深深的牙印。他想让冷华年跟他一样疼，让他一生都记住此刻。冷华年并没有因为被南宫羽飞咬了一口就生气，他发现这个高贵的绝色美人居然一直保持着处子之身，他怜惜地将她搂在怀里，为她渡了一口灵力，谁让他的境界比他高呢？南宫羽飞的心情很复杂，在清澈的潭水里，他能将眼前这张异常俊俏的脸庞看得更加清晰。他再次把银牙咬在冷华年的另一边胸口，他想咬这个如此冒失就夺了他身子的男人，可是这下他终究是舍不得下口了，反而是用玉掌轻轻抚摸另一边之前他咬出的那个牙痕。冷华年抱着南宫羽飞出了清潭，原本在冷华年面前一直以母老虎形态出现的南宫羽飞，这会把头靠在冷华年的怀里，再也不敢抬起来了。他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羞涩，现在他更像个羞不自胜的小女人。菲儿，我会对你负责的。冷华年把脸贴到他的俏丽脸颊上。你不是进宫当太监去了吗？为何会这样？我的菲儿这么美，我才舍不得去当太监呢。那日下山，我已表明心迹，你怎么躲过去的？我修炼了一门功法叫缩阳神功，顾名思义，你懂的。南宫羽飞突然反应过来，举起粉拳在冷华年的胸口连捶了好几下。你个混蛋，我让你进宫霍霍独孤女帝，你倒好，回头把我给霍霍了。好了，乖，我说了会对菲儿负责的，负责一辈子。冷华年再次吻住怀中美人娇嫩的阴唇，南宫羽飞这下整个人由彻底软了下来，抬起玉臂抱住了冷华年的脖子。把我放下来，我的亵衣亵裤还在潭底呢，现在这个样子，要是让嫣儿看见了，我还怎么做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难道菲儿还准备一辈子不嫁人？我们突然这样让她看见，不好。好，你站好，我下去把衣服捞上来。冷华年恋恋不舍地把南宫羽飞放到地上，羞得他转过身子，留给他一个魔鬼般的背影。冷华年下到清潭，把衣物都捞了上来，用灵力将他们的水分瞬间蒸发干，然后体贴地帮他穿上。你现在什么境界？怎么1月不见这么厉害了？黄灵境，因为我体内原本就有地灵境的灵力。地灵境的灵力？怎么会？你不是浑身经络寸断的吗？还是我帮你修复的？我记得修复后你并不能修炼啊。在未央宫，独孤女帝用她地灵境的修为帮我彻底疏通和拓展了经络，她整整花了21天的时间。21天之后，我的境界就提升到了黄灵境。难怪你对她那么好，难怪你会背叛我，还来霍霍我。原来如此。什么叫背叛你？霍霍你？我是喜欢你。喜欢我？你不要命了？连这种惊天秘密也敢跟我说？菲儿，现在你是我的女人，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其实我真正的身份是青兰王的儿子，青兰王国的太子。我明白了，其实初见你的时候我就大致猜到了。菲儿，我的秘密全部都告诉你了，做我的女人好不好？你个混蛋，我还有别的选择吗？南宫羽飞又在冷华年的胸口捶一拳，不过这一拳真的跟挠痒痒差不多，他的心里现在幸福完全压过了郁闷。还叫我混蛋，小心我家法伺候，快叫一声好听的。夫君。冷华年怜惜地将他一把搂到怀中。我们回山洞吧，该吃饭了。温存片刻，南宫羽飞离开冷华年的怀抱。我们的关系先不要告诉嫣儿。南宫羽飞心里多少有些歉疚。你想什么时候说就什么时候说，早晚要知道。两人回到山洞的时候，南宫玉嫣已经准备好了一桌菜。这是三人分开1个多月后第一次聚到一起吃饭。早知道带2瓶1杯无过来了。这顿饭吃的氛围有点怪异。夫君，你今晚能留下来吗？南宫玉嫣1个多月没见冷华年，很想跟他多待一会。
今晚我要回去，因为明日我要跟独孤女帝去白龙谷的回春湖。白龙谷？你不要命了？南宫羽飞一个没忍住，伸手一把抓住冷华年的手腕，随后赶紧缩了回来。南宫玉烟感觉哪里不对劲，但说不上来。夫君，白龙谷的白龙很凶残，进入白谷者无人能够生还，你是想让我守寡吗？南宫玉烟还是将注意力放到了爱郎身上。放心，这次独孤女帝和独孤凤两大地灵境高手会陪我一起去，即便打不过那白龙，想要全身而退也非难事，还是小心一点好。南宫羽飞稳定一下心神，语气恢复了平静。放心，我不会有事。冷华年深情地看了一眼南宫羽飞，他被他的灼灼目光刺得把头扭到一边。冷华年继续看向南宫玉烟。夫君，要像现在这样1个月才能见一次，我真怕自己撑不下去。那怡儿想不想每天都见到我？当然想，可我总不能进未央宫吧？不必那么麻烦，现在一杯无大麦，酒馆生意火爆，我那正缺人手。你到酒馆去当老板娘，我们岂不是每日都能见面了？真的？可是姑姑肯定不会同意我下山的。南宫玉烟先是一喜，又是一忧。我同意。哪料南宫羽飞痛快地答应了。南宫玉烟傻傻地看着这个姑姑，有点不敢相信。不过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冷华年期待地问道。我要跟嫣儿一起下山，一起去酒馆。好，我举双手赞成，让你们2位绝色美人整日住在这山洞，我想想就心疼。我的酒馆有最好的卧室，有最好的饭菜，你们到那尽管享受，店里想待就待，不想待就去逛街，你们在店里负责收钱就行，赚了钱随便花，反正也花不完。夫君，一杯无，这么赚钱？赚钱比造钱机器还来钱快，去了你们就知道了。一会跟我一起下山，我连夜带你们去酒馆，以后你们2人就是酒馆的掌柜。我们做掌柜，那你呢？南宫玉烟有点不解道。我的事情多呢，酿酒只是一部分，还有其他的事等着我去干呢。以后你们等着数钱就行。会不会目标过大，让绣衣使发现了蛛丝马迹？南宫羽飞还是谨慎。这都过去10年了，绣衣使早就罢手了。再说我现在是大央的名人，以后名气会越来越大，我的女人谁敢动？独孤女帝要是知道了我们的身份，她能放过我们？南宫羽飞可是知道独孤女帝的手段，你们对她没有威胁，她不会动你们的。再说不是有我在吗？只要我在，你们就不会有事。夫君，你跟独孤女帝到底什么关系？她能听你的？南宫玉烟有点不敢相信。她听不听我的，我不敢确定。我要保你们的性命没有问题。再说这么多年过去，你们自己不说，谁还能知道你们的身份？好，我们跟你去，哪怕真遇到危险，我们也不会后悔。南宫羽飞一锤定音，要是今天以前，他肯定不会去，毕竟这山洞住了10年，已经足够的安全。可是现在他跟冷华年的关系突破了，要是不能经常见到冷华年，他自己也挨不住。说走就走，也没多少东西要带的。当初姑侄2人逃难出来，身上也没带太多银两，这些年全靠当初2人带着的一些珍贵首饰变卖度日。所幸3人住在山洞，也没有太大开销。一位前长公主，一位亡国公主，2位落难公主，这些年真的是有点惨。冷华年带着姑侄2人回酒馆，不过半路的时候，冷华年带着2人绕到了一个地方——山神庙。叶儿，还记得这地方吗？3人驻足在庙门前。当然，当初就是在这里我们才相遇的。我要进去拜拜。南宫玉烟很庆幸当时执着的要到庙里去看看，要不然他就不可能碰到冷华年。3人进了山神庙，跟10年前没什么变化，依然是一副破败不堪。南宫玉烟还真是虔诚的到神像前跪拜，冷华年直接走到神像后，扒开神像边缘的枯枝败叶，这地方跟10年前没多大变化，他心里总算踏实了一点。慢慢扒开那层土，在1尺多深的位置，发现那枚碧玉扳指还好好的躺在土里，他随手捡了起来，把上面的土擦干净。这是什么？南宫羽飞一直跟在冷华年的身边。青蓝的镇国之宝碧玉扳指。镇国之宝，没错，须弥储物件，里面有我青蓝王国半数宝藏。10年前我逃亡时把它埋在这里的。你可藏得够深的，这10年你还真是忍得住。不忍不行啊，要是让你知道了，这扳指没了，我的小命恐怕也没了。拜完山神的南宫玉烟刚好看到这一幕，赶紧跑到冷华年的身前，他怕南宫羽飞直接对冷华年动手。傻子，你现在把这碧玉扳指挖出来，就不怕姑姑抢吗？南宫玉烟心里很紧张，他可知道姑姑的性格，可能一言不合就要抢了。不会。冷华年淡定地轻轻搂了一下挡在他身前的南宫玉烟。姑姑，你真的不会对他动手？不会，我对谁动手也不会对他动手。为何？这颠覆了南宫玉烟的认知，姑姑何时这么仁慈了？这可是他俩正缺钱的时候。因为我打不过他，我亡灵境，他现在已经黄灵境了。南宫羽飞的俏脸上凸现一抹红霞。什么？
姑姑，你不会搞错了吧？你已经是暴风王国最厉害的天才，现在也才亡灵境，夫君他还这么小，怎么可能达到皇灵境？因为他是天才中的天才。倒也不是，其实当初是高丽总管带我带出来的，他在弥留之际将自己的地灵境灵力采用醍醐灌顶大法全部传给了我，不过我的身体承受不住，差点死了。难怪那会你的奇经八脉都断了，我终于明白了。南宫羽飞一副彻底醒悟的样子。一儿，其实我还有2件事情要跟你说，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南宫羽飞闻言心里咯噔一下，大概猜到冷华年要干嘛，赶紧用眼神制止他，不过冷华年就当没看到。什么事？南宫玉烟被冷华年说的都有点紧张了。一是我现在并非太监，因为修炼了缩阳神功，所以靠着瞒天过海混进了未央宫，我的家伙事还在，以后你也不会守活寡，我们还会有孩儿。真的。南宫玉烟顿时觉得自己的人生更绚丽了，他上前将冷华年紧紧搂住，随后似想起了什么道，还有一件事呢。南宫羽飞是我的女人啊！南宫玉烟张大嘴巴，这信息一时还没消化。有这么吃惊吗？菲儿怎么也算一个绝色美人，我喜欢她再正常不过了。你个坏蛋！南宫玉烟抬起粉拳在冷华年的胸口捶了几下，然后就趴在他怀里不说话了。南宫玉烟不敢看南宫羽飞，南宫羽飞更是不敢看他。冷华年知道这一切还是交给时间比较好，他携2大美女回到酒馆。酒馆的伙计们见老板带来2位老板娘，心中感慨，有钱真的能为所欲为，一个太监居然有2个比花还娇艳的美人娘子。他们要是知道眼前2位都是公主，恐怕得嫉妒的3天3夜睡不着觉。冷华年将2人带到自己的卧室，这是我的房间，你们暂且将就一下，等我从白龙谷回来，如果能回来的话。夫君，你还是别去白龙谷了。南宫玉烟打断冷华年的话，一把抱住他。南宫羽飞也是一脸的忧心。放心，没事的，等我回来，我就在这附近买个大宅子，到时你们晚上就住到大宅子去。冷华年从碧玉班纸里找出2万银票，南宫羽飞和南宫玉烟一人1万。你们这些年受苦了，这钱是你们的零花钱，随便花，千万不要给我省，因为我们后面赚的钱可能怎么花都花不完。夫君，一杯无这么赚钱吗？很赚钱，不过现在产量有限，第一批就剩几千瓶了，你们每天要限制销量，一天最多卖300瓶，等到第2批酒上市，将有100万瓶之多，到时就可以放开卖了。知道了。好了，你们今日经历这么多，早点休息吧，我要回宫里过夜，明天一大早就要跟女帝一起出发去白龙谷。夫君，你一定要小心。南宫玉烟急切地叮嘱道。夫君，小心。南宫羽飞也怯怯地说了一声，她现在像那害羞的小姑娘一样温婉可人，完全没了之前那副不可一世的霸气。冷华年回到承德殿，收拾好了刚准备上床，却发现自己床上已经睡了双凤、独孤凤和小冰雪凤凰。双凤在床上静静躺着，也不说话。凤姐姐，你也在啊？夫君，你最近都没陪人家，我要是不主动一点，怕是连你的人也见不到。怎么会？明天我们不是要一起去白龙谷的吗？到时你眼里只有陛下，哪还有人家？独孤凤居然吃起了独孤女帝的醋，你怎么知道的？我又不是傻子，你跟陛下那么暧昧，我只要不瞎，还能看不见？你跟雪儿在这干嘛？她不让我睡这儿。雪儿乖，去你的窝里睡，今天凤姐姐要睡这里。雪儿无奈下床，趴到自己墙边的窝里，抱着头不服气的睡觉。冷华年下床走到雪儿旁边，蹲下身子轻轻抚摸她的小脑袋，柔声道：凤姐姐是我的女人，她是我们一家人，雪儿不许生气，如果雪儿乖，我明天就带雪儿一起去白龙谷。雪儿露出小脑袋，眨了眨眼睛，点了点头。冷华年怜爱的又摸了摸她的脑袋，说了声真乖。冷华年上床将独孤凤搂到怀里，直接吻住她娇嫩的阴唇。良久，唇分。冷华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将独孤凤的亵衣亵裤脱去。夫君，你要干嘛？你又不能那个。凤姐姐冰肌玉骨，摸着真舒服，可这样我不舒服。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变成真正的男人了，到时一定让凤姐姐成为真正的女人。独孤凤心里一颤，盯着冷华年的眼睛道：夫君，此话当真？当真，我何时骗过你？独孤凤将俏脸贴到冷华年的胸膛，冷华年这样完美的男人却是太监，这是他此生唯一的遗憾，可看样子这个遗憾也能弥补。早点休息吧，明天陛下要是发现你精神不济，他要怪我的。我能摸着我的凤姐姐睡吗？我不知道，我已经睡着了。第2日一早，最早起床的居然是小雪儿，她怕2人把她落下，所以早早就起床等在冷华年的床前了。冷华年也是无奈，洗漱好了连早饭也没弄，直接去锦绣宫蹭饭。独孤女帝看着气色好心情也好的独孤凤，大概猜到是怎么回事。3人一凤用完早膳，直接飞赴白龙谷，
独孤女帝一个人飞，冷华年坐在独孤凤的凤银剑上，雪儿趴在冷华年的肩头。独孤凤知道冷华年跟独孤女帝关系不一般，他也不敢当着女帝的马跟冷华年太亲热，虽然女帝知道这两人的关系。1日之后，三人一凤到达白龙谷。白龙谷说是一个谷，其实只是入口的地方，是个峡谷通道。过了峡谷，里面宽广无比，美地像是一个世外桃源。超级湖泊回春湖在谷的正中心位置，边上绿草如茵，野花遍地。大家慢一点，跟在我身后。独孤女帝走在第一个，冷华年带着雪儿走在后面，独孤凤在最后面。两个人的心思很明显，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冷华年的安全。踏进峡谷才数息，周围的声音突然静了下来。哦，是谁打扰本皇的美梦？都去死吧！天空一只巨大龙爪朝三人抓来，接剑。冷华年赶紧取出灵隐剑，抛给了独孤女帝。女帝伸手抓住剑柄，整个人的气势顿时上去了。华年，你退到一边，凤儿保护好他。独孤女帝手握灵隐剑飞刺龙爪，独孤凤手握凤银剑守在冷华年的身边。陨光，独孤女帝上来就是灵隐剑法。枪，灵隐剑跟龙爪碰都一起发出一声刺耳的声音，谁也没伤到谁哦。该死的人类！一条白龙飞到空中，遮云蔽日，身躯比冰雪凤凰还庞大，超过了100丈。双影，冷华年惊讶的小声说了一句，因为独孤女帝和灵隐剑都不见了。龙影，白龙的100丈身躯也消失不见。凤姐姐，这白龙比大冰雪凤凰如何？这白龙更强，上次陛下可是碾压冰雪凤凰，这次陛下好像不占便宜。独孤女帝跟白龙在空中打得难分难解。凤姐姐，你快去帮陛下，他们这个级别的战斗我有点插不上手。凤姐姐，你跟陛下同样是地灵境，为何相差那么多？陛下800年前就突破到地灵境了，而我突破到地灵境才不足100年，他已经有了800年的沉淀，我跟他比差远了。原来如此，趁着他们大战，我带你去回春湖，你去看一下那水质行不行？如果水质不好，我们叫陛下赶紧撤离，没必要跟白龙死拼。那我们快去。独孤凤绕过两人战斗的战场，带着冷华年来到回春湖。白龙谷看不到边也就算了，连这回春湖也看不到边，这湖的多大？冷华年到了湖边一看，这湖水深不见底，湖面碧波荡漾，一片幽蓝。他伸手舀了一点水尝了一下，精神为之一振。湖水甘甜清冽，凉丝丝的，很好喝，比前世喝过最好的进口矿泉水还要好喝。夫君，这水怎么样？能拿来卖吗？独孤凤看着冷华年，成不成就看他一句话了。能，太能了。回春的功效还没测试，但这水绝对是好水，你尝一下。冷华年舀了一点湖水喂到独孤凤的口中，好喝，清爽宜人。雪儿用嘴指指冷华年的手，冷华年赶紧弯腰给他也舀了点水喝，小家伙喝得心满意足。夫君，我们该撤出山谷了，陛下已经处于下风，那白龙太霸道了。跟白龙已经大战30几个回合的独孤女帝苦不堪言，这白龙非但力量大，龙皮也皮实，灵隐剑都难伤他。不行，我们去帮他分散一下白龙的注意力，减轻一下他的压力。也好，你往谷口撤离，随时准备跑出山谷，我去攻击白龙的尾巴。凤姐姐小心，夫君也要小心。独孤凤握着凤银剑，上来就使出最强一剑，凤翔9天，连人带剑直接冲到高空，然后身子一个倒转，像一道闪电一样朝下刺向白龙的背脊。白龙跟独孤女帝打得正投入，这会余光瞥见有人偷袭他就更怒了。白龙暂且不管独孤女帝，长长的龙尾蓄力，待独孤凤快要刺到他的时候，他一个神龙摆尾直接击中独孤凤，独孤凤连人带剑被击飞数十丈。凤姐姐，冷华年看得睚眦欲裂，赶紧跑到独孤凤身边，将她抱到怀里。我没事，皮外伤。独孤凤哪能没事，她的口鼻都在冒血，她这么说只是不想让冷华年担心。白龙朝着独孤凤冲和冷华年冲了过来。夫君快走。独孤凤从冷华年的怀里挣扎出来，一掌把他送出去10数丈，他自己握紧凤银剑，再次正面冲向白龙。快躲开。独孤女帝一看这架势，独孤凤要拼死重创白龙，她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原本独孤女帝还留着那最强一剑虚无，准备在最后时刻拿出这招杀手锏，看来现在不得不用了。在白龙的龙爪即将跟独孤凤的凤银剑相撞的时候，独孤女帝的灵隐剑后发先至，一下刺中白龙庞大的身躯。白龙的身躯被刺了个大洞，鲜血狂喷，但他确实厉害，并没有被一剑刺成虚无，这完全超出了独孤女帝的认知。白龙喷出的血洒在自己的躯体上，他的躯体慢慢变成红色。白龙边咆哮边变身，他的100丈身躯变成了赤红色，根本不是被血染的红色。这还算完，白龙现在变成了红龙，身上开始冒出红色火焰，这红色原来是火红。受伤的白龙狂怒之下
变成红色火龙。啊！火龙一声咆哮，巨大的龙嘴之中喷出无数团火焰，火焰洒向地上的三人。独孤女帝使出最强一剑虚无之后，灵力耗尽，自己也虚脱了。三人勉强打掉落下来的一团团火焰。红龙咆哮着，这次他冲向了独孤女帝，因为刚才这一剑重创了他。独孤女帝勉强握起灵隐剑，躲都不躲，准备站在原地迎火龙疯狂一击。独孤凤握着凤银剑，朝冷华年大喊一声：“夫君，快出谷！”随即抬剑飞向火龙。刚才关键时刻，独孤女帝救了他，这回轮到他去刺火龙了。他知道自己这一下有去无回，但也只有这样能帮独孤女帝拖一下火龙，才能尽可能为冷华年逃出谷，争取最后的一线希望。可是冷华年根本动都没动，他把雪从肩膀上拿了下来，摸了摸他的小脑袋，柔声道：“雪儿乖，你先到山谷外等我，我们一会出来找你。”他还是低估了雪儿的智力，小家伙摇摇脑袋，并没有要离开山谷的意思。说时迟，那时快，冲在最前面的独孤凤已经被火龙一掌拍飞，他人飞在空中，口中的鲜血喷溅，而后砰的一声重重摔到地上，再无声息。火龙的动作没有一丝迟滞，继续朝独孤女帝扑过去。独孤女帝灵力耗尽，朝着冷华年大喊一声：“华年，快出谷！”而后他勉强使出双影，就在他消失的瞬间，火龙的利爪也到了。火龙虽然失去了独孤女帝的位置，不过他是万年神兽，从小到大就是一路战斗过来的，经验极其丰富。他预判一个大致位置，一爪横扫，正好拍在独孤女帝的手臂上。独孤女帝本来就没了灵力，这一下直接被拍飞，正好摔到冷华年的身前。冷华年赶紧蹲下身子抱住他，他还未完全失去意识，眼睛半眯着看着冷华年：“你怎么还没走？你们在这里，我怎么可能独自逃走？今天能死在一块，我很满足。锦瑟，下辈子我要娶你。”独孤女帝咳了两下，嘴里鲜血涌出，可冷华年毫不在乎，他在她带血的唇上轻轻一吻，柔声道：“一会来陪你。”他从独孤女帝手中取下灵隐剑，一招双影瞬间消失，他在慢慢靠近火龙。哦！火龙又是一阵咆哮，他似乎感到了不安。冷华年直接尝试灵隐剑的最强一剑虚无，他之前还从来没有使出过这一招，今日他将身体的潜能全部激发出来，情况不好不坏，这一剑虚无也是不伦不类，已经算是不错了。地灵境才能使出的虚无，他在黄灵境就能使出来，虽然效果差强人意，灵隐剑触及火龙之时，连他身上覆盖的焰火都没能破开。也难怪，这龙身躯实在强悍，独孤女帝使出虚无，也就在他身上刺了个窟窿而已。冷华年毫无悬念地被火龙的罡气弹开，从哪来回哪去，他跌落到独孤女帝身边，浑身酸疼，口鼻也被震得冒血。傻瓜，叫你走不走？你留在这就是等死。冷华年爬过去，将独孤女帝抱到怀里，一起共赴黄泉，挺好的，可惜够不到凤儿，我想将她也搂在怀中，这样她走在奈何桥上就不会太孤单。花心鬼，到死还放不下别的女人。独孤女帝拿手在冷华年的腰间拧了一下，两人搂着，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竟出奇的镇定和坦然。后悔吗？独孤女帝用手触摸着冷华年的脸庞，后悔晚生了几年，后悔我们没有早点相遇，后悔没真正拥有我的锦瑟。下辈子吧，要记得我这张脸，化成灰也忘不了了。火龙还真想把这三人都化成灰呢，只见他张开龙口，喷出死亡龙息，空中遍布团团火焰，像颗颗流星般坠落。3息之后，方圆数10丈之内都将被点燃，整个地面将彻底淹没在火海之中。冷华年、独孤女帝、独孤凤都将无处可藏。锵锵，一阵穿金裂石的声音震得大地颤动。冷华年循声望去，一只100丈之长的冰雪凤凰喷出一团冰雾，冰雾跟火团纠缠在一起，一起消失不见。冰雪凤凰，他怎么来了？冷华年有点想不通，关键时刻冰雪凤凰怎么会出手帮忙？傻瓜，他的孩子在这呢，就算不为你，他也不能眼见自己的孩子被烧死。冰雪凤凰跟火龙2只神兽，这下算是遇到了真正的对手。火龙其实更强，但是他身子被刺了个窟窿，被迫进入狂暴状态。此刻2只神兽打得难分难解，冷华年的眼中却只有独孤女帝。你一点都不关心他们谁胜谁负？我当然是希望冰雪凤凰能赢，我跟锦瑟还没出狗呢。冷华年居然在如此情形之下吻上独孤女帝的带血阴唇，那边打得地动山摇，这边两人平静如水，甚至还有闲心腻歪。雪儿跑到冷华年的身边，她看到冷华年的样子，感觉不大妙。冷华年将雪儿拉了过来，指着战斗中的大冰雪凤凰道：“雪儿，看到那只跟你一样浑身雪白的凤凰了吗？她是你的妈妈。”妈妈。雪儿虽然迷茫，不过看到那只大冰雪凤凰，她也很奇怪，为什么她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火龙身上的狂暴气息在衰减，即便如此，冰雪凤凰也没占到多少便宜，
白龙实在太强了。火龙身上的火焰渐渐熄灭，身子也由红色慢慢蜕变成白色。两只神兽，一只火属性，一只冰属性，打得难分难解，所有技能都释放了一遍。砰！一声巨响之后，谷中彻底平静下来。白龙已经消失不见，地上躺着一个浑身不着一缕的女子，肌肤胜雪，跟白龙一样白。冰雪凤凰躺在一边，眼睛极已合上，生死不知。现在整个谷里，冷华年倒成了最健康的那个人。他提起灵隐剑，慢慢走向躺在地上的那个女子。他把灵隐剑架在女子的脖子上，女子的胸口有个洞。冷华年基本可以肯定，这就是白龙。白龙为何会变成女子形态？冷华年百思不得其解。算了，杀了再说。这白龙太可恨，居然伤了自己的女人。就在冷华年准备抹他脖子的时候，他的那双美眸悠悠睁了开来，然后就这样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冷华年。你是白龙，闭上眼睛吧，我要送你上路了。冷华年感觉自己的话有点可笑，像是在给人宣判死刑。女子不管脖子上的灵隐剑，伸出手臂环住冷华年的脖子，然后把冷华年的唇凑到了自己的娇嫩阴唇上。冷华年做梦也没想到龙女会这么奔放，原本握剑的手悄悄松了开来，龙女感应到了，吻得更加热烈。良久，唇分。冷华年望着怀中不着一缕的龙女，确实是个美到极致的女人，要脸蛋有脸蛋，要身材有身材，身边的女人恐怕也只有独孤景色能跟她媲美了。冷华年是个怜香惜玉的人，如何下得去手把一个刚吻过的女人杀死？不过冷华年现在也没工夫管她，他来到冰雪凤凰身边，轻轻摸了摸她的脑袋。她受了重创，身躯缩小了很多，冷华年一下就能将她到怀中。她悠悠睁开眼睛，冷华年松了一口气，她还活着。冷华年朝孤独女帝那边的雪儿招了招手，雪儿一下就飞了过来。他把雪儿放到冰雪凤凰的怀中，对她说了声照顾好你的妈妈，是她救了我们。然后他走去看独孤凤。在场所有人伤得最重的就是独孤凤。冷华年脚步很慢，他怕独孤凤已经离他而去。天可怜见独孤凤的胸口还在起伏，还有气，只是晕过去而已。冷华年松了一口气，将她抱了起来，朝独孤女帝走去。你不杀她？独孤女帝对冷华年的决定当然不满意。冷华年无言以对。他一个吻就把你俘虏了，你这人就是太怜香惜玉。他或许对我没有大用，我去问他点事。你小心，他要是恢复了，可能会伤害你。不会的，我已经确认过他的眼神里没有杀意。冷华年再次走到龙女的身边，他的气色已经比刚才好了些。神兽果然是神兽，抱我到回春湖。龙女向冷华年张开了双臂，冷华年将她抱了起来，慢慢走向回春湖。湖水有点冷，你确定要到湖里去？确定。我泡了回春湖的湖水，身体很快就能恢复。你不怕我待会杀了你？冷华年摇了摇头。你为何这么自信？你的眼中没有杀意。冷华年将龙女放到回春湖中，虽然湖水很冷，可龙女依然是如龙的水。去把他们都抱过来，泡在水里，能助他们愈合伤口，恢复身体。真的有用，不然他怎么会叫回春湖？明白了，多谢你提醒我，你很漂亮，我很喜欢。冷华年对着躺在水中的龙女低头又是一吻。冷华年把独孤凤、独孤女帝、冰雪凤凰都抱到回春湖中，是他告诉我你要这样做的。孤独女帝还是保存了一丝警觉心。水有点冷。冷华年也下到湖中，凉凉的，浑身有说不出的舒畅。龙女没有说谎，这水居然能促进伤势愈合，难怪这湖叫回春湖。冷华年觉得身上的疼痛越来越轻，怀中独孤凤紧皱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他缓缓睁开眼睛，发现正躺在爱郎怀中，身上竟没了多少痛苦的感觉。醒啦？还难受吗？不难受，夫君，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们这是在湖里。这湖水是疗伤回春的圣水。你看，大家都躺在湖里恢复元气呢。独孤凤果然发现大家都躺在回春湖中。红龙呢？他没把你们杀了？怎么可能？独孤凤想起火龙那狂暴的力量，一阵后怕。看看雪儿边上的是谁？冰雪凤凰。不错，要不是他及时赶来，我们恐怕都没命了。红龙被他杀了。红龙跟冰雪凤凰差点同归于尽，都受了重创。冰雪凤凰身子无限缩小，红龙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女人，她就在那里。还有这等事？神兽的事情怎么都不奇怪。那他现在在这干嘛？跟我们和谐相处，好像也没什么不和谐。这里本来就是他的地盘，我想法子让回春湖变成我们大家的地盘。他肯同意。他要是再变成火龙，我们谁能抵挡住他？我把冰雪凤凰留下，加上陛下还有你，3个人对付火龙绰绰有余了。在一起搞个2败俱伤。不会了，谁都不是傻子。冷华年慢慢游到独孤女帝身边，一下就将她抱到怀里。独孤女帝在劫后余生之后也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面对冷华年的热情如火，他并没有一丝抗拒。陛下，我终于能活着拥有你了。冷华年的一句话令边上的龙女和冰雪凤凰默契的相视一笑。冷华年旁若无人的直接吻住独孤女帝娇嫩的阴唇，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劫后余生的感觉真的太好了。独孤女帝的内心甚至想成为冷华年真正的女人，可惜良久唇分。龙女，看清我娘子的脸，以后不准对她动手。冷华年捧着独孤女帝的俏脸，朝着龙女道：我早过了惹是生非的年龄，今日是你们闯进我的领地，我这属于自卫。你说的也有道理，你化成人形，狠损道行吧。冷华年看着龙女，身材果然诱人。是啊，我要不化成人形，就要被你一剑杀死了。龙女面对冷华年的灼灼目光，似乎并不介意。你这么了解男人，你们龙族女人都那么奔放吗？你这是在侮辱我，我之前从没化形过，也没跟男人如此亲近过。龙女看似奔放，可那也是她生命之中的唯一一次，因为她一路走来，从未遇到过如此困境。如此神兽居然被逼入绝境，简直匪夷所思。龙女，你之前跟人亲吻过吗？我才第一次化形，怎么跟人亲吻？这是我的初吻，你赚大了。你既然跟我亲吻了，你以后就是我的女人了，这一辈子都只能被我亲。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你会看到我的本事的。冷华年朝龙女眨了下眼睛，转头看向冰雪凤凰。凤凰，这次真的要感谢你，要没你，我可能又要重开了。我可不是为了你才出手的。冰雪凤凰的性格跟她外形一样高冷。这个我知道，你是为了你的女儿小冰雪凤凰。冷华年朝雪儿游过去，将她搂到怀中，小家伙的羽毛全湿了。混蛋，谁跟你说我是她的妈妈？我是她姐姐。冰雪凤凰有点无力，居然被人类这样误会。姐姐，我特么怎么娘亲变姐姐了？难道之前完全是我在想当然？冷华年看看独孤凤，独孤凤看看独孤女帝，独孤女帝又看看冷华年，这个误会有点大，不过也说得过去。凤凰，那你父母呢？被凤族背弃，死在了金乌族的手里。凤凰思及父母惨死，脸上满是哀伤。怎么回事？金乌太子选妃，无意间看上了我，要纳我为妃。我爹是凤族族长，怎么可能让我嫁到口碑差到极点的金乌族？何况还是当妃子。可凤族一众长老迫于金乌族的压力，居然剥夺了我父亲的族长之位。我们一家还被赶出了凤族，刚出凤鸣山就被金乌一族截杀。我父母寡不敌众，父亲将穿越星界和我妹妹，就是之前那个巨蛋，交给我，然后拼着自爆将我们送走。你们不是这片大陆的。我们来自上天界风之域。上天界？你来自上天界？冷华年的目标就是飞升上天界，这下找到引路人了，心中有种想要一把抓住他的感觉。你来虚灵大陆多久了？一直躲在白龙谷。我正好穿越到了虚灵大陆，虽然有穿越星界护持，但为了保护妹妹，还是受了重伤。因为穿越星界只能承载一个生命体穿越，妹妹那时虽然还只是个蛋，但也是一个生命。看来你们能活着到这里，算是奇迹了。我受了重伤，也许冥冥之中一切皆有定数，我正好坠落在了回春湖，然后慢慢在那恢复伤势，恢复元气。那雪儿怎么5000年都没孵化出来？冷华年看看雪儿，好家伙，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在蛋里待的时间最长的生命。巨蛋在穿越过程中受到了伤害，雪儿从蛋里开始就先天不足。后来我决定为她找个好的孵化场所，找遍虚灵大陆，结果找到了万仞雪山。难怪呢，我要谢谢你，没有你，或许雪儿永远孵化不出来。冰雪凤凰给了冷华年一个感激的眼神，这对他而言已经是表达谢意的极致了。怎么会？我什么都没干，只是把她带回家，放到床边。因为你身上有着最强的纯阳气息和最旺的气运，雪儿跟你在一起几天就达到了圆满。什么纯阳气息？你跟一个小太监说纯阳气息？陛下，你可别听他的胡言乱语。独孤女帝眼睛微眯，盯得冷华年心头一颤。龙女，你也是神兽，你说凤凰是不是在胡言乱语？终于还是瞒不过他的眼睛。傻瓜，我要不是能看透你是气运之子，怎么可能主动亲你？龙女摊牌了，你的功法确实神奇，下面时隐时现的，不过怎么可能瞒过我的眼睛？冰雪凤凰的眼睛太毒了。独孤女帝直接扑过来，在冷华年的肩膀上咬了一口，不过不是因为生气冷华年骗了他，他其实是高兴的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混蛋，我说你身上的阳气日盛，原来你是个假太监。陛下可别听他。冷华年一句话还没说完，独孤女帝唰的一把龙爪手将他拿捏住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这个那个，好吧，我其实这2天就想跟陛下坦白了。冷华年有点感慨，上天界的神兽太牛了，一下就看透了自己。难怪你整天色心满满，我当时还纳闷呢。独孤女帝心里唯有庆幸，有种中了大奖的感觉。陛下，夫君他真的是真男人。
独孤凤也不淡定了。冷华年是小太监，这是他此生的唯一遗憾。当然，不信你来拿捏他一下。好了，当着龙女和凤凰的面，你们两个还是给我留点面子吧，免得让他们笑话。我才不会笑话，哪有女人笑话自己男人的？龙女化形成人，似乎性格也温柔了许多。龙女，你真要当我的女人？人家都为你化形了，那还能有假？你不知道在我们龙族，第一次化形必须在自己的爱人面前吗？我不知道，只是感觉有点突然。你不会也来自上天界吧？当然，我来自上天界龙之域。第46章白龙冰凤。龙之域，你们怎么都是来自什么域？上天界有很多域，每个域的面积超过100个虚灵大陆。上天界这么大，冷华年听了直啧舌。外面的世界确实很大，相比而言，虚灵大陆只是弹丸之地。龙女，那你怎么会到虚灵大陆？我把龙族太子宰了，拼死逃出龙之域，最后流落到了虚灵大陆。漫长的逃亡之旅让我伤痕累累，幸亏掉落回春湖，这些年才慢慢把身子养好。我应该比凤凰晚到虚灵2000多年。这么多年，你们从没碰过面？冷华年有点诧异，毕竟一片天地里很难容得下2只神兽，除非是情侣。没有，自从我进了白龙谷，一时就离不开这回春湖了。我的伤太重，伤及根本，要没这回春湖水，别说伤愈，我恐怕都已不在世间。难怪都说白龙谷有白龙，白龙离不开白龙谷，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你的伤彻底好了吗？还没，或许还要等些时日。龙女，我们准备把这回春湖的湖水灌装到瓶里，然后卖往全国各地，你不会有意见吧？我有什么意见？你看这回春湖无边无际，这里的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取多少我都无所谓。好，明日开始装水。华年，水的名字想好了吗？回春泉。中规中矩，有这回春2字就行。这水富含矿物质，既能促进身体机能，关键还能治伤，甚至使人年轻。这水这么神，那应该叫回春神泉。还是低调一些，假如这水不行，那我肯定要在名字上搞个噱头。但这水很神奇，就反而不需要我花心思了。我只要保证产量跟上，水源源不断的运往全国，甚至整个虚灵大陆。人们饮用过之后有好的效果，必然会口口相传。到时我们的水恐怕还不够卖。华年，你才16，真不知道你的脑子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鬼主意。独孤女帝看着冷华年，感觉他比回春湖的水还要神奇。我要是不够优秀，怎么配得上我的景色？冷华年跟独孤女帝挑明关系之后，都不再称臣了，连称呼有时也改成了景色，显得无比亲近。你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这个也没什么技术难度。回春湖的水是天然矿泉水，水质好到可以直接饮用，所以省去了过滤环节，直接装瓶就行了。冷华年之所以找最好的水源，就是只想当水的搬运工。瓶子也准备好了，我已经提前设计好，在酿酒的时候已经开始批量生产瓶子。你的计划很完美，有没想过如何将水运到各地？全国各地的销售网点已经在铺开，这个只要销量上去，开的网点越多赚的就越多。卖酒和买水同时进行，资金会不会有压力？现在大央的国库实在拿不出多少钱了。为了景色，我愿意自掏腰包。看看这是什么？冷华年终于还是将碧玉扳指拿了出来，递到独孤女帝的手上。扳指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宝藏？你究竟是何人？独孤女帝神识探进去一看，着实被吓到了，这比他的大央国库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姓冷，是青蓝王国的太子。冷华年看着独孤女帝，想看看她是如何反应。华年，你不怕我杀了你？独孤女帝内心震动，不过她久居高位，表面还是风平浪静。我既然敢把碧玉扳指拿出来，就有绝对的把握。景色舍不得伤害我，难怪有那么多优秀的女人喜欢你。你不光有样貌，有才华，你的气度也令人赞叹。我没看错你。冷华年趁机游到独孤女帝的身边，将她揽入怀中。女帝也没因为边上有人而抗拒。独孤凤在边上已经有点看傻眼，自己的爱郎居然是青蓝王国的太子。青蓝王国被我毁了，你不恨我吗？独孤女帝看着冷华年的脸庞，以前肯定是恨的，可我碰到景色之后，发觉对景色的爱完全超越了恨，所以现在我对景色没有恨，只有爱。冷华年的内心是，青蓝王国的仇跟我冷华年有何关系？独孤女帝当众赏了冷华年一个吻，她轻轻吻在了他的唇上。冷华年跟他拥抱一下，然后松开，边上还有好几个女人呢。现在我说说自己的想法，龙女正好要待在白龙谷，如果回春泉大卖，别人很容易就会联想到回春湖，到时可能会有很多势力来这里抢夺资源，所以龙女在龙之谷正好一举两得，既能调养身子，又能守护水源。龙女，我这样安排你可赞成？我没问题，正好要待在这里，有我在，除了你的人，别的任何人休想踏进白龙谷一步。很好，接下来说说运输的问题。如果回春泉反响好，
那么后面的对他的需求量可能会是天文数字，有可能是上亿瓶，甚至几十亿瓶。这么多，运到全国各地确实是个问题。这个是说难，其实也不难，将装好的回春泉放进储物戒指，然后由凤凰送到全国各地。冷华年看了看冰雪凤凰，你可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冰雪凤凰给了他一个白眼。凤凰，我们的关系不一般，因为小雪的存在，我们可能要羁绊一辈子。还有一点，将来我飞升上天界，定会帮你报这血海深仇，欺负过你的，伤害过你父母的，我一个不留，全帮你杀干净。你能有那么厉害？你恐怕无法想象我仇家的强大。不就是金乌族吗？我定为你灭了他们，还有你们凤族，背刺你父母的长老我也会一一收拾他们。你的口气很大，可我依然怀疑。你不用怀疑华年，他从出灵境升级到黄灵境只用了21天。什么？龙女和凤凰这次是异口同声叫了出来。所以你们应该能看到他的潜力，等到了上天界，他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承诺。独孤女帝自己反正非常看好冷华年，她觉得再没一个人比他厉害。我相信他，我能主动吻他，其实是遵从内心的声音，他会成为最强者。如果之前龙女还有点不确定，那此刻他跟独孤女帝的想法已经完全一致。好吧，我也别无选择，只是你让龙女在这歇着，却让我去当苦力，这不公平。冰雪凤凰虽然落难，总归还是有自己的骄傲。龙女是因为暂时离不开白龙谷，你飞行应该不累吧？这虚灵的天空，你瞬间就能去想去的地方，你不觉得让我干这些有些大材小用吗？凤凰还是有点不大满意。你可别小看回春泉，我们做的是一桩超级大买卖。再说我们积累了财富，到时对付仇人也有底气。看在你对雪儿这么好的份上，我就姑且帮你一回。多谢。对了，我还不知道龙女和凤凰的名字呢。我叫冷华年，你们有名字吗？我叫龙溪，你可以称我赤龙女皇。龙女自刎过冷华年之后，脾气也收敛了许多。你不是白龙吗？狂暴状态下我就成了赤色火焰之龙。我看到你的威力了，简直是大恐怖。所以以后你不能负我，否则你知道后果。怎么会？喜欢你还来不及呢。冷华年在他手背上拍了2下，转头看向冰雪凤凰。我叫洛冰，你帮我的妹妹正好起了雪儿这个名字，那她就叫洛雪了。她叫雪儿，你以后就叫冰儿吧。冷华年觉得这样比较顺口。你这样让人误会，好像我成了你的女人似的。洛冰嗔怪地看了一眼冷华年，并没有生气的意思。等你哪天化形成美人，也不是不能考虑。好色之徒。洛冰轻骂一句，转头将雪儿搂到怀中。雪儿眨巴眨巴眼睛，看看姐姐，又看看冷华年，不知道他的小脑袋在想什么。既然事情已成，那我们先回去，明日华年带人过来。独孤女帝左右看了看，龙溪，你能变回龙吗？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你留下来？放心，我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话音刚落，龙溪又变回了白龙，不过这次身躯并没有100丈之长，他的身躯也是可大可小，随意变化的。那就好，洛冰跟我们一起回未央宫吧，正好你能多陪陪雪儿，顺便可以教她本领。洛冰在外面漂泊多年，这次有个落脚的地方，他内心是愿意接受的。龙溪，那我们先回去了，等你身子全好了，就跟我回未央宫，跟我一起生活。冷华年摸了摸白龙的龙手，竟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下。龙溪点了点头，心中很是感动。洛冰身子便大成数丈，示意大家上去。冷华年抱着雪儿、独孤女帝、独孤凤一起上了冰雪凤凰宽广的背脊，翅膀轻轻扇了几下，冰雪凤凰的速度就像瞬移一般，只花了来时1半都不到的时间，便回到了未央宫。华年，明日你还有要事，今日回去早些歇歇，等你回来，来我锦绣宫，我要好好犒赏你。独孤女帝给了冷华年一个你懂了吗的眼神。冷华年点点头。其实今日独孤女帝得知了冷华年并非太监，而是完整的男儿身，她很想回宫后让冷华年好好陪陪她，不过她未经人事，心里终究有些害怕，所以今日虽然有些期待，但还是更想当一回逃兵。独孤凤也给了冷华年一个暧昧的眼神，冷华年朝他眨了下眼睛表示回应。独孤女帝和独孤凤都走了，承德殿就剩下冷华年和2只冰雪凤凰。冷华年，你这里能沐浴吗？洛冰羽翼扇了2下。我们不是才从回春湖出来的吗？你怎么又要沐浴了？其实我有洁癖，刚才载了你们，我要不洗一下，心里过不去那道坎。洛冰有点不好意思。你也太够意思了，有洁癖还让我们坐你背上。冷华年心中对洛冰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说实话，他能做到那一步很不容易，一般人想象不到。有时候对别人的感情会超越很多东西。哦，泡温泉可以吗？我自己造的温泉池，里面的水跟万仞雪山山顶的温泉池差不多，你去感受一下。洛冰点了点头。冷华年将他带到温泉池，然后帮他关上门，自己回房间陪小雪儿玩耍。雪儿，
今日找到姐姐，开不开心？小雪儿还不会说话，不过能听懂，对着冷华年点了点头。闹了个大笑话，一直以为她是你的妈妈呢，没想到居然是你姐姐。你们俩可能是有史以来年龄差最大的姐妹了，恐怕超过了10000岁。雪儿，看来我是你的福星，要不是我，你可能还要待在壳里很久。所以以后你要乖乖听我的话，我是你最亲的人，是不是？比你姐姐还亲，对不对？雪儿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或许是因为她出壳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冷华年，所以跟她特别亲。两人正玩得起劲，一位头发湿漉漉的白衣仙子慢慢走进了房间。冷华年顿时呆住了，因为仙子美得令人炫目。洛宾，是你吗？白衣仙子点了点头。你怎么化成人形了？冷华年现在也有点懂这些神兽了，不是在最信任的人面前，甚至是有好感准备以身相许的人面前，神兽是不可能化形的。喜欢吗？洛宾在原地转了一个圈。喜欢，明明是神兽，化身后却是那么的飘飘似仙，很好看。我在你面前化形，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你要以身相许。冷华年一直淡定的心也忍不住砰砰直跳，因为眼前的白衣仙子实在太美了。同为神兽的龙息是爆炸性的美，极端诱惑，而眼前的神兽洛宾化形后却是冰清玉洁，一副不可亵玩，超凡脱俗。雪儿盯着洛宾，一脸迷茫。雪儿，我是姐姐。洛宾走到雪儿跟前，在她的小脑袋上摸了摸。雪儿点了点头，扇了扇翅膀，然后乖乖趴到自己的窝里。在她的脑海里有女人留宿，那她就只能睡自己的小窝。洛宾把头发擦干，神态自若地爬上了床。冷华年的心剧烈地跳动了2下，这样超凡脱俗的冰仙子难道要跟自己同床共枕？幸福来得太突然。洛宾，你今晚要跟我睡一张床？还有别的床吗？好像没有哦。冷华年躺下，侧过身子看着近在咫尺的美人，柔声道：谢谢你喜欢我。你怎么知道我喜欢你？洛宾的这话令冷华年有点懵。你都跟我睡一床了，这还不是喜欢？感觉啊，至少你愿意靠近我，愿意跟我同床共枕。要是我不是你喜欢的人，你恐怕连看一眼都不愿意吧。我没跟人谈过情说过爱，我对你是有点好感，但还没彻底爱上你。在我彻底爱上你之前，你不能碰我。洛宾看着冷华年那双明亮的眼睛，心中一阵悸动。我可以搂着你睡吗？只是搂着。洛宾其实也想靠在冷华年的怀里，冷华年顺其自然将冰仙子拥到了怀里。睡觉。冷华年吹灭了红烛，在他白皙如玉的额头轻轻一吻。你吻我了？蜻蜓点水之吻。哪天你想要真正亲吻了？我。冷华年感觉自己的唇被一张柔软的唇给堵住了，他没想到洛宾会主动吻他。他的动作很生涩，毕竟是初吻，还好有冷华年。良久，唇分。洛宾小心脏扑通扑通直跳，他的情感世界还是一片空白。今天直接跳过很多环节，进入最亲密的环节。他的情感世界冰封万年以上，从没遇到过令他动心男人，但冷华年是个例外。两人原本是仇人，冷华年曾经拿巨蛋威胁过他，还把那蛋带回了未央宫。也正因为这个蛋，洛宾一直在跟踪冷华年。后来妹妹居然被孵化出，他对李华年的恨意也慢慢消失。冷华年对雪儿很是宠溺，有时洛宾看了都眼馋。今日洛宾能在关键时刻出现在白龙谷，其实并非偶然。洛宾觉得冷华年跟别人很不一样，样子看了心头喜欢，忍不住想靠近他。当然他对妹妹好也是主要原因。他今日化形成白衣仙子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心中对冷华年有好感，还有无限的期待。他觉得冷华年能带着她们两姐妹重返上天界。无依无靠，漂泊万年，洛宾终是想要靠在一个温暖的胸膛了。两人相拥着进入梦乡，这是这么多年来洛宾睡得最踏实的一个夜晚，就像梦一样。清晨，当他睁开那双灵动的眼睛，发现冷华年就在眼前看着他，他的俏脸莫名一红。晚上跟白天完全是两个感觉，他现在能清晰地看清眼前男人的脸庞，每一丝每一毫。醒啦，我们吃了早饭便出发。两人似相敬如宾的爱人，冷华年很享受这种特殊的感觉，洛宾也沉醉其中。他感觉之前这么多年有点白活了。冷华年带着人去回春湖，回春泉开始大批量灌装。傍晚时分，洛宾张开羽翼，再次成为百丈冰雪凤凰，将一天之内灌装好的10万瓶回春泉带往大央数十个大城市。因为有了一杯无珠玉在前，当回春泉在大央全面上市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愿意去尝试一下。回春泉的定价是100文一瓶，相当于半瓶百里香酒的价格，这对一瓶水来说已经完全是天价。开始2天回春泉的销量没有一杯无那样引起哄抢潮。第3天后，情况却出现了大转折。之前买过回春泉的人觉得这是神水，喝了回春泉腿不疼，腰不酸，有伤治伤，有痛消痛。最为吸引人的一点是，
喝了回春泉能让人变年轻，这才是真正的回春。众口相传的威力是恐怖的。虽然这回春泉价格不菲，但第4日开始还是出现了类似一杯无的抢购潮。不过这次冷华年早有准备，毕竟回春湖的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有足够的人手，只要瓶子的生产跟得上就没有问题。不过这段时间苦了骆宾，每日都要在大央飞来飞去的送货，冷华年有点不好意思，这是把神兽当苦力使。不过骆宾倒还觉得很有意思，他发现回春泉卖疯了，自己的心上人这商业头脑真是厉害，这已经不是数钱数到手抽筋可以解释的了，这钱多的压根来不及数。一杯无核回春泉在大央全面开花，大获成功，冷华年终于迎来了独孤女帝的巨额回报。当独孤女帝叫他去锦绣宫的时候，他知道好戏要上演了。推开锦绣宫的大门，居然没有宫女迎接他，有点反常。冷华年找了一圈，一个人没找到，最后到浴室附近听到水声，他开门发现温泉池中坐着一位女子，背对着他，正往自己冰肌玉骨般的白皙肩头浇水。冷华年当然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独孤女帝。锦瑟，我来了。独孤女帝闻言回眸一笑，这一笑天地失色，倾国也倾城。进来。冷华年如闻圣旨，除去衣裳，一下就到了温泉池中。如果说冷华年要从认识的女人中挑出一个最吸引他的女人，那这个女人必然是独孤景色。人美到极致，气场足到可以压制任何男性，还有上位者的光环。冷华年觉得自己不是简单的抱着一个女人，而是抱着一个人间宝藏。你个坏蛋，居然这样堂而皇之的混进了未央宫。独孤女帝望着眼前这个再也不是太监的真男人，心中情思涌动。他又何尝不想有个好男人来疼爱他？这一路走来，他都是以最强者的姿态独行。我要真成了太监，损失最大的就是我的景色。讨厌鬼！景色，今天你就要成为我的女人，你还紧张吗？独孤景色摇了摇头，脸儿微青，深情地凝望着眼前这个男人。做我的女人吧。独孤女帝将守护了2000年的处子之身献给了冷华年，在这一刻没有女帝，只有女人。冷华年心中感慨万千，原本是被南宫羽妃送进未央宫当卧底，刺杀女帝的，结果女帝成了自己的女人。夫君，从此以后你就是景色的夫君了。独孤女帝将俏脸贴在冷华年的胸膛，听着他的有力心跳，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在心间萦绕。从此以后，景色就是我的娘子了，不许负我，待我飞升。哪怕我负天下人，也不会负我的景色。夫君，我灭了青蓝王国，心里总有些过意不去。国之战无对错，你也不能等着任人宰割。你能这样想我很欣慰，我倒是要为你们冷家多生几个孩儿。生个10个8个。冷华年憧憬着未来父慈子孝的场景。夫君，你不怕我身材走样？独孤景色，你是虚灵大陆最超然的存在，生再多孩子依然是那个最美的独孤景色，你的身材永远不会走样，你的嘴比蜜糖还甜。娘子，一杯无核回春泉已经大获成功，这样下去大央不会缺钱，跟冷月帝国的这场仗还打不打？当然打，明日开始增兵北上。哦，要不要我去前线搅和一下？不必了，夫君，别忘了我们的终极目标，飞升上天界，长生不死。你之后要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修炼之中，飞升上天界我就指望你了。指望我？娘子，你太高看我了，我才黄灵境，而你已经是虚灵的最强者。夫君，我不是信口开河，也不是曲意逢迎，我已经2000岁，而你才16岁，我在虚灵的路一眼就能看到头，而你还拥有无限的可能。娘子，你能成为虚灵第一人，也是绝对的天才，我怕会走上你的老路，再过2000年依然困在这虚灵大陆，所以你要努力修炼，争取早日飞升，带我一起飞升，不然我终将埋葬在这片大陆。我知道自己的目标了，今日有酒今日饮，明日开始我要好好修炼。好，那景色就舍命陪夫君。冷华年闻言用食指在独孤景色挺拔的鼻梁上刮了一下，道：娘子是最美的花，我联系还来不及呢，哪要你舍命？夫君，你怎么什么都懂？这个可能跟我修炼的缩阳神功有关，还有一个就是在此世上的悟性，你知道的，我修炼悟性也高，这些事都是相通的。好了，反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女人一旦把身子给了男人，就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谦虚，你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呼风唤雨。两人相依相偎，这是一个令两人永生铭记的夜晚。一杯无核回春泉已经成了大央帝国，甚至国外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一杯无改变了百里香和吴醒春两家独大的格局，现在成了三足鼎立。一杯无还占据了大头，冷华年一直在扩大一杯无的产能，现在一杯无在全国的日销售量已经达到了5万瓶。冷华年什么都不愁，只愁产量。回春泉真的是一家独大，靠着神奇功效，回春泉已经占据了全部的市场。没错，
是全部，因为别人还没想到靠一瓶天然矿泉水就能赚大钱。大央帝国这边风光无限，独孤女帝救了多少年的心终于放下，她庆幸自己遇到了冷华年，现在大央国库日益充盈，她也有了对抗冷月帝国的底气。冷月帝国就不一样了，冷月女帝蓝梦妖的心态刚好拐了个弯。月神宫，冷月女帝蓝梦妖跟冷月圣女蓝小庆正为此事犯愁。切儿，大央正在快速崛起，别的不说，财力这一块我们冷月已是望尘莫及。蓝梦妖原本对大央并没放在心上，毕竟冷月的资源，尤其是灵石资源相当丰富，可大央的一杯无核回春泉打入了冷月，现在冷月的子民为了这2样东西，把手中的钱和灵石都送出去了。陛下，要怪就怪那个冷华年，这2样东西都是他搞出来的，要没有他，何至于会打破这个平衡？蓝小庆撅着小嘴，最近女帝烦心，脾气不好，殃及到了他这条池鱼。那是人家的本事，再过几日西燕婚使团就要到蓝月城，我们要想对抗大央，只能选择跟西燕联姻了。联姻？冷月就我一个圣女，难道要我嫁去西燕王国？陛下，妻儿不想去西燕，这也是没办法，要是没有西燕的助力，跟大央一战，我们要吃大亏。陛下就忍心让我成为联姻的牺牲品？西燕有什么好的？他们的婚使团先去了大央，人家根本没理他们，我们冷月为什么要理他们？我们就低大央一头吗？妻儿，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谁让大央出了个冷华年呢？陛下，妻儿有个主意。什么主意？讲。妻儿去大央，把那个冷华年拐到蓝月城来好不好？你确定要为了一个男人牺牲色相？再说，你能保证成功？陛下，我们雪狐决定招惹哪个男人，还没听说哪个男人能抵挡的。那你小心，安全第一，毕竟要到人家的地盘上去。谢陛下关心。蓝小庆对着蓝梦妖一脸的感激。假如不能带来冷华年，回来后乖乖嫁去西燕王国，2位王子随你挑。陛下，不成功便成人，若不能将冷华年带蓝月城，妻儿甘愿受罚。冷华年最近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连独孤女帝都被他拿下了，以后再虚灵就是一马平川。他可不知道，冷月女帝和冷月圣女已经在偷偷打他的主意。独孤女帝对他有着绝对的信任，一杯无核回春泉大卖，金钱源源不断流入冷华年的手中。独孤女帝旨让他想拿出多少就拿出多少，毕竟前期投入巨大，大央对他的支持力度有限，冷华年靠着碧玉扳指里面的宝藏才得以将一杯无核回春泉做大。当然，冷华年这人对金钱颇为看淡，他将挣来的钱一半交给了独孤女帝。现在大央正缺钱，他当初搞出一杯无核回春泉的初衷，就是为了缓解独孤女帝的压力。独孤女帝对爱郎的举动当然是颇为满意，冷华年并没有因为得到他的身子而减少对他的爱，这几日天天晚上去锦绣宫，搞得独孤女帝是又喜又忧。现在一杯无核回春泉步入正轨，冷华年终于能喘口气了。他最近一直想帮南宫羽妃和南宫玉烟找一处大宅子，毕竟老是住在酒馆也不是个事，酒馆再好的条件又能好到哪里去？未央城繁华街巷里的普通宅子，一栋也就约莫200-300两银子，将就一点的会贵一些，1000两以上的宅子就算豪宅了。今日冷华年看的一处大宅子，卖家开价18万两银子，这大宅子这么贵是有道理的，这简直就是闹市中的一处私家园林。这大宅子还有个好听的名字，青莲园，名字清新脱俗，推门进园，里面大的一眼看不到边，入眼便是一汪湖水，微风过处，湖面泛起阵阵涟漪，难怪叫青莲园，有名有实。冷华年当即决定，不管卖家让不让价，这宅子他都买定了。这处宅子里面的亭台楼阁都很符合冷华年的审美，关键是园子里光房就有99间，就这点冷华年更满意，以后自己哪怕有再多的红颜也不愁安放了。正当冷华年想得入神的时候，边上一声轻唤把他拉回了现实。公子，这园子看也看了，不知公子意下如何？倘若公子有意，百灵这就带公子去见我家小姐。一位可爱伶俐的小丫鬟冲着冷华年甜腻腻地说道：小姐，你家小姐能做主，你家老爷呢？冷华年还没听说过卖宅子邀小姐出马的，这宅子里就只有小姐和我百灵了，你们2个女的守一个这么大的宅子？冷华年上下打量了一下百灵，长得还真是水灵灵的，浑身上下透出一股青春气息，模样也很是俏丽。冷华年有点纳闷，怎么现在普通人家的丫鬟都长得这么好看，都能媲美寒月公主的最美丫鬟月鹤了，一个小小丫鬟就生得这么如花似玉，她的小姐究竟是何许人也？冷华年心中不由生出几许期盼，他这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喜欢美人。冷华年自己也思忖了好几回，最后得出的结论都是因为修了缩阳神功，反正把这帽子扣到高离头上，他都不在了，肯定不会反驳。小百灵，带我去见你家小姐，这宅子我要了。公子何以叫我小百灵？人家哪小了？小丫头说完，若无其事的在冷华年的面前耸了耸胸，一阵乱颤，还真是颇具规模，完全不下成熟妇人。
你年纪小啊，人家今年17，我关公子也不一定有百灵大哦。这你也能看出来，你还真比我大了1岁。怎么样，公子还得叫百灵一声姐姐呢。百灵巧笑嫣然，哪有一丝吓人的害羞模样。嘿，好你个百灵，眼里一点没有尊卑，你家小姐居然能容得下你。冷华年想不通，这小丫鬟居然生得如此一张伶牙俐嘴，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这园子的小姐呢。好了，不逗公子玩了，百灵这就带公子去见小姐，不过公子要有思想准备，待会见了小姐不要掉了魂哦。前头带路，百灵你不会见到来看宅子的都要调笑一番吧？你家小姐也不管你，哪里，人家见公子好玩，脾性也好，才敢如此放肆。公子见笑了。百灵侧身朝冷华年微微一礼，又恢复了小丫鬟的本色。人冷华年之前有了心理准备，可他见到百灵口中的小姐时，还是被他惊艳到了。天姿国色，冰肌雪肤，有点冰凤的影子，可又完全不一样。冰凤是从里到外都是超凡脱俗的冰美人，而眼前的这位小姐，虽然看起来是个美到极致的冰美人，但身上却散发一股撩人的魅意。冷华年眼睛停留在这位小姐身上，这是个撩人的冰美人，这种冰与火积于一身的美人堪称瑰宝。公子，这便是我家庆小姐。百灵一看冷华年看到自家小姐，连眼睛都拔不出来，忍不住轻眼相唇，差点笑得露出贝齿。庆小姐幸会，在下冷华年。不瞒你说，你这房子我很喜欢。冷公子倒真是个实在人，哪有买东西当着卖家夸好的？你不怕卖家坐地涨价吗？冷华年心头一颤，这果然是个勾人妖精，一笑一颦都是妖媚入骨。这宅子什么价都配得上，庆小姐若想提价，在下也无二话。哥哥，看来冷公子来钱容易，没把钱当钱啊。有什么好的挣钱路子，也给小妹指条道如何？庆小姐谦虚了，就你这身家，哪还用想着去挣钱，往那一坐，可以享受一辈子了。再说凭庆小姐的样貌，多的是富贵大亨将庆小姐捧在掌心，哪还用你操心钱的事？哦，没想到冷公子对小妹的评价这么高，那不知道冷公子对我有没有想法呢？冷华年有那么一个瞬间，看了一眼庆小姐的那双桃花眼，感觉她的眼眸像个无底洞，有种整个人要被拖入其中的感觉。冷华年心头骇然，这娘们有点邪门。庆小姐如此高贵，我怕是供养不起。冷华年感慨，这女人居然如此大胆往上贴。我可以自带嫁妆，将这青莲园当成嫁妆。公子觉得我有没有诚意？这如何使得？庆小姐天仙般的人儿，怎可跟我这种凡夫俗子待在一起？冷华年看着眼前的庆小姐，如何不心动？买宅子送女人，天下还有这么美的事？冷公子，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只因家中欠的债到期该还，卖宅子实属无奈之举。庆小姐一脸无奈的样子，看得冷华年爱怜之心大起。这宅子卖了可惜了，如果冷公子能买下这宅子，那对我而言就是最好的结果。我关公子也是大方且有气度的男人，卖给冷公子我就放心了。只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却有些难以启齿。庆小姐只管开口，我想将这宅子卖给冷公子，冷公子到时能否分一间房给我暂住，让我也好有个落脚之处。这庆小姐不怕我是坏人，我们如果住在同一屋檐下，到时我对你心动了，可如何是好？我看冷公子是个实在人，钱多人也俊俏，能跟着公子我不亏。庆小姐如此直爽的性格，我若拒绝，那就太不讲情面了。冷华年想，你这么个绝色美人住在我这里，我也没什么损失。多谢冷公子，我家百灵会跟我在一起，这可真是买一送一再赠一。冷公子误会了，我跟百灵只是暂时借住在公子家里，我们可不是公子什么人哦。庆小姐将豫剧还吟完到了极致，冷华年都忍不住在心里对她竖起大拇指。这宅子我买了，庆小姐想住多久都成，还有小百灵。好，为了让冷公子心安，我们今天就把办好过户，只是这钱我们可要一次性付清，因为我急着要还债。没问题，今天钱房两讫。冷公子豪气，我没看错人。就这样，冷华年十分爽快地以18万两银子拿下了青莲园。他没有还价，因为他很喜欢这里，他觉得这里完全值这个价。当然还有关键的一点是，最近赚的钱太多了，多到来不及数。冷华年爽快地拿下青莲园，晚上去酒馆接上南宫羽飞和南宫玉烟，带两人去新宅子。当两女进入青莲园的那一刻，还是被惊到了。她们可是见过世面的女人，不过这10几年来住山洞，过惯了苦日子，今日见到青莲园，竟有了一种想哭的冲动。夫君，你买这宅子花了不少钱吧？南宫羽飞是识货之人，当然知道这宅子价值不菲，18万两银子。南宫羽飞和南宫玉烟听了直打舌，自己的爱郎实在太豪气了。要知道他们这10年总共才花了几百两银子。我要让你们重新过上公主般的日子，现在青莲园还没有下人，这几日你们先别去酒馆，先招个10个8个聪明伶俐顺眼的丫鬟，我要让你们把丢失的10年好好找回来。
谢谢夫君。两女将冷华年围了起来，拥抱到一起。哟，冷公子回来了。庆小姐饭后到湖边散步，百灵搀扶着她，两拨人碰到了一起。夫君，这位是……南宫玉烟心里咯噔一下，以为这美到极致的女人是冷华年的相好。这是宅子的原主人庆小姐，她着急用钱，把房子过户给了我。冷华年出于礼貌给双方介绍了一下，不过双方似乎并不买账，敌意满满。冷华年有点无奈，这也不是情敌啊，怎么一股修罗场的味道？最后还是冷华年的一句话让事态平息下来。他只在南宫玉烟耳畔轻声道：“今日我要留下来陪我的嫣儿，我要跟嫣儿旧梦重圆。”南宫玉烟瞬间有种要扑倒床上的感觉，腿都软了，嘴当然也软了。两边各自散开，剑拔弩张的架势告一段落。冷华年带两人选了2间最好的屋子，毕竟这个大宅子，冷华年的初衷就是给两人买的。过几日在这青莲园修个大温泉池，到时有空我们就一起泡温泉。谁要跟你一起泡了？南宫羽飞很有眼力劲，趁机跑开。虽然他也离不开冷华年嘛，不过冷华年刚才跟南宫玉烟的悄悄话他听到了，今日南宫玉烟要被宠幸了。庆小姐跟百灵住的房子面前挂了个木牌子，庆园小筑，这是今日下午他们临时做了挂上去的，很有意思。南宫羽飞选的房子，他自己起了个名字叫飞宁雅苑。南宫玉烟的房子，他自己命名为玉烟小阁。冷华年今日就在玉烟小阁过夜，两人也确实不容易。南宫玉烟是冷华年的第一个女人，可自从那次在青潭春风一度之后，两人再没机会亲密。旧梦重温，静静依偎。冷华年搂着这个看着他长大的女人，这个陪他走过最长时间最长的路的女人，此刻像个安静的睡美人，静静依偎在他的怀中。他从小就单纯善良，从不因自己是公主而嫌弃他这个小乞丐。冷华年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带着嫣儿一起飞升，哪怕再困难他也不会丢下她。他想要自己的第一个女人永远陪着他。女人是个奇怪的动物，庆小姐、南宫羽飞、南宫玉烟表面上不对付，可三人选的房子却靠在一起，都在湖边最好的位置。虽然没睡好，该起床还是得起床。百灵用手掌拍了拍嘴巴，这是还没睡醒啊。百灵，你不会一夜没睡吧？小姐，昨晚你睡了吗？能睡着就有鬼了，这家伙着实可恶。我堂堂冷月圣女，要不是为了钓他上钩，早把他一掌拍地下去了，何至于这么低声下气在这里讨好他？冷月圣女蓝小庆受了一夜的煎熬，她把昨日的那股温柔劲全抛到了九霄云外。当然更难受的人并非这两人，而是南宫羽飞。他昨晚一人躺在床上，想念一个人那种感觉真的煎熬，他实在太难了。不过南宫羽飞也不是一般人，他在半夜的时候已经想明白了。冷华年最近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一杯无核回春泉上，他忽略了一个重要人物。他让南宫羽飞和南宫玉烟这2天在家招丫鬟，把家里顺便收拾一下。2位老板娘不去酒馆，他当然要去看一眼。不过他到酒馆的时候已经有人在等他了，是月和。冷华年看到月和的时候就知道坏了，已经好几天没去月影宫帮寒月公主治疗胸部了。月和，你怎么来了？冷华年明知故问道。冷华年，你贵人多忘事，为了你那点生意，连公主的病都不管不顾了。月和的语气冰冷彻骨，好像两人毫无交情一般。冷华年心里一个机灵，知道自己最近把这丫头也给忽视了，自从上次吻过人家以后再没亲近过，这就有点过分了。月和，你跟我来。冷华年把他带到包厢，把门关上，他也不做过多解释，直接上去搂住月和。月和等了冷华年好几天，他却好似忘了他一样，他的心情跌落了谷底。他名义上是帮寒月公主来请冷华年，实际上是他自己想找冷华年当面问个清楚。被冷华年这么一搂，月和原本冰冷的心顿时就暖了起来。这还不算完，冷华年直接低头吻住他娇嫩的阴唇，他幸福的心儿都在流泪了，抬起双臂缠住了冷华年的脖子。这一吻简直吻得天昏地暗，为防月和窒息，冷华年主动把他松开。月和，今日怎么怒气冲冲的？公主发火了？不是，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傻瓜，我吻过你，你就是我的女人了，怎么可能不要你？以后不许胡思乱想。冷华年抬指刮了下他挺翘的鼻梁，极尽宠溺。月和把脸贴在冷华年的胸口，开心地应了一声。是长公主叫你来找我的？不是，是我向公主主动请缨要来找你的。其实是我想见你。你可真行，这哪像一个公主的丫鬟的胆子？那你跟我去趟月影宫吗？不然我不好向公主交代。好，我怎么能让我的月和为难呢？我们这就去月影宫。当寒月公主看到月和领着冷华年进了月影宫，心中对这个首席丫鬟大赞。公主，你们聊，月和先退下了。瞧瞧人家这眼力劲。冷华年，你还知道来我月影宫？你把本宫放到哪个犄角旮旯去了？公主，我最近都快忙死了。你也知道我在做2件大事，这是陛下都要盯着的大项目，真的没时间帮公主治疗。那你后面得把时间补回来。
韩月公主自从跟冷华年好上以后，脾气也好了很多。其实停几天也没事。韩月公主听了，将信将疑。没事，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停下来看看风景不影响。听说那个回春泉能养颜，还能回春。韩月公主一脸期待地等着冷华年的答案。差不多吧，到时我多运点到月影宫来，让你喝回春泉，在回春泉中沐浴。这会不会太奢侈了？那水可贵了。反正是我们自己家的，公主需要多少有多少。再说，别说是水，再贵重的东西，公主想要我也一定弄来。你对我真好。韩月公主的心快要融化了。你是我的女人，我当然要对你好。我还有个天大的秘密要告诉你。什么秘密？韩月公主浑身一个激烈，她第一次见冷华年说话这么正式。其实我并非真正的太监。什么意思啊？韩月公主一时还没转过弯来。放松。冷华年捧起韩月公主的俏脸，看着她的眼睛道：我学了一门神功，混进了未央宫，其实我并没有净身。啊，你。韩月公主惊得一时都语无伦次了，她拍了拍自己胸口，喘了口气道：你这是欺君之罪，要是让陛下知道了，他会杀了你。冷华年看着韩月公主担心的小模样，忍不住笑出了声。你笑什么？你真的不怕死？你想担心死我啊？你是想让我当太监安安稳稳一辈子，还是成为你真正的男人？我当然希望你是真正的男人，可为此你要丢掉性命的话，那我宁愿你当个小太监陪我一生。冷华年再也忍不住自己心中的那份冲动，将韩月公主紧紧搂到怀中。韩月公主把冷华年轻轻推开，悠悠道：你还有心情抱我？你没了，我该怎么办？韩月公主在他胸口捶了2下，然后一下又扑到冷华年的怀里，心中尽是忧伤。月儿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是假太监，这事陛下已经知道了。啊，陛下没处置你。韩月公主可是知道独孤女帝的手段有多狠，她处置我了，她让我成了她的男人。你成了女帝男人？你个没心没肺的坏蛋，都这时候了还开这种不要命的玩笑。韩月公主一口咬在冷华年的脖子上，皇家长公主第一次这么不淡定。月儿，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敢拿陛下开玩笑吗？韩月公主松开贝齿，幸亏她没用力，只留下一个浅浅的牙印。你什么时候跟陛下好上的？这个怎么说呢？在跟你好了之后，想不到还是陛下先得到了你，看来姜还是老的辣。我真没看出来，原来陛下也是喜欢男人的。韩月公主有点忧伤，在这宫里明明是她先认识冷华年的，哪有女人不喜欢男人的？如果有，那也是因为没有遇到令她心动的男人。你跟陛下好了，那我怎么办？我跟陛下好了，也可以跟你好啊。陛下的胸怀和气度能装得了天下，还能容不下一个月儿吗？让我跟陛下抢男人，我有点心虚。是你先认识我的，你这也不算抢。坏蛋，就因为你是花心鬼，搞得我左右为难。放心，有我在，你以后就不会为难了，至少不会再让你去联姻，你会成为我的女人。陛下能答应我们的事。韩月公主对独孤女帝还是有股天然的敬畏，现在想想要去抢她的男人，这实在是玩大了。放心，陛下也并非不近人情，我觉得她挺好相处的，放松心情。这几天有空，我想让你真正变成我的女人，让一切成为定局。陛下也不好说什么，其实陛下一早就知道了我们的感情。哦，什么时候啊？韩月公主既紧张又期待，怎么刚才还紧张兮兮的，这回又变成惦记鱼的小馋猫了？既然决定在一起，那也没什么好犹豫的。我想好了，也准备好了。公主的意思是，我不想夜长梦多，择日不如撞日，我今天就想成为你的女人。韩月公主都如此主动了，冷华年当然不可能掉链子，他一把抱起韩月公主，两人直接倒在床上。夫君，你要怜惜我。韩月公主以往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也很强势，公主脾气也不小，不过遇到冷华年之后，性格改变了很多。你是我的女人，我会好好怜惜你的，怜惜你一辈子。韩月公主成了真正的女人，冷华年的女人心中唯有无限的满足与陶醉。冷华年抚摸着她柔顺的长发，两人就这样默默爱抚，那种爱恋的感觉已将两人完全萦绕。夫君，原来成为你的女人会这般快乐和幸福，能得到我的月儿，我很幸福。夫君，虽然你的身份是一个小太监，可你比天下所有的王子都让我倾心。我怀疑上辈子我就是你的女人，这一生第一次见面，其实我就很喜欢你。韩月公主抬头看着自己的爱郎，那种幸福感是她到这辈子都未曾有过的。月儿，其实我也是王子，我的真实身份是青兰王国的太子。冷华年的话让韩月公主的心顿时揪了一下，这可是两国不共戴天之仇。怎么会？韩月公主今天的心情一直是大起大落，这回飞到高空的心又跌落到了谷底。放心，陛下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我也没想着要跟陛下生死相见，我不会恨陛下，
当然更不会恨我的月儿。夫君，月儿不知道该说什么，月儿只能用一生的爱来偿还。月儿帮你多生几个孩儿，月儿。好了，我的小傻瓜，你那么紧张干嘛？我怕你接近我是为了报复我们独孤家，我怕你骗了我的感情，要了我的身子，然后一走了之，从此杳无音信。如果是那样，那比杀了我还要残忍百倍千倍。你这小脑袋里想什么呢？冷华年在他的唇上轻轻一吻，柔声道：我这辈子都不会辜负自己的女人，因为自己的女人都是跟自己最亲的人，月儿就是我最亲的人。冷华年的情话让寒月公主彻底放下心事，她的身心完全为冷华年放开，而后绽放恩爱有时尽，缠绵无绝期。冷华年被寒月公主勾住了魂，原本答应晚上陪南宫羽飞的，这下一直恩爱到了第二天清晨。冷华年知道南宫羽飞那边要爆炸了，他还没时间考虑该如何安抚他，因为现在怀中的妖静荣不得他有别的想法。夫君，我会不会有孩了？寒月公主昨晚过于贪欢，其实也不是贪欢，她只是一心想着帮冷家开枝散叶，这会像是慵懒的猫咪一般，有气无力地靠在爱郎的怀里。没有那么快吧？冷华年摸了摸他光滑的肚皮，陛下亏欠你们冷家的我来还，直到我生不动，你别怪陛下好不好？他要维持着大央帝国也很不容易，我不怪他，他也要帮我生孩儿，我对这个道没看得有多重。对我而言，你们好好的比什么都强，生孩儿毕竟要消耗你们的元气和精华，所以我的意思是生一两个，有个爱情结晶就行了。谢谢夫君，想不到你刚才那么狂野，这会又这般温柔体贴。月儿是个幸福的女人，唯一接触过的男人就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只是没遇到别人而已，我哪有那么好？我就是觉得夫君最好。冷华年将搂着寒月公主的手臂紧了紧，如此肤白貌美，人前强势，在自己面前乖得像小猫咪一样的长公主，谁能不爱呢？冷华年陪寒月公主悠闲地用完早餐，第一件事就是赶去青莲园。刚进园子，已经看到有丫鬟在整理园子收拾屋子了。夫君，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南宫玉烟最近受到爱情的滋润，心情大好，一早就起床指挥那帮丫鬟了。她要把青莲园收拾得干干净净，因为这就是她的家，是她跟冷华年的爱巢。想你们了，过来看看，这些丫鬟是你们新招的，昨天刚招的，赵夫君的意思招了10个伶俐漂亮的丫鬟。好，以后你就是冷家的少奶奶，这10年辛苦你跟雨飞了，往后要好好享享福，我会给你们最好的安排。多谢夫君。南宫玉烟上前依偎到冷华年的怀里。对了，雨飞呢？姑姑她还没起床。南宫玉烟小声道。太阳都晒屁股了还没起床，她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冷华年有点明知故问，南宫羽飞为什么没有起床，他心里清楚得很。姑姑心情不好，我先前端了早膳过去，她动都没动。这样啊，我去看看她。冷华年觉得有点棘手了，昨晚无意放了他的鸽子，他远比想象的要生气。他的女人中要数南宫羽飞和独孤寒月的脾气最大，当然寒月公主的脾气半真半假，可这南宫羽飞的脾气可是实打实的。冷华年从小到大深有体会。冷华年来到飞宁雅苑，南宫羽飞果然还在床上，他侧身背对床外，对靠近的冷华年似乎毫无察觉问题有点棘手。如果冷华年一进门，南宫羽飞就冲他一顿发泄，那没事，就怕这种将所有不快压抑在心头却不爆发的。冷华年脱了衣服爬上床，钻进被窝，在背后轻轻搂着南宫羽飞，他没有动静。飞儿，你还在生我气？冷华年手上用力把南宫羽飞侧着的身子搬了过来，他也没有抵抗，只是转过身的那刻，冷华年发现了他脸上的泪痕。南宫羽飞是个绝对要强的女人，反正在这10年之中，无论多艰苦，他从没见过这个女人流泪。怎么啦？冷华年有点心虚，怎么了？他心里能没数吗？他用手帮他把泪痕抹去，南宫羽飞没有躲闪，也没有回应，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哀莫大于心死吧。怎么不说话？你这个样子有点吓到我了。冷华年轻轻搂着他，在他刚才擦拭掉泪痕的脸上轻轻吻了一下，南宫羽飞睫毛颤了一下，2颗晶莹的泪珠又从眼睑处慢慢盈了出来。好了，别难过了，以后我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答应你的事我一定会做到，跟我说句话好不好？你这样子我看了会难受的。你怎么可能难受？有了新欢忘了旧爱，你是巴不得我从此在你的视线里消失吧？菲儿，你为何会这般想我？冷华年知道解释很苍白，索性直接上嘴了。他一下吻住南宫羽飞娇嫩的阴唇，怀中的美人挣扎2下，终于沉醉在了他的亲吻中。只是冷华年腰间的软肋被2根纤纤玉指狠狠地拿捏了一下，良久唇分，南宫羽飞的火已经去了大半。千言万语抵不过一番恩爱，冷华年什么都没说，南宫羽飞的身子已经选择了原谅他。其实冷华年很喜欢他这成熟风韵的身子，抱在怀中简直爱不释手。南宫羽飞当然能感觉到冷华年对他的迷恋，失落的心早抛到九霄云外。夫君，家中有你这么迷恋的女人，以后不准忘了这个家，不回这个家。
我答应你，菲儿这次干嘛生这么大的气？我以为你嫌我容颜已老，吃干抹净就想溜了。你老？你才几岁啊？景色快2000岁了，都跟20的小姑娘一般，你才多大？说到独孤景色我就来气，我把你送进未央宫当卧底，你倒好，把身子都献给他了，你是存心要气死我是不是？好了，景色现在是我的女人，你们的恩怨就摆在心里吧，我都放下了，你也该放下了。血海深仇怎能放得下？当初是青蓝王国和暴风王国联合起来讨伐大央帝国，景色也是被动应战，实力决定生死，其实没什么好说的，独孤女帝并没有将两国灭国，已经算仁慈了。你一点都不恨她了。我现在对她只有爱，没有恨，你们以后就是姐妹，要是你们一直闹，这个家就好不了。我一时转不过弯来，毕竟她杀了我哥，杀了我王氏那么多人，会过去的，你们即便成不了姐妹，也不能成为仇人，这样会让你为难是不是？夫君，当初我要是没把你送进宫该多好，原本以为你是羊入虎口，没想到你把独孤景色都撩到手了，有何不好？菲儿，放眼整个人生，这些个人恩怨算不得什么。我问你个问题，你想跟我在一起多久？当然是一辈子。你难道想把我在中途甩了？那我问你，一辈子是多长？冷华年的问题让南宫羽飞沉思起来。如果修炼得当，一辈子或许能有2、3千年，你的景色不都快2000岁了吗？菲儿，修炼的尽头是长生，我们是要在一起一辈子，但这个一辈子是长生不死，因为我跟你在一起永远都不够。长生不死？怎么可能？地灵境最多也就活个3、4千年，地灵境并非修炼的尽头，那只是虚灵大陆的尽头，再上天界还可以无限提升自己的境界，直至长生不死。夫君，这些跟独孤景色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因为这些都是景色告诉我的，他是2000岁的地灵境高手，他知道飞升会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夫君，你的意思是，你跟独孤景色好，只是逢场作戏，只是想利用他？冷华年无奈地摇摇头道：菲儿，你怎么会这么想？我爱独孤景色，就像爱你一样，我从不会把自己的女人当垫脚石，也不会把自己的女人当工具。我的女人或许不会少，但只要是我的女人，每一个都是我心中的瑰宝。第55章，我肤浅了，对不起夫君，是我肤浅了。所以，过去的这些恩怨，跟我们的飞升大计、长生不死来比，不值一提。飞升很难，很难。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内部团结。如果我的女人自己都在内斗，那这艘船早晚要沉没，还谈何飞升？夫君，我不是无理取闹的女人，只是我知道我会想办法抚平你内心的创伤。其实我很喜欢你这敢爱敢恨的性格，但我也爱识大体的女人。你是曾经的长公主，这些不用我教，自己就能体会。夫君，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南宫羽飞彻底敞开身心，两人到中午时分才去用餐。南宫玉烟早就准备好了午餐，他很好奇，爱郎进去安慰人，这一安慰就到了午餐时间。南宫羽飞跟着冷华年一起到餐厅，他脸上的红晕还没完全消散，看起来格外的妩媚动人。湖心亭的餐厅分外美，其实沁园小筑、飞宁雅苑、玉烟小阁每家都有自己的餐厅，不过大家还是习惯性的到湖心亭用餐，一个是环境优美，另一个就是热闹。这青莲园这么大，一个人、2个人用餐还真是太过清冷。湖心亭的餐桌上坐着4个人，冷华年、南宫羽飞、南宫玉烟、蓝小庆。百灵站在蓝小庆的身后，一双美眸时不时的偷偷瞥一下冷华年。夫君，尝一下今日的菜，看看新来的厨娘手艺如何。南宫玉烟盛了碗山菌野鸡汤递到冷华年的手上，南宫羽飞眼睛微眯，南宫玉烟赶紧给他也盛了一碗道：姑姑也尝一下。蓝小庆看着姑侄俩，心里只想笑，不过他心里还是挺佩服冷华年，居然把这对绝色姑侄搞得服服帖帖。蓝小庆来大央就是为了把冷华年骗到蓝月城，自从一杯无核回春泉的大批量上市，大央国库日渐充盈，冷华年赚疯了，孤独女帝的压力顿减。依照冷月女帝的想法，把冷华年这个天才弄到蓝月城去，独孤女帝身边少了他，等于断了左膀右臂，冷月帝国多了他，如果能让他屈服那最好，大赢特赢，如果他不屈服，那就让他消失，反正冷月帝国稳赚不赔。冷华年在蓝小庆的眼里是猎物，他要把他猎到蓝月城去。蓝小庆在冷华年的眼里也是猎物，他为她的美色所迷，这是一个冰火美人，他想让她成为自己的女人。午餐之后，蓝小庆主动邀请冷华年陪他散会步，南宫姑侄2人的目光几乎要将他搅碎，不过他一笑置之，轻松应对。冷华年跟蓝小庆走在青莲湖畔，百灵落后几个身位跟在后边。冷公子，过几日我就要离开这青莲园了，还真是舍不得。蓝小庆的样子还真是有点楚楚可怜，不知道庆小姐往后有何打算。你要是喜欢这里，随时欢迎你回来，青莲园永远为你敞开，那间沁园小筑永远属于你。冷公子，谢谢你，你是个大好人，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回来，只是
庆小姐有事尽管直说，我们已经是朋友。多谢冷公子把我当朋友。过2天我要去还债，把卖这宅子的钱交给别人。去哪儿？听庆小姐的意思，莫非还债还有危险？小女子一个身无长物，唯有3分姿色，这一次或许是飞蛾扑火，有去无回，所以今日跟公子唠叨几声，全当告别了。这般危险，那你还去？我看你这钱也别还了，就留在这青莲园，我可以保护你。公子想要金屋藏娇，我看那2位可不大愿意我在这里常住。你非去不可，非去不可。去哪？顺路的话，我可以送你1程。公子肯定不可能跟我顺路，我的债主在蓝月城。蓝月城，实在太巧了，这几日我正准备前往蓝月城。公子不必这般对我，小女子何德何能，让公子这般挂心。庆小姐，你误会了，我真的只是顺路，我想去蓝月城推广一杯无核回春泉，毕竟蓝月城是虚灵大陆最大的城市之一，拿下蓝月城就等于拿下了冷月帝国。原来如此，看来是小女子多情了。哎，多情自古空余恨，让公子见笑了。并非庆小姐多情，只是在下见了庆小姐，心中颇有好感，想让庆小姐陪我一起看遍世间繁华。小女子哪有这福分？你的那2位大小美人容不下我。别多想了，这青莲园还是我说了算。那我先跟公子去蓝月城，待事了我再跟公子回青莲园。就这么办，我们后天出发去蓝月城，一切但凭公子安排。冷华年陪着蓝小庆沿着青莲湖畔走了一圈，花了足有2刻钟的时间。冷华年觉得这18万两银子花得值，这园子大，湖也大，风景更是宜人，比未央宫里的景色都不逊色，算是捡到宝了。冷华年准备去锦绣宫见独孤景色，2人感情正是热烈之时，谁不见谁，心里都会满是思念。蓝小庆跟百灵散步回沁园小住。小姐，想不到这个天才这么好骗，3言2语就上钩了，我还以为我们要在这未央城待个1年半载呢。蓝小庆也不回话，就这样慢慢走着。小姐，你怎么不说话？鱼分为2种，一种是笨鱼，被骗着上钩，一种是特别聪明的鱼，可能会主动咬钩。蓝小庆觉得这事太顺利了，顺利的有点反常，有点出乎他的意料。鱼都上钩了，管他是笨还是聪明，都会成为刀俎上的鱼肉。也不尽然，也有人钓鱼被大鱼拉下水的。不会吧？冷华年有那么恐怖？百灵这下心里也没底了。那你说冷华年是笨蛋还是天才呢？蓝小庆停下脚步，认真地对着百灵道：天才。百灵脱口而出：所以我们不能大意，要是我们翻船了，陛下和整个冷月帝国都会很被动。小姐，那该怎么办？要不你真用美人计得了，直接让他对你爱得死心塌地，不就把他乖乖拿下了吗？感情这东西是双向的，你拿下他的同时，也很可能被他拿下。现在用的跟美人计也差不多了，进展很顺利，但蓝小庆心里并没有踏实的感觉。小姐，那家伙就是个好色之徒，他这是真上钩。百灵看蓝小庆得手后，反而有点心神不宁，赶紧上前安慰一番。他身边的2个女人姿色可不在我之下，他没道理这么轻易就跟着我去蓝月城冒险。冷月帝国跟大央帝国可是死对头。哎呀，哪有男人嫌女人多的，就好比哪有猫嫌鱼多的。小姐别多想，只要把他带到蓝月城，小姐就算立了大功，陛下再也不会逼着你嫁去西燕王国了。唉，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冷华年到了锦绣宫，独孤女帝3日上一次朝会，今日休息。热恋中的女人时刻想着的当然是爱郎。此刻独孤女帝正躺在躺椅上，回想着跟冷华年相处的点点滴滴，嘴角满是笑意。景色。冷华年现在见到独孤女帝都是直呼其名，再喊陛下总感觉不太好。独孤女帝当然不在乎，叫他景色，他心里乐意得很，那样显得更亲近。夫君。独孤女帝见到冷华年心中大喜，赶忙起身走到爱郎身边。冷华年一把抱住独孤女帝，对着她娇嫩的阴唇直接就吻了上去，边吻边抱着她在原地转了3圈，然后才恋恋不舍分开。夫君，今日怎么有空来我锦绣宫？听说你新置了宅子，是不是要在外面金屋藏娇了？看来独孤女帝什么都知道，不过她的表情倒没有不快。确实有2位红颜知己，景色对我的行踪真是了如指掌。冷华年应对的也是轻松自若，以前他对独孤女帝还是有点敬畏的，不过他现在成了自己的女人，就一切都好说了。你的胃口可真不小，有了我这一国之君大央女帝，你还不满足？娘子，我就这么一个小毛病。冷华年将景色搂到怀中，明明爱这个女人爱到极致，可心里却还有余地想别的女人，这缩阳神功真是害人不浅。唉，完人一遭天谴，或许这就是你一种无意识的自我保护吧。娘子，你真是善解人意，能拥有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造化。你的造化很多，可不止我一个。娘子，既
今日我来是想跟你说件事，我准备去一趟蓝月城。蓝月城，大央跟冷月正在交战，你去蓝月城很危险，要是被蓝梦妖扣下，该怎么？我就去推销一下我的一杯无核回春泉，让他们销往国外，销往整个虚灵大陆。夫君，非得要去吗？大央国库日渐充裕，现在这个趋势下去，只要在国内销售，我们都已经一切不愁了。我想去，我想试试靠商业统治整个虚灵。这不现实，凭这两样东西，你赚钱没问题，想要统治虚灵大陆，靠商业不行，还得靠高人一等的实力。再说，这虚灵数万年来，出过多少厉害人物，也没做到大一统。我准备将虚灵大陆一半的财富掌握到手中，成为娘子坚实的后盾，为娘子一统虚灵奠定坚实的基础。夫君，你真想让我统治整个虚灵大陆？其实没必要这么麻烦，你只要拿下冷月女帝就行了。在这虚灵大陆，能够一扛大央铁骑的，也就冷月帝国。你拿下冷月女帝，岂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直接拿下了整个冷月帝国？还能这样玩？当然，我是大央女帝，你是我的夫君，那这大央怎么也有你的一半？你要是把我哄开心了，我都听你的，那这大央岂不就等于是你的了？很有道理。那么怎么才能把娘子哄开心呢？首先，在你讨好那些红颜知己前，得先讨好我。这个自然，正宫只有一位，那就是我的景色。夫君，你马上就要出发去蓝月城，虽然我很不舍，但也不敢拖你后腿。只是去之前，你要多陪我，今日就在锦绣宫过夜吧。都听娘子的。你跟范儿圆房了吗？独孤女帝不咸不淡道。还没，我最近的心思都在娘子身上。你能这么说，我很满意。今日陪我，明日陪范儿，跟他圆房后再去蓝月城不迟。知道了，这个不着急的。两情盼久长，也在意朝朝暮暮。冷华年陪了独孤女帝大半天，晚上一起用膳之后散了个步，随后两人共赴温泉。两人紧紧相拥，彼此心间满是脉脉温情。夫君，你真令我沉迷，我是不是白活了2000年？怎么，娘子是不是后悔等了2000年了？我才不后悔，别的男人我见过不少，我根本没有情丝涌动的感觉，人家恨你怎么不早点来未央宫？独孤女帝娇嗔道，得到宠爱的女人哪个不爱撒娇呢？女帝也不例外，早点来了也没用啊，那会我还没长开呢，那你何不早生千年？娘子，现在也不晚，我们寻寻觅觅找到彼此，虽然你已经2000岁，但别忘了我们还要飞升上天界，我们还要长生呢。2000年对长生而言可以忽略不计，那你不准食言，一定要带我飞升上天界。一定，一个人偷偷飞升的事，我是永远不可能做出来的。冷华年在独孤女帝的唇上轻轻一吻，让她安心。假如你为了我留在虚灵大陆，不去飞升，陪我慢慢老去，会不会后悔？只要跟娘子在一起，我说什么都不会后悔。别说不能长生，即便让我现在死，我也无怨无悔。夫君，我没看错你，你果然是个重情重义的男人。在修行的世界里，没有男人会把女人看得比长生还重的。那得看什么女人，我娘子可不是一般的女人，而是天下最美也是最厉害的女人。你的嘴真甜，难怪那么多女人喜欢你。娘子，我嘴虽然甜，但我的心更真呐。我感受得到，只有这种真心的甜言蜜语，杀伤力才最大。毕竟现在谁都不是傻子。娘子，你2000年都没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吗？冷华年心中还是有点骄傲的。我从小到大，天赋和实力在同龄人中都是遥遥领先，甚至完全跨越了年龄。我看他们有一种看蚂蚁的感觉。那我也不如你啊。你初见我时我才出灵境，但你21天就从出灵境升到了黄灵境，说实话，真的惊讶到我了。我甚至有点自惭形秽。你的天赋实在太强，你20岁前肯定能达到地灵境，比我要强很多。我是因为体内有地灵境的灵力，要说天赋还是我娘子好，关键是我娘子长得美啊。我第一次见的时候只看了一眼，眼睛就再也拔不出来了。其实夫君长得也好看，男人和女人其实都是视觉动物，你的优秀是一方面，你长得俊俏异常是另一方面，这2方面缺了哪一个，可能我都不会爱上你。娘子，那我岂不是很危险，差点没得到你的爱？你注定就是个完美的人，在这2点之外，你还特别聪明，想的一些点子简直让人闻所未闻。娘子，你这么一说，看来我是真的有点优秀。冷华年被心爱的女人夸，心里当然是乐开了花。我独孤景色看上的男人怎么会差？我敢肯定，到时哪怕飞升到上天界，夫君依然是鹤立鸡群般的存在。谢谢娘子对我青睐有加。夫君，马上你要远行了，我很舍不得。独孤女帝将俏脸靠在冷华年的胸口，头微抬，靠近冷华年的唇，吹气如兰。娘子真美，从上到下无处不散发出诱人的气息，我每呼吸一次都有点沉醉。我哪有那么好？这几百年来也没人上门向我提亲啊。那是别人有自知之明，不是不想。
而是不敢。你的气场那么足，他们镇不住你。冷华年用食指勾起独孤女帝的一缕秀发，缓缓搅了起来。那夫君你才16岁，怎么不怕我？其实我也怕，不过我心中爱慕你，所以就闭着眼睛往前冲了。夫君，幸亏你没有打退堂鼓，不然我们岂不是根本走不到一起？反正这就是你我之间的缘分，都是上天注定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以后你不负我，我不负你，君心似我心，不负相思意。我家娘子还是才女呢，我们定要共白首。夫君，我算不得才女，要说才女，在这未央宫，独孤彩蝶是头一份。二公主，娘子，其实我一直有个幻觉。冷华年又想起了那个颇具才情的二公主。什么幻觉？彩蝶公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看着应该是个端庄典雅乖乖公主，可她却喜欢饮酒，给人感觉又有点妩媚妖娆，真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不知不觉间，冷华年已经将独孤女帝的一缕秀发打成了一个结。夫君，要不要我把彩蝶公主介绍给你？你做了那2首诗之后，她对你已是惊为天人。算了吧，我已经有景色了。夫君，别不好意思嘛，你还有凤儿和月儿呢，还差一个蝶儿呢。娘子，冷华年一时也摸不清独孤女帝是真心还是假意。本来我是想让蝶儿嫁去西燕，跟西燕联姻的，现在你让大央国库充盈，再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蝶儿又是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女子，你和她皆是才华横溢，她明显被你折服了。要是让这样一位公主嫁与别人，我心头的确不落忍。你也见过蝶儿的，你对她没感觉？没感觉？怎么可能？冷华年见到美女都有感觉，只是他也不能直愣愣地跟独孤女帝说喜欢彩蝶公主，想要她。娘子，彩蝶公主这么优秀，落到不懂她的男人手中，确实可能酿成悲剧。我是不忍这种事情发生在公主身上的，只是我跟彩蝶公主还没机会深交。过2天我要去蓝月城，一切等来我回来再说不迟。也好，这2天我正好可以问问蝶儿的意思，如若她真跟我想的一般，那你就别推辞了。娘子，你不是在钓鱼吧？冷华年还是不敢相信有这等好事，这不科学。你都上我的钩了，我还继续喂你，你说我图什么？只是我有点不理解。夫君，我跟你明说了吧，我在乎你，在虚灵或许我还可以拴住你的心，到了上天界，优秀的女子何止千万，与其让你把心思花在别人身上，不如让你把心思花在自己人身上。娘子，就冲你这心思，我到哪都会被你拴得牢牢的。女帝的心胸、气度、格局果真是不一样，我可不想拴你，只要你心中有我的位置就行。我的心中永远都会把娘子放在最重的位置。冷华年捉住独孤女帝的一只玉手，而后将玉手慢慢放到自己的心口。夫君，我们休息吧。高贵典雅的独孤女帝化身温柔小猫，靠到了爱郎怀里。清晨，独孤女帝终究是虚灵第一人，她先睁开美眸，就这样近距离细细地看着眼前这个俊俏的沉睡男子，他就是自己的爱郎呀。冷华年似有所感，睁眼发现独孤女帝正在静静地看着他。娘子，想不到你这么早就醒了。还早呀，已经日上3竿了，累不累？没事，一觉醒来神清气爽。夫君，能不能问你个事？但讲无妨。夫君有过几个女人？娘子，在之前我有过3个女人。哦，哪3个？独孤女帝一副吃瓜群众、好奇心满满的样子。南宫玉烟、南宫羽妃，还有寒月公主。冷华年想了想，还是全盘托出了。想不到你这么快就跟月儿走到了一起。南宫玉烟、南宫羽妃又是什么人？就是酒馆的老板娘，他们的真正身份你知道了，不许生气，也不许找他们麻烦。该来的总归要来。冷华年对独孤女帝爱之深切，还是决定早日向她坦白一切。卧底未央宫之事一直是他跟独孤女帝之间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不说出来，冷华年总觉得对他有点亏欠。你既然这么说，我答应。独孤女帝心里还是颤动了一下，里面肯定有大事。娘子，其实南宫玉烟是暴风王南宫天雄的女儿，南宫羽妃是他的妹妹，他们怎么会在我未央城还当上了酒馆的老板娘？还有，你跟他们怎么走到一起了？第59章卧底计划。我在6岁就跟他们在一起了。南宫羽妃教我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在我16岁时，也就是今年，她把我送进了未央宫当太监。这一切都是针对我独孤景色是不是？独孤女帝的声音冷了几分。不错，这是一个酝酿了10年的卧底计划，要对付的目标正是娘子。那你干嘛不动手？你有的是机会啊！无形无色无味的剧毒夺命蛊虫，他没给你准备。冷华年摇了摇头，将独孤女帝揽入怀中，在她耳畔轻声道：我怎么下手？第一次见到娘子就对娘子心生爱慕，每见一次那份爱就增加1分，最后是无可救药的爱上娘子。我甚至不想出宫，不敢去见南宫羽妃，我不想做任何伤害娘子的事情。好了，别激动，现在南宫羽妃也知道你跟我的事了，她还有什么想法？她没想法，现在乖乖听我的，愿意放下仇恨，
跟娘子和平共处。你的胆子还真大，把这些说与我听，不怕我把南宫家的2颗独苗给铲除了？娘子不会的。冷华年一脸自信道。为何你觉得我不会杀他们？我可不是心慈手软之人，因为你杀他们其实是伤害我，娘子不可能做伤害我的事，就像我永远不可能做伤害娘子的事一样。夫君真没办法，想我堂堂女帝却被你拿捏得死死的。独孤女帝把俏脸贴在爱郎的胸口，本来该生气的却怎么也气不起来。她接着说道，那你干嘛要说出来，惹得我不开心？娘子，这件事放我心里我也很压抑，我不想对你有所隐瞒，今天正好借着机会说出来，这下我心里好过多了，再没心事了。夫君，我是不是天底下最容易被忽悠的一国之君？我不知道，反正我的景色是天下最完美的女人，是我最爱的娘子。冷华年趁势在独孤女帝的额头上轻轻一吻，无限深情。带我去见见他们，一会起床了就去。冷华年搂着独孤女帝的手不自觉地紧了紧。夫君别紧张，她们是你的女人，是你的心头肉，我不可能动她们。她们生活在未央城，生活在我的眼皮底下，压力肯定不小，而这个压力就是我今日去帮他们把压力全部化解掉。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娘子，我对你佩服到无以复加。好了，以后有什么重要的事不要瞒着我，我会帮你出主意，为你善后，我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娘子，我们起床吧。冷华年将被窝掀开，将她抱入怀中，又不想起来了。独孤女帝看到爱郎对她的身子如此迷恋，心中很是受用，不过终究是要起床的。她柔声道，夫君来日方长，起床吧，妾身这就为夫君更衣。独孤女帝起身帮爱郎穿衣，冷华年忍不住将她轻轻拥到怀中，在她耳畔轻声道，娘子，谢谢你爱上我，你要永远陪着我，好不好？你也一样，到了上天界遇到更大的诱惑，不准忘了我。不会，我的景色永远都会是我冷家的大娘子。两人如胶似漆，像是坠入情海不能醒来的恋人。不过独孤女帝还是挽着冷华年的手朝青莲园踏空而去，穿过未央宫，底下的宫女太监又是一片惊呼，陛下最近经常带着这个俊俏的小太监妃啊。冷华年刚推开青莲园，才踏进门一只脚，一个身影便扑到他怀里，南宫玉烟已经守候他多时了。夫君，嗨，嫣儿，有客人。冷华年侧头看见独孤女帝在笑，欣慰的同时还有点小尴尬，轻轻拍了拍南宫玉烟的后背。南宫玉烟抬头一看，一位倾国倾城、风姿绝美的女人站在冷华年的身后，她看得差点入了神。这天底下还有这般美的人儿，自己跟姑姑已经是虚龄少有的美人了，可眼前这女人竟然更美，气质更出众。姐姐好。也不知为何，她似乎受到独孤女帝的气场压制，瞬间就将她当姐姐了。乖，你不问问我是谁啊？独孤女帝看着南宫玉烟这个大美人，纯真无瑕，一点没有心机的样子，心中也甚是喜欢。你是锦瑟姐姐。南宫玉烟心头突然万千滋味纠缠在一起，眼前这位是杀父仇人，也是夫君的爱人，她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跟他相处。她心中有恨，有敬畏，有仰望。好聪明的丫头。独孤女帝朝她微微点头，对她很满意。你们慢点进来，我去叫姑姑出来迎接锦瑟姐姐。南宫玉烟反身跑向飞宁雅苑去叫南宫羽飞，快到大门的时候就忍不住喊了起来，姑姑快跟我走。你这丫头今天怎么这急忙慌的？南宫玉烟毕竟是公主出身，很少会有这种慌乱的时刻。南宫羽飞见状忍不住数落她2句，不能丢了公主的气度。独孤女帝来了青莲园，刚进大门，什么？南宫羽飞的声音在无形中也提高了，看来他也慌了。能不慌吗？帝灵境的女帝看来已经知晓2人的行踪，这怕不是来索命的吧？姑姑别急，独孤女帝不像是来对付我们的，她跟在夫君身边，乖巧的跟个小媳妇一样。南宫玉烟回想一下，并没有发现独孤女帝身上有任何的杀气。夫君也在啊，那还好，我看也只有她能降住那个女人了。那我们要不要去迎迎她？南宫玉烟看着南宫羽飞，这主意还得他拿。去，不能落了我们南宫家的气势。抛开身份不谈，我们都比她早入门，我们是这青莲园的东道主，她该给我们起码的尊敬。姑姑，一会见到独孤女帝，你可千万不要跟她较劲啊，要不夫君该为难了。南宫羽飞对独孤女帝当然是恨意满满，不过他也不是蠢人，现在为了爱郎，为了自己的小命也得忍着。不过南宫羽飞见到独孤女帝可没南宫玉烟那么客气的叫姐姐，当他们碰面后，他一句话都没说。冷华年将他们安排到湖心亭小坐。夫君，你这环境还很是不错。为避免尴尬，独孤女帝岔开话题，当初我买这个宅子就是看上了这个青莲湖，这一汪湖水每每看了都令我神清气爽，你对他们还真是上心。应该的，羽飞和玉烟这10年来都是过的苦日子。南宫羽飞看向独孤女帝，终究还是没忍住。
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气氛原本就不和谐，这一下就更凝重了。不过独孤女帝并未生气，而是嫣然一笑道：他们联手讨伐朕，朕没有束手等死的道理，这一切都是他们咎由自取。冷华年在两人的手背上轻拍2下，过去就让他过去吧，不然羽妃发难。锦瑟回手一击，我要少一个女人，吃亏的还是我。南宫羽妃悠悠一叹，独孤女帝给爱郎面子没动她，已经算是仁慈了。南宫玉烟的心态比她姑姑要好一些，她知道冷华年的难处，另外一个原因是她有点被独孤女帝的气度折服到了，也不知道是给冷华年面子，还是为了缓和跟南宫姑侄的关系，独孤女帝留下吃了个饭。一男3女围坐湖心亭。夫君，这里房子如此多，有点微缩版未央宫的意思。娘子谬赞了，这里哪比得上未央宫？不知朕可否在这有间房呢？当然，一会吃完饭陪娘子去挑一间。饭后，独孤女帝去挑选房子，出人意料的把房子选在了南宫羽妃的隔壁。冷华年看了头皮发紧，南宫羽妃也不明所以的看着他的仇人。天下虽大，但一切在心爱的人面前，在长生面前都不值一提。为了爱郎，为了长生，朕会抛开恩怨。娘子言之有理。冷华年忍不住夸赞独孤女帝的大格局。朕这房子就叫忘忧宫吧，房子虽小，但在朕心中却比朕的锦绣宫还要宽敞，在这里朕的心有无边自由。忘忧宫，好，都听娘子的。只是我希望娘子这辈子都不会有忧愁，到这里小憩也并非为逃避世间杂事。当然，这里是朕的精神家园，我们的相会之地。夫君，朕先回宫了。冷华年将独孤女帝送出青莲园，独孤女帝出园之际回首，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清源小筑。3女见面并没有掀起狂风暴雨，南宫玉烟相对平和，她一直是这种恬淡的性子，冷华年很是喜欢。南宫羽妃心中的恨并没有爆发出来，独孤女帝的气场太过强大，虽然有冷华年在中间斡旋，但两人感情也并没有融洽起来，一切只能慢慢来。冷华年返回南宫羽妃的身边，南宫玉烟正在宽慰她：妃儿，过去的就让她过去吧，人总要往前看。你看嫣儿，年纪比你小，她想的比你明白，那是她爱你至深，你以为她心里真的放下了吗？南宫羽妃嗔怪道：好，嫣儿都懂的事，妃儿还不明白吗？谁不明白了？人家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好了，马上我就要出发去蓝月城，你不会要我带着心事走吧？夫君，你要去蓝月城？大央跟冷月正在交战中，你去蓝月城干嘛？要是被人认出你是冷华年，多少人要抓你领赏钱哦。南宫羽妃听闻爱郎要去冒险，哪还有心思想自己的事？放心吧，蓝月城没人认识我，或许有人知道我的名字，可那边的人没见过我啊，所以我很安全。夫君不能大意，要是你有事，我们还怎么活？菲儿，这10年这么困难都过来了，即便我不回来，你跟嫣儿也要坚强的活下去，你可不是一个软弱的女人。夫君，你什么意思啊？南宫羽妃听了这话，腿都软了。没事，逗你玩呢。我觉得很奇怪，这10年我们每日在一起，你也没对我有好脸色，这回要离开几天你就忍不住了，那能一样吗？以前我是培养你进宫当卧底，现在你是我的夫君。好了，放心，没事，我现在皇陵境也算是绝对的高手，只要不是冷月女帝出手，相信没人能留住我。现在我是大央女帝的男人，相信那边不会轻举妄动。总之，夫君一定要平安归来，你也不忍心我痛苦一辈子吧？南宫玉烟招呼厨娘做了一桌子美味佳肴，爱郎远行在即，他想把一切都弄到最好。到了午餐时间，蓝小庆和百灵准时来到湖心亭。哟，庆小姐和小百灵的鼻子可真灵，闻着味踩着点就来了。冷华年现在也时不时的跟这对妖媚主仆开个玩笑，没办法，吃不了几顿这湖心亭可心的饭菜就要远走他乡了。那你多吃点。任冷华年想破脑袋也想不到，眼前这位是要将他骗到蓝月城去的冷月圣女蓝小庆，他要知道他身份的话，就不会是请他吃饭，而是要让他吃苦头了。别说冷华年，就连南宫羽妃也不可能想到，谁能想到雪湖圣女会孤身南下，直入未央城，今日更是差点到了独孤女帝的眼皮子底下。有酒有菜，把个百灵都馋哭了，可她一个小丫鬟，哪敢坐到桌子上去吃饭？饭后，几人又在湖心亭饮茶聊天，欣赏美丽湖景，好不惬意。整个下午，冷华年都待在青莲园，妖媚主仆被逗得很开心，一直没舍得回清源小筑。离开未央宫的最后一个夜晚，冷华年决定去看看独孤凤。身边跟他亲密无间的女人中，唯有独孤凤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成为他的女人。独孤凤看到冷华年过来很是开心，两人相拥到一起。夫君，今晚你怎么想起来我这里？想我的份儿了，明日我就要出发去蓝月城，今晚睡在你这里好不好？我当然求之不得，不过夫君你一定要去蓝月城吗？那可是我们大央的死对头，你又是大央至关重要的人物，去了会有危险的。
富贵险中求，冷月帝国盛产灵石，我要不把他们的灵石转移到大央来，这仗永远都打不完。那也不能去冒险，要是你被扣住回不来，陛下，长公主，我该有多难过。没事，在临别之夜，我留下来，让你成为我的女人好不好？夫君，我很想给你，不过我要等你平安归来再给你。独孤凤此刻分外的理智，片刻之前的意乱情迷早已一扫而空。怎么，怕我回不来？我想夫君一定要回来，想着大央还有心爱的女人没完全得到，这会激发你的所有潜力。凤儿，想不到你这么心细，我答应你，一定会回来。两人拥抱片刻后，冷华年回承德殿。夜色已晚，承德殿里一片静谧。冷华年回到房间，洛宾已经睡着了。不过洛宾什么耳力，冷华年离承德殿100丈，他就感知到他回来了，这会装作睡着的样子。洛宾是朝里睡的，冷华年上床，侧身朝向洛宾。宾儿，两人虽然相识不久，但关系挺亲密。冷华年在他耳畔轻轻唤了一声：“睡觉了。”洛宾懒懒地回了一声，心中却起了涟漪。这家伙居然叫自己宾儿，有那么亲吗？转过身来，冷华年边说边用手把他搬过来。洛宾的身子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原本朝里侧睡，这下变成朝向冷华年。怎么？洛宾无喜无悲道，他就是这么个清冷性格，喜怒不形于色。想你了，想看看你这张美轮美奂的脸庞。美人终是看不够的，尤其是洛宾这种顶级的美人。你有那么多女人，还没看够啊？你也是我的女人，那么美，当然看不够。冷华年刚要伸手，就被他抓住手腕，轻轻挪开了。冰儿怎么了？你还没准备好？冷华年有点失落，原本这是水到渠成的事，不过洛宾好像不这样想。不是，我是神兽，真正的境界远超地灵境，只是受虚灵大陆的法则压制，只能到地灵境而已。你冲动的话，可能会让你爆体而亡。原来如此，那我永远都不能拥有你了吗？等你到了地灵境吧。冰儿，你对我真好，我刚才还以为你自视上天界神兽的身份，看不起我呢。冷华年很感动，将洛宾搂得紧紧的，生怕他跑了似的。你知道吗？你现在在我眼里就是我洛宾的夫君，在你身前化形的那刻起，我就认定你了。你一辈子都不许离开我，能拥有冰儿一辈子，我求之不得。夫君，虽然我性格清冷，好似不食人间烟火，可是你知道吗？你不在承德殿过夜，我就会想你，忍不住的想你。原来爱一个人是那么辛苦，不过这种辛苦又让我欲罢不能。以后我会多陪我的冰儿，不会让你孤单。冰儿，最近辛苦你了，每天要把回春泉运往全国各地。夫君，现在回春泉的销量每日都要增加，昨日你知道我运出去了多少瓶吗？多少？冷华年一脸期待道。600万瓶，这才1天，而且销量每天都在增加。夫君，你真是个天才，用不了多久，全国的钱都要到你的口袋。洛宾现在对冷华年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已经在组建数支飞禽运输队，建立全国甚至全虚灵物流网，等他们对路线和业务熟练了，就可以把一杯无核回春泉运往虚灵各地，到时冰儿就可以从第一线退下来了。夫君，你的思想完全是超越别人的存在，我为你骄傲。冰儿是回春泉大卖的首席功臣，我要多赚银两给冰儿丰厚的聘礼，然后这些聘礼又回到夫君的口袋。洛宾也学会了开玩笑，这完全颠覆了冷华年的认知。调皮，冰儿修炼对灵石依赖性大吗？很大，除非天赋异禀，不然修炼花掉的灵石数不胜数。其实是等级越高，所耗的灵石就越多，到时我们把赚到的银两全换成灵石。你身边那么多女人，还要送进宫里，灵石不够用的，所以我要拼命赚钱。接下来我要把一杯无核回春泉卖到国外，第一站就要去冷月帝国的国都蓝月城。夫君，你辛苦，在外一定注意安全，我不想我们的感情才开始就夭折。我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冲到地灵境，记得我在等你，就冲这一点，你也不许出任何意外。洛宾看着冷华年对他着迷的样子，心里还是挺受用。冰儿，现在不能拥有你，我跟你拥抱一下总可以的吧？只能抱一下。两人相拥在一起，连一向清冷平淡如水的洛宾也微微动情。第二日清晨，冷华年早早起床，洛宾依然在睡觉。昨晚他胡思乱想了很久，快天亮的时候才慢慢睡着。冷华在他如玉般的额头怜惜地吻了一下，然后去锦绣宫蹭早饭。是不是要出发了？来跟我告别的，不然你不会这么早。独孤女帝看到冷华年，脸上满是笑意。过来吃个早饭，跟娘子道个别。来吧，多吃点。早餐很丰富，冷华年差点吃撑。饭后，两人在后花园散了会步，在独孤女帝的叮嘱声中，冷华年离开锦绣宫，回到青莲园。蓝小庆和百灵已经收拾好东西在等他。冷华年跟南宫羽飞和南宫玉烟挥手告别。冷华年拔出灵隐剑抛到空中，宝剑迎风长到3丈长，
1丈宽，悬浮于空中，4平8稳，剑身金色灵光隐现，看得四女啧啧称奇。冷华年招呼妖媚主仆上剑，他自己坐在后面，因为这样妖媚主仆2人的绝美身姿，在整个旅途中都能进入他眼。冷公子这把剑真是夺人眼球，可有名姓。百灵对这把宝剑羡慕至极。灵隐剑，原来这把就是虚灵10大名剑中排名第1的灵隐剑，今日终于有缘一睹他的真容。蓝小庆也来了兴致，修炼之人最好的兵器就是剑，名剑哪个人都是心向往之，可惜得不到，看看感受一下也是一种享受。你们今日非但能看到他，还能躺在他身上零距离接触。冷公子，这把天下第1剑不是独孤女帝的吗？他怎么舍得交给你？蓝小庆这话也有道理，在虚灵这个世界，对修行者而言，比爱人还重要的2样东西，一样是长生之道，另一样便是一把稀有的兵器。她是我娘子，把灵隐剑交给我也算合情合理吧。那她是真的爱你，一般这种至宝谁会交给别人，自己的爱人也不行。百灵跟在雪狐圣女跟前，还算是比较有眼界，开什么玩笑？这世上难道还有比爱人更重要的存在？功法、宝物都是身外之物，只有爱人才是对你好，值得你珍惜一辈子的人。冷华年的话令妖媚主仆面面相觑，这人是单纯还是傻？修行太重感情，受伤的终究是自己。上岸第1剑，先斩意中人，他不会连这个道理也不懂吧？不过2人自认跟他没太深交情，没必要继续探讨下去。话说回来，冷华年不就是对他们心存怜悯，想着把他们送到蓝月城的吗？这下好了，马上就要入套了。蓝小庆仔细打量了一下冷华年，心中各种滋味涌了上来。这人也不知该说他重情义还是傻，都快成阶下囚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还真是傻的可爱。这天下就没有傻子的生存空间，哎，可惜了这副好皮囊。大央帝国距离冷月帝国不算太远，大央帝国在虚灵大陆的正中间，冷月帝国在虚灵大陆的最北边。不过2国之间还有着3重障碍，一片无尽森林，一座万寿山脉，一条冰封之河。之前提及的万仞雪山就屹立在冰封之河的河畔。冰封之河是进入冷月帝国的最后一道屏障，越过冰封之河就进入了那片冰天雪地的世界。灵隐剑在平稳飞行了1天1夜之后，到达了无尽森林的上空。这片森林怎么这么静谧，有点诡异，连一声鸟鸣都没有。冷华年不得不提高警惕。冷公子，让灵隐剑飞得高一点，据说无尽森林里有那种无尽藤蔓，飞禽走兽经过一下就会被缠绕住，逃都逃不脱，直到被藤蔓吸尽鲜血，他才会放手。蓝小庆也没遇到过，不过他听冷月女帝说起过。冷华年闻言赶紧将灵隐剑升到高处，脚底下的无尽森林越来越小。在平安通过无尽森林之后，冷华年不由松了一口气，正准备飞越万寿山脉，岂料蓝小庆立马阻止了他。绕过去，这个万寿山脉有大恐怖，灵隐剑这样直直的从他上空飞过，很可能被吞天巨兽一口吞没，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冷华年不由对这个庆小姐产生了好奇心。庆小姐，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不像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啊？冷公子，不瞒你说，其实我从小就生活在蓝月城，这里的故事听得不少。冷华年照着他的意思，在万寿山脉的外围绕着走。停，看那边。此时天色已晚，万寿山脉一道亮光冲天而起，任灵隐剑离那亮光有1000丈之远，依然能感受到那4亿的灵气。什么东西？冷华年对这些东西可谓毫无经验，蓝小庆就不一样了。物华天宝，我们过去看看。大纪元来了。妖媚主仆2人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这种程度的宝光和溢出的灵气定然是顶级天宝。你不是说要绕着万寿山脉走吗？里面有大恐怖，什么吞天巨兽，危险重重。冷华年耳朵里的警示音还没彻底消散呢。管不了那么多了，这边是万寿山脉的外围，我们离天宝不远，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这么财迷，见到宝物连危险都不顾了？这可不是寻常宝物，这必定是虚灵难得一见的宝物，我们赶紧过去，晚了就被人抢走了。冷华年无奈摇了摇头，驾驭灵隐剑朝那道宝光而去。1000丈距离瞬间极致，下面有人，快到地上去。在蓝小庆的指挥下，冷华年驾驭宝剑降落地面。万寿山脉怪石嶙峋，也有树木，但远比不上无尽森林的多。3人落地后，躲到一块半分化的巨型龟化木之后，静观好戏。林婉儿，你居然敢跑到我万寿山脉来抢东西，你还懂不懂规矩？一位身材火辣、身着豹皮套裙的妖媚女子冲着一位绿发美人大声斥责：荒谬，小妖女，这回魂水晶蓝本是我无尽森林的天宝，它在无尽森林吸收了足足2000年的灵气，今日终于长成，你居然敢说它是你们万寿山脉的东西，你还要不要脸？绿发美人赤着白皙的玉足，身上的衣裳使用软树皮和树叶编织而成，一双白皙玉臂和一双修长的玉腿露在外面，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冷华年的眼睛不由亮了起来。那我问你，现在他是不是在我万寿山脉？小妖女妖娆一脸的得意之色。无尽森林的天宝跑到自己家来，不娶那就对不起天宝的努力了。他只是迷路错进了万寿山脉而已，你凭这就要占为己有，你也太不讲理了。精灵灵婉说什么也不能低了士气。冷华年看了看蓝小庆，这究竟算谁的？蓝小庆朝他眨了眨眼睛，示意他看向两人边上的天宝。天宝神光熠熠，是一株白色的花，像白色兰花。冷华年有点纳闷，这天下有白色的兰花，看来这株像兰花的植物就是两人口中的天宝了。冷华年看看了快要流口水的蓝小庆道：我们走吧，为了一株植物跟人拼个你死我活，不划算。傻子，那是回魂水晶兰，能让人起死回生的天宝，你居然说它是一株寻常植物。蓝小庆感觉这冷华年阅历还是太浅了。那么神奇？我也没看出它有什么神奇的。这回魂水晶兰神奇得很，你没发现它根本没叶子吗？那个精灵说它是成熟后从无尽森林自己跑到万寿山脉来的。你这么一说，倒真的有点奇怪了。我们接下来怎么办？他们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我们正好坐享渔翁之利。蓝小庆话音刚落，那边两人已经为了天宝正式开战。林婉儿手持玄色软鞭，这是无尽藤蔓主根拔出中间最坚韧的软心，浸泡在地母金水中981天炼成的神鞭，无坚不摧。韧性霸绝小妖女妖娆见状丝毫不慌，双手微抬，从食指中透出10根3寸长的利爪，寒光闪闪。小妖女的父亲是这万寿山脉的万寿之王，也就是妖王，本体是头豹子，他母亲瑶灵是人族，小妖女有一半的豹子血统。人家是在真刀真枪的打仗，不料却把规划木后面的冷华年看得个血脉喷张。两人的衣着都非常规，林婉儿赤着白皙玉足、玉臂和大长腿进路，那几块树皮、几片树叶就是她的装束。绿色的秀发披在肩头，随风飘逸，煞是好看。小妖女更了不得，那豹皮套裙短得不能再短，两条结实富含力量的大长腿尤其醒目。豹纹胸衣让冷华年算是开了眼界，那对豹纹护腕更是充满了美感。冷华年接触的都是美人，但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美人，一位是超凡脱俗的精灵，一位是野性难驯的豹纹美人。蓝小庆看了一眼冷华年，见他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就知道他的老毛病又犯了，断流。林婉儿持鞭术劈小妖女，这鞭子若击中，轻则重伤，重则人被2分，这也是林婉儿所学鞭法中唯一靠力量的一招。小妖女见林婉儿出手气的火冒三丈，平日都是她欺负别人，今天居然有人敢对她先动手。小妖女利爪横在胸前，待鞭子落下接近她时，她利爪横扫，将鞭子挡了出去，爪子毫发无损，果然有效。分天，林婉儿没给小妖女喘息的，鞭子才收回，又甩了出去。小妖女不愧为豹女，身手极为敏捷，她甚至能在林婉儿的鞭影中穿行。死亡缠绕，眼见小妖女躲闪的游刃有余，林婉儿使出了鞭法中的杀手锏，只见她的鞭子不再直来直去，鞭影竟成了龙卷风状，朝小妖女整个笼罩过去。眼见小妖女即将被鞭影龙卷吞没，哪料一个幻影从鞭影龙卷中逃脱出来，直扑林婉儿。林婉儿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她怎么也没料到小妖女的身法竟然快若闪电。其实这不是闪电，而是小妖女的独门身法暴影。小妖女的利爪从林婉儿的白嫩肩头划过，任她躲得再快，利爪的爪锋还是将她的肩头扫出3条血痕。伤口不深，不过3条血痕上还是布满了细密的小血珠。林婉儿看了一眼自己的肩头，眉头紧蹙，太丢人了，自己亡灵境6级，小妖女才亡灵境1级，自己抢功，没想到却被她先伤了，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林婉儿深吸一口气，再次持鞭上。小妖女虽然一击得手，不过对方的伤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她接下来也不敢大意。那边归化幕后，蓝小庆用胳膊肘推了推冷华年道：趁着他俩打得起劲，我去把天宝收了。你怎么收天宝？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自有办法，你跟百灵在这躲好了，别弄出动静，把他们给引过来。还没等冷华年回应，蓝小庆已经像灵猫一般快速朝回魂水晶兰而去。林婉儿跟小妖女打得正投入，丝毫没注意到有人已经在慢慢靠近天宝，也难怪，因为蓝小庆已经是亡灵境巅峰，修为在他俩之上。蓝小庆偷偷来到回魂水晶兰边上，心情激荡，手发抖，这是虚灵最顶级的灵药，真正的天宝。只见他左手轻轻一甩，一枚冰玉般的戒指在左手小指显现，是一枚隐形的储物戒指。蓝小庆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方白玉盒子，他将回魂水晶兰连土挖出，移栽进了玉盒，来不及好好欣赏，直接关上玉盒，然后放进了储物戒指。天宝的冲天光柱突然消失，林婉儿和小妖女不约而同的停手，两双目光狠狠地射向天宝消失地的蓝小庆。林婉儿和小妖女对了一下眼神，直接就扑向蓝小庆。终究是利益至上，我们一起先把这个外人除了，
然后再一分高下。林婉说话的同时，将右手腕的古木手串微不可察地摇了2下。好，小妖女一口答应，不过她也用左手捏了一下右手腕上的豹纹护腕。林婉和小妖女2人联手攻向蓝小庆，3人一时打得难分难解。百灵，你小姐究竟是何人？她为何这般厉害？躲在龟化幕后的冷华年有点傻眼，那个庆小姐居然以1敌2，不落下风。小姐的身份你别管，看戏就行了。百灵知道事情有点瞒不住，不过能隐瞒一时是一时。我们要不要去帮你家小姐？我看她1打2，时间久了有点吃亏，我们过去3打2。停，你以为打架是靠堆人头吗？别说你一个地灵境，就算我天灵境，过去也不够看。百灵打断冷华年的话，狠狠地白了他一眼。冷华年心说，地灵境只是我的伪装，以我黄灵境的实力，瞬间就能将那2人秒杀，夺了天宝走人。不过我偏不动手，我倒要看看你们主仆2个到底是什么来路。蓝小庆虽然修为最高，不过以1敌2，终究还是慢慢处于了下风。本公子，你待在这里别动，乱动没人救你，我去帮小姐。百灵眼看小姐处于下风，心急如焚，虽然比他们低了一个大境界，也只能咬牙往前冲了。2打1变成了2打2，局面稍稍缓和，蓝小庆松了口气。不过百灵身上的压力可就大了，他几乎成了出气筒，自加入战局就挨了不少揍。才过了不到半刻钟，最弱的百灵身上已经被林婉鞭打出了好几条血痕，更惨都是双臂都被小妖女的利爪给抓伤了。蓝小庆看着心疼，一下挡到他跟前，将那个白玉盒子交到他手上道：拿好天宝，带着冷华年快回去找陛下，我来拦住他们。小姐，别废话，走。蓝小庆再次以一己之力挡住林婉和小妖女，百灵咬咬牙朝龟化幕后面的冷华年跑去，只是他才跑到一半，一道身影如电闪从天而降，一下挡在他身前。父王！小妖女见来人，心头大喜。妖王！林婉心头一凛，这万兽妖王终究是比精灵女王先到一步，女王为何在自己发出信号的1刻钟之后还没到来？妖王妖烈本体是头豹子，不过化形已数千年，如今已到圣灵境巅峰。只见他右手虚抓，百灵手中的玉盒便被射到他的手中，百灵不管不顾地往前冲，想夺回玉盒。这是小姐交给他的，里面是天宝，他怎能眼睁睁地看着玉盒被人夺走？此刻他哪还管自己的死活？可惜他才冲出1步，便被妖王凌空一掌击飞，人在空中旋转，口中鲜血喷溅，飞了足有数息，才摔在龟化木上跌落地面，简直惨不忍睹。百灵！主仆情深，蓝小庆见状，凄厉地喊了一声，心中无限焦急。一个分心，前胸后背被林婉和小妖女一人一掌击中，这下他自己也口吐鲜血了。冷华年把跌到脚边的百灵抱了起来，百灵也不知是命大还是妖王手下留情，凌空一掌并没有击中他的心脉，虽然5脏6腑伤势严重，不过还没有性命之忧。冷公子！百灵眼睛微睁，声音很虚弱，先别说话。冷华年也顾不得男女授受不亲了，势急从权，他一掌按在他胸间，一股绵绵的灵力瞬间灌入百灵的4肢百骸。百灵顿觉整个身子暖暖的，原本痛得要死的5脏6腑也逐渐好转起来。百灵感激地看了一眼冷华年，终是脱力般睡了过去。妖王玉盒到手，不管别的，第一时间将玉盒打开，见到里面是一株完好的回魂水晶兰，眉头舒展，瞬间将玉盒的盖子合上，放进了储物戒指。他并没有感觉到一丝轻松，因为精灵女王也飞到了这个战场。精灵女王一落地，那边混战的3人也停手了，因为他们那是小打小闹，决定不了战局。今天一切都得看精灵女王跟妖王的战斗结果。女王别来无恙，今日怎么有空来我万寿山脉做客？妖王表面是个粗狂的男子，心思倒也不简单，上来就表明立场，我是主你是客，客随主便。女王陛下，妖王抢了我们无尽森林的天宝回魂水晶兰。林婉一句话点明要害。妖王，这颗回魂水晶兰在我无尽森林培育了2000年，今日终于修成正果，还望妖王将它还给他真正的主人。精灵女王灵犀跟林婉的打扮很接近，软树皮和树叶编织成的衣裙非常得体，只是胸前比林婉更加鼓囊，一头秀发随意地披在肩头，只在额头用天蚕丝带随意地扎了一下，飘逸如风。一双白皙玉足上纤尘不染，因为她根本没踩在地上，细看会发现她的玉足是悬浮在地上1寸处。女王此言差矣，天下宝物有德者居之，这天宝自己跑到我万寿山脉，岂不就是要送给本王的意思？如此大礼，本王怎能不笑呢？妖王道口的肥肉怎会轻易松嘴？那就没得谈了，妖王接招吧。精灵女王平素性冷，不可能跟他讨价还价，她也是圣灵境巅峰，面对妖王也是丝毫不怵，她也懒得多说，准备直接开打。几人都自觉退到一边，给2位圣灵境的顶级高手大战空出场地。蓝小庆趁机跑到冷华年的身边，一脸焦急道：百灵怎么样？并无大碍，只是受了些许内伤，多谢你救了他，举手之劳。
冷华年眼睛盯着场上，圣灵境大战他还是第一次见。女王，如何打法？妖王见女王一言不合就要动手，心中一愣，这女人比老子还勇。妖王，时间有限，我们也并非生死相见，就一招定胜负，胜者得天宝，败者退散，如何？精灵女王云淡风轻，就依女王所言。妖王没有拒绝的理由，说是一招，但两人都会使出最强一招，因为回魂水晶兰可不是等闲灵药，它生死人肉，白骨回灵魂，丝毫不在话下。精灵女王终于落到地上，白皙玉足踩在青灰色的岩石上，岩石竟然瞬间裂纹四起。精灵女王修的是木灵之术，起手就是最强一招焚灭，这是一招毁灭世界的打法。只见她周围所有植物的灵气全部脱离本体向她聚拢，片刻之间就在她周围聚成一个淡绿色灵力球，里面全是木本植物汇集起来的灵力。精灵女王将自己体内的全部灵力注入到淡绿色灵力球，蓄势待发。妖王一见，眉头微蹙，食指微抬，10根血红利爪破指而出，长约1尺。妖王两爪相对，嘴中突然吐出一颗拳头大的金色小球，金色小球慢慢飞到双爪之间，一股金色能量慢慢从金色小球飞出，将10根红色利爪慢慢裹上一层金色。数息之后，金色小球颜色逐渐暗淡，慢慢又回到妖王口中。精灵女王心中一凛，妖王还真是拼命，为了天宝不惜自损妖丹。小妖女看了心头大骇，父王为了天宝居然将妖丹里积蓄了数千年的能量全部灌注到10根利爪之内，这次他即便赢了也将元气大伤。容不得他多想，电光火石间2大圣灵境绝顶高手已经在同一时间出手。精灵女王轻描淡写的一挥手，凝聚压缩的淡绿色灵力球慢慢飞向妖王。妖王抬起右手，5根金色利爪刺向淡绿色灵力球，利爪触碰到了灵力球，令人意外的是灵力球并没有被利爪刺破，双方就这样僵持住。1吸2吸3吸，3吸之后，妖王抬起左手，将另外5根金色利爪也刺向灵力球。轰！一声巨响，但绿色灵力球被10根利爪刺穿，而后彻底炸开。远处的精灵女王喷出一口鲜血倒飞出去。妖王还没来得及几高兴，爆开的灵力球瞬间化为淡绿色的火焰，将他整个身躯包围。啊！妖王一声惨叫，不过在惨叫的同时，他的身上也瞬间爆发出红色火焰，将淡绿色的火焰隔绝在外。淡绿色灵力球炸开的范围有方圆数丈，这个范围之内到处都是淡绿色火焰，所有的植物全部被点燃，连岩石都燃烧起来。这淡绿色火焰恐怖如斯，妖王靠着自身喷发的红色火焰勉强将淡绿色火焰隔绝在外，不过那淡绿色火焰生生不息，有股不把一切焚灭誓不罢休的意思。倒在地上的精灵女王慢慢爬了起来，嘴角依然一血。她慢慢走到淡绿色火焰的外围，看着苦苦支撑的妖王并没有再出手，说好一招定胜负，她那一招已经出完。1刻钟之后，淡绿色的火焰终于慢慢熄灭，因为方圆数丈之内已经烧无可烧，所有植物被焚为灰烬，连岩石都被烧成了碎渣。妖王身上的淡绿色火焰慢慢消失，他自身喷发的红色火焰也逐渐熄灭。妖王一下瘫倒在碎渣上，大口地喘着粗气。多谢女王手下留情，刚才但凡你随便出下手，本王都会败下阵来。妖王躺在地上跟精灵女王对话，刚才险死还生，灵力耗尽，浑身瘫软，也顾不得形象了。按规矩，你赢了，婉儿，我们走。精灵女王灵犀不但人美，气度更是高雅，带着灵婉儿从容离去。不过她的从容也只是表象，刚才她耗尽灵力释放灵力球，被妖王的双手指刃戳爆，妖王可是将积蓄了数千年的妖丹之力彻底释放了出来。他在灵力球被戳爆的时候，自身也受到了极大反噬。女王，你没事吧？灵婉儿一脸的关切。回去再说。精灵女王深吸一口气，一手拉住灵婉儿，瞬间消失在原地。父王！小妖女妖娆冲到妖王身边，想要将他从地上扶起来，被妖王抬手阻止道：扰儿，爹没事，还没到要女儿扶的地步。他好强的挣扎着，摇摇晃晃站起身子，慢慢向冷华年、蓝小庆、百灵走去。百灵已经醒来，这会正靠在冷华年的怀中。今日来万寿山脉做客的朋友，一个都别走。蓝小庆走到前面，对着妖王妖烈道：妖王，我乃冷月帝国雪狐圣女蓝小庆，今日一场误会，还请妖王让我们离去。放了你们，冷月女帝都不敢闯我万寿山脉，你们几个小辈凭什么？来了都是客，怎能不去我妖王殿做客就走，显得本王不懂待客之道。妖王，你真要跟我冷月帝国为敌吗？坦白说，本王看上你们这2个比花还娇的美人儿了，跟本王回妖王殿，明日就大婚，本王又要添2位绝色妖妃了。哈哈哈！妖王虽然在刚才吃了大亏，不过那只是身体上的，物质上他可没亏。天宝回魂水晶兰到手不说，一下还能得到2位美人妖妃。小妖女嘴巴一翘，不开心，打量了一眼冷华年，眼睛突然亮了起来，自己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父王老要自己嫁给长老们的孩子，这个不比那些怪物强多了。妖王跟小妖女带着3人回妖王殿，刚到妖王殿的殿前广场，4大长老已经齐聚在此，边上一众小妖正在摇旗呐喊。他们看到妖王和小妖女带着2位绝色美人回来，个个像是自己要当新郎一般兴奋。妖王妖烈朝众妖挥了挥手，准备进殿闭关恢复。他现在只是强撑这一口气，实则半条命都快没了。妖王且慢！大长老熊大海往前走了2步，一双眼睛盯着妖王，似要把他看个透彻。老二，你这是？妖王第一次见自己的属下这么没礼貌。妖王，我熊大海现在正式挑战你。大长老一字一顿，说得清楚明了，又用了内劲，这几个字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得透彻。老二，你疯了！二长老朱三笑一声训斥。老二，你莫不是中邪了？妖王不必跟他一般见识，这家伙肯定是中邪了。3长老狗权也随声附和。老二，平日大哥待我们如亲兄弟，大哥刚激战归来，你此刻要挑战大哥，是何道理？4长老阴阳也不满熊大海的做派。道理，老熊我今天想要击败妖王，成为新一任的妖王。4大长老乱成一团，场下小妖也不淡定了。大长老这是疯了吗？也不能这么说，我们万寿山脉的规矩，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能挑战妖王，谁要是能杀了妖王，谁就能成为新的妖王。大长老要杀妖王，他哪来那么大的胆子？妖王圣灵境巅峰，大长老才圣灵境初级，你们难道没看出妖王气色不对吗？是啊，刚才万寿山脉跟无尽森林交界处似有巨响，不会是妖王跟人爆发战斗了吧？肯定是的，妖王气色不好，好像元气大伤的样子，我们都能看出来，大长老如何看不出？大长老有点趁人之危了，想当妖王就要不择手段。你说谁能赢？不好说，就看妖王伤有多重。妖王要是伤的不重，大长老不是他的对手；妖王要是伤得很重，那妖王的名号可能要易主。唉，每次妖王挑战赛都是不死不休，大长老已经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还有什么不满意？非要撕破脸？哪个不想当人上人？现在有机会往前冲一冲也无可厚非。妖王当初不也是踩着老妖王的尸体登临绝顶的吗？你们知道什么啊？大长老之所以今日要拼命，完全是因为觊觎新妖后的美色。新妖后确实是人间绝色，世间尤物，比她姐姐前任妖后长得还要美。可惜再美的人得不到有何用？这么多年来，连妖王都对她束手无策。是啊，新妖后也不知是哪位大能转世投胎，自带护身光环，寻常人根本无法靠近。妖王努力了这么多年，都无法得到那个女人，真是绝了。大长老觉得妖王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自己不中用，应该给他尝试一下。可人家终归是妖后，哪轮得到他去想着艳福？这不大长老才想着挑战妖王，今日终于找到机会。一旦大长老当上新妖王，那么这妖王殿以及殿里的一切都将被他继承，包括妖王的女人和财富。诱惑确实大，新妖后的确是令整个万寿山脉流口水。不过敢挑战妖王的，也唯有大长老1人而已。我要为大长老的勇气竖起大拇指。俗话说色胆包天，只有为了色，这胆才会比天大。听到大长老熊大海的叫板，妖王心里一沉，脚步也变得沉重几分。他终是停在原地，然后慢慢转过身子，直面大长老。你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就为了一个女人，你连几千年的兄弟情都不顾了。大哥，你知道兄弟的心思，今日得罪了，我都搞不定的女人，就凭你也配？不试试谁知道呢？你该让位了。熊大海直接从储物戒指里掏出乌金狼牙棒，棒长6尺，重逾1000斤。到了这份上，妖王知道这一战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好恨之前将妖丹里储存了数千年的能量一次全部耗尽，不过现在也只能硬着头皮咬着牙上了。食指上10根尺长的红色利爪再次伸了出来，不过这红色要比上一次暗淡了许多。熊大海的乌金狼牙棒朝着妖王的脑袋就呼啸而去，丝毫不留兄弟情面。在以往，妖王一拳就能将这狼牙棒挡开，可今日双拳齐出，依然被一棒砸中，口中喷血，飞了出去。别打了，诸位长老快劝劝大长老，我父王刚经历大战，元气还没恢复。小妖女在一边急的就差给3位长老跪下了。3位长老无奈的摇了摇头。妖娆，挑战妖王是万寿山脉最神圣的事情，任何人不得阻挠，所以我们无能为力。说话间，妖王再次被熊大海的乌金狼牙棒拍飞。小妖女哭着冲进了妖王殿，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救自己的父王了。妖后，妖后，快去救我父王！小妖女直接冲进妖后的房间，一下跪倒在一位绝色倾城的女子面前。救你父王！女子说话声音似有魔力，很好听，不过却显得不波澜不惊，好似妖王出什么事都与他无关一般。大长老在挑战父王，父王刚跟精灵女王打了一架，元气大伤，这会不是大长老的对手，他快被大长老打死了。小妖女都急哭了。
万寿山脉任何人都有权向妖王发起挑战，我以什么理由阻止大长老呢？凭你是妖后，你不同意？小妖女实在不知道怎么说服眼前这个女人。我同意，随他们怎么打，跟我有何干系？你是妖后，你不帮着妖王吗？我帮他，凭什么？我可不想当什么妖后，别以为他把我当妖后，我就是妖后。你再不去帮父王，他真的会被打死的。他死不死，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又不欠他什么。你是我娘亲的妹妹，你是我的小姨啊。妖娆，我连你娘亲都没见过，你说这些我真的毫无感觉。他是我的父王，你帮帮我，帮帮我父王好不好？小姨，我求你了，我给你磕头。小妖女在地上磕起了头，一下一下的连额头都磕出了血。妖娆，你可知你的娘亲是被他掳到这万寿山脉来的？他强迫你娘亲当了妖后，这一切只因你娘亲长的绝色倾城，他一眼便看上了。可父王待娘亲很不错，不是吗？不错。你娘亲生你时难产而亡，你怎么知道他对你母亲好？你娘亲死后，他居然找到你外公外婆，让他们再生一个女儿。没错，那个女儿就是我。我16岁，他便把我带到这万寿山脉，让我当妖后，让我代替你娘亲。要不是我有神光护体，现在我跟你娘亲的结局应该很相似吧？或许也怀孕生子，或许也难产而亡。别说了，我已经没了娘亲，我不想再没了父王。小妖女额头淌下的血跟眼泪混在一起，整个脸看起来非常恐怖。个人有个命，要不是他强迫你外公外婆再生一个，我也不至于转世投胎到这下界。唉，要我救他，除非太阳牺牲，日月倒转。你就跟我出去看一眼吧。看着小妖女无助到极致的样子，妖后心中还是闪过一抹不忍。她虽然比自己还大1岁，不过自己终究是她小姨。我可以随你出去，不过我不会出手，因为我巴不得她死。当风姿绰约、仪态万千的人间绝色万寿山脉的妖后瑶光踏入殿前广场的那一刻，原本嘈杂的广场顿时安静下来。那个瞬间仿佛时间凝固，妖王妖烈和大长老熊大海也停在了原地。妖王已经被乌金狼牙棒捶得满身伤痕。妖后，妖后，妖后！殿前广场彻底沸腾起来。妖后瑶光面无表情地看着场中间决斗的两人，无悲无喜，更没出言制止。小妖女陷入了绝望。熊大海见状，立马蓄起12成的力量，将体内仅剩下的一半灵力全部灌注到乌金狼牙棒，毁天灭地的一棒朝妖王当头砸下。妖王体内灵力全无，外伤内伤一大堆，不过永远得不到的妖后在侧，他一代妖王怎能认输？拼着最后的力量举起10根利爪，想挡住熊大海这雷霆一击。可惜乌金狼牙棒砸下的势头毫无迟滞，10根红色利爪全被砸断，接着便是妖王的脑袋和整个身躯。这一棒摧枯拉朽般直接将妖王砸到地上，成了一滩捡不起来的肉泥。妖后的出现成了压垮妖王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个他永远无法征服的女人出现在他最落寞的时刻。这一刻他已完全破防。大长老熊大海看到妖后瞬间迸发的力量超越任何过往，这是一股求之欲得的憧憬之力，大到无边。新妖王，新妖王，新妖王！场下一片欢腾，从来只有新人笑，哪曾听闻旧人哭？一代妖王落幕。新妖王熊大海张开双臂接受众妖的欢呼。当他转身看到妖后瑶光，那倾国倾城、绝世尤物，令他机遇疯狂。从此刻起，他就将是自己的妖后。大长老一下成新妖王了，这财富女人，啧啧。看来人生还得搏一搏，风险越大，收获也越大。这下妖后就成了新妖王的女人了。妖后瑶光出场后，冷华年的目光就没再离开过她。冷华年也算是见过世面的男人，身边美女如云，但这妖后真的美到令人炫目，美貌甚至可以媲美独孤景色。而她身上的气质跟景色又完全不一样，那是一种虚幻，你渴求不得的东西。冷华年不受控制一般拔出了灵隐剑，慢慢走到既已忘情的新妖王熊大海身前。人类小子，今日你的2位女伴都将成为新妖妃，而你也将被赏赐给大家。熊大海意气风发，连冷华年的反常都没察觉。新妖王是吧？我冷华年现在向你挑战。冷华年的一句话令整个殿前广场彻底安静下来，众妖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小妖女突然停止了哭泣，愣在那里。蓝小青和百灵也懵了，这小子为何这般作死？就连平静无波的妖后瑶光也把目光投向场中这个俊俏异常的年轻人。一个地灵境的小子也来发疯，今日本王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新妖王熊大海掏出乌金狼牙棒，他用力甩了甩棒子，甩下一层肉酱。冷华年手握灵隐剑，整个人的气势顿时就起来了，境界也在快速攀升。地灵境、天灵境、亡灵境、黄灵境，黄灵境1层、2层，最后定格在了黄灵境3层。所有围观的人都瞪大眼睛，一脸的不可思议，唯有妖后的神情依然云淡风轻，好似这个世界根本没有能令他惊讶的事情。新妖王熊大海不敢大意，虽然比冷华年高了一个大境界，
可他刚才跟妖王死拼受了些伤，也耗尽了灵力，他双手紧握乌金狼牙棒，将他高高举起。就在他准备故技重施，狠狠砸下的那一刻，眼前握剑的小子突然消失不见了。他的疑虑只持续了一息，然后他就感觉心口一疼，低头发现自己胸口长出了一截半尺长的剑尖，而后剑尖消失，脖子一凉，随后就发现这个世界已是天旋地转，一个无头的身躯站立原地，乌金狼牙棒在掉落，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冷华年慢慢显出身影，就在熊大海尸体边上半丈之内，他掏出一块白色丝绢，慢慢拭去灵隐剑上的血珠，随后将丝帕扔到地上，还剑入鞘。冷华年对结果很满意，这灵隐剑法简直绝了，才刚用第2招双影就已经如此逆天。这是他修炼以来第一次真刀真枪的出手，这是他第一次杀人，第一次就杀了一个圣灵境绝顶高手。原来杀人这般容易，原来杀人也有这般乐趣。冷华年的嘴角一扬，再次将灵隐剑拔了出来，因为2长老、3长老、4长老已经将他团团围住，一个圣灵境1层，一个皇灵境8层，一个皇灵境6层。不知为何，面对这3人，冷华年心中丝毫不惧，他甚至有种感觉自己能瞬间将他们秒杀。住手！原本一片死寂的殿前广场突然爆出一声娇斥，绝色妖后缓缓走向场广场中央，柳腰款摆，风姿卓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他身上。什么叫妖王？死妖王、新妖王都统统丢到一边，你们要以下犯上。妖后瑶光的一句话令3位长老面面相觑，这才意识到眼前这位持剑的年轻人已经是新妖王。他2长老还想辩驳几句，却被妖后瑶光无情打断。他现在是不是新妖王？是，但他击杀妖王继承妖王位，流程有何问题？没有，但他尔等还不跪拜新妖王？妖后瑶光这话显然不是光对3位长老而言。哗啦，广场上的众妖闻言纷纷跪下。妖王，妖王，妖王！广场上的呼声此起彼伏，连小妖女妖娆也情不自禁地喊起了妖王。蓝小庆和百灵的脑子一时还没转过弯来，他们原本是要把冷华年骗到蓝月城去的，在他们眼里冷华年就是只肥羊，可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远超他们的预想，这哪是肥羊啊，这人简直比饿狼还饿狼。明日举行新妖王继任大殿。妖后的声音平缓却很有穿透力，响彻整个广场。随后他转头对冷华年道：妖王，跟我来吧。冷华年左右看了一眼，伸手将妖烈的储物戒指射到手中，里面有万寿山脉的宝藏，还有那个装着回魂水晶兰的玉盒。冷华年叫蓝小庆、百灵、小妖女跟他一起，把他们放在这边。他有点不放心，蓝小庆跟百灵看冷华年的眼神已经是一言难尽，小妖女现在看冷华年眼中已经全是崇拜和感激。到了妖王殿门口，小妖女止住了脚步，她父王已死，按理她要么嫁给新妖王，要么被杀死，在成为新妖王的女人之前，这妖王殿她不能再入内。进来吧，以后这里还是你的家。冷华年拍了拍她的肩膀，小妖女松了口气。而后冷华年指着蓝小庆和百灵道：给他们安排一下房间，可能他们要在这里住段时间。妖王放心。听了小妖女的回话，冷华年才跟着妖后瑶光进了他的寝宫。今日你为何出手？妖后走到窗户边，看着广场上的众妖慢慢散去，几位长老在招呼人收拾地上的残局。为了你。冷华年是个性情中人，也比较直爽，不喜欢拐弯抹角。为了我？你倒是够直接的。妖后转过身子，绝色脸庞，迷人身姿，诱人清香，这一切的种种都令冷华年神晕目眩。这个女人简直迷死人不偿命。听闻当了妖王就能继承妖后，我没理由不拼一下。冷华年的目光从妖后绝美的脸庞，再到她那诱人的身姿，她在独孤女帝面前都不装，在妖后面前也没什么好装的。冷华年始终认为，美女就是给人看的，也是给强者准备的。你还需要拼？我看你那2下干净利落，没少杀人吧？不瞒妖后，这是我第一次跟人搏斗，也是生平第一次杀人。哦，这倒是有趣了。妖后突然饶有兴趣地打量起冷华年来。16岁皇灵境，天资还是可以，关键是最近才突破的，之前还是废脉，那就更有意思了。听着妖后的点评，冷华年在看妖后有点惊为天人，之前是因为她的美色，现在是因为她的玄乎。你如何知道我年纪的？修行界16岁跟1600岁看起来或许差不多。生命气息，你现在的生命气息只有16岁，我瑶光不可能看走眼。妖后很自信，冷华年很崇拜，这个女人确实奇怪。你究竟是何人？为何我看你感觉我们像是根本不在一个世界？冷华年看独孤女帝都没有这种深不可测的感觉。你的感觉很灵敏，也很准确。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妖后了。冷华年还有点不敢确定，要是能把这样的女人搂到怀里，那其他的事就不用去干了。我会成为你的妖后，但不会成为你的女人。
妖后的话令冷华年心头一沉。妖后何意？我只能得到一个妖后夫君的名头，却不能得到妖后的人，是吗？你的理解完美无缺，可笑妖烈这么多年来却还一直做着美梦。你的意思是妖烈从来没有得到过你？新妖王的每个理解都恰到好处，跟聪明人交流就是省事，真是太好了。冷华年紧握着右拳用力挥了一下。太好了，没错，要是如妖后这般出色的女人被别人染指，那可真比杀了我还难受。哥哥，你可真有意思。妖后自进入妖王殿这么多年就没笑过，这回居然被冷华年的三言两语给逗笑了，不说别人，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妖后这是在夸我吗？能不能给我点盼头？难道我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吗？我的寝宫任何人不曾踏入，你是个例外。照妖后的意思，我岂不是比认识你多年的妖烈跟你更为亲近？所以你该知足了。还是希望妖后能给我一点希望，有时候给别人希望就等于给自己希望。你可以走了，妖王殿除了我的寝宫，你可以随意。妖后瑶光再次转过身子，给冷华年留下一个绝美而虚幻的背影。冷华年慢慢走出门，随手将门带上。妖后对着窗外自言自语道：给他希望，真能给我希望。冷华年找到蓝小庆和百灵，你们的伤没事了吧？望着两位受到惊吓的美人，冷华年心里虽然对他们隐瞒身份有所不满，不过对他们今日吃尽苦头的样子还是颇为怜惜。没办法，生就一副怜香惜玉的性格。谢谢公子救了百灵。百灵对着冷华年深深一礼，就差跪拜了。这的确是救命大恩，当时冷华年要是不出手，后果难料。多谢冷公子，我们骗了冷公子，想不到冷公子却还是仗义相助。雪狐圣女蓝小庆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辈子唯一一次钓鱼，鱼没钓到，还被鱼给救了。跟我说说你们的真实身份和找我的目的吧。我叫蓝小庆，真正的身份是冷月帝国的雪狐圣女。这次到大央帝国的目标就是将独孤女帝最得力的助手骗到蓝月城。蓝小庆的脸儿微红，确实有点羞人。堂堂雪狐圣女竟然对人用美人计。你们的消息可够灵通的，说实话，我自己到未央宫也才月余。公子的才华令我惊为天人，无论是吟诗作对还是商业头脑，都令人叹为观止。哦，圣女把我骗到蓝月城，准备如何处置我？原本我想着自己就能收拾了你，可刚才看到你两剑杀了熊大海，我都对自己做过的事情感到后怕。要是之前我们翻了脸，那我的结局应该不会比熊大海好到哪里去吧？蓝小庆小心翼翼道：不，你跟他不一样，你是美人，我不可能杀你，大不了当我的小艳奴。你要将我囚禁在这妖王殿。蓝小庆话虽如此，心中却并无多少忧虑，成为他的小艳奴，那岂不是要陪他夜夜笙歌？小姐，你不舒服啊？百灵见蓝小庆的脸莫名红了起来，关切地问了一句：冷华年，你囚禁我难道不怕冷月女帝震怒吗？蓝小庆稳了稳心神道：你把我骗到蓝月城要对付我，也没怕独孤女帝啊，她现在可是我娘子。想不到你藏得那么深，我们真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前有扮猪吃老虎，今有藏龙戏雪狐，雪狐圣女，乖乖在这万寿山脉当我的妖妃吧。冷华年的心情大好，妖妃不是妖后吗？我堂堂冷月帝国的雪狐圣女，你让我当妖妃？雪狐圣女这下急了，让她当小艳奴，她没多大脾气，这下要仅仅给她一个妖妃的名分，她忍不住了。不好意思，妖后已经有人了。看着雪狐圣女的表情，冷华年觉得很过瘾。谁？前任妖后瑶光。就凭她？冷华年，我真是高看你了，别的男人的女人你也要？非也，妖后瑶光还未曾属于任何男人，她那寝宫除了我还未曾有别的男人踏足。她告诉你的，有时候女人的话不能信，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圣女这句我倒是赞同的，就像圣女在未央城的时候那样，骗得我好辛苦。那你还信她？白灵在边上忍不住也插了一嘴，她当然是要帮小姐的。信啊，在不知道结果之前我都信，就像我能乖乖跟着你从未央宫走到这里一样。冷华年，你个大傻子，清白之身的圣女不要，却要让一个不知根底的货色当妖后。妖后只有一个，我信瑶光说的话。再说，你以为我是为什么要当这妖王的呢？难道是因为那个女人？蓝小庆的心里莫名一抽。没错，我所做这一切就是为了当妖王，就是为了名正言顺的成为妖后的男人。怎么会这样？冷华年，我不服，我的身份，我的清白，我的姿色哪一样不比他强？他不就是胸比我大一点，臀比我翘一点吗？唉，圣女还是不够了解男人，他所拥有的正是我最中意的。可是我还年轻，我还能长，你们的年龄孰大孰小还不一定呢。圣女又何必计较这些？我说实话吧，毕竟圣女之前骗了我，我心里多少有点芥蒂。混蛋，你嘴里根本没一句实话。
雪狐圣女蓝小青的心态有点崩，彻底破防了。好了，瞧瞧你作为圣女，一点稳当劲都没有，看来你真只配当个小艳奴。本想着让你进我冷家门的，你倒好，还没进门就跟人掐上了。你认识妖后吗？你了解她吗？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这仗打的是毫无头绪，更是毫无把握。谁要进你冷家门了？雪狐圣女的心从来没像今天这么乱过。唉，你看看你哪还有一点雪狐圣女的样子？我看你连小百灵都不如了。百灵，你开导她，别让她做傻事。冷华年无奈离开房间，这女人个个让人头疼。冷华年走出妖王殿，来到殿前广场，大部分看热闹的小妖已经散去，3位长老还在，正在帮妖烈料理后事，顺带帮熊大海也一起收拾了。毕竟这5人也算多年的兄弟，没想到今日一下就少了2位。3位长老见冷华年过来，那表情真是一言难尽，有痛恨，有恐惧，有迷茫。3位长老都是万寿山脉的肱骨，如今老大老二走了，你们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我当上妖王以后还要多仰仗3位长老，当然3位长老若有晋级之心，随时可以挑战我。原本3位长老也未必没有挑战冷华年的想法，不过冷华年这么一说，他们是一点心思都没有了。2剑杀了熊大海，他们自问自己能不能抗住2剑，答案是不能，因为他们3个比熊大海差了不少，轻举妄动就是自取灭亡。不敢，我们兄弟3人定当辅佐妖王，让这万寿山脉蒸蒸日上。好，明日待我完成登基大典，我们不醉不归，到时定让你们尝尝这天下最美的酒。多谢妖王。到了晚饭时间，冷华年原本以为能在饭桌上碰到妖后瑶光，可惜他吃饭都是丫鬟端进去，在寝宫内就餐。他颇觉遗憾，人就是这样，越得不到的东西就越想。前妖王的房间，冷华年是不想住了。小妖女帮他找了个大房间，虽然房内没人住过，不过小妖女还是叫丫鬟们把里面所有的东西换成新的。晚上躺在床上，冷华年有点兴奋，今日第一次与人战斗，第一次杀人，自己真是天生的杀手。动手前手丝毫不抖，得手后见了别人的惨样，心无波澜。迷迷糊糊进入梦乡，妖后就在梦里相会吧。不过半夜，冷华年还是让被窝里的动静吵醒了。他睁开眼睛，一双美眸离他仅咫尺，一具柔软的娇躯贴着他的身子。小妖女，冷华年如何不识眼前的野性小美人正是小妖女妖娆。妖王，小妖女却生生地喊了一声，吹气如兰。你这是干嘛？我来服侍妖王。小妖女的脸贴得更近了。为何要服侍我？感谢妖王帮我报了杀父之仇，感谢妖王收留我。感谢的话说一声就行了，没必要拿你的身子来感谢我。妖娆什么都没有了，家没了，亲人没了，只有一位恩公。今天若非恩公，此刻我应该已经躺在床上被熊大海蹂躏了，那样妖娆会生不如死。所以妖娆在心里很感谢恩公。傻瓜，我有很多女人，但都是两情相悦，没有一个是没有感情就结合的。你这样子让我很为难，如果你并不喜欢我，我却要了你的身子，那样会不会有点无趣？其实妖娆喜欢妖王的，从2剑杀死熊大海开始，妖娆就下定决心要当妖王的女人。真的，真的，要是换一个人，妖娆是不可能来的。或许报恩这些只是借口，妖娆的内心是真的想要靠近妖王。妖娆并非随便的女人，妖娆没被男人碰过，至今依然是清白之身。小妖女，你真的想好了，今晚你成了我的女人，那你一辈子都只能成为我的女人了。妖娆求之不得。小妖女再说话的间隙，已经跟冷华年相拥在一起。小妖女的肌肤很光滑，因为常在山林中穿梭，肌肤并非冷华年的其他女人那样白皙的耀眼，而是健康又充满野性的大麦色。她把俏脸贴到冷华年的脸上，虽然没吻过，但她显然想要尝尝亲吻的滋味。冷华年一口吻住她水润的阴唇，一切都是水到渠成。小妖女如愿以偿的成了冷华年的女人。夫君，我爱你。小妖女比她的其他女人还是要奔放一些的，像她这么直白的表达爱意不多，她们会比较含蓄一些。我也爱我的小妖女。冷华年在她额头的伤口轻轻一吻，无限怜惜。夫君，明天你就要登基为真正的妖王了，以后这整个万寿山脉都将属于你，这里的一切包括我都将属于你。你现在不就属于我了吗？还要到明天啊。夫君，你明天会让妖后继续当妖后吗？小妖女一脸的期待道。会，我就知道夫君心里最想的就是她。小妖女有点失落。怎么？你想当妖后？不是，你是独一无二的小妖女，跟妖后是不一样的。我的女人没有高低之分，在我心里都一样重要，所以你不要多想。冷华年将她搂得紧紧的，小妖女心里顿时踏实了一些。我只是看不惯瑶光，她明明有机会救我父王的，可她根本不想救。妖后跟你父王的关系不好？一点都不好。其实妖后是我小姨，她就是来替代我离世娘亲的位置，不过她的性格很高冷，
而且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居然有神光护体。这么多年，我父王都没机会靠近他，更别说得到他了。妖后居然这么神奇，这下冷华年对妖后的想法就更多了。夫君，我希望你早日成为他真正的男人。你是真心的，不吃醋。冷华年摸着他的秀发道：我倒要看看，像她那么骄傲的女人，成了夫君的女人是个什么样子。扰儿，你的执念太深，就让一切都过去吧。夫君，我懂了，以后扰儿的世界里就只有夫君，再无其他。那倒不必，你心里有我就行了。你也要有自己的生活，好好修炼。或许哪天我会让你来管理这万寿山脉。什么意思？夫君，你是要离开吗？小妖女不自觉抱紧冷华年的一条臂膀。我不可能一直在这里，我会踏遍虚灵的土地，好好修炼，寻找机缘。机缘？夫君才这个年纪就已是黄灵境，得到的机缘还不够吗？还差得远。我的目标是尽快达到地灵境，然后想办法飞升到上天界，突破地灵境的限制，达到长生不死。飞升上天界，长生不死。小妖女有点不理解，看来妖烈也不知道，没跟她提过。这就不得不让冷华年佩服独孤女帝了，正是她的见多识广，一句话就让冷华年的心头豁然开朗，也会让他少走很多年的人生弯路。每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会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冷华年觉得自己要想更成功，有必要多找几个了不起的女人。冷华年跟妖娆在这边恩爱无边，雪狐圣女跟百灵可就没那么好过了。两人最近落了难，关系倒是更亲密了，居然睡到了一张床上，哪还有主仆之分？百灵，这家伙真的要把我留下当小艳奴了？那小姐，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呢？百灵觉得圣女最近有点奇怪，情绪波动很大，患得患失，这要当小艳奴也没觉得她有什么急着跳脚的感觉。但凡她让我当这妖后，我都不会这么难受。小姐，你不会喜欢上冷公子了吧？百灵感觉自己越来越接近真相。我会喜欢他这个花心鬼，他那么多女人，哪里值得我去喜欢了？百灵感觉圣女这是死鸭子嘴硬，或许这已经是圣女最后的倔强了。小姐，其实冷公子挺好的，人长得俊俏异常，修为也高，脾气也好，才华也好，他这样的男人简直是极品中的极品。百灵，我现在是要批判他。你这说的是什么？弄了半天，你倒先喜欢上他了。雪狐圣女的心里更是雪上加霜。小姐，冷公子他真的挺好的，今日要不是他抱着我救我，可能我就要永远离开小姐了。他救你一次，你就要背叛我。小姐，其实你的心里也没有那么恨他，对不对？你摸着自己的心好好想一下，你究竟是爱他还是恨他？雪狐圣女还真傻乎乎的把玉手按到自己的心口，只是一直不声不响。小姐，心里有答案了吗？我恨他，也有点爱他，你其实总结的也不错，他的确很出色。小姐，既然如此，我们就留在万寿山脉吧，那样你就可以跟他一起生活，一起相恋，说不定到时还能一起生个雪狐宝宝。如果像他，宝宝一定会很漂亮。好你个百灵，你要我喜欢他，是不是你自己喜欢他？你要我要留下来，是不是你自己要留下来？你要我跟他生宝宝，是不是你自己想跟他生宝宝？好吧，小姐我也不装了，我就是喜欢冷公子。百灵，你现在厉害了，敢跟我对着干了。冷公子乃人中龙凤，喜欢他再正常不过，小姐内心不也是喜欢他的吗？喜欢和留下来当他的小艳奴，甚至妖妃是两回事，我不能辜负了女王陛下。雪狐圣女想起冷月女帝对她的殷殷期盼，实在不忍背弃她。可是小姐已经答应陛下，要是不能把冷华年带回蓝月城，陛下就要将小姐嫁到西燕。主仆二人一时陷入两难境地，现在是回也不好，不回也不好，害得雪狐圣女恨不能马上天亮，马上起床去问问冷华年。冷华年此刻正在指点小妖女修炼，哪能想到雪狐圣女正在惦记着他。冷华年修炼了一个时辰，小妖女在边上坐着陪了他一个时辰，见他睁开双目，赶忙关心地问道：夫君如何？一切顺利。欢乐的时光特别短暂，不知不觉天已亮，冷华年和小妖女有再多不舍，出门了。今日冷华年还要参加妖王登基大典，小妖女帮爱郎把衣服穿上，黑色镶金的妖王袍服是应冷华年的要求连夜赶制出来的。冷华年穿上之后大小得体，整个人的气势顿时上升了一大截，把个边上的小妖女都看呆了。他知道自己夫君俊秀绝伦，可没想到穿上这套妖王袍服居然如此亮眼。冷华年对着金石镜照了一下，还是有模有样，要是独孤女帝在此，他一定会惊讶。他的龙袍跟冷华年的妖王袍服完全是情侣装，黑色镶金看起来低调又奢华。雪狐圣女一大早起来就是想问个明白，她候在冷华年的门口，见有人出来，刚想上去打招呼，一看到冷华年穿得这么正式，这么富有王者之气，瞬间就有了一种想扑到他怀里的冲动。圣女，昨夜睡得可好？看他一副呆呆的表情，冷华年礼貌地打了个招呼。
好得很。妖王，想不到你这一打扮还真像那么回事。什么叫像那么回事？从今日起我就是万寿山脉名正言顺的妖王。怎么样，你要不要弄个妖妃当当？切，看把你嘚瑟的，除非你让我当妖后。雪狐圣女一脸的傲气。是谁要抢本宫的位置啊？好巧不巧，原本很少出寝宫的妖后瑶光正好经过冷华年的房间，刚来就听到雪狐圣女要抢她的妖后位置。妖后今日一袭大红叶地长裙，她原本身姿就高挑，这下往冷华年的身边一站，简直完美登对，说是一对神仙眷侣也毫不为过，一黑一红，完美搭配，相得益彰。妖后早啊！冷华年的目光整个在妖后身上流连，美，实在太美了。妖后也看着冷华年，冷华年的俊模样，他昨日就已经领教过，今日见他在俊秀绝伦的外表之下，居然还有一股王者气度，这令他大感意外。毕竟冷华年才16岁，这种气度没有1000年，至少也得有100年的沉淀，他怎么可能妖后？雪狐圣女终究还是给了妖后足够的尊敬，寄人篱下，难免低头。广场上妖王登基典礼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3位长老怀着矛盾的心情，还是做了妥善安排。登基大典有条不紊的按程序进行，冷华年很庆幸妖后能陪在他的身边，他本以为今日妖后会待在寝宫缺席典礼，没想到给了他一个惊喜。第72章间接亲吻。场下万千妖众见到自己的妖王是如此神采，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欢呼声、祝福声一片接着一片。妖后自始至终陪伴在妖王左右，待登基大典礼毕，冷华年正式成为妖王的那刻，他甚至主动上前挽住了他的臂膀。场下群情激昂，这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梦幻场景。妖王，妖王，妖后，妖后，妖王，妖王，妖后，妖后，妖王，妖王，妖后，妖后。他们见妖后的面屈指可数，更别说今日妖后跟妖王如此亲密地出现在众妖面前。众妖都知道自己得不到妖后，他们心里希望妖王能彻底征服妖后，可别像上一任妖王一样，连妖后的寝宫都进不去，那可真是整个万寿山脉的耻辱。登基大典之后，殿前广场又举行了迁徙宴。冷华年将储存在碧玉扳指中的一杯无取出了3300瓶，一桌3瓶，3位长老一人100瓶。3位长老一开始还没当回事，他们平日喝的就是万寿山脉最好的酒。可是当他们尝过一杯无之后，每个人都觉得这100瓶酒少了，完全不够喝，喝完了以后这日子怎么过？再得到妖王冷华年的承诺，以后3人喝酒管够，总算是喜滋滋的敞开胸怀喝了起来。美中不足的是，登基大典结束之后，妖后直接就回了寝宫。不过妖后临走前跟他说，宴后去找他。妖后这一句话令冷华年在酒桌上简直坐立不宁，他急着回去，不过又不能抛下一众手下，要不然未免让人看扁了。就这样心事重重的喝了不少酒，到宴会散去之时，他已经喝得摇摇晃晃，不过脑子还是很清醒，要不然不会记得要去寝宫找妖后瑶光。咚咚咚，冷华年摸到了妖后的寝宫，喝得有点多，敲门没轻没重。妖后开门，见摇摇晃晃的冷华年，眉头微蹙，你喝这么多酒还敢来找我？妖后刚准备把门关上，冷华年便把手伸了过来，妖后并没有停手，冷华年的手掌咔得的一声卡在了门缝里。妖后把门再次打开，冷华年的手掌虽然没有破，不过手掌上还是出现了一道淤青。你不怕疼啊？你要是把我关在门外，我会心疼，可比这手上的淤青疼多了。贫嘴，明知要来见我，还喝那么多酒。妖后的3分嗔怪，在冷华年听来简直是天籁之音。唉，我急着过来见你，在桌上坐立不安，手里握着酒杯，心里想着你，不知不觉就喝多了，都是无意识的。你不怕喝醉了，连见我的机会都没了？当然怕，不过我心中有数，今日喝的酒是我自己酿的，我整整拿出了3300瓶，多少还是有点心疼的。你自己酿的？你还会酿酒？妖后认真的看了一眼冷华年，难道又会有新发现？来，尝一尝，正好今日是我们的好日子，喝上一杯也无可厚非。冷华年从碧玉扳指中取出1瓶1杯无，妖后接过酒瓶，白瓷酒瓶上盘着一条龙，瓶身上只有3个字：一杯无。这酒瓶样子不错，是我见过的最有品味的酒瓶，我亲自设计的，我先给你倒一杯尝一下，你好好品一品。冷华年打开瓶盖，把酒瓶直接递到妖后手里道：直接尝一下吧，省得去拿酒杯了。妖后抬起酒瓶，轻启红唇，微微尝了一口，眼睛瞬间就亮了。好酒，这酒真是你酿的？如假包换。冷华年一脸自得，酒是好酒，只是这名字一杯无怎么这么怪？你听我给你吟一首诗，就全都明白了。吟来听听。妖后难得的出现了几许期待。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好诗。
难怪呢，这一杯舞起的恰如其分。妖后抬起酒瓶，轻启红唇，这次喝了一大口，过瘾。妖后手握酒瓶，将它咚的一下拍在桌上，不拍这一下不足以表达她此刻的情绪。有这么好喝吗？冷华年好奇地抓过酒瓶，也喝了一口，品了一下，点了点头。妖后被他的神操作惊地呆在了那里，良久才反应过来道：你居然喝我喝过的酒瓶？没事，我不介意。冷华年大方地表态。我介意，你这不等于吃了我的口水，不等于间接吻了我。理论上是这样的，只是我吻了你，你并没有吻我，你没有任何损失。总之你毁了我的清白。看到妖后并没有生气的样子，冷华年的胆子也更大了一些。这就毁了你清白了。好，我认了。既然如此，我愿对你一辈子负责。冷华年的心里在窃笑，谁要你负责了？妖后有了几分嗔怪之意，可这一切落在冷华年的眼中，却是怎么都看不够。好，我不负责。那你要我怎样？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妖后居然就这么轻易放过了冷华年，岔开了话题。我准备尽快提升到地灵境，然后带着自己心爱的女人飞升上天界。冷华年的目标还是很明确，虚灵大陆终究不是久留之地。上天界？你如何知道上天界的？妖后闻言微微侧目，是我娘子告诉我的。冷华年又想起了那位令他魂牵梦绕的绝色女帝。你有娘子了？她是何人？妖后的语气也变得急切了3分。大妖女帝，独孤景色。独孤女帝，虚灵第一人，她会看上你这么个小子？妖后，你是不敢相信还是不愿相信？冷华年的语气开始变得咄咄逼人，他想换个节奏。姑且信你。妖后内心妥协了，就是承认我优秀真的有那么难吗？你的尾巴又翘起来了。妖后恨不能上去揪住冷华年的耳朵，不过好像不合适。这个男人嘛，总想着在心爱的女人面前表现一番，我岂能例外？冷华年适时地表现出自己真性情的一面。冷华年，我知道你对我有好感，对我有好感的男人数不胜数，可是我的爱你能承受得住吗？怎么承受不住？冷华年觉得这话有点可笑。等你知道我来自何处，知道我真正的身份，你还敢爱我吗？有何不敢？就算你来自上天界，我又怎会承受不起？冷华年一脸的自信。如果我的前世来自上天界妖之玉，你还敢爱吗？妖后咬了咬银牙，终于还是决定将这个从未曾向别人吐露过的秘密说出来。有何不敢？冷华年的态度很坚决。如果我是妖之玉幻妖帝国的女帝，你还敢爱吗？原来如此。我说，你身上的那股气势怎么丝毫不逊于景色？原来你是上天界的女帝。冷华年的内心震动，不过他还得故作平静。你还敢不敢？妖后盯着冷华年的眼睛，似乎很期待他的答案。我有何不敢？这天下就没有我冷华年不敢干的事。不瞒你说，其实我已经有2个上天界的女人。哦，说来听听。不知为何，妖后在震惊的同时，却终于松了一口气。一条白龙，来自上天界龙之玉，她叫龙息，已为我化形；一只冰雪凤凰，来自上天界风之玉，她叫洛冰，也已为我化形。你哪来那么大的魅力？连上天界的2大神兽都甘愿为你化形。妖后不得不重新审视冷华年。我觉得我平平无奇，至于别人怎么看我，或是喜欢我，我自己还真不好说。妖后，你怎么看我？你是气运之子。妖后轻描淡写的一句。完了。冷华年意犹未尽，他是很想知道自己在他心目中是个怎样的男人。完了。太草率了。妖后，其实我并不在意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想做你的男人。你呀。说着说着，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就不正经了。妖后再次嗔怪道，其实我一直是真性情，敢爱敢恨，并没有藏着掖着，何来露出尾巴之说？看出来了，小色鬼一个。妖后，你不能这么说我，其实我自小是个很淳朴的孩子，直到我修炼了缩阳神功这门神奇功法。缩阳神功这名字听起来倒是新鲜。当然新鲜，这功法普天之下就我一个人在练。原本我学它只为隐藏男儿身，混进未央宫接近独孤女帝，后来发现很难控制自己的欲望。难怪了，你确定不是采补术？妖后意味深长地瞥了他一眼。不是，要是采补术的话，此消彼长，只有我受益，他们就惨了。要是那样，我早把那功法废了，要踩着女人的肩膀往上，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倒是像个男人。你想过要去上天界？我必须去上天界，在这虚灵大陆，最多能到地灵境，只有到了上天界，才能突破地灵境，才能继续提升境界，直到长生不死。你怕死？想要长生不死？没错，我怕死。我怕死了没人照顾我的女人，我想要跟他们永远在一起。这或许是我想要飞升上天界，达到长生的最大动力。如果我是一个人的话，那我怎样都无所谓。其实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等一个人，一个能带我重返上天界的人。你是我目前为止见到的唯一希望。你那么迫切想要回去，我堂堂幻妖女帝被逼得生死道消，转世到下界，这个仇我肯定要回去报的。我明白了，我会带你飞升上天界，重返幻妖帝国，报你的血海深仇仇，夺回你的地位。冷华年，我本已被人害得魂飞魄散，要不是靠着我的执念，不可能轮回到这下界，也不可能重新转世为人。我余生唯一的目标就是报仇。妖后，仇要报，但你的人生不能被仇恨左右。如果你相信我，我可以带你报仇，也能让你领略世间的美景，享受璀璨的人生。冷华年，我承认我动心了。冷华年的话句句击中妖后的要害。那么，冷华年期待妖后给出等价的回应，只是恐怕要令他失望了。妖后只回了他一句：那么，你可以走了。其实妖后早已心潮澎湃，她已找到真正的救命稻草，不过她要好好捋一捋，平复一下心境。那我先走了，你早晚会成为我真正的妖后。冷华年有的是耐心，深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见冷华年说走就走，妖后心里竟有了一丝淡淡的失落。她伸手拿起酒瓶，又对着瓶口喝了一大口，这才想起上一口是冷华年对着瓶口喝的。她终究是将口中的那口酒咽了下去，心里自嘲道：刚才怪人家吻自己，现在好了，自己也等于吻了他了。冷华年原本是要被骗去蓝月城，结果到了这万寿山脉，还阴差阳错当上了妖王。身为妖王，他这一下还走不开了。冷华年今晚喝多了，想着早些上床睡觉算了。才躺到床上，小妖女就冲了进来，不是要跟他恩爱，而是有人来万寿山脉抢灵石矿。万寿山脉就2样值钱东西，灵石矿和山珍异宝，这还得了。听完小妖来报，他赶紧来找冷华年。冷华年倒下刚想睡，硬生生从床上又爬了起来。冉儿怎么了？火急火燎的。冷华年拍了拍床沿，示意小妖女坐下，慢慢道来。夫君，来不及了，已经打起来了，有外人来抢我们的灵石矿，随便叫个长老来过去处理一下，不就完了？3位长老全被你的一杯无放倒了，还有这等事，这些家伙也太贪酒了。冷华年无奈只得起来，带着小妖女去事发地。两拨人打得正凶，万寿山脉的众妖明显吃亏，因为他们的对手是无尽森林的精灵，带队过来抢灵石矿的正是灵婉儿，他的一根玄色软鞭已经抽飞了数名小妖。灵婉儿，你真是太放肆了，居然来我万寿山脉抢灵石，你还要不要脸了？小妖女一见灵婉儿，那是怒从心头起，要不是之前跟他抢天宝，他父王就不会跟精灵女王硬拼，就不会受伤，就不会被熊大海杀死。我们无尽森林培育了2000年的天宝被你们抢夺，我们女王陛下身受重伤，今日我只是拿回我们应得的东西，你还我父王。小妖女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直接就朝着灵婉扑了上去。如果说上次抢回浑水晶兰两人还没有下狠手的话，今天两人都在气头上，真是打出了真火，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周围的人都停了下来，看这两人打比自己打有意思多了。才2-3个照面，两人身上都挂彩了，灵婉的右臂被利爪划破，伤得比上次要重，这次直接流血了。小妖女也好不到哪去，后背被软鞭抽了一下，虽有豹皮护体，但豹皮上也显出了一条血痕。冷华年一看，这还得了，原本想着小妖女碰到实力相当的对手，机会难得，打一场好好提高一下自己，可照这个架势下去要出人命的。住手！冷华年一声大喝，两人还真被他的架势吓住了，呆立在原地。冉儿，回来，今日就让我来会会这位精灵。小妖女一看爱郎要帮她出头，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暖流，乖乖退到一边。你是昨日那位年轻人，你又不是万寿山脉的人，何苦来趟这浑水？刀剑无眼，伤了你可就不好了。林婉儿手持玄色软鞭，还想劝退冷华年，他跟冷华年无冤无仇，不想伤及无辜。现在我也是万寿山脉的人，所以对你出手也算是理所应当。你加入万寿山脉了，我现在是万寿山脉的新妖王。什么？在林婉儿的惊诧之中，冷华年的灵隐剑已经架上了他的脖子。无尽森林过来偷矿的28人全部束手就擒，被带了回去。你还真敢抓我，不怕女王陛下过来兴师问罪吗？林婉儿有点无助，一个小妖女就够她头疼的了，现在她还多了一个帮手，一招就将自己制服了。虽然自己刚才是有点大意，不过眼前这个男人实力明显在自己之上。精灵女王不是重伤了吗？这会怕不是在闭关疗伤吧？你想让她过来送死？冷华年的话让林婉儿瞬间萎了，他说的是实话，不过他嘴上不可能认输。女王陛下圣灵境巅峰，这点小伤他还没放在心上。小伤嘛，妖烈也是圣灵境巅峰，还不是因为受伤陨落了。你要是不服气，现在就去把女王请来都行。林婉儿终于是屈服了，不再做无谓的抵抗。林婉儿被单独带进妖王殿，她的27名同伴被押进监牢。小妖女见状表示不大满意。夫君，她一个俘虏
就应该关到监牢去，让他进这妖王殿时再太便宜他了。算了，他这样的美人儿要是被关到监牢，我怕那边要出乱子，他的身子万一要是被人冒犯了，到时精灵女王跟我来个鱼死网破，那我也落不到好。算你识相。林婉儿听冷华年的意思，他对女王还是挺忌惮的，心中松了一口气。夫君，你不会看上他了吧？要不你跟他在这洞房算了。小妖女现在就想整一整这个长年以来的死对头。你敢？夫君，他说你不敢。你是万寿山脉的妖王，可不要让他看扁了。冷华年心里直摇头，这小妖女也不是省油的灯，昨晚在床上千依百顺，这回在仇人面前，骨子里的那股野性就再也难驯了。我有什么不敢的？你先出去，今晚我就跟他同床共枕。夫君，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哦。小妖女瞧了一眼落难的林婉，心情矛盾的离开了房间。她想要冷华年把林婉吃了，但又怕冷华年把林婉吃了。冷华年慢慢靠近林婉，林婉刚才的那股不认输的劲头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你要干嘛？你说呢？刚才小妖女的话没听明白吗？你要回我清白，我死给你看。林婉这下是彻底慌了。哦，你带人来万寿山脉抢东西，总该留下点什么，不然还都以为我们好欺负呢。你要我留下什么都行，我把之前采的灵石矿全部还给你们。林婉从手指上取下一枚戒指，递给冷华年。冷华年神识往里面一探，好家伙，里面非但有抢夺的灵石矿，还有他收藏的不少宝贝，东西还不少，看样子已经收集了多时。什么意思啊？灵石矿还给我也就算了，怎么把你收集的宝贝也都给我了？我的意思还不够明显吗？这些都给你，你今晚放过我。林婉的心在滴血，里面的宝贝他已经收藏了10多年，无尽森林资源并不丰富，一些东西是他出去历练，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才得到的。不过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冷华年只看了一眼就把戒指还给了他。你先手，你宁愿要我的人也不要这些东西。林婉没有丝毫失而复得的兴奋，相反变得十分紧张。你把我当什么了？我看你可怜兮兮的样子，想着把东西还给你算了，反正这些东西对我而言也没什么用。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林婉觉得妖王对他太过仁慈了。因为你在我眼里根本不是个坏人，今日过来抢夺灵矿，肯定是因为丢了培育了2000年的回魂水晶兰，心里很不痛快，再加上精灵女王因为抢夺回魂水晶兰受了重伤，确实是很惨。我能理解你，换了我可能比你还要冲动。冷华年的一番话让林婉懵在了当场，还有这么善解人意的男人吗？这可是对手啊。怎么不想要的话我收回也是可以的，我当了妖王开支也很大。冷华年做事欲把戒指取回来，林婉刷的一下把手缩回，戒指已经快如闪电的戴到手指上。答应还给我了，哪还有收回的道理？只是婉儿有个不情之请。哦，你还真懂得寸进尺啊。还是算了吧，既然提了就说说看。林婉深吸了一口气，鼓起勇气道，回魂水晶兰是不是在你手上？不错，你想要？我只要一朵花，因为这朵花对女王陛下至关重要。女王在圣灵境巅峰已经200年，要不是为了等着回魂水晶兰，她早就突破到地灵境了。她突破为何要回魂水晶兰？因为我们是木精灵，在突破到地灵境的那一刻会受到神火天罚，在女王之前的历任女王都是在升地灵境的时候被神火天罚给烧死了。这株回魂水晶兰就是为了应对神火天罚而种下的，已经种了整整2000年，刚刚成熟。没想到它跑到了万寿山脉，后面的事你也知道了。只要你给我一朵回魂水晶兰的花，我愿意答应你任何要求。任何要求？我这人又不缺钱，你能有什么能打动我的？林婉咬了咬嘴唇，终于下了决心道，如果妖王肯给我一朵回魂水晶兰的花朵，婉儿愿意陪妖王一夜。林婉算我看走了眼，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纯真的女人，所以一直对你客客气气，可你居然要用自己的身体换一朵花，你就这么糟践自己吗？是不是今日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老头，你也会为了一朵花把自己的身子交给他？你不觉得的恶心？我都觉得恶心。你走吧，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冷华年走到门边，刚想打开门，林婉一把把他抱住，不让他开门。什么意思啊？你还要来硬的？冷华年越发觉得自己有点看不透他了。妖王，你误会我了，今日若非你站在我面前，但凡换个人，我都不可能提出那个条件。为何？这下轮到冷华年糊涂了。因为婉儿觉得妖王绝非常人，人好看，心也善，甚至一番交谈下来，婉儿对妖王都有点倾心了，所以婉儿才会提出那个条件，还请妖王相信婉儿。婉儿并非一个轻浮女子，要是今日妖王把婉儿赶走，那婉儿的心也会死去，回到无尽森林。婉儿会跟女王陛下告个别，然后去冰封之河下面永久的长眠。林婉儿说着说着，整个人都已抱住了冷华年，她的整个脸颊也埋在了冷华年的怀里，眼泪已经肆意流淌。
冷华年双手不自觉地环住他的腰，在他背上轻轻拍着，就像在哄一个哭泣的小孩一般。林婉儿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突然发现自己靠在冷华年的怀里，有点尴尬，又觉得很温馨。她从未跟男人如此亲近过，很奇怪，竟然没有一丝不适的感觉。林婉儿，其实我对你也挺有好感的，但你刚才那样糟践自己，我真的很失望，也很生气。我怕你是那种随便跟人上床的女人，我怕自己的看人眼光太烂。没有，我不是那样的女人，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从没跟男人相处过，更没有被男人碰过。若非是你……好了，傻瓜，我相信你了。不过你以后不能这么傻，这世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值得用你的清白去换，因为在我看来，你比回魂水晶兰要珍贵得多。我怎么能跟天宝相比？林婉儿话音未落，冷华年已经低头吻住了她娇嫩的阴唇，她彻底懵了，然后慢慢闭上眼睛，开始默默享受自己的初吻。良久，唇分，林婉儿脸颊红润，不敢抬头看冷华年。婉儿，在我眼里，任何宝贝都没法跟你比，做我的女人吧。你都吻我了，我怎么还可能跟别人？冷华年第一次见精灵的身子，林婉儿化形后跟真正的人类没什么区别，她的肌肤特别白皙，不知是不是因为在无尽森林经常照不到太阳的缘故，不过看着倒是很健康，身子也充满弹性。两人此刻对彼此的好感都有点爆棚，所以一切也是水到渠成。林婉儿靠在爱郎的怀里，心中却是无限满足。夫君，从此你就是婉儿的夫君了。婉儿，以后你就是我的女人了。我冷华年的女人都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女人。冷华年抚摸着林婉儿绿色的秀发，竟感觉有股大自然的清香。婉儿，为何你的头发是绿的？绿发的精灵万中无一，是精灵尊贵的象征。每一代的精灵女王发色都是独一无二，现任女王的秀发是银色的。你那日没看出来，是因为女王用了伪装术。原来如此，银色的秀发还真是令人神往，不知道哪天有机会能看一眼。婉儿，你被指定为下一代精灵女王，是因为这绿色的秀发吗？一部分原因吧，还得看天赋。女王的继承者必须在同辈里面拥有最高的天赋。看来我的婉儿各方面都很出色，我算是捡到宝了。夫君，我原本也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可自从见了你，我才发觉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年纪比我小很多，就已经到了皇陵境，距离女王陛下都只差一个大境界了。那婉儿以后天天跟夫君在一起如何？林婉儿无愧是精灵，天使般的外表下，性格却是奔放的。婉儿，你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我？都有啊，两不耽误，就属你聪明。冷华年将搂着林婉儿的手紧了紧，又在她白皙的额头亲吻一下。夫君，认识你真好，是你让我领略到人间至美。好好修炼，到时我带你去上天界好不好？夫君也知道上天界，女王曾经跟婉儿提及过，婉儿很是向往。别说婉儿，连女王说起上天界都是一脸的神往。我当然知道，要想突破地灵境的瓶颈，必须飞升上天界。夫君，你果然是婉儿此生最大的机缘，能得到婉儿这么美丽的精灵，也是我的造化。第二日，小妖女早早来到冷华年的房门外。昨日她也一宿没睡好，她感觉自己干了件傻事。林婉儿的姿色不在自己之下，夫君跟她会不会擦出火焰，自己会不会引狼入室？可她只能在门外等着，不敢贸然敲门进去。日上三竿，冷华年跟林婉儿才慢悠悠的起床。才过了一晚，林婉儿已经像个乖巧的小媳妇一般，帮冷华年穿衣叠被，最后才将自己奇怪的装束穿好。冷华年刚要带着林婉儿出门，就发现门口焦急等待的小妖女。一看两人情意绵绵的样子，他一个过来人，哪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本是想看林婉儿的笑话的，没想到自己倒成了笑话。夫君，小妖女低声喊了一声，心里没了底气。冷华年将她揽到自己怀里，在她唇上亲了一下，道：以后你跟婉儿就是姐妹了，你们以往老是互掐，从今往后要和谐相处。知道了，夫君。小妖女以往脾气是很大的，说她刁蛮任性也不为过，现在父王离世，在这万寿山脉已是无依无靠，要是不是冷华年的出现，她可以预想到自己的悲惨命运，被人当一辈子的玩物。小妖女已经没了脾气，尤其是在冷华年的面前，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小妖女和林婉儿对视了一眼，两人都有自己的无奈，又都有自己的幸福和盼头。冷华年带着两女去餐厅一起享用早餐，场面倒是异常的温馨和谐。夫君，我能先带他们回无尽森林吗？林婉儿当然是指被关起来的那27个同伴。当然，以后万寿森林也是你的家，随时欢迎你过来，以后我们两家要多联系，多交流。冷华年让人把那27人带来，那些精灵以为要被处决了，个个吓得身子发抖。不过到了广场一看，林婉儿正跟妖王谈笑风生，这才彻底安心下来。夫君，我先回无尽森林了，你有空来看我。林婉儿扑到冷华年的怀里，有点恋恋不舍。乖，我过2天就去看你，你有什么事也可随时来找我。万寿山脉以后跟无尽森林就是一家人了。
林婉带着所有同伴返回无尽森林。林婉回到生命之树上的树屋，令他惊讶的是，精灵女王灵犀已经在屋里等他。女王陛下，林婉心头一惊，她是有点心虚的。婉儿，去哪了？万寿山脉，我带人去抢灵石矿了，这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林婉把戒指取下交给精灵女王，你抢了这么多灵石矿，妖王能让你全身而退。精灵女王仔细打量了一眼林婉，脸色巨变，你破身了。林婉声如蚊蝇，谁干的？精灵女王疼得从木椅上站起身子，妖王，这混蛋，亏我那日还放他一马，我这就带你去妖王殿为你讨个公道。精灵女王拉起林婉的手腕，正欲出门。女王陛下，我是自愿的。精灵女王身子一顿，一脸不可思议道，婉儿，你在说什么？你怎么会看上一个妖兽？女王陛下，不是妖猎，妖猎已经死了，现在妖王另有其人。谁？精灵女王心头一颤，就是那日女王陛下跟妖猎决斗时藏在规划木后面的那个年轻人，是他。那日精灵女王匆匆一瞥，除了冷华年那出众的外表之外，其他她倒没特别在意。他那么年轻，怎么可能当上妖王？那日妖猎身受重伤，回到殿前广场就被大长老熊大海点名要挑战，结果熊大海杀了妖猎，当上了妖王。不过他的屁股还没坐热，就被现在的妖王冷华年2剑斩杀了。2剑斩杀圣灵境，他什么境界？熊大海可不是一语之辈，我2剑也未必能杀得了那位大长老。昨日他皇灵境5层，不过现在已经提升到皇灵境7层，他才不撵。精灵女王这下心疼的彻底不淡定了。没有，婉儿已从亡灵境6层提升到了亡灵境7层，还有这等事？精灵女王又慢慢坐了下来，千真万确。夫君他是个绝顶天才，他才16岁，他1个月之前还是出灵境，也就是说他才开始真正的修炼，简直骇人听闻。这下精灵女王也不得不佩服起冷华年来。女王陛下，夫君他的人还特别好，他说等你突破地灵境遭受神火之罚时，他会给你一朵回魂水金兰保命。他真那么说的？精灵女王的原本平静的心湖像是被人扔了一块石头，掀起了阵阵波澜。还算他有点良心。精灵女王原本郁闷的心情顿时好转起来，这等于是要救他命。女王陛下，还不止如此，夫君说他要带我一起飞升上天界，寻求长生不死。他有办法？精灵女王的美眸瞬间闪过一道光华。夫君他肯定有办法，我信他。只用了1天时间就把婉儿给征服的男人，定然有他的本事。女王陛下，我临走时自作主张，邀请夫君来我们无尽森林玩了。来就来吧，本王倒是很想会会这位年轻的俊杰。冷华年当然不知道女王已经惦记上他了，他送完林婉，准备去见一下那对妖媚主仆，现在这关系有点尴尬。正好那对主仆也想见他。冷公子，我家小姐想见你。血狐圣女蓝小庆自己有点抹不开面子，让百灵过来叫冷华年。百灵，我现在可是妖王，你还叫我冷公子？百灵初遇公子便叫冷公子，叫习惯了，感觉特别亲切。要是喊妖王，感觉跟公子就疏远了。百灵低头把自己2根玉指搅来搅去。那随你便，你家小姐找我何事？想回蓝月城的话免谈，我得好好扣她几日。公子，百灵欲言又止。怎么了？冷华年向他招了招手，示意他来自己身边。百灵乖巧地走到冷华年的身边。百灵，我有个小问题，要是我跟你小姐闹翻了，你会帮你家小姐还是帮我呢？冷华年坐在椅子上，盯着百灵的那双美眸。我也不知道。百灵被他看得脸颊发烫，一时没了主意。冷华年抓住他的皓腕轻轻一拉，百灵一下就坐到了他的腿上，他不逃也不躲，小心脏扑通扑通快跳出胸腔外了。百灵，你喜不喜欢我？百灵没说话，只是轻轻的点了点头。他把头扭到一边，不敢看冷华年，脸儿也更红了。冷华年双手捧住他的脸庞，慢慢转过来，然后一下吻住他娇嫩的阴唇。百灵轻轻挣扎了2下，就把手臂缠到了冷华年的脖子上。良久，唇分。百灵一句话都不敢说，他一头扎在冷华年的怀里，不看他的脸，只感受着那股闻了令他着迷的男子气息。百灵，以后你就是我的女人了。你家小姐要是想害我，你可得提前跟我说一声。小姐不会害你，其实她也有点喜欢你，不然她早给女帝发信息让她来救我们了。她能联系到女帝？冷华年心头一惊。能，小姐身上有女帝专门给她准备的水晶符，可千里传音，而且靠那水晶符的定位，女帝能瞬息而至。既然她手握大杀器，那我要把她关在万寿山脉，她怎么没反抗？她怕把女帝招来把你给杀了。再说你虽然让我们留在这里，可也没亏待我们。小姐说我们不像俘虏，她愿意留在这里玩几天。原来是这样，百灵，谢谢你将这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
我们这就去见雪狐圣女。百灵赶忙站起身子，冷华年也起身，然后又好好的将她搂到怀里，又好好的吻了她一番，这才帮她理了理衣裙，一起出门去见雪狐圣女。百灵，放松一点，别紧张。走到门口，冷华年体贴的在她背上轻轻拍了2下。百灵深吸一口气，给了冷华年一个灿烂到极致的笑容。两人到了雪狐圣女主动房间，雪狐圣女正在窗口看殿前广场的风光。小姐，公子来了。百灵把手从冷华年的手中挣脱，跑到雪狐圣女旁边。百灵，你的脸怎么这么红？蓝小庆狐疑的看着她那红的娇艳欲滴的俏脸。圣女接下来有何打算？冷华年为化解百灵的尴尬，赶忙岔开话题。打算？你不是要囚禁我们的吗？我能有什么打算？一切不都是你说了算吗？雪狐圣女气鼓鼓道。开个玩笑而已，我怎么可能囚禁圣女？你看看你，每日吃得好，睡得好，天底下哪有待遇那么好的俘虏？你的意思是我跟百灵是自由的，我们随时可以走？当然，你今日走，我都不拦着。想到雪狐圣女随时可能把大狐狸召唤过来，冷华年一阵后怕。他别的不怕，就怕冷月女帝过来不给他一句解释的机会，就把他给拍死。百灵，那我们现在就回蓝月城。雪狐圣女居然询问起自己的丫鬟百灵来。小姐，万寿山脉风光秀美，我们还有好多地方没玩到，能不能在这玩几天再回去？百灵刚刚给冷华年献出初吻，这回恨不能天天陪在他身边。你这回让他回去，不是要他的命吗？这地方有，好像确实还可以，那就再玩几天。妖王可要好吃好喝招待我们。我们现在是万寿山脉的贵宾，代表的是冷月帝国。雪狐圣女感觉自己的腰板突然硬起来了。定然好吃好喝，把你喂成胖狐狸为止，不胖不回。讨厌，你找打。雪狐圣女挥手就是一掌拍向冷华年。女人哪敢说她胖，何况是平时尤为注重自己形象的雪狐仙子。见一只玉手朝她拍来，冷华年眼疾手快，伸手一下抓住她的玉腕。冷华年比雪狐圣女高一个大境界，这下搞得蓝小庆丝毫动弹不得，忍不住撒起娇来。疼，你要折断我的手腕啊！冷华年被他说的有点怀疑人生。我刚才没用力啊，你可是亡灵境接近圆满的雪狐仙子。嗨，人家手比较嫩嘛。你看看，被你抓了这么一下，手腕都红了。雪狐圣女玉臂轻抬，在冷华年的眼前晃了一下。我看看。冷华年这次抓住了他的玉掌，仔细端详他的玉腕，什么痕迹都没有。喂，你干嘛抓手？男女授受不亲。雪狐圣女第一次被异性这么亲密的接触，心里多少有点慌。谁让你骗我的？冷华年顺势握住雪狐圣女的玉掌，雪狐圣女想挣脱开，不过冷华年抓得紧紧的。你干嘛？雪狐圣女心里乱糟糟，也不知道是生气还是羞涩。圣女，刚才听闻你要回去，我还有些舍不得呢。我总归要回去的，只是回去后我们恐怕就见不到了。雪狐圣女神情突然萎了下来。怎么啦？回去我恐怕就要嫁去西燕王国了。你一个圣女不是女帝接班人吗？为何还要远嫁他乡？冷华年不知道为何，心里突然隐隐作痛。还不是因为你，要不是大央帝国不对我冷月帝国开战，我们哪用得着这样？开个战而已，这就得牺牲你的终身幸福了。是我承诺陛下，据大央将你带回蓝月城。现在好了，你当了妖王，我乖乖回去。这次事情没办好，我只能被陛下打发去西燕了。雪狐圣女已经可以预见自己的未来，心中满是无助和痛楚。你家女帝这么不讲道理，我家景色就好多了。当初还想让3位公主跟西燕王子联姻的，现在还不是把西燕婚使团给气走了？那还是因为大央有你，你的一杯无核回春泉让独孤女帝再无烦忧。所以3位公主遇到你，独孤景色遇到你，大央帝国遇到你，是多大的幸事。雪狐圣女不想再掩饰了，她现在心中对冷华年满是崇拜，当然还有喜欢。圣女，你也遇到我了啊！既然我们有缘相见，难道我无法改变你的命运吗？怎么改变？你能说动陛下，有何不可？圣女，我的目标是尽快突破到地灵境，然后飞升上天界。你难道想在虚灵大陆小打小闹一辈子？你真的要飞升上天界？雪狐圣女听了如何能不动心？虚灵大陆的每一位修行者的终极目标就是飞升上天界。当然，这不是玩笑话，你很快就能看见我的决心。这样吧，我陪你回去见冷月女帝，劝她改变想法。傻子，你想自投罗网吗？女帝陛下正想抓你呢，她抓我，我还想抓她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冷华年，你什么意思？你难道还想要女侍陛下？雪狐圣女彻底被他的胆子惊到了。有何不可？你觉得冷月女帝比我的景色如何？景色还不是乖乖成了我的女人？不可能，陛下是雪狐化形而来，1万年来从未动过凡心，他怎么可能对你动心？圣女不是也很久没动心了吗？现在不也喜欢上了我？冷华年得意地看了一眼雪狐圣女。
呸！谁喜欢上你，臭美！雪狐圣女嘴巴很硬，可惜她的那只玉手依然被冷华年握在手中轻轻摩挲。这回冷华年更是把她的玉手抬起，在她的手背上轻轻吻了一下。这一举动差点让雪狐圣女双腿发软。一直陪在一边的百灵感到心中一阵不适，对着两人道：“我有点喘不过气来，出去透下气，你们继续。”然后小妮子飞也似的跑出了房间。冷华年还是感慨百灵有眼力劲，顺势将雪狐圣女搂到怀里。坏蛋，你要干嘛？两人的身子贴到一起，冷华年只感觉他心砰砰跳得毫无节奏。他双手捧起她的脸庞，盯着那美绝人寰的俏脸道：“圣女，我很喜欢你，所以不可能让你嫁给别人，不可能让你去联姻。”雪狐圣女哪还有一丝主见，脑子都是嗡嗡的。她也不知道为何，看着冷华年盯着她看，眼睛一眨不眨，自己就不自觉地闭上了眼睛。冷华年看着她白皙俏丽的脸庞，水润的红唇在难抑制内心的冲动，低头一下就吻住了她娇嫩的阴唇。雪狐圣女身子一颤，但并没有做什么反抗。她其实很期待冷华年吻她，当她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她就想好了。而且现在她也很享受这种感觉，初恋的感觉，初吻的感觉交织在一起，让她的身体和灵魂都有一种飞跃的感觉。良久，唇分，两人默默无言，只是彼此的内心却多了一份爱恋和羁绊。冷华年轻轻搂着她，放低下巴，搁到她的玉肩上，两人的脸颊若有若无地贴到一起。两人还是不想说话，只想默默感受这份温情，或许这就是爱恋心的境界。我还是怕你跟我去了蓝月城，会受到陛下的伤害。那你到时会不会为我求情？当然，要是陛下一意孤行，要对你不利，我下去陪你。不知道为何，在跟冷华年确定关系之后，雪狐圣女心里踏实了许多。反正这回在她眼里，连死亡也不算什么。你不怕？我什么都不怕，只怕跟你还没来得及好好爱过，就要分开。不会，我们还要飞升上天界呢。即便因为一些事情分开几天又如何？往后我们会长生不死，待在一起的时间是永恒。冷华年，我承认我的心被你骗走了，你以后莫要辜负了我。放心，我从不会辜负我的女人。冷华年抱起雪狐圣女，双双躺下。还不行，我得回去了，先跟陛下说一声，这是冷月的规矩。好，我只是想抱抱你。冷华年在身后搂着雪狐圣女，两人穿着衣裳，大白天躺床上，多少有些滑稽。不过两人却很自然，默默享受着这种相拥的温情时刻。有时爱也并不一定需要靠性来维持。切儿，你真的是雪狐化形而来的吗？当然，我跟陛下都是雪狐一族。雪狐是什么样子的？你想看吗？当然想。那你摸摸我的耳朵。冷华年眼见着雪狐圣女的耳朵慢慢变成雪白的毛茸茸的耳朵，他用手试着摸了一下，手感很好，让他真正理解了什么是爱不释手。怎么样？雪狐圣女也摸不准冷华年的喜好，她其实害怕会吓到爱郎呢。简直美到极致，让人喜欢到极致。以后他就只属于你一人了。我一定会好好珍惜我的气儿，好好爱这对雪狐耳朵。雪狐圣女闻言缓缓转过身子，跟冷华年面面相对，一脸魅惑道：雪狐可不仅仅只有一双雪狐耳朵，你不要刺激我，别搞得我现在就想把你吃了。冷华年揉捏着手中的雪狐耳朵。好好好。雪狐圣女把雪狐耳朵收了回去，冷华年顿时怅然若失。你真是个可人妖精，我再待几天就回蓝月城。好，这几天我陪你们看看万寿山脉的风景，然后我们一起去无尽森林参观一下，最后陪你回蓝月城。接下来的几天，小妖女当向导，带着冷华年、蓝小庆、百灵在万寿山脉看山、看水、看风景。小妖女心里有些苦涩，要是自己跟爱郎两人世界，那该多好。不过想到冷华年对她的好，她也是知足了，因为她旁敲侧击终于弄明白，目前只有自己是冷华年真正的女人。蓝小庆和百灵跟她还没走到那一步。几人在万寿山脉转了几天，就当是新妖王巡视地盘了。这一日，冷华年驾驭灵隐剑，载着妖娆、蓝小庆、百灵到了无尽森林。几人飞在空中，老远就见到一株大树，树冠庞大，上面建造了很多树屋。冷华年控制着飞剑慢慢靠近，森林里很多精灵见到有外人入侵，也纷纷围拢过来。你们是何人？敢私闯无尽森林，不要命了！喊话的精灵见冷华年的样子，倒不敢直接动手，谁知道这人身后是什么背景啊？我们是灵婉的朋友，不知道灵婉在哪里。冷华年的一句话差点让围观的人炸锅。灵婉是女王钦定的接班人，这么多年她都是独来独往，没听过她叫什么朋友啊。不过大家也不敢怠慢，带着几人去灵婉的树屋。灵婉没见到人，精灵女王倒是先出来了，这边的动静她已经观察到了一会。你就是冷华年。女王陛下，幸会，让你的朋友先四处参观一下，我跟你有话说。精灵女王让人带三女去参观无尽森林，自己则带着冷华年去了自己的小屋。
女王陛下，婉儿呢？我怎么没见到她？你还真是痴情，她要闭关几日，前些日子她境界提升的太快，根基不稳。婉儿还快？我比她提升的还要快，那我岂不是更不稳？冷华年有点挠头，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问题。你跟她不一样，你的天赋、体质、气运都不是她能比的。女王能够看清我。精灵女王摇了摇头道，听婉儿讲，你从出灵境到黄灵境只用了21天。不错，其实也只有冷华年知道个中的缘由。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本王都能推断出前面那个结论。原来如此，听闻女王准备突破到地灵境。我那婉儿真是什么都跟你说，搞得本王都没隐私了。我跟婉儿在一起都是推心置腹，女王务需担忧。本王能不担忧吗？你一下就把我无尽森林的女王继承人给霍霍了，你让本王怎么办？女王，我不可能让婉儿当女王的，因为我要带她飞升上天界。飞升上天界哪有那么简单？这100年来虚灵大陆都没一人飞升成功，别人我管不了，但我肯定要飞升的。对这事冷华年还是比较上心。冷华年，要不你飞升的时候顺便把本王带上。精灵女王决定有早没早，先打上3竿，反正不亏。这个倒是没问题，女王的风采一直铭刻在我心头，自第一面起就让我永生难忘。只是我只会带我的女人一起飞升。什么意思啊？冷华年，你连本王也敢撩？精灵女王语气倒还是轻松的，有何不敢？女王如此美人，要是能陪我一起飞升，那是令人何等快意的事情。你真有把握？没有。你小子是不是欠揍？居然敢调戏本王！精灵女王嘴上骂得凶，眼睛已经笑成了月牙。冷华年一时竟然看呆了，倒不光光是因为那双月牙般的眼睛，精灵女王原本乌黑的秀发突然变成了银色，披洒在肩头，看起来甚至有一层金属的光泽，很有质感。女王也在撩我。冷华年多少也从灵婉那里听到一些历任女王头发都带特殊的颜色，精灵女王灵犀之前可是一直不以真正的颜色示人，今日究竟为了哪般，冷华年只能大胆猜想。咯，冷华年，本王发觉你越来越有意思了。婉儿还要2天出关，不知你等不等的。明日可能要去趟蓝月城，女王若需要用到回魂水晶兰，我定赶回来双手奉上，只是怕山高路远不好联系。冷华年唯独担心精灵女王需要回魂水晶兰时，她赶不回来。精灵女王将手上一串金色木质手串取下递到冷华年的手中道，这个你拿着，想联系我的时候想着我的名字，摇2下手串就能联系到我。这么神？要不我到屋外去，我们先试一下。冷华年顿时来了兴趣。你找个远点的地方。精灵女王话音刚落，冷华年已经冲出木屋，直接掏出灵隐剑，踏剑而去，飞了足1刻钟才停下，想着精灵女王的名字，摇了摇手腕上的金色手串。女王，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这串手珠是不是给我的定情信物？冷华年这边才说完，金色手串就传来女王的声音。你想得美，有了婉儿还不够？你想把我无尽森林变成自己的囊中物吗？那倒不是，因为女王实在太吸引我了，就刚才离开1刻钟的时间，我的脑海中全是你的身影。冷华年的感情比较外露。你是不是对每个女的都这么甜言蜜语？精灵女王的声音无喜无悲，冷华年胆子又大了几分。我只对喜欢的女人甜言蜜语，而女王是我喜欢的类型。试也试过了，你赶紧回来吧。冷华年闻言又踏上飞剑匆匆返回。他冲进屋子，精灵女王看着他急匆匆的模样，忍不住露出天使般的笑容道，怎么离开这么一会就舍不得我了？还真是，女王的绝色容颜诱人风姿，无一不拨动我的心弦。初见不识女王好，再见已成梦中人。梦中人？精灵女王心头一怔，女王已成我梦中的情人，我愿携手女王一起飞升上天界，再上天界共写传奇。冷华年言语虽然看起来热烈，但神情很认真，连精灵女王看了都不得不动容。本王带你好好看看这无尽森林吧。冷华年热烈的情谊让精灵女王都有点扛不住。作为万年的精灵，她平素也没跟男人打过交道，更别提感情了。到现在她的感情世界还是一张白纸。精灵女王不得不赶紧岔开话题，不是她不想谈，而是她心里没底。她感觉在感情这件事上，要是跟冷华年走近了，随时可能被他拿捏。要知道，女王接班人灵婉在他面前仅仅1天就彻底沦陷了。好啊，要不我去把几位同伴叫来，我们一起。他们跟你的关系都不一般吧？精灵女王知道冷华年有魅力，但没想到他身边居然美人环绕，个个姿色出众。我能带在身边的女人，终将成为我的女人。你很花心，也很自信。精灵女王撇了撇嘴，也就这点爱好，漫漫修行路，如果一点念想都没有，那即便长生不死，万古不朽，活得也没什么意思。那么多女人，你能照应得过来？人在山中不识其面，我说能，
女王或许又要质疑，最好的办法是亲自试一下。冷华年，你真是不放过任何一丝诱惑本王的机会。精灵女王白了一眼冷华年，端地是画风突变，风情无限。能让我念念不忘的女人不多，女王算得上是其中一个。今日叨扰太多，我该回去了，待会儿出关帮我带声好。精灵女王竟亲自将冷华年送出了无尽森林。冷华年已经决定明日去蓝月城会会冷月女帝，今日剩下的时间当然是陪小妖女妖娆。不过用完晚膳之后，冷华年决定先去跟妖后瑶光说一声，该交代的要交代。咚咚咚，冷华年敲了敲妖后寝宫的大门，进来吧。妖后一猜就是冷华年，要不没人敢来敲他的门。冷华年推门而进，他实在没想到妖后拿了一个酒杯在品酒，面前放着的正是那瓶1杯5。你喜欢喝酒？冷华年有点奇怪，好酒的女人不多见，彩蝶公主是能品酒，但并非爱酒爱得死去活来，谈不上喜欢，只是你这酒确实不错。冷华年闻言，直接从碧玉扳指中取出1箱1杯5送给妖后。要是喜欢的话，我倒是再多给你一点，不过我并不建议你喝那么多酒。浅尝辄止，你别多想。妖后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其实也就小白瓷杯底浅浅一层，怎么想到要来看我，不怕吃个闭门羹啊？你也知道，在这妖王殿最让我挂心的人就是你。明日我要走了。冷华年多少是有点舍不得的，不过他终究不属于某一个人，也不属于某一方天地。你准备去哪儿？妖后依然云淡风轻。蓝月城去会会冷月女帝，大央帝国跟冷月帝国可正在开战，你不怕那个女人对你不利？冷月女帝可不是个好相处的女人，风险越大，收益就越大。说实话，在这虚灵大陆，对我而言，未来一统的最大障碍就是这个冷月帝国，确切的说，就是冷月女帝早晚要面对的。你的野心可真够大的，独孤女帝能支持你这疯狂的想法？她能眼见你成为虚灵的主宰？妖后，你错了，我这人从来没什么野心，争权夺利我没兴趣，我的目标是飞升上天界，虚灵究竟会怎样，我并不在意。我现在要做的都是为飞升做准备，我要将虚灵的资源尽可能的掌握在自己手中，不然你以为到了地灵境轻轻松松就能飞升了？原来如此，想不到你竟志存高远。冷华年终究令妖后微微侧目了。妖后莫非因我年轻便看清了我？是我草率了，不过你也不要大意了，那只狐狸可不是一般人。妖后似想起了什么，狐狸？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冷月帝国历任女帝都是血狐，血狐是冷月帝国所有种族的领袖，血脉最为纯净，天赋也最高。血狐圣女也是血狐，脾气似乎也还可以。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冷月女帝绝非凡人，她可不是独孤女帝。什么意思？她难道比景色凶？听着妖后的意思，冷月女帝不大好相处，跟她也算有过一面之缘，我当时都差点丢了性命。我会注意的。你有点紧张我。冷华年原本被妖后说的有点小紧张，这会突然露出笑容。毕竟你是妖王，以后万寿山脉的前途就掌握在你的手中了。你说到这里，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我走后万寿山脉就交给你了，毕竟你是妖后。这么多年我一直清闲，现在你突然把担子交给我，你想累死我啊？妖后的语气竟有了点娇嗔的意味。妖娆还小，还是得看你的。她还小，她我还大1岁呢。她身体比你大1岁，阅历和修为比你差远了。你是这片大陆最恐怖的存在，有你坐镇万寿山脉，我安心的很。你可真会当甩手掌柜，刚当上妖王，眨眼就把这副重担甩给我。这也没办法，能者多劳，在这我只信任你一人。我不求你让万寿山脉风光无限，你保住万寿山脉，护好小妖女就行了。想不到你对她这么上心，她跟了你也算值了。冷华年当然知道妖后说的是谁。我对自己的每一个女人都上心，因为我的女人都是我心中珍贵的宝贝。哪一天你要是成了我的女人，绝对是我手心里最珍贵的宝贝。说着说着又扯到我身上了。没办法，一眼千年，看你一眼我得记你1000年，何况我已经看了你这么多眼。像你这么直白的男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像你这么诱人的女人也是第一次见。夜已深，你该回房了。妖后有点言不由衷，她其实很喜欢跟冷华年说话，哪怕是明着撩他，她也不抗拒，因为这是她从没有过的感觉，内心深处甚至有一点点期待。万寿山脉就交给你了，等着我回来，等着成为我真正的妖后。冷华年朝妖后张开双臂。什么意思？妖后一脸不解。要走了，拥抱一下，全当告别。妖后闻言不置可否，冷华年上前2步，一把将妖后搂到怀中。妖后身子一颤，并没有推开他，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被男人这样搂到怀中。妖后，我很喜欢你，我也是为你才当的这妖王，我的心意一览无余，我走了。冷华年不舍得松开妖后，心中怅然若失。妖后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冷华年回到房间，小妖女已经在等他。知道爱郎明天便要离开，
小妖女有诸多不舍。小妖女眉眼如画，躺在冷华年的怀中，冷华年一时竟看呆了，低头在她唇上轻轻一吻。冷华年将妖猎的储物戒指取出放到小妖女的手中，小妖女的手在被窝里，她还不知道手中是什么，她拿出来一看，发现是父王的储物戒指。夫君，这是你父王的东西，理应交给你来继承。夫君，我用不着，你留着吧，你还有好多事情要干，身边没有钱怎么办事？扰儿，你拿着吧，我不缺钱，妖后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帮帮他。我已经让他在我走后掌管万寿山脉。夫君，你对他真好，你很喜欢他是不是？扰儿，其实我也想过让你掌管万寿山脉，但我怕你累着，你还是当个无忧无虑的小妖女吧。扰儿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扰儿对夫君的安排心服口服，扰儿会好好辅助妖后的，需要钱的话，扰儿会从储物戒指里面拿。乖。冷华年在她白皙如玉的额头深深一吻。四人一起吃完早餐，冷华年随雪狐圣女和百灵一起去蓝月城灵引剑迎风飞翔，载着三人破空而去。广场上众妖目送妖王离去，小妖女看着灵引剑消失的方向，久久不愿离去。妖王殿，妖后请功。妖后瑶光在窗边目送冷华年远去，心中竟有了一丝失落。夫君，谢谢你跟我回蓝月城，过了前面那条冰封之河，就到冷月的地界了。雪狐圣女指了指脚底下那条宽阔而没有尽头的冰封之河。三人离蓝月城越来越近，冷华年发现整个冷月帝国都是一片冰天雪地，仿佛那条冰封之河将冷月帝国的所有严寒、风雪都锁在这道屏障之内。刚进入冰封之河上空，空气就陡然冷了下来。雪狐圣女将温暖的身子贴到冷华年的怀里，她就差化身毛茸茸的雪狐给冷华年取暖了。冷华年抱着她，心里感慨这雪狐也有颗玲珑剔透心。近乡情怯，待靠近蓝月城，雪狐圣女和百灵都有点心慌。夫君，你是先去女帝陛下的梦月神宫见陛下，还是去我沁月圣殿先休息一下？先去见女帝陛下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公子，看那座最高的宫殿，那就是梦月神宫。百灵也想跟冷华年多说两句话。这么高，我们冷月的工程跟你大央的工程还是不一样的。未央宫是大，梦月神宫是高。这梦月神宫怎么看上去像一座冰雪宫殿？冷华年看着很是新奇，这样的建筑还是第一次见。夫君，你还是很有眼力。梦月神宫是由333万块冰砖修砌而成，冰砖千年不溶，万年不化。壮观，一会到了梦月神宫，想去摸摸那冰砖砌的墙。冷华年还是有着年轻人该有的好奇心。灵引剑飞入蓝月城的那一刻，梦月神宫内正在修炼的一位绝世冰美人蓦地睁开那双美眸，要不是他瞬间神识外放，感知到雪狐圣女蓝小庆正笑盈盈地站在剑上，他都以为有外族入侵蓝月城了。灵引剑离梦月神宫越来越近，这位绝世冰美人缓缓站起身子，整了整身上的白衣仙裙，向着宫门而去。当雪狐圣女带着冷华年和百灵在广场降落的时候，冷月女帝已经站在宫门之外。夫君，那就是女帝陛下。冷华年在雪狐圣女身边慢慢靠近冷月女帝，白衣仙裙飘飘似仙人，绝色容颜轻视真撩人。身边的雪狐圣女就已经够美的了，待靠近冷月女帝，冷华年才发现这个女人有多美，有多冷。女帝陛下，女帝陛下。蓝小庆和百灵向冷月女帝施礼，冷月女帝却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冷华年的身上。冷华年被她看得心里发毛，脸上的笑容也变虚了。这位是？足足看了3夕，冷月女帝才朝着雪狐圣女问道：女帝陛下，她就是冷华年。不错，想不到你这么快就把她骗到来蓝月城了，这次给你记头功。冷月女帝的声音好似仙乐，虽然冷华年感觉她的话不大妙，可还是陶醉其中，这雪狐有点魔力。陛下，冷华年并非被我骗来蓝月城，他是自愿来见你的，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计划。哦。冷月女帝有点意外，再次盯着冷华年道：你小子胆子倒是不小。女帝陛下，幸会幸会幸会。冷月女帝冰雪俏颜竟难得的露出一丝笑意，但愿你最后还会想起这2个字。切儿，你先回沁月圣殿，我跟他有事要好好谈一谈。陛下，那切儿先退下了。雪狐圣女心里顿时有了一种不妙的感觉，但女帝都发话了，她只能先回去。冷华年，你能来，朕猜到了，但朕没猜到你是主动来的蓝月城。素来仰慕陛下的威名，一直想来一睹陛下风采。冷华年一脸的诚挚。你们大央可是正在跟我冷月开战，陛下尽可当我是大央的使者，两军之战不斩来使，我安心得很，朕可不会被条条框框所左右。你这次的冒险可能会要了你的命，人固有一死，今日能得见到陛下如此的绝色风姿，死也不亏。冷华年还是决定按熟悉的套路出手，先捧杀一番。冷华年，
朕可不是涉世未深的小姑娘。你就是说破天，今日你也只有2条路可选。冷月女帝的语气跟她的冰雪容颜一样，拒人千里之外。陛下真是贴心，居然还有2条路让我选。陛下说说看，是哪2条路？冷华年的心理素质一向过硬，他始终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要么跟大央帝国彻底决裂，成为朕得力的臂膀，要么死。冷月女帝的2个选择清晰明了，简单粗暴。我倒是可以跟陛下，跟冷月帝国好好合作，不过要让我背弃大央帝国，不可能。你可知我跟独孤景色的关系？君臣关系，主仆之意。冷月女帝信手拈来，这是她所能想到的。陛下不妨把胆子放大一点，其实独孤女帝是我的女人。冷华年的话还是让常年玉脸如冰、遇事不惊的冷月女帝惊到了。那样就最好了，你果然是条大鱼，比朕想象的要大得多。陛下现在还想着杀我吗？冷华年有恃无恐，有何不敢？别人怕他独孤景色，朕可不怕。好胆识！冷华年竟然鼓起了掌。冷月女帝眉头一蹙，陛下杀我有何好处？无外乎让我家景色发怒。呵呵，独孤景色的怒火，朕还承受得住。2败俱伤，毫无意义。你的才华要是不能为我所用，那就不是2败俱伤，冷月早晚要被大央踩在地上。冷华年感慨，这冷月女帝样子绝美，她跟景色一样都不是花瓶。想想也是，能成为这片大陆最顶尖的强者，都有着呼风唤雨的能力，高人一等的心智，怎么可能是花瓶杀了你？2国依然是敌人，接着打，不杀你，不能为我所用。大央慢慢压过冷月，你说我会怎么选择？陛下要是把我杀了，我家景色可能会发疯，到时弄不好2国一同毁灭，这恐怕不是陛下想要的结果。朕当然不希望杀你，朕希望你能帮朕，杀你定然是最后的无奈之举。陛下，我不可能背叛大央帝国，更不可能背叛景色，她是我的女人，我怎么可能被刺她？独孤景色能给你的，朕都能给。你跟妻儿眉目传情，朕可以将她许配于你，朕可以封你为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冷月女帝破天荒地抛出一张大饼，大到冷华年一口都吞不下。不过冷华年还是笑着摇了摇头。雪狐圣女跟我感情甚睦，她早晚是我的女人，大央也没有亏待我。长公主独孤寒月已然是我的女人，大央还有2位公主。至于权力，别说宰相，我让景色给我1半江山，她也定然应允。冷华年顿了顿，接着道：况且我还有景色，难道陛下也愿成为我的女人？放肆！这万年来还没一个人敢跟朕这样说话。冷月女帝简直不敢相信，这小子的胆子居然这么大。这就不对等了，大央给我的条件远比冷月给我的条件要好，陛下让我背叛大央，跟着冷月走，这是不是有点太异想天开了？不对等，别忘了，你现在的小命还捏在朕的手里。陛下何不将格局打开？大央跟冷月相争，只能是2败俱伤。你以为朕想打？是你大央先出手挑衅，到如今这地步，怎能不分出胜负？再说虚灵大陆也到了大一统的时候，虚灵统一后又能如何？陛下难道还想在这虚灵当一辈子女帝？什么意思啊？冷月女帝的神情突然变了。陛下难道从没想过飞升上天界的事？飞升谈何容易？再说我一统虚灵跟飞升上天界也不冲突，陛下将时间浪费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上，必定会影响飞升，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冷华年说1000到1万，大央帝国和冷月帝国，你只能选一个。你是效忠独孤景色，还是效忠我蓝梦妖？唉，伤脑筋。陛下，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能带着陛下一起飞升上天界？你黄灵镜而已，虽然在同龄人中已经是逆天般存在，可你知道我在地灵境等了多久？超过1000年，3000年，我到了地灵境超过3000年都无法飞升上天界，你凭什么飞升？不试试怎么知道？事实证明你的道很难飞升，何不让我来试试？你等你1000年，那倒不需要，我从初灵境升到黄灵境只用了21天，按理用不了多久就会飞升，哪有那么简单？开始的时候朕也是信心满满，陛下除了信任我，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冷华年，我不会轻易改变我的主意，在我改变主意之前，你一步都不许离开梦月神宫。陛下想要囚禁我，囚禁还谈不上，你可是在朕的梦月神宫做客，有朕陪着你，你还有何不满足？何以至此？强买强卖就没意思了。冷华年，我的耐心是有限的，过几天要是没有改变主意，或许就要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唉，一点没我家景色讲理。冷华年知道再纠缠也不可能改变冷月女帝的心意，这女人还真是不好对付。回到庆月圣殿的雪狐圣女和百灵都是心事重重。小姐，你说陛下会对公子不利吗？百灵一脸的焦急道。不知道，陛下的性格这么多年都没摸透，今天应该无事，明天后天就不一定了。雪狐圣女心里也没底。小姐，我觉得
你这几天还是陪在陛下身边为妙。我也想陪在陛下身边，那样陛下有什么动向，我也好第一时间掌握。可你也看到了，陛下故意把我给支开了。小姐，我想公子了。好了，你这死丫头，居然敢当着我弟面说喜欢我的男人。雪狐圣女笑着捏住了百灵的耳垂。小姐，你打我也要说，人家真想公子了，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好的，让你这么着迷。雪狐圣女没声好气道：公子的好，小姐难道不知道吗？我知道什么呀？雪狐圣女声音低了下来。哥哥，小姐你想哪去了？雪狐圣女一看到百灵笑的那样子，知道自己想歪了，俏脸顿时一红，举起玉掌，一副要拍他的样子。百灵笑着跑开了。冷华年被困在梦月神宫，他的房间门、神宫的大门都被冷月女帝封印了，也就是说，没有冷月女帝的允许，他只能乖乖待在房间，哪儿也去不了。雪狐圣女和百灵今晚也是夜不能寐。今夜，蓝月城上空的月亮竟大如磨盘，月亮低垂，4城里的人伸手就能触摸到。它发出的幽幽蓝光让冰封之河突然变得躁动起来。冷月王国的边界，冰封之河那千年不化的冰面正在迅速融化。不过此刻夜深人静，没人注意，永恒静止的冰面变成了汹涌的浪涛，外人依然看不到，因为河面渐渐被弥散的白雾笼罩。一个个身影从白雾中跃出，朝着蓝月城的方向进发。1万众、2万众、5万众、10万众，最后是一个身姿曲线完美的灵魂体压轴。一个个身影其实是一个个兵人，他们的队伍在迅速前进，目标直指蓝月城。躺在床上久久没有入眠的冷华年被外面的厮杀声吵到，他起床快走2步来到窗边。梦月神宫很高，冷华年的视线很好，蓝色月光下，整个蓝月城成了一座战场。冷月帝国3大种族，冰熊族、苍狼族、血狐族正在大战10万兵人。冷华年看到了诡异的一幕，3大种族的伤者或死者都是躺到地上，兵人却没有任何伤者或死者。兵人在丧失战斗力之后，直接化成水雾，从原地消失。蓝月城保卫战相当的惨烈。那位身姿曲线完美的灵魂体，一会是冰人，一会是透明人，简直如入无人之境，所向披靡。倒在他手下的3族抵抗大军，没有1000也有800。他所过之处，空气骤冷，周围只要有一点水汽，就会瞬间凝聚成冰箭，一箭就能射倒一人，死活不论。冷月女帝在梦月神宫便将这一切看得透彻，她瞬间飞到灵魂体身边，如此熟悉，熟悉到她几乎脱口而出：蓝清玄。哥，师姐，难为你了，5000年过去了，你居然还记得我这个师妹。师妹，真的是你，你没死。这一刻，冷月女帝将完美灵魂体蓝清玄杀了成千上万手下这事，竟完全抛到了一边。人不人，鬼不鬼，这一切都是拜师姐所赐，不报这个仇，我怎么舍得死？蓝清玄身边瞬间凝聚出6柄冰剑，齐齐向冷月女帝击射而去。冷月女帝拔出双血剑，连出6剑，将6柄冰剑全部摧毁。清玄，你听我说，当日决斗我并非有意害你，实在是吞服了暴灵丹，灵力暴涨，双血剑的威力也暴涨，结果失手误杀了你。误杀？呵呵，为了这地位，我差点被你打得神魂俱灭，只留了这缕残魂。蓝梦妖，你敢说这是误杀？蓝清玄积攒了5000年的怨气，在此刻终于彻底爆发了。清玄，你一定要相信我，你要是想当冷月王国的女帝，等你身子恢复了，我将地位让给你，把地位让给我，等我恢复。呵呵，师姐，你这如意算盘真是打得叮当响，我这个样子还能恢复？师妹，你让你手下的兵士停手好不好？蓝月城和3族兵士是无辜的，你让他们这样杀来杀去有何意义？意义？我的余生让你不痛快，就是我最大的意义。剑来！蓝清玄张开双臂，在他身边顿时凝聚出成千上万把冰剑，齐齐指向冷月女帝。冷月女帝神情一滞，周身顿时凝聚出一个防护结界，上万把冰剑飞向冷月女帝，蓝清玄却突然消失在了原地。冰剑齐至，不过被挡在了防护结界外面，就这样僵持着。只过了10数息，蓝清玄去而复返，手中多了一个人，正是冷华年。师姐，我现在杀不了你，但我会先把你的男人折磨死，哥哥喽。蓝清玄带着冷华年消失了。冷月女帝制造的结界跟上万冰剑同时消失，一起消失的还有蓝清玄带来还剩下的数万兵人。冷月女帝的嘴角先有的弯起一道弧线。师妹，我谢谢你哦，帮我解决这么一个烫手山芋。蓝清玄的速度快到好似瞬移，当他带着冷华年冲入冰封之河的时候，冷华年有点傻眼，这不是冰封之河吗？为何解封了？他的这个想法还没消散，冰封之河的河面再度冰封起来。蓝清玄提着冷华年在冰水中穿行，冷华年冻得牙齿打颤。半刻钟不到，蓝清玄带着冷华年进入一座白玉宫殿，没错，全是白玉修砌而成的宫殿。宫殿里面温暖如春，
原本身子冷飕飕，这会却突然热了起来。蓝清玄的模样正在变得虚幻，好似要从冷华年眼前消失一般。你是何人？为何要抓我来此？冷华年其实还算比较淡定，我这个样子你看了不害怕？冷华年看着若隐若现的蓝清玄，看起来还真是有点意思，但害怕还谈不上。害怕？为何要害怕？不就是个灵魂体吗？好胆识，不愧为师姐喜欢的男人。今日碰到我，算你倒霉。谁让你是我此生最大的仇人的男人呢？你是冷月女帝的师妹，没错，你作为她的男人落到我手里，不冤吧？不冤，合情合理。看着一脸淡定的冷华年，蓝清玄反倒有些不淡定了。你落到我手里不怕死？怕死？这世上只有傻子才不怕死。可我看你的样子，好像一脸无所谓的样子。反正一时半会你也不会杀我。你确定？蓝清玄看着冷华年，说实话，他有点佩服师姐的眼光。眼前这个男人样子长得好不说，气度也不一般，死到临头居然还如此稳当，真是少见。确定？你要杀我的话，刚才在他面前你就动手了，何必等到现在？你很聪明，也猜对了，可惜我不杀你，你会生不如死。冷华年连笑三声，这下让蓝清玄以为他这是要破罐子破摔摔了，不过还是决定再逗逗他，就像猫杀死老鼠之前要斗个半死一个道理。你笑什么？我笑你也只是个普通女人，你不就是想把我虐得不成人形，戳眼、割耳、拔舌、斩手、断脚，然后再把我丢到他面前，让他痛苦吗？我说臭小子，你是我肚里的蛔虫吗？怎么我之前想的被你猜得一清二楚？是个正常人都会这么想。不过你们之间的仇不共戴天，你确定伤害了我，你的仇就报了？难道这还不够狠？蓝清玄有点迷茫了。哼，不过是对我狠，对他反倒不那么狠。毕竟你的初衷是要让他难过、后悔、伤心，甚至绝望。冷华年在对他循循善诱。说说你的看法，是能让我眼前一亮，我或许会考虑给你一个痛快。蓝清玄进入了冷华年的节奏。对一个人最大的报复，并不是毁了他最爱的东西，而是将他最爱的东西抢过来。抢过来？你设想一下，今日我是他最爱的男人，可是在我被你掳来之后，你吸引了我，我慢慢爱上了你。当我们以情侣的身份相亲相爱的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你说他的表情会不会很精彩？或许吐血都是轻的。妙啊！蓝清玄听了都直点头，随即一脸严肃道：你是不是在耍我？你能看上我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死样子？你很差吗？你那瞬间显露的身影，虽只惊鸿一瞥，但我也可以看出你是一位丝毫不逊于你师姐的绝世美人。你说的是真的？蓝清玄有点动心了，他觉得冷华年说的话有魔力。我为何要骗你？不信你过来。蓝清玄的虚幻影子慢慢走到冷华年跟前，冷华年毫不犹豫地张开双臂，将他拥在怀中，似有似无，若即若离。蓝清玄瞬间感觉自己要爆炸了，这辈子还从来没被一个男人这样搂在怀中，虽然现在自己只是半虚半实的影子。小子，你不要骗我，不然我会将你挫骨扬灰。蓝清玄清醒过来，虚影从冷华年的怀中挣脱。你这样的美人，却因为一场变故就失去了所有的自信，可惜了。蓝清玄，正式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冷华年，我会将你从深渊中带出来。真的？蓝清玄有点怀疑自己又进入了虚幻的梦中。如果你愿意相信我，那你就将你的故事全部分享给我。故事？我这不是故事，而是活生生的事故，就因为一颗丹药，我的一生都被摧毁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讲给你听，正好这5000年来，我都是一个孤独的灵魂，无人倾听。清玄，那从今以后，我就是你唯一的倾听者。冷华年抬手轻轻触摸了一下蓝清玄虚幻的发丝，蓝清玄心里莫名一暖。其实我跟师姐的关系一直很好，要不是争夺女帝之位，我们或许能一直这么和和美美的相处下去。你们的实力到底谁强？不分伯仲，决斗的话，谁赢谁输都有可能。不过一颗爆灵丹彻底改变了结局。蓝清玄整个思绪又回到当日的痛苦之中。他有爆灵丹，为何你没有？你们不是同门师姐妹吗？我们是同门师姐妹不假，不过却并非同一个师尊。我的师尊正是他的师尊的师妹。巧合的是，在争夺虚灵地位的过程中，我师尊战败，且受了内伤，没过3载便先去了。难怪，我懂了，你当日只剩一缕残魂，如何活下来的？已经过去5000年了，我依然铭记在心。我侥幸留的一缕残魂，在整个冷月帝国飘零了很久很久，直到最后才无意进入了冰封之河。蓝清玄的语调不疾不徐，这白玉宫就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发现的。清玄，这或许就是老天给你的恩赐。我在这白玉宫里的花园里发现了一棵养魂树，这树怕不是为你而生的。从此，我每日便在养魂树下滋养残魂。5000年过去了，当日我仅剩的一缕残魂，终于成了完整的魂魄。
这也是今日我能去蓝月城报仇的倚仗。你现在能打过他吗？不能，不过也差不了多少。这次我把你掳过来，我看他难受几天。5000年，你就干了这一件事吗？2件事：滋养灵魂，凝聚肉身。清玄，你很了不起，冲到魂魄完整也就算了，连肉身都能凝聚，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肉身一天最多只能够凝聚1个时辰，而且会消耗大部分的能量。放心，我会找到方法帮你凝聚肉身，让你重新成为一个完美的女人。但愿如此，但愿你见到我的真人不会后悔。这一刻，蓝清玄的内心竟有一丝忐忑。我已经见过你的绝世容颜了，你只会越来越美，我永远不会后悔。好，到时我们手牵着手走到师姐跟前，活活气死她。冷华年看着蓝清玄越来越接近透明的身影，觉得这是一个很纯真的女人。5000年独自一人待在这白玉宫，这是一种极致的孤独。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心态也没有受到影响。冷华年，我今日消耗太大，要彻底变成魂魄了，一会就去养魂树下养魂。白玉宫很大，你随便参观，随便找房间休息，不过别想着逃跑哦。我不跑，我跟清玄仙子还没处够呢，我陪清玄仙子去养魂树下一起修炼。你到养魂树下修炼倒是个好主意，现在的人修炼都只注重肉身，很少有注重修炼神魂的。一旦你的神魂练到极致，那往后在精神领域就所向披靡了。清玄仙子一旦恢复肉身，加上你现在的强大神魂，前途将是一片光明。能不能恢复还两说呢。说话间，蓝清玄已经带着冷华年来到一棵光秃秃的树下。没错，一棵深棕色的树，无数皮，无数叶。望着这棵光秃秃的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冷华年多少觉得有点滑稽。这就是养魂树，你别小看它，它可是修复神魂的神树。我一缕残魂都能恢复到完整的魂魄，它功不可没。两人在养魂树下盘膝而坐，各自闭上眼睛，开始滋养灵魂。养魂树很神奇，看似光秃秃，可是树下两人都在它的辐射之下。冷华年感觉自己的灵魂像是在被洗涤一般。1个时辰之后，冷华年明显感觉自己的神魂壮大了1分，抬头看了一眼蓝清玄，他的灵魂状态也更明晰了一些，慢慢有了几分真人的影子。冷华年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开始疯狂吸收养魂树辐射出来的魂力。他只感觉自己的神魂越来越壮大，然而乐极生悲，过犹不及。正在冷华年疯狂吸收魂力的那一刻，他只感觉自己的脑子一抽，随后好似脑子要爆炸一般，整个人瘫倒在了地上。蓝清玄何其敏锐，他瞬间扑向冷华年。这种情况他其实也经历过，他的第一次也如冷华年一般，在发现这棵养魂树之后，疯狂汲取他辐射出的魂力，结果差点导致他的毁灭。他用了100年才从这种濒临崩溃的状态缓过来。他的灵魂经过刚才的滋养，这回倒是处在一个完美的状态。蓝清玄没有一丝犹豫，扑到冷华年的身上，神魂瞬间侵入冷华年的脑海之中，将他即将崩溃的神魂完全缠绕住。2个神魂毫无间隙地纠缠在了一起。冷华年的神魂是因为汲取了超量的魂力，整个神魂布满裂痕，随时可能爆裂。蓝清玄将他神魂内狂暴的魂力吸收到自己的神魂之内，而后用神魂开始修复冷华年神魂上的裂纹。蓝清玄的神魂表面有一层神圣的光辉，他是这个大陆上神魂最强大的存在。冷华年的运气很不错，他遇到了蓝清玄，不然依他刚才的状态，要么神魂爆裂，人神俱灭，要么侥幸活下来。不过神魂遭受重创，或许也要恢复个180年。冷华年缓缓醒了过来，蓝清玄帮他彻底修复了即将崩溃的神魂，用了整整2天的时间。你醒了。可怜蓝清玄自己还处在灵魂状态，2天的过度消耗使得他一刻都没恢复人形。清玄仙子，是你救了我。冷华年的声音有点虚弱，又在鬼门关走了一遭。未知的世界果然充满了未知和危险，这里除了我还有谁能救你吗？多谢清玄仙子，你的救命之恩我记在心里了，我会用我这一生来还。其实你没必要谢我，是我把你带到了这里，而且也要怪我没提醒你，初次接触养魂术，它的魂力是很恐怖的，这是过了几千年，我忘了，是我的疏忽，所以你不需谢我，也不能怪我，因为我们俩亲了。清玄仙子，不管你说什么，你的这份情我都记下了。对了，刚才你是怎么救我的？蓝清玄庆幸自己现在是灵魂状态，不然这脸不知道要红成什么样了。刚刚为了救冷华年，2个神魂交缠到了一起，真的是神魂交融，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好比一对爱人恩爱，神魂交融的刺激感比单纯身体的交流强烈100倍，所以现在蓝清玄有点不敢看冷华年。清玄仙子，你怎么了？冷华年见他迟迟没有回应，只以为他是累得虚脱，人也走神了，竟有了几分心疼。我没事，你的神魂无碍了吧？蓝清玄缓过神来，我现在好得很，神魂经此一劫，竟然莫名壮大了许多。清玄仙子，我睡过去多久了？整整2天2夜了。唉，差点长眠于此，以后定要万事小心，未知的才是最可怕的。仙子，
你这2天光顾给我修复神魂，耗费了太多气力，都没空化为人形了吧？这2天忙忘了。清玄，我一定会让你完完整整、彻彻底底化为人形，做一个正常人。冷华年想把蓝清玄搂到怀中，可惜他此刻只是灵魂体，搂不到。不过他向他那边挪了挪位置，跟他靠到一起。冷华年觉得蓝清玄很不错，倒不是因那惊鸿一瞥的绝美仙颜，而是他如此痛苦的过了几千年，受尽苦难，却依然能够在冷华年遇到危险时主动救他。历尽千辛，他的心中依然有着那份善良和柔软。继续修炼吧，我的魂力快耗尽了。你这次先不要主动汲取养魂术的魂力，你就被动被它滋养就行，要温和，要循序渐进。我知道了。2人再次坐到养魂树下滋养神魂。1日之后，蓝清玄终于恢复了人形，冷华年更是神清气爽，神魂壮大到了新的高度。冷华年睁开眼睛，眼前的绝美仙子身着胡兰仙裙，白皙的俏脸和那双玉手都将她的冰肌玉骨展露得淋漓尽致。2人原本相距3尺，冷华年悄悄挪到蓝清玄的身边，一股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冷华年忍不住将蓝清玄搂到怀中，蓝清玄早就感知到他的到来。冷华年，你想好了？蓝清玄睁开眼睛，一双眼眸水波流转，并没有抗拒冷华年的拥抱。在他心中，2人早已神魂交融，不是夫妻胜似夫妻。想好什么？你是逗我玩一下，还是在拥抱我的那刻起，想好要对我好一辈子？我当然是要跟清玄好一辈子。冷华年将蓝清玄放倒在自己怀中，一口吻住他娇嫩的阴唇。蓝清玄身子一颤，缓缓闭上眼睛，2只玉手握紧拳头放在自己胸口，几息之后，拳头又慢慢松开，双臂缠到了冷华年的脖子上。冷华年知道蓝清玄1日真正能变为人形的时间只有1个时辰。神魂相融，只争朝夕。养魂树下，青草地上，蓝清玄将自己彻底交给了冷华年。雪儿，你真美。冷华年怀抱美人。夫君，我要变成灵魂状态了。蓝清玄的美眸中闪过一道异彩，他的灵魂体缠到冷华年的身上，神魂脱离躯体，进入冷华年的魂海。2个完美无瑕的神魂再次相拥，纠缠到了一起。2人第一次神魂交融的时候，冷华年是没有知觉的，这次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原本以为跟蓝清玄融为一体已经是幸福的极致，可眼下这神魂交融，让这种幸福感觉再次飞跃，好似飞到了九霄云外，不愿归来。冷华年甚至晕了过去。他第一次醒着尝试这种太过刺激的感觉，或许是他的神魂太敏感，或许是蓝清玄的神魂太过强大。冷华年幸福的晕了过去，蓝清玄依然搂着他，2人的神魂依然相互缠绕在一起。晕过去的冷华年没有放开，蓝清玄也舍不得放开。1刻钟之后，冷华年慢慢醒转过来，他有一种虚脱的感觉。雪儿，你的神魂快将我吞没了。夫君，其实一个人的神魂确实可以吞没另一个人的神魂，那样可以无限壮大自己的神魂。蓝清玄的话让冷华年心中打了个冷战。雪儿，你不会把我给吞没了吧？傻瓜，怎么会？你是我的爱人，你说过会守护我一辈子，我自然也会爱夫君一辈子。雪儿，你真好。夫君，你感受一下自己的神魂，比之前又壮大了很多。雪儿，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其实也不光光是我的功劳，我们在神魂交融的时候，彼此的神魂都会壮大，不过我的神魂强大很多，所以你会得到更多的好处。雪儿先歇息一会。蓝清玄的神魂恋恋不舍地松开冷华年。冷华年坐起身子开始修炼。冷华年的境界在节节攀升，圣灵境8层，圣灵境9层，圣灵境圆满，圣灵境巅峰。冷华年睁开眼睛，发现蓝清玄又化成了人形，正含情脉脉地看着他。夫君，想不到你差点就提升到了地灵境，你即将成为虚灵大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地灵境。雪儿，我完全能冲到地灵境，不过为了稳固根基，我还是选择稳扎稳打。夫君，你是明智的，想不到你小小年纪心智就如此成熟，换了别人哪能抵得住生境的诱惑。雪儿，睁眼就能看到你的绝色风姿，真是幸福。夫君，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这个形象已经维持2个时辰没有消散了。雪儿，你说这会不会是因为我的缘故？肯定是的，现在我体内有夫君的气息，支撑我化为人形的那股力量愈发稳固，想不到能给你带来那么大的好处。其实蓝清玄比他要纯粹的多，他只想要那份快乐和幸福。蓝清玄再次变成虚影，2人再次神魂交融，如此周而复始。蓝清玄每日化成人形的时间越来越长，冷华年的神魂越来越强大，如此这般大约持续了1个月的时间。蓝清玄终于彻底恢复人形，冷华年的神魂已经强大到跟蓝清玄无限接近。2人躺在草地上，蓝清玄安静地躺在冷华年的怀里。夫君，谢谢你，终于让我彻底恢复人形。我也要谢谢玄儿，我现在的神魂也壮大了不少。
夫君现在的神魂跟我已经处在一个层次，在这虚灵大陆绝无对手。多谢雪儿带着我飞，如果没有你领路，光靠我自己，100年、1000年未必有这效果。好了，夫君，我们就别互相吹捧了，我只想静静躺在夫君怀里，看着夫君的俊俏脸庞，感受夫君的绵绵爱意。你最想做的事不止于此吧？知我莫若夫君，我想要牵着夫君的手到师姐面前去，看看她的反应。冷华年闻言心里一颤，不自觉地将蓝清玄搂紧，柔声道：雪儿，我有件事瞒了你，现在我说与你听，你不要生气好吗？说来听听。其实你师姐并非我的女人，我们也不是你想象中的情侣关系。你们不是情侣，那你怎么可能在梦月神宫？那座宫殿从来没有男人能进入。蓝清玄一时有点捉摸不透了。我是被他囚禁在梦月神宫的，其实我是他的俘虏。啊，你个坏蛋，原来都是为了骗我身子。蓝清玄一口咬在了冷华年的手上。冷华年并没有疼得滋哇乱叫，因为蓝清玄并没有用力，他也只是做个样子而已。雪儿，我很庆幸能认识你，也很庆幸成为你的男人。我们不管别人，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好吗？蓝清玄现在成了冷华年的女人，两人如胶似漆的恩爱了1个月，哪还能对他生出半点恨意？雪儿，我会尽快提升到地灵境，然后带着我心爱的女人飞升上天界。夫君，你也知道上天界的事？知道，我家娘子景色已经告诉我了。你家娘子？景色是谁？蓝清玄的小嘴已经松开了冷华年的胸口，这回他觉得自己松早了。雪儿，我家娘子叫独孤景色，她是大央帝国的女帝。夫君，我果然没看错你，你的天资和气运果非常人，连一国女帝都成了你的女人。雪儿，不怪我了，我怪你干嘛？你们认识在前，要说抱歉还得是我说呢。雪儿，我还有别的女人。还有几个？好几个。这1个月，若非我是血狐族，天生狐媚之体，恐怕夫君厌倦我了。怎么可能？这1个月，我这般迷恋雪儿，一是因为雪儿的绝色姿容，二是因为我想让雪儿早日恢复到正常人的样子。夫君，蓝清玄喊了一声夫君，声音积已哽咽，再也说不下去了。冷华年将他紧紧搂到怀中，轻轻吻上了他的唇。这一吻漫长无边，好似天长地久，相依相偎，如梦似幻。两人还是决定起来，收拾收拾去找冷月女帝。冷华年被掳走1个月，雪狐圣女和百灵焦急万分。蓝小庆天天去梦月神宫求冷月女帝去救人。女帝陛下，你快去救救冷华年吧。雪狐圣女每天求一次，虽然她感觉希望越来越渺茫，不过她不想放弃。怎么救？我师妹实力不在我之下，我去找她只会激怒她，然后把你的爱郎撕碎。那我们就这样等下去吗？现在她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我想去找她。雪狐圣女一脸忧伤，这个月对她而言是个噩梦。你上哪去找她？我的神识覆盖整个冷月帝国，都找不到他们的身影。你又去哪里大海捞针？那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倩儿，多情自古伤与恨，你好好当你的圣女，非要跟他眉来眼去干嘛？陛下，现在说这一切都迟了，我已经彻底离不开他的。再说一个人若一辈子都找不到一个心爱的人，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那你现在想他想得这么痛苦，就有意思了。正当两人相持不下时，梦月神宫有贵客临门。蓝梦瑶，我的好师姐，速速出来跟我一决高下。陛下，他回来了，我去看看。雪狐圣女急匆匆地跑了出去，冷月女帝怕她犯傻冲撞了蓝清玄，跟在后面一起出了神宫大门。雪狐圣女和冷月女帝一出门就傻眼了，冷华年跟蓝清玄正携手而立，冷华年哪还有一丝俘虏的样子，两人亲密的在外人看来跟情侣无异。夫君，雪狐圣女冲冷华年深情地喊一声，心头既为爱郎活着而高兴，又为他有了新欢而失落。倩儿，冷华年松开蓝清玄的玉手，走到雪狐圣女跟前，张开双臂将她搂到怀中。夫君，你去哪儿了？我想你都快想死了。雪狐圣女足足被煎熬了1个多月，今日看到爱郎完好无损地站在面前，心彻底放松下来。我好得很，不用担心我。几日不见，气儿都清减了。冷华年怜惜地轻抚她的脸庞。人家想你吗？哪想到你反倒跟掳走你的人卿卿我我，你气死我了。倩儿，看样子我活着回来你也不是很满意啊。冷华年叹了口气，雪狐圣女终于理清了思路。夫君，只要你能好好的，哪怕有再多的红颜知己，我也认了。乖。冷华年在他白皙如玉的额头轻轻吻了一下，蓝清玄看了只得把心中的那股酸意向冷月女帝发泄了。师姐，来吧，别藏着掖着了。师妹，想不到1月不见，你居然已经恢复人形。冷月女帝一见蓝清玄，就把目光锁定在他身上了。废话少说，这些年失去我都要夺回来。蓝清玄拔出青离剑，一剑飞刺向冷月女帝，冷月女帝也不含糊，
他知道师妹的实力不在他之下，不敢托大，直接取出幻月剑，两人打得难分难解。冷华年的眼里哪有战场，他松开血狐圣女，发现百灵乖乖待在一边，既不上前，也不发一声，走过去轻轻摸了一下他的头，打趣到：“百灵，看到我回来，你好像不是很欢迎啊。”夫君，这里这么多人，我哪敢，我都想死你了，跟小姐一起想你，想得都快发疯了。乖，我回来了，一切好好的。冷华年将百灵揽到怀中，这边冷华年跟两女卿卿我我，那边两师姐妹打得难分难解。夫君，他们谁会赢？血狐圣女心情矛盾，冷月女帝要是赢了，她回头可能还要囚禁爱郎；蓝清玄要是赢了，她可能不会放过冷月女帝，甚至不会放过自己。他们实力相当，两大帝临近巅峰之战，我们也插不上手，不如我们先到梦月神宫歇一会，反正他们一时半会也分不出胜负。都听夫君的。血狐圣女乖乖答应，看了一眼已经打到天上去的师姐妹俩，牵着冷华年的手进了梦月神宫。可惜师姐妹的决斗远超想象，冷华年的脚才踏进梦月神宫的大门，只听空中砰的一声巨响，简直地动山摇。冷华年和两女赶紧又退出大门，只见蓝清玄和蓝梦妖两人在空中倒飞，刚才似乎两人全力一击，两败俱伤，空中血雾飞洒，两人都在喷血。冷华年朝蓝清玄掉落的方向飞过去，一下将空中坠落的蓝清玄抱到怀里。血狐圣女也没闲着，她也飞过去，将即将砸到地上的冷月女帝一把接住。这下是真的要到梦月神宫里面去缓一缓了。两位帝灵境的师姐妹嘴角一血，都处于昏迷状态，太惨烈了。刚才冷华年往梦月神宫走，没见到空中两人血拼的一幕，不过听那声巨响以及周围环境遭受到破坏来看，这是毁天灭地的一次碰撞。两人真的是旗鼓相当，半斤八两，一样重伤，一样昏迷不醒。梦月神宫是冰砖修砌而成，宫里也不见得比外面暖和，可能血狐吸了热了反而不习惯吧。不过偌大的梦月神宫，地上全是铺的白色熊皮。冷华年见状，进门就把鞋子甩到一边，抱着蓝清玄找到一个最柔软之处，将它轻轻放到白熊皮上。血狐圣女见状也是如法炮制，她觉得冷华年是个聪明有主见的人，照他的做法一定能救回女帝陛下。冷华年本想将蓝清玄盘膝坐着的，不过他现在毫无意识，哪还坐得住，他只得在他旁边躺下。冷华年并没有向他体内灌输灵力，而是将神魂侵入蓝清玄的魂海，两个神魂相拥纠缠到了一起。还好蓝清玄的身体虽然遭受重创，可他的神魂相对而言要好很多。血狐圣女看冷华年躺在边上一动不动，也不敢去打扰他，只得采用最传统的方法，用自己的灵力灌输到冷月女帝体内，帮她疗伤。一个时辰之后，蓝清玄的神魂复苏，人也慢慢苏醒过来。他给了冷华年一个令人安心的笑容，开始自己修复肉体的创伤。待蓝清玄伤势恢复大半的时候，冷月女帝依然毫无知觉。蓝清玄转过身子，对着尚在昏迷中的冷月女帝道：“师姐，想不到你也有今天。雪儿，你准备怎么处置他？要不要把他杀了？他可是害得你差点魂飞魄散。”冷华年试探性地问道：“杀了他，那岂不是太便宜他了？这5000年的痛，我要让他慢慢偿还。”蓝清玄的眼睛突然弯成了月牙，他已经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莫非雪儿有什么好主意？夫君，蓝梦妖居然敢囚禁你，现在我就送你一个大礼，你的神魂跟随我一起侵入他的魂海。啊！冷华年大为诧异，不过蓝清玄的目光很坚定，他只能照着做。两人的神魂一起侵入冷月女帝的魂海，血狐圣女只能在一边干着急，她也帮不上忙，只得无助地喊了一声：“陛下，快醒醒！”可冷月女帝哪有什么反应？就在血狐圣女失望之际，冷月女帝紧闭的眼眸，那长长的睫毛微微动了一下。血狐圣女心中一喜，可她哪知道那是冷华年和蓝清玄的神魂侵入冷月女帝的魂海所致。雪儿，你这是要？夫君想不想多个帝灵境的女仆，还是一国女帝哦？这不大好吧？冷华年言语上有些犹豫，内心的真实想法却是，这也太刺激了。他伤我，囚禁你，没有比这更好的处理方法了。也是，总要给他点惩罚的，这比杀了他要强多了。要怎么做？在他的魂海刺下7个大字：我的主人冷华年。冷华年不知道蓝清玄说的方法管不管用，他就当玩一回，不管用也无所谓，即便不赚也永远不可能亏。当冷华年把这7个字刺完时，冷月女帝的身子一阵阵的颤抖，她虽未醒来，但潜在的意识还是告诉她危险临近。夫君，大功告成，接下来你要像唤醒我时一样唤醒我的师姐，我就不打扰你们了。蓝清玄的神魂退出了冷月女帝是魂海，冷月女帝的神魂静静躺在魂海里，完美无瑕。冷华年躺在她身侧，两个神魂彻底交融到了一起。冷月女帝无瑕的神魂轻颤了一下，潜意识里竟感觉万分的舒畅。当然舒畅，
因为冷华年在帮他修复神魂，冷华年现在已经有了与蓝清玄一样强大的神魂，这回修复起来完全是得心应手。半个时辰之后，冷月女帝的神魂先于身体苏醒过来。当她发现自己的神魂被人拥在怀中的时候，整个神魂差点爆炸，这比肉身不着一缕躺在一个男人怀里要严重100倍。你是谁？怎么帮陛下修复神魂创伤？陛下醒过来就翻脸不认人了？冷华年。冷月女帝彻底清醒过来，她现在更多的是羞意。1月之前，这小子还认自己捏扁搓圆，这回自己的神魂都被他占有了，叫我主人。冷华年不疾不徐道，现在他对冷月女帝已经是俯视了。冷月女帝的神魂羞愤欲绝，可是他无法反抗，因为他的魂海里已经被冷华年镌刻下了7个字：我的主人冷华年。主人。冷月女帝终于还是艰难出口了。很好，你的神魂已经苏醒，现在开始修复你受创的肉身。是。冷月女帝开始修复身体创伤，冷华年的神魂退出他的魂海，而后在他身后坐下，一掌按在他的后背，灵力灌入他的体内。半个时辰之后，冷月女帝的身体恢复大半，整个人也彻底苏醒过来。他缓了缓，站起身子，身边围着一圈人：蓝清玄、冷华年、蓝小庆、百灵。主人。自神魂认主之后，他的身体苏醒过来，正式叫一声主人也没那么难了。乖，身体好了，已经大好，无碍了。冷月女帝不知道是想清楚了还是怎的，神情已经没有多少抗拒。恭喜师姐，觅得主人。一边的蓝清玄心情大好，他实在想不出还有比这更完美的结果，这远比杀了这位师姐要让他痛快淋漓。师妹，等等，师姐以后可要改个称呼了，我是你主人的娘子，所以以后你得叫我主母。蓝清玄扬起眉，心里那个得意。主母，哥哥，放松，梦妖在人前你接着当你的女帝，不过吗？回了家就得乖乖听主人的。冷月女帝听到主人，心里一抽，要不是周围有人，她恐怕要瘫倒在地了。一边的雪狐圣女和百灵也彻底傻了眼，女帝陛下居然喊冷华年为主人，两人对望了一眼，表示不能理解。梦妖，你先好好调养身子，明日我再来梦月神宫，有些事情我们需要好好聊一下。是。主人。冷月女帝不知道是想明白了，还是被冷华年折服了，一声主人，丝滑畅溜。夫君，我要先回白玉宫休养一段时间，肉体的伤还好说，神魂的创伤非1日2日就能康复的，等你这边安排妥当来找我。事情圆满解决，蓝清玄绷着的那根弦松了一下，顿时倍感周身虚弱。好好休养，我不日便来看你。冷华年将蓝清玄拥到怀中，也不避人，在他白皙如玉的额头轻轻吻了一下。蓝清玄嫣然一笑，挑衅地看了一眼冷月女帝，然后踏空而去。倩儿，我们也走，带我去你的清月圣殿瞧一瞧。夫君，我这就带你去。雪狐圣女说完，转头看向冷月女帝依旧绝美冷傲的脸庞，柔声道：陛下，好好调养身子，倩儿先走了。冷月女帝目送三人离去，整个人依旧如懵懂未醒，她多么希望这仅仅是一场梦啊。夫君，前面就是我的清月圣殿，比梦月神宫如何？别有一番味道，比梦月神宫也不逊色多少。规模快小了一半，庆月圣殿只用了199万块冰砖砌成，那也可以了。梦月神宫那么大，走一圈都累人。夫君，小姐，灵儿先去让厨娘准备膳食。百灵说完，快速离去。百灵这丫头还真有眼力劲。冷华年不由对她赞道：夫君往后可不要亏待了她，她可将整个身心都寄到你身上了。这个自然不会，她都喊我夫君了，我早把她当成自己的女人。多谢夫君。再说，你身边也要有人照料。现在是在宫里条件好，往后我们要是飞升上天界是个什么状况，谁也不知道啊。夫君，去上天界会不会很危险？风浪越大，鱼越贵，怎么也得上去搏一搏，不搏只能在这里等死。倩儿，你怕不怕？只要能跟夫君在一起，去哪我都不怕。乖。冷华年将雪狐圣女轻轻拥到怀中。庆月圣殿跟梦月神宫都是冰砖砌成，冷华年穿梭其中，总感觉不适应，毕竟他不是雪狐族，雪狐圣女就很惬意。三人一起共进晚餐，冷华年取出一瓶1杯无，感觉怪怪的，心里打定主意，回去要开始酿造葡萄酒。此情此景，饮葡萄酒显然比饮白酒要恰当些。三个人才喝了一瓶1杯无，雪狐圣女和百灵一人喝1杯。不过一顿饭下来，两人原本白皙的脸庞都满是红晕。夫君，你带小姐去休息吧，我来收拾。乖。雪狐圣女也就喝了1杯，不至于不胜酒力，不过俏脸红红的，煞是诱人。夫君，我带你到园中走走。雪狐圣女牵着冷华年的手去往园中，冷华年并没有花前月下的感觉，因为这外面冰天雪地，哪还有花园的感觉。不过当冷华年踏入园中的那刻，他倒是被惊到了，冰天雪地不假，
可这园中依然盛开着各种花，不过那些花只有3种颜色：透明、雪白、冰蓝。在蓝色月光的映照下，美到出尘，不似凡间物，倒像仙界花，真美，出乎我的意料。想不到冰天雪地也能有这么多鲜花盛开。这透明的是仙影兰，白色的是冰莲花，蓝色的是蓝月妖姬，雪狐圣女一样样的为爱郎介绍，各花都有别样的风味，很美，在这月下简直如入仙境。可惜这些花喜冷，不然夫君走的时候带些回去种在院中，那样夫君看到这些花就能想起气儿了。哪怕没有这些花，我也能时刻想起我的气儿。冷华年轻抚雪狐圣女的玉手，气儿，你比园中的花更娇美惹人。一切都是水到渠成，雪狐圣女成了冷华年的女人。翌日清晨，夫君，此刻起这声夫君，气儿叫的才踏实。气儿，过几天等我把这边的事情安排好，我就要回大央了。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我很想跟在夫君身边，可我是雪狐圣女，暂时还不能离开。再说陛下现在身边也需要人。也好，我会来看你，离飞升的日子应该不会太远，到时我带你一起飞升。谢谢夫君。夫君在冷月有何安排？我会在冷月建立跟大央一样的销售体系，把一杯无核回春泉卖到冷月来，然后以冷月为中心，辐射整个北方。气儿，一定会为夫君的计划保驾护航。乖。冷华年在他的唇上轻点了一下。夫君，你能放过陛下吗？他对我有知遇之恩，要没他，我还在那冰雪山林里流浪，不可能有现在的修为，更不可能成为雪狐圣女。雪狐圣女一脸的哀求道。放心，梦妖的神魂已经属于我，她现在已经是我的女人，我怎么可能拿她怎么样？我会像爱你一样爱她的。夫君，你今日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要杀了陛下呢。怎么可能？她是堪比景色的绝美人儿，杀了她岂不是暴殄天物？放心吧，我会好好待她的。天光大亮，没有鸟鸣，蓝月城的上空愈发明亮，云层变色，云中道道霞光隐现。天穹之顶一道光束直冲进月圣殿，直接穿透雪狐圣女的寝宫，投射到冷华年的身上。虚灵大陆的地灵境少之又少，同时也是终极境界，冷华年才突破到地灵境，就天降异象。未央宫，正闭目修炼的独孤女帝睁开眼睛，心中似有所感。白龙谷，在回春湖畔休憩的赤龙女黄龙溪睁开龙目，心头竟似多了一份熨贴。青蓝城，在空中翱翔的冰雪凤凰落冰，转手看向蓝月城的方向，福至心灵。梦月神宫，冷月女帝站起身子，走出宫门，抬头仰望苍穹，而后随着那道光柱看向庆月圣殿。冰封之河，白玉宫内，养神树下，蓝清玄睁开美眸，嘴角慢慢弯起一道美妙的弧线。夫君，你突破到地灵境了。冷华年对面的雪狐圣女感受最为直观，她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异象降临的。投身在冷华年身上的光辉慢慢侵入她的体内，冷华年的肌肤变得莹莹如玉。1刻钟之后，光辉彻底消失不见，冷华年身上的气息在达到顶点之后也慢慢收敛起来，直至返璞归真。两人携手出门到餐厅，百灵已经准备好午餐，原本是准备的早餐，可没想到两人出来已是下午。饭后冷华年要去梦月神宫。夫君，今日你跟陛下有要事相谈，我就不去了。冷华年告别两女，朝梦月神宫而去。小姐，刚才天降异象，到底发生了什么？夫君突破到地灵境了，在这虚灵大陆真正的登临绝顶。雪狐圣女一脸的自豪和骄傲。唉，夫君才16岁，他太厉害了，这样下去，我恐怕连服侍夫君的资格都没有了。百灵也为冷华年骄傲，可他心里又充满了担忧。放心，夫君已经说了，他认你百灵，今晚就要将你收入房中。啊，夫君说笑的。百灵心中如小鹿碰撞，夫君说过的话不会食言。真的。百灵心头一喜，随即声音又低了下来。小姐，那个什么这个那个，百灵什么时候也这么扭捏了？雪狐圣女打趣着眼前的俏丫鬟。百灵羞赧的低下头，两手的玉指搅在一起。冷华年一脚踏入梦月神宫，冷月女帝已经站在那里等他很久。你来迟了，说好来见我，我大早起来，却一直等到了下午。冷月女帝的语气依旧平淡，不过却少了那份冰冷。怎么，想我了？冷华年走到冷月女帝跟前，还是没忍住，伸手轻轻抬起她银白如玉的下巴。冷月女帝往后退了一步，想甩开冷华年，不过冷华年如影随形，上前一步，用手捏住了她的下巴。冷月女帝刚想发火，可脑子一抽，魂海之中7个大字：我的主人冷华年。放出光芒，将他的举动死死压制住。主人，你或许能得到我的身体，但你永远不可能得到我的心。冷月女帝的表情很痛苦，因为能说出这句话，她自己的身体内就已经做了巨大的斗争。蓝梦耀，你想多了，能得到你的身体就够了，我为什么要得到你的心？
我都有景色了，何必再找个女帝来爱我？冷华年一脸无所谓的样子，反倒让冷月女帝有了一丝丝的失落。不过她的性格也很犟，之后就不再言语。我准备将在大央帝国大卖的白酒1杯无和天然矿泉水回春泉卖到冷月来。1杯无，回春泉。冷华年的手还捏着冷月女帝的下巴，这回他开口有点艰难。冷华年顺势松开。你既然能想着要把我骗到蓝月城来，应该知道那2样东西都是我弄出来的吧？是的，主人。冷月女帝这一下倒是叫起了主人，丝毫没有别扭。或许在某方面，她也会被冷华年征服吧。这2样东西你都尝过吗？没有。今天让你尝尝，为什么我酿的1杯无合造的回春泉能够大卖。冷华年从碧玉扳指中取出1瓶1杯无，1瓶回春泉，将酒和水都打开，去拿2个杯子，1杯1杯无，1杯回春泉，一一放到冷月女帝跟前的桌上。尝一下。冷月女帝拿起酒杯，微微抿了一口。如何？应该是好酒吧，我不常饮酒，分不出好坏。随即他又喝了一口回春泉，正好过一下口中饮过白酒后的辣味，很是甘甜。回春泉不错，口感只是表面的，这谁饮了能助容养颜？真的。冷月女帝的眼眸一亮，真的？不然你以为大家抢着买都是傻子吗？这回春泉你是直接灌装，没有处理过的。当然没处理，纯正的天然矿泉水。那别人找到了那个湖泊，岂不是也能生产回春泉了？冷华年听了，笑着摇了摇头道：回春泉在白龙谷，而白龙谷有一条白龙，地灵境，实力远在地灵境之上，外人进了白龙谷就没有出来的，所以没人敢去。没人敢去？那你怎么进去的？冷月女帝表示有点看不懂。因为那条白龙叫龙溪，来自上天界，她是赤龙女皇，也是我的女人。你的女人？你只会到处拈花惹草。蓝梦妖，这话别人说可以，你说不合适。你又不是我的女人，乃能智慧我的生活。好，我不说了，你今日找我干嘛？就是为了1杯无合回春泉的事。我准备依照大央的模式，在冷月建立销售网络，冷月就是整个北方的销售中心。你赚的钱还不够多吗？要那么多钱干嘛？让大央在经济上占据绝对性的优势，然后打压冷月，最后吞并冷月吗？狭隘了，我的目光不是虚灵，而是上天界。依照我的猜想，最后飞升上天界可能需要铺天盖地的灵石，这些灵石可能需要虚灵1半的财富，这些灵石哪里来？只有靠我自己挣回来。你真要飞升上天界？当然，你以为我说着玩呢？非但我自己，但凡是我的女人，我全部要带上天界，毕竟只有到了上天界才有可能长生不死。你说怎么弄吧，让妻儿好好配合你就行了。配合？我过几天就要回大央了，出来这么久，景色一定等级了，我得赶紧回去了，这边就靠你和妻儿亲自动手了。你让我堂堂一国之君干这个，有何不可？冷华年的声音一冷，冷月女帝浑身一个机灵道：主人，我知道了。乖，表现得好，到时一起带你飞升上天界。谢主人。不过你不是说只会带自己的女人飞升吗？到我飞升的时候，你肯定是我女人了。心里面我不敢肯定，但至少肉体上是我的女人了。你整天就想这些事情吗？是啊，食色性也。我想这些。16岁到了地灵境，你什么都不想，上万岁了还是地灵境，你比我强在哪里？我一个女人活了万年，连个男人都没有，没品过爱情的滋味，也没尝过鱼水之欢。你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冷华年直接来了一套组合拳，差点打得冷月女帝喘不过气来。她甚至有点自我怀疑，她这么多年过下来很单纯很纯净，心湖不惊，可是冷华年是那块丢进她心湖的小石头，平湖起波澜是免不了的，不管好与坏。看着冷月女帝突然陷入沉思的样子，他心里莫名有了一丝怜惜。没办法，虽然2人不对付，不过这女人确实美到极致，气质也冷到极致。蓝梦妖想不想尝尝爱情的滋味？蓝梦妖想摇头，可身体似乎不受自己的控制。冷华年站起身子，慢慢走到冷月女帝的身旁，将她从椅子上拉了起来。冷月女帝的身材很高挑，站在冷华年面前，2人像是一对金童玉女。虽然冷月女帝已经活了上万年，不过岁月在她身上没留下任何痕迹，依旧像个18岁的小姑娘。或许像冷月女帝这类人是不需要回春泉的，她们本身就有着永不衰老的秘密。冷华年抬起双手，捧住她冰雪般洁白无瑕的脸庞，然后慢慢吻住了她娇嫩的阴唇。冷月女帝想要反抗，可是身体已经完全不受她的控制。人家亲吻是闭上眼睛，连冷华年也是，冷月女帝却是睁大了眼睛。她看着眼前这个夺了她万年初吻的男人，想把他看清楚。虽然魂海里已经刻下他的名字，可心上没有。冷华年无意间睁开了眼，被冷月女帝的那双大眼睛给吓到了，于是2人破天荒的一起睁着眼睛在亲吻。数息之后，
冷华年才松开冷月女帝的唇，迫不及待问道：“怎么样，喜不喜欢亲吻的感觉？”“没感觉。”冷月女帝第一次说出违心之言，刚才她的内心已如狂风暴雨，只是她可不敢把这种感受说给眼前的这个登徒子听，否则她又要得寸进尺了。“蓝梦妖，你不会是性冷淡吧？”“什么意思在？”这可是冰清如玉的冷月女帝的知识盲区。不喜欢男人，不想跟人谈情说爱，害怕男人触碰你的身体，更别说欢爱。没试过，不知道。好了，你的心已经被冰封万年，是时候做回不一样的自己了。冷华年将冷月女帝搂到怀里，她身子微颤，她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感觉，靠在眼前男人结实的胸膛上，闻着他吐出的那股男子气息，她感觉自己有点眩晕。冷华年在她背上轻轻拍了2下，她终于醒了过来，往后退了一步，跟他保持一点距离。蓝梦妖，你会爱上我的，你已注定是我的女人。冷华年没待冷月女帝回应，就走出了梦月神宫。他知道此刻的冷月女帝也说不出什么来。冷华年慢慢走出宫门，冷月女帝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的背影，这人有点让他讨厌，又有点拨动了他的心弦。才出宫门，冷华年便踏空飞到蓝月城的上空，这是他突破地灵境之后真正的踏虚而行，以后没有坐骑，不御剑，他照样可以在空中自由飞行了。16岁的地灵境，虚灵大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冷华年在蓝月城的上空飞了一圈，再次降落到庆月圣殿。夫君，我看到你是从天上飞回来的，厉害啊！你跟陛下谈的怎么样？园中小气的两女态度各异，雪狐圣女见爱郎回来，热情的上前打招呼，百灵却羞涩的跑开了。谈得不错，她柔顺多了。百灵怎么了？我跟她说，你晚上要跟她圆房。怎么跑了？她不愿意。那我今晚还是别去惹她了。傻子，她哪不愿意了？她是千恳万怨，人家女孩子只是害羞而已。今晚我有事。我知道了。今晚夫君好好陪百灵，今晚是她人生最重要的一刻，你好好待她。一会让厨房多加几个菜。冷华年随随便便一句话，晚上桌子上摆了18道大菜。今日百灵是主角，坐在餐桌上，百灵跟一般人家的丫鬟还不一样，她自小就跟雪狐圣女在一个桌上吃饭，基本没有尊卑之别，两人一直是以姐妹相处。饭后，雪狐圣女直接把两人送进了百灵的房间。进门后，冷华年有点诧异道：“百灵，这是你的房间？”百灵低着头，红着脸，也不知是刚才喝酒喝的，还是羞的。气儿对你真不错，你的房间也不比她逊色。小姐一直把我当姐妹看的，以后你们就是真正的姐妹了。百灵一颗玲珑剔透心，哪能不知道冷华年的意思？夫君，百灵身子微颤。灵儿，你冷了？没有，夫君我也是雪狐族，雪狐是不怕冷的。灵儿，那你是怎么了？夫君，我害怕你嫌弃我。你小小年纪已经登临绝顶，而我离你太远，好似你是天上月，我在地上点起脚，如何伸手都够不着。小傻瓜，你现在就在我怀里，怎么够不着了？所以我害怕这是一个梦。夫君怎么可能喜欢一个平凡的丫鬟？丫鬟怎么了？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2个丫鬟之一，兰心蕙质，善解人意，只是有一点点害羞，不过也很有意思。夫君，另一个丫鬟是谁？女人的关注点跟男人是不一样的。她叫月和，是大央长公主寒月公主的丫鬟，我们关系不错，不过还没走到我们现在这一步。那我比她幸福多了，多谢夫君垂爱。小傻瓜，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以后你们都是我的女人，在我心中都是最重要的存在，不许妄自菲薄。百灵点了点头，一切都水到渠成。今夜百灵成了冷华年的女人。百灵的修为不高，她的修行之路还很漫长，不过从今往后，她的路应该会好走很多。百灵终于踏上了亡灵境，她整个人的精神和气势完全实现了质的飞跃。灵儿以后就是亡灵境高手了。冷华年这么说也没错，虚灵大陆女子能修炼到亡灵境的少之又少。百灵没有太多感谢的话，将所有的浓情都埋藏在了心间。冷华年在庆月圣殿又待了3天，纵有千般不舍，冷华年终是到了要离开的时候。冷华年告别后，直接飞到梦月神宫，家都不回了。冷月女帝没给冷华年好脸色，哪怕他已认他为主人，不过他的性格很倔。怎么，你吃醋了？你若想要，我可以在这里陪你2天。我要。冷月女帝朱唇轻启，你要什么？大胆的说出来，我肯定能做到。冷华年突然有了几分期待。我要你离我远点。蓝梦瑶，你让我走我便走，但你要记住，我们已经吻过，以后你就是我的女人，永远都是。冷华年双手抓着冷月女帝的玉臂，慢慢把她推开，最后看了她一眼，转身朝外走，出了梦月神宫大门便踏空而去。冷月女帝慢慢走到窗前，看着冷华年消失的方向，轻轻念叨了一句：傻瓜。
冷华年一下飞到冰封之河，破冰进入河流，感知了一下白玉宫的方位，便冲进了白玉宫。白玉宫的大门是一个彩色斑斓的虚空之门，只有白玉宫的主人蓝清玄能自由出入。不过现在多了一个冷华年，因为冷华年是蓝清玄的男人，他的身上有了蓝清玄的气息。冷华年进入白玉宫，直接到养魂树下，蓝清玄果然在树下滋养受创的神魂。冷华年在进入冰封之河时，蓝清玄就感受到了，这回看到爱郎已经来到身边，赶忙敛气凝神，两人紧紧相拥，然后亲吻到了一起。冷华年在白玉宫陪了蓝清玄2天，养魂树下青草地上留下两人无数爱的足迹。雪儿，我要回大央了，你跟我一起走吗？夫君，我的神魂还没完全修复，你先回去，等我彻底恢复了就去找你，或者你有空就来看我。好。冷华年在养魂树下陪了他整整1天才离去。除了白玉宫，冷华年飞到空中，取出灵隐剑，灵隐剑迎风长3丈，冷华年一脚踏上飞剑，朝着未央城飞驰。期间从无尽森林和万寿山脉上空飞过，他都没有再停留。他现在归心似箭，这次出来的时间太长，景色还有他的别的女人肯定都等急了。未央城一杯无酒馆，自1个多月前冷华年不再出现在酒馆，酒馆的生意就开始慢慢冷下来，倒不是一杯无酒不好喝了，实在是每天来酒馆搞乱的人越拉越多，有时别说酒馆，在酒馆外围就已经有人拦客了。开始的时候虽然有人来捣乱，倒也不敢干得太过分，毕竟这酒馆好像背景不简单。不过就这样过了10天半月，捣乱的人发现压根没人管他们，这一下就彻底放开胆子闹腾了。酒馆20几张桌子，每张桌子都坐1个人，每个人要1瓶酒，从开门喝到酒馆打烊，一坐就是1天，人家就坐着慢慢喝酒，你也不能赶别人走。姑姑，这帮人天天这样，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南宫玉烟最近有点焦头烂额的感觉。都是地痞流氓，夫君也不在，我们实在不方便出手，免得暴露了身份。南宫羽飞也很无奈，要不是顾及是在大央皇城，他的火爆脾气怎么可能忍得住？可是再这样下去，我们酒馆的生意全要砸了。唉，酒馆里有人闹事，外面差人也在拦客，那几个应该都是穿便装的绣衣使。姑姑，你怎么看得出来？感觉。所以我们不能轻举妄动，钱还可以再赚，要是我们暴露身份被绣衣使抓了，自己受罪不说，可能还要连累夫君。姑姑，那个独孤女帝不是已经知道我们的身份吗？就是因为她知道了，依然有这么多人来闹事，我不得不往坏处想。难道这些人都是她安排过来的？也不排除这种可能，谁知道呢？君心似海深。掌柜的，我们哥几个天天来照顾酒馆生意，你们倒是送2盘佐酒的小菜啊。一位满脸横肉的大汉已经连来数日，看到这2位人比花椒的掌柜，终究是忍不住想要戏弄一番。没有。南宫玉烟没声好气道，掌柜的，你这就有点不上路子了，哪有这样对待熟客的？大伙说对不对？对。送点下酒菜。大汉一起哄，下面一起应和起来，反正都是一伙的。各位客官，本店明码标价，概不送下酒菜，请见谅。南宫羽飞虽然憋着火，可嘴上也还算客气。不送菜也行，看2位掌柜人比花椒，想来定有一副好嗓子，要不给大爷们唱上2曲如何？滚！这就有点触及到南宫玉烟的底线了，他一声娇斥，这生意不做也罢。哟，小娘子还挺有脾气，今日大爷我还就非听不可了。大汉起身想去摸南宫玉烟的玉手，南宫玉烟抬起一脚，啪的一声，直接将大汉的小臂踢断了。哎呀，你这臭娘们，敢打客人！兄弟们，一起上，把这2个不识好歹的娘们轮了。20几号人拎起桌上酒瓶砸到地上，然后一窝蜂冲2女包围过来。这几天要不是上面下了死命令，要文稿不要武稿，他们早就想上手了。这2个女人实在太美了。这些地痞流氓基本只有蛮力，修为最高的也就是出灵境而已，修为高也不至于被人使唤来干这没有含金量的脏活了。估值2人，一人天灵境，一人亡灵境，打得20几人抱头鼠窜，一溜烟的跑出了酒馆。不过这事还没完，20几人跑出酒馆并没走远。陈三赶紧回去禀报家主，说这酒店有高人，叫他派几个高手过来。那2个女的至少有1个亡灵境，手腕骨折的大汉轻伤不下火线，今日他是非把这2个美女掌柜捉住不可。几位便服绣衣使围了上来道，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你们是不是想闹事？几位也是。骨折大汉还算有点眼力劲，他一看这几个人的身形就不是一般人。其中一位阴恻恻的年轻人掏出一枚巴掌大的银色令牌，上面一个大红的绣字，绣衣使，小人给几位大人行礼了。骨折大汉恨不能跪下，你们咋呼呼的在这干嘛？大人一定要帮我们主持公道啊！你看小人的手臂都给酒馆的掌柜打折了，就喝顿酒的功夫，我们都被打了，
那两个小娘们泼辣得很。哦，一起过去瞧瞧。阴恻恻的年轻人朝周围的手下使了个眼色。遵百户大人令，7、8个身着便装的绣衣是齐齐应了一声，慢慢围到了酒馆的大门口。南宫羽飞跟南宫玉烟正在收拾桌椅，刚才一顿打斗，酒馆里的桌椅已经倒了一片。两人听到门口有人进来，见是这几天一直在酒店附近晃悠的便装差人，心里俱是咯噔一下。几位是？南宫玉烟上去先探了探路，我们是绣衣使，这是我们的百户大人柳林，听闻你们打伤了客人，过来盘查一下，跟我们去趟都尉府，把事情交代清楚吧。一位精壮汉子指了指身边那位阴恻恻的年轻人道：官爷，施奈斯在酒馆闹事，我们也是被迫自卫，是不是自卫不是你们说了算，得去都尉府问过话才能有结果。怎么，你们想要抗命？柳林第一次见到姑侄二人就惊为天人，这几日在门口转悠，早已是心里痒痒，要不是上面发话不得轻举妄动，他早就动手了，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不敢。南宫羽飞情知今日之事难以善了，朝南宫玉烟使了个眼色，准备硬抗，不然被带到都尉府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那就走吧。刘林已经有点不耐烦，这年头还没有绣衣使带不走的人，绣衣使一旦认准某人，活的不行，死的也得抬回去。几名手下准备赤手上前控制姑侄二人，两人却突然发难，把围过来的4人全部踢倒在地，一时爬都爬不起来。柳林作为百户，修为是天灵境5层，几个手下最高地灵境，差一点的人灵境，这点修为哪够姑侄二人打？南宫羽飞王灵境巅峰，南宫玉烟天灵境6层，一个来回，柳林手下已经有4人被放倒，剩下3人眼睛看着柳林，不敢动了。柳林头皮有点发麻，进退两难，不过绣衣使的面子不能丢。你们敢对绣衣使动手，不怕株连9族吗？哥几个一起上。柳林抽出佩刀，横刀扫向姑侄二人，这回不想着美色了，伤不伤不管，只要能拿下就好。边上3人同样抽刀而上，南宫羽飞连出4脚，把4人全部踢出门外，就跟踢飞4个沙袋一般。到了这地步，他也不想装了，被带到都尉府等着他们的是什么，他想得很清楚。柳林连滚带爬，带着几个手下如丧家之犬逃离酒馆。百户大人，这娘们太厉害了，现在我们怎么办？马六，跑回去向镇抚使大人求援，让他带兵过来把酒馆围了，里面的人一个都别放过。得令。叫马六的汉子一瘸一拐跑回都尉府。姑姑，现在怎么办？我们这身份肯定要暴露了。南宫玉烟一脸焦急地看向南宫羽飞。收拾细软，走人，先回无名山。好。两人很快就把东西收拾好，不过酒馆门口还有几位绣衣使盯着，南宫羽飞下决心到半路把他们都解决掉。不过也就这功夫，突然又来了20几人，将酒馆围了起来。姑侄二人才踏出门，不得不又停下来。大长老，就是这2个娘们打伤了我们的人。被唤作大长老的那人年约60旬，一身青衫长袍，手抚长须，背挺如松，一双眼睛神光内蕴，此刻正盯着南宫羽飞。燕儿，遇到硬茬子了，那人修为在我之上，边上还有几个实力相当的帮手，一会我引开他们，你尽全力往外逃。姑姑，我不能撇下你，我们一起跟他们拼了。想走，今日在老夫面前，你们恐怕走不了了。青衫长袍男子依旧手抚长须，不疾不徐。南宫羽飞抱拳道：敢问这位是？陆河陈家，陈同事。4大家族之首的陈家，原来这些地痞流氓都是你们派过来的。南宫羽飞瞬间恍然大悟，把一杯无的配方交出来，我以陈家大长老的身份保你们2条性命，绝无可能。今日大不了鱼死网破，老东西，想要我的命，你也未必好过。南宫羽飞何曾受过这样的气，顿时灵力灌满全身，准备动手了。大哥，我们兄弟几个一起把他收拾了，绣衣使的人快来了，到时配方恐怕就要落到他们手里了。也好，老2、老4一起上。大长老皇灵境2层，2长老王灵境9层，4长老王灵境7层。此刻为了速战速决，不让绣衣使摘桃子，陈家3大长老决定联手对付南宫姑侄，关键时刻他们也顾不得道义了。陈家3位长老都是使剑，陈家落风剑在虚灵大陆颇有威名，结象元剑阵，3位陈家长老成3角站位，正好将南宫姑侄2人围在中间。刷刷刷，3剑如红旗帜，直刺2人。南宫羽飞拔剑相迎，还要照顾南宫玉烟，只一个回合便传来南宫玉烟的惨叫，他的右肩中剑，为保护他，南宫羽飞更惨，右臂、后背各中一剑，连自己的剑都当啷一声掉到地上。陈家落风剑确实了得，3兄弟结象元剑阵，联手3剑，没有一剑落空。3人又向南宫姑侄2人靠近了一些，接下来3人随手一剑就能要了姑侄2人的性命。冷华年从冷月帝国一路赶回大央帝国，到了未央城，当然要顺路去一杯无酒馆看一眼。
此刻他踏剑飞行至酒馆上空，正看到自己的2个女人被人围杀，气得他差点爆炸，在空中一声暴喝：“住手！”正打算斩杀南宫孤直的陈家3兄弟，顿觉脑袋嗡嗡直响，仿佛一瞬间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待3人缓过神来，正准备再次出剑时，冷华年已经降落在南宫孤直身旁。他也不想问缘由，连刺3剑，陈家3位长老全部呆立原地，每人喉咙一个血窟窿。3人至死也没想明白到底是怎么死的。冷华年的剑实在太快，他们真的是看不清。我特么，老子的女人也敢碰！冷华年杀了3人还没解气，心里还有股要爆炸的感觉。夫君，夫君！南宫羽飞和南宫玉烟一见爱郎从天而降，瞬间手刃仇人，心中快慰，连伤都顾不得，直接扑到冷华年的怀中。冷华年一边搂着一个，看到2女都挂了彩，心里真比自己受伤还难过。菲儿、嫣儿，都怪我回来迟一步，让你受苦了。夫君不碍事，你来的正好。南宫羽飞咬着牙也要宽慰爱郎，还正好呢，看你们都受伤了。夫君没事，我是皮外伤，不知姑姑有没有伤到要害。南宫玉烟还是有点担心，南宫羽飞后背中箭，这伤可大可小。没事，我的伤自己心里有数，你们不用担心。冷华年闻罢此言，心里才好过一点。那就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吃了雄心豹子胆，连老子的酒馆也敢碰？夫君，他们是千里香酒业的陆河陈家，之前每天有几十人来酒馆捣乱，今天他们要我们孤直2人陪唱，我们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边上剩下的陈家人一听，吓得都跪倒地上。大人饶命啊！陈家原本来了20几人，3位长老被冷华年斩杀之后，就剩下3人了，其余全逃命去了。这一幕当然瞒不过冷华年的眼睛。冷华年一剑割下大长老的首级，对着3位陈家人道：“你们几人把他的头颅带回去，亲自交给陈家家主，让他来为几位长老收尸吧。”3人捧起3长老的头颅，如获大赦，一路赶回陆河陈家。冷华年从干净的内衫上撕下几根布条，先帮2女把伤口扎上。冷华年刚包扎完，又有人来了，阵势还不小。镇抚使大人，就是这个酒馆，就是这2个女人对我们动手的，都围起来，一个别放跑了。脸如黑炭，身如铁塔的秀衣使镇抚使简锤，人如其名，真像一把大铁锤。皇陵境3层的他，在秀衣使已经是仅次于指挥使于3的存在。这次他带了110来人过来，镇抚使出场，场面怎么可能太寒酸？慢着，今日谁敢上前一步，死留在原地可活命。冷华年一看这么多人，心里惋惜，这都是独孤景色的得力手下。小子，你很嚣张啊！都给我上！镇抚使简锤还真是不知从哪掏出2个紫金锤，手下一众秀衣使见状，顿时来了底气，约莫6、7成人都围了过来。冷华年这次站在原地都没动，他想尝尝遇见杀人的滋味。林颖剑仿佛长了眼睛似的，带着尾影在这6、7成人中穿行。只片刻功夫，这60、70人已经全部倒地气绝，每人的脖子都被林颖剑割断了。哇呀呀！你这小贼，纳命来！简锤何日受过这种耻辱，拎起一对紫金锤就冲向冷华年。冷华年手指弹起2缕剑气，咻咻2声，简锤还在往前跑，不过他的那对紫金锤却突然双双砸到地上，2把紫金锤上2只手还紧紧握着锤把。简锤跑着跑着，顿觉双臂一轻，低头一看，差点直接晕倒在地。他的双臂在臂弯处已经被齐齐切断。冷华年还没怎么尝试过玉器为剑，刚才那2指的效果他颇为满意。简锤心中恨不能上前咬冷华年一口，不过他今日终于明白自己是踢到铁板了，他现在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站在原地很尴尬。冷华年慢慢走到他跟前，语气平缓道：“你们的指挥使知不知道这件事？我只想要真话，若有半句假话，你全家必死。”简锤顿了3息，咽了口唾沫，缓缓道：“知道。很好，你可以安心上路了。”林颖剑一剑刺穿他的心脏，只3息，简锤就命归黄泉，走得还算安详，没多少痛苦。剩下的30、40名秀衣使齐齐跪到地上，磕头不语。你们都起来，我不会杀你们，你们自救成功了，回去跟于3说一声，让他立即过来受死，否则等我找上门，他玉家连只狗都别想活。谢大人不杀之恩。30、40名秀衣使匆匆跑离，赶去报信的不足一半。这秀衣使不当也罢，再当下去早晚没命，不如趁早回家。最早来的那几个便装秀衣使看到这一幕幕，早已吓得腿软，这会在百户柳林的带领下，正在地上爬着往外逃。夫君，就是那几个秀衣使打的头阵，他们都动手。南宫玉烟的话音未落，冷华年的林颖剑就出手了，只是一道剑气就将柳林在内的几人全部斩首。2人都忍不住为爱郎喝彩。夫君，你出去一趟，何以变得这般强大？南宫羽飞又惊又喜。有些机缘，我现在已是地灵境，不过现在场上形势危急，来不及多叙旧。
这边才杀完，那边又有大角色登场，又来了2人，一位精干中年，气度不凡，看样子跟3位长老应该是兄弟，另一位胡须头发皆白，一位皇灵境5层，一位圣灵境3层。冷华年还没把2人放在眼里。是你小子杀了我兄弟！来人正是陈家家主，排行老3的陈同志。冷华年看都没看他一眼，只是朝着须发皆白的老者道：想必你就是陈家老祖了。正是，老夫陈觉，不知小友可愿化解这段恩怨？晚了，既然已经死了人，那这段仇恨就接不过去了。你们一起吧。陈觉拔出一柄银白如雪的长剑，叹息一声道：小友，老夫叫孙无方，今日愿自裁谢罪，请小友高抬贵手，留几个小的保一丝陈家血脉。放心去吧，除了你身边那位，我不会主动上门去杀一人。小友仗义。陈觉一剑穿心，先杀了边上的陈家家主陈同志，然后左手抓着自己白色须发，右手一剑割下自己的首级，左手将首级朝着冷华年的方向拎了起来，然后才慢慢倒向地面。冷华年摇了摇头，一声叹息道：是条汉子。这一幕都落在了秀一使指挥使于3的眼里，他踏剑而来，这会也只能硬着头皮落到冷华年的跟前。你是于3？正是。我一个地灵境要杀你一个圣灵境5层，应该也并不费劲。我想领教阁下一剑就一剑。于3的态度出奇的谦逊。好，满足你的愿望。冷华年紧了紧手中握着的灵隐剑。于3慢慢将4尺袖刀拔了出来，刀身雪亮，能当劲使。只是他刚摆开架势，眼前就失去了冷华年的踪影。手握灵隐剑的冷华年在地灵境第一次使出了灵隐剑法中的双影。灵隐剑温柔地穿透于3的胸膛，并没有直接刺爆心脏中心，而是刺在心脏靠左的1/3处。于3能当上指挥使，定然不是一语之辈。他知道冷华年有话要问他。冷华年果然发话了：甄怀仁没参与这件事？宰相大人是我的恩公，也是送我上路的人。甄家的吴醒春是一杯无为眼中钉，宰相曾3次提醒在下要好好关照一杯无酒馆。你可以放心去了，我保你一家老小。你才是我的恩公。于3说完，闭上眼睛倒地气绝。酒馆前的广场除了一地尸体，再没活人。原本为观看热闹的人群已经跑得无影无踪。夫君，这酒馆还开吗？南宫玉烟怯声道。说实话，他第一次见自己的爱郎还有这么狂暴的一面。还开个屁，我也不知道这钱是为谁挣的。走，我送你们回青莲园。南宫羽飞跟南宫玉烟恰恰相反。如果说以前他还将冷华年当小孩子看，此刻他心中对他已经是崇拜的五体投地。这男人才是自己的天啊！他想不到自己的夫君如此了得，如此的杀伐果断。如果说以前冷华年提起飞升上天界，他是当个笑话来听，现在他已经深信不疑。冷华年带着2人直接踏空而去。冷华年将2人安顿好，并没准备多停留。你们互相清理包扎一下伤口，我去就来。冷华年转头就要离开，南宫玉烟上前一把拉住他的手臂，紧张道：夫君，你是不是要去相府？不错，我冷华年没有隔夜的仇，除非实力不允许。可是甄家在大央势力通天，甄怀仁权倾天下，连冷月女帝都要让他3分。你怎知他养了多少高手在相府？你只身前往，太危险了。夫君莫不如从长计议。南宫玉烟摇了摇冷华年的手臂，希望他能回心转意。菲儿，你怎么看？冷华年看了眼在一旁相对冷静的南宫羽飞，开口问道：夫君，去吧。男儿有了目标自当实现，男儿有了仇恨自当用剑去消。今日若阻止夫君，夫君心里定然不痛快。去吧，甄怀仁不是夫君的对手，不过夫君要小心甄家的老怪物。放心。冷华年出了青莲园，踏空而去，目标直指宰相府。姑姑，你为何要纵容夫君去冒险？南宫玉烟这会是既担忧又生气，忍不住冲着南宫羽飞气鼓鼓道：冒险？你根本不知道夫君现在是怎样的存在，在这个世界跟他在一起有危险的永远是别人，而不会是他。南宫羽飞心里却是笃定的很。姑姑，夫君即便已经到了地灵境，可万一相府有更厉害的地灵境怎么办？更厉害也白搭。你知道何谓气运？夫君的气运绝不会止步于虚灵大陆。可是，没有可是，这个世界，男人的信心跟霸气比黄金都重。夫君终于长大了，他将缔造传奇，我们在边上帮他助威呐喊就够了。嫣儿，懂了。砰！一声巨响，宰相府的朱漆大门连墙被冷华年一脚踢飞了。冷华年从这个庞大缺口一脚踏进宰相府的内院。甄怀仁，速速出来受死！冷华年一声暴喝，震得宰相府地动山摇。甄怀仁还没来得及出来，他的2个儿子已经急急冲了出来。大儿甄成，亡灵境3层；小儿甄实，亡灵境1层。边上一群家丁不下数十人，高手门客也有10数位。小子，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连相府也敢闯。真诚原本心里还直打鼓，带出来一看是个小嫩鸡，顿时松了口气。可惜这也是他的最后一口气。冷华年手握林颖剑，一个闪步便到了真诚跟前，可怜真诚连躲避的动作都没来得及做，就被林颖剑一剑穿心了。边上的真实大骇道：你也得死！真实才说出一个你字，便重蹈长兄覆辙，追随他共赴黄泉。原本咋咋呼呼一大群人，顿时没了一点声音。这谁能想到，平日骄纵惯了，在大央横着走的龙兄虎弟，在自己老窝被人瞬间秒杀。原本10几个门客里也不乏高手，可一下就被冷华年的气势给镇住了。没必要为了几顿饭上去送人头不是。王林竟在毫无反应的情况下被人秒杀，他们还是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的。贼子，我杀了你！正主终于来了，甄怀仁只来晚了一步，2个儿子就已经被冷华年2剑取了性命。等等！手握宝剑冲向冷华年的甄怀仁顿时停下步子。你不问问我是谁，为何要杀上相府？你是谁？为何要跟我宰相府结仇？为何要杀我儿子？甄怀仁被痛苦和怒火蒙蔽了双眼，这才顺着冷华年的意思问了起来。一杯无酒馆是我开的，你叫于三去关照我的酒馆，骚扰我的女人，你说我该不该杀上你宰相府？放屁！你让于三当面来说清楚，老夫有没有让他上门闹事？可惜于三已经死了，口说无凭，除非当面对质。我信他不信你。冷华年将林颖剑举了起来，甄怀仁还是有点东西，圣灵境3层，他不得不认真面对。你待如何？我是大央公谷，你要是动我，陛下不会放过你，我甄家老祖不会放过你。双印！冷华年懒得废话，一声暴喝，消失在了原地。林颖剑法！林颖剑！小子，你跟陛下到底！唰！一声清脆的声音格外的清晰，甄怀仁感觉这声音就在自己耳畔，他的感觉没错，林颖剑如微风轻拂，划过了他的脖子，很真切，却没有丝毫痛楚。甄怀仁好大的一颗头颅跌落地面，双目睁着，并未圆瞪，他没有死不瞑目，只是有点不服气，凭什么堂堂圣灵境高手，堂堂一国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这小子面前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老祖！离体的头颅竟然蹦出2个字。天空变得灰暗，眼睛慢慢合上，不服气又如何？这就是修真的世界，很残酷，也很现实。轰！再次地动山摇，一栋房子突然炸开，一个白须老头破房而出，一股强势威压，连地灵境的冷华年都感到了压力。终于来了吗？冷华年自言自语道，眼前这老头显然是甄家破关而出的老祖，没想到甄怀仁临死召唤出这么个老怪物。同为地灵境，冷华年感觉白须老头的小境界更高自己一筹，但这些他丝毫没放在眼里。白须老头似乎已经了然一切，连一句话都没说，手中突现一柄金色长剑，长剑慢慢笼罩一圈光晕，光晕越来越黄，越来越亮，慢慢向外扩散。整个院子，整个宰相府突然安静下来，树叶静止，连周围所有人的呼吸都仿佛停止了。冷华年握紧了林颖剑剑把，真的要用那从未使过的一剑了吗？此刻也容不得他多想，双影和虚无都是一种冒险，双影对付这个地灵境的老怪物可能不够用，虚无冷华年还从来没使出来过。冷华年决定还是搞个大的。虚无！林颖剑将他全身的灵力瞬间吸收一空，而后灵力从剑尖迸发出来，剑气所过之处无任何迟滞，瞬间便与金剑形成的那圈黄色光晕相交，摧枯拉朽，毁灭，毁灭。虚无！一剑万象，天地灭迹，终成虚无。这剑法没有骗人，林颖剑的御明主白须老头连带金剑和金剑形成的光晕，在虚无一剑之下瞬间瓦解。他感觉到这一剑的大杀意之后，原本是准备跑的，可惜他周围的整个空间都被这一剑的威势锁定。那个人，那柄金剑，那圈光晕，在肉眼可见的被摧毁瓦解只片刻功夫，那个范围之内皆成虚无，仿佛这里从来没有过人，也从来没有过剑。冷华年低头看了一眼林颖剑，微微点了下头，自言自语道：好剑。也不知是在赞林颖剑，还是在赞自己发出的那一剑虚无。冷华年！一声娇斥打断了冷华年的幻想。他抬头发现独孤女帝已经不知何时停在相府上空，一袭黑色香金龙袍的独孤女帝慢慢降落在冷华年的跟前。冷华年面无表情，并没有久别重逢的兴奋。你要干嘛？你是要将我大央的天给拆了吗？独孤女帝已经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原本她感受到冷华年踏剑而归，心里还一喜，可这才多大功夫，这家伙已经杀了这么多人，最得力的秀衣使指挥使于三当朝宰相，大央公谷甄怀仁都已死在他的剑下，才片刻功夫，这家伙就把大央的天捅了个大窟窿。锦瑟，你知道他们干了什么吗？冷华年的语气平淡，但他内心对独孤女帝也有怨气。朕不知道，不管如何你也不能把朕的家拆了，把大央的公谷杀光。
你想让朕当光杆之君吗？我再问你一遍，甄怀仁、于三，甚至陆和陈家派人去酒馆找茬闹事，甚至要侮辱南宫姑侄二人，你知不知情？冷华年的语气已经冷了3分，这是他第一次对独孤女帝这么不敬。冷华年，你的翅膀是不是硬了？敢这么跟朕说话，别以为你到了地灵境，朕就治不了你。两人彻底杠上了，独孤女帝也在气头上，此生她还没被人这样指着鼻子质问。我在外面为你拼命，为大央寻找出路，直面冷月女帝的威严，你倒好，在家连我的女人也不关照一下。今日我若回晚一步，他们姑侄二人都将香消玉殒，我对你掏心掏肺，你就这么回报我吗？冷华年低垂的手慢慢将灵隐剑举了起来。独孤女帝心头骇然，脸若冰霜，带着绝望嘶吼道：好，很好，冷华年，你的翅膀真的是硬了，敢跟我动手了。独孤景色，我对你很失望，你再不是我心中的那个女人，就当我们从未相遇，从此我们恩断义绝。冷华年将灵隐剑朝着独孤女帝用力甩了过去，独孤女帝没有动，更没躲闪，灵隐剑深深没入她身边的白玉廊柱，只留一截剑柄纹丝不动。冷华年深深看了一眼独孤景色，然后转身踏空而去，只留下一个愣在原地的独孤女帝。独孤女帝过了数息才缓过来，一把握住剑柄，将灵隐剑拔了出来，随即身子一抖，也循着冷华年的方向踏空而去。冷华年前脚踏进青莲园，独孤女帝后脚就赶了过来。你想干嘛？打一架还是生死相搏，都随你。冷华年转过身，冷冷地看着独孤女帝道：你把朕的江山搞得一片狼藉，就想拍拍屁股走人了吗？南宫羽飞跟南宫玉烟循声过来一看，心里慌慌，独孤女帝找上门了，语气还不善。你待如何？直说吧。冷华年还没消气，这里人多，你找个僻静的地方，我想跟你好好聊聊。独孤女帝自己都不明白为何语气突然软了3分。冷华年带着独孤女帝随便找了个房间，南宫姑侄知趣的远远避开两人，有什么只管说，说完走人。冷华年看着窗外碧波荡漾的青莲湖，语气冰冷：你非要这么跟我说话吗？独孤女帝倒先冷静了下来，那我该怎么说？跪下来说我错了，我不该杀你的臣子。他们姑侄2个在你心里就那么重要吗？为了他们，你竟然要跟我翻脸？独孤景色，你错了，他们在我心里确实很重要，但在我心最重要的一直都是你，可惜你感受不到，也不懂珍惜。我怎么就不懂珍惜了？我对你还不够好吗？支持你所做的一切，将大央镇国之宝灵隐剑送给你，教你虚灵最厉害的剑法，甚至我将自己都送给了你，我哪里对你不好了？独孤女帝听到冷华年说心里最重要的是她自己，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你懂不懂爱屋及乌？你明知他俩是我的女人，你为何要任别人欺负他俩？我在外面为你拼命呢，回来晚一步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了，你还觉得自己没错吗？对不起，我承认自己欠考虑，疏忽了，不过真不是我叫人为难他俩的，这些日子我并不在大央帝国。独孤女帝慢慢走到冷华年的身后，一把抱住了他。夫君，你就原谅我吧，我不怪你杀了他们，你也别怪我了好吗？冷华年抬手把紧握在他身前的那双玉手松开，然后慢慢转过身子，一把将独孤女帝抱了起来。夫君，你要干嘛？独孤女帝隐隐感觉不妙，可又很喜欢被爱郎抱在怀中的感觉。冷华年扯开她的龙袍的，不再像以前那般温柔。夫君，你非得这么对我吗？独孤女帝一双美眸看着身上的冷华年，泪珠滑落，这是她这1000年来第一次流泪。冷华年原本想撕掉她的龙袍，不过独孤景色却在她耳畔轻轻私语。冷华年的手听了下来，身子不停颤抖。你刚才说你不在大央帝国，那你去了哪儿？万寿山脉、无尽森林、梦月神宫、冰封之河。独孤景色一字一顿，他的眼泪还未停止，不过他每说出一字，冷华年的心头便颤抖一下，慢慢的他感觉自己的心在滴血。你一直跟着我，青莲园的那2个丫头都有血湖血脉，冷月帝国设下这么深的局，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跟着他们走？这些日子你一直守护在我身边。是啊，守护着自己的爱郎跟别人卿卿我我，我算是见识到了妖娆的妩媚，婉儿的灵动，妖后的绝世风姿，雪湖圣女的柔情，冷月女帝的倾城魅力。娘子，冷华年终于明白了什么叫无语凝噎，他也终于明白自己真正能伤害的人永远是最爱自己的人。他轻轻吻干独孤女帝的泪痕，将她紧紧拥到怀里。傻瓜，你为何不告诉我？若不是发生今天的事，我是不是一辈子都要蒙在鼓里？夫君，有时爱不必说出口，有时爱又不得不说出口。你只要知道，我独孤景色会永远爱你，永不会辜负你，更不会去伤害你的女人。两人终于忘情的亲吻到一起，那份情跟刚才的景象完全是两回事。夫君，我刚才以为你不要我了，你那一剑是何其的决绝。冷华年那刻的眼神，独孤女帝现在想来都有点心有余悸。景色，可能是我一时怒火上头，
你别放心上。夫君，你说我是你心中最重要的女人，这是真的吗？当然，你莫不会以为我在那个时刻还会骗你吧？夫君，你知道吗？或许就是这句话让我回了头，不然我们可能真的已经分道扬镳。你真的不生气了？你不生气，我就不生气。好，这件事就算翻篇了，以后我不会再提这件事，也不会因这件事而难为我的景色。夫君，你现在把大央的公主都杀了，万一冷月帝国来犯，我该如何？他们算屁个公主，蛀虫还差不多，以后大央的天即便要塌下来，也有我给你撑着。冷月帝国还有那只骚狐狸可没那么容易对付。娘子，我这一趟北国之行还是有所收获的。夫君，那到底如何呢？我只敢远远护着你，不敢太靠近。你有没有被蓝梦妖那骚狐狸给迷住？冷月女帝蓝梦妖以奉我为主。什么？独孤女帝惊地坐起了身子，找了个帮手，我一个人肯定搞不定她的。蓝清玄，你怎么知道？我看你下冰封之河了，我才能抗衡那骚狐狸，也就救她的师妹了。不过她不是被那骚狐狸给杀了吗？神魂俱灭，理论上是这样，不过蓝清玄留下了一缕残魂，在养魂术下养魂5000年，终于完全恢复。夫君，你们好上了。阴差阳错，若非他相助，我别说控制冷月女帝，恐怕得被他吃了。吃了？你还不是求之不得？堂堂女帝也要当醋坛子。冷华年用手指刮了一下他高挺的鼻梁。夫君，你的意思，冷月帝国已经尽在你的掌握？差不多吧，我已经掌控了冷月女帝，雪狐圣女也已经是我的女人。难怪夫君一副信心满满、无所畏惧的样子。我不是个草率的人，你草率起来简直不是人，我都以为你凭一己之力要帮我大央改朝换代了。怎么换？景色都是我冷家的大娘子。夫君，你这么说我很欣慰，因为在我心里，冷家大娘子的分量比我的地位更重。知道就好，我家娘子当个区区虚灵女帝，如何能够满足？我要让景色道上天界去当女帝。夫君，你在开玩笑吗？你看我这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夫君，你今天吓到我了，要是你在宰相府吃了甄家老祖的亏，那我找谁哭去？其实你生气也有这个原因是吗？很大一部原因。难得放肆，以后我会小心的，不为我自己，也得为你们考虑。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尤其到了上天界，可不比虚灵大陆。知道了，夫君，以后我们别再互相伤害了，好不好？我知道，你是对我最好的人，也是最爱我的人，当然也是我最爱的人。夫君，你最爱的人真的是我吗？这还能有假？连我的景色都不自信了。那你说说，你那么多女人，为什么最在意我？因为景色最美，无论外形还是气质，在这虚灵大陆都登临绝顶，还是整个虚灵权势最大的女人。我真有那么好？独孤女帝被冷华年说的玉脸都快红了，今日她的心情真是大起大落。不过现在想想，那通脾气发的还是值的，不然也不会逼得爱郎把心头的话全都说出来。比你想象的还要好，被我征服的可是绝美女帝，那种感觉好的无法形容。夫君，你也见过冷月女帝了，那你觉得我跟她相比，谁更好？这个怎么能比？蓝梦妖确实也很出色，不过她以后终究只能当我的奴隶，你就不一样了。你是我冷家的大娘子，你们的地位千差万别。哥哥，那样对她会不会太残忍了点？独孤女帝的心情顿时舒畅无比。你跟她什么仇什么怨？你好像很看不惯她的样子。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这片大陆怎能有2位女帝的存在？难怪2只母老虎更不能处。嗷呜！独孤女帝果真化身母老虎，一口咬在冷华年的胸口。你们见过面吗？冷华年轻抚独孤女帝柔顺的发丝。你猜？肯定见过，不然你不会对她有这么深的敌意。正因为你见识到了她各方面都是顶级的优秀，你心里才会有意无意的拿她跟自己比较。夫君，你是不是喜欢上她了？还没有，不过以后就难讲了。你也知道我的弱点，还有她的强处。这骚狐狸果然诱惑你了。好了，你难道不应该巴不得我娶她进门吗？以后你是大娘子，她还不是随你搓圆捏扁，这种乐趣不用我多说吧？也对，夫君，你的眼界果然比我开阔。你吗？胸怀开阔就够了。讨厌！独孤女帝的背齿再次咬住了冷华年的胸口。娘子，你几千岁的身子活出了18岁的样子，怎么讽刺我老了？哪有，青春美丽，富有活力。今日你都咬我2次了，你已经不像你，而是像一个调皮的小娘子。夫君，或许是因为我活了这么多年，直到今日才释放出那份女人的天性，我曾经缺少的那份爱。我会一直陪着景色，一辈子。夫君，今日我错了，以后不管你干什么，我都无条件的支持你。娘子，
想不到你这么快就服软了。其实你这样只会让我更爱你，你知道吗？今日你把林隐剑甩给我的时候，我的心疼的都快炸裂了。那刻我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其实你以为我有多在乎你杀了谁吗？没有，我只是在意你对我的态度。我气你为什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就动手。娘子，当时他俩差一点被人杀掉，我人都快爆炸了，脑子里只想替他们找回公道。你也知道，我最不能忍受的事情就是有人欺负我的女人。他们有你真幸福，你有我也幸福。夫君，上天界充满了未知，或许我们这点修为上去连自保都难，其实能在这片虚灵大陆当主宰，或许也挺幸福的，是不是？这里当然好，可是法则限制，地灵境就已经到顶了，寿元也只有几千年，我可不想跟你待一起几千年就化为尘埃，我想跟你过一辈子，没有尽头的一辈子。好，无论上天界有多危险，我都会陪着夫君去闯。其实也没有那么悲观，你忘了我身边还有赤龙女皇、冰雪凤凰、冷月女帝、蓝清玄、凤儿，我会将虚灵大陆所有的女帝灵境全都带到上天界，到时即便遇到狠角色，应该也能自保了。夫君，为什么只带女帝灵境？这还用讲吗？我身边那么多美人，带个男的不是膈应人吗？有理，天下都是臭男人，只有夫君是香的。懂事。冷华年在独孤女帝白皙的额头亲了一下，接着道：赤龙女皇和冰雪凤凰都是上天界遗落到虚灵大陆的神兽，他们现在只是被大陆的法则限制在地灵境，等回到上天界，他们一定会给我一个巨大的惊喜。夫君，看来你天生是吃女人饭的，在虚灵我来罩着你，不过也没罩你几天，你现在已经成长到这般地步了，到了上天界，不知道又有多少女人要来罩你了。独孤女帝的情绪还算稳定。娘子，我还有一张王牌，我现在是万兽山脉的妖王。什么？你就这么出去溜达一趟，已经成为万兽山脉的妖王了？不过万兽山脉再多的部下也算不得王牌吧？这些小妖当然不算，不过妖后就不一样了。还有妖后？冷华年感觉胸口又是一疼，今日独孤女帝彻底化身小狗了。她是上天界妖之域幻妖帝国的女帝，真正的上天界女帝。不过她现在是转世之身，那也很厉害，眼界和阅历都是不一样的，等回了上天界她会很快恢复。应该是的。我说你哪来那么大的底气去上天界？原来还真有王牌。他算是王牌，不过这张牌我也未必打得动。你是妖王，连自己的妖后都拿不下，慢慢来吧，毕竟她是上天界的女帝，眼光总是有点高的。她要是有眼光的话，一眼就能看出夫君的非凡。她跟你在一起不是下嫁，而是高攀。娘子，你把我吹过头了，我哪有那么好？人家上天界的女帝跟我怎么就算高攀了？夫君，这就是眼光问题，就好比你刚来大央，我们好了，我属于下嫁，可现在呢，也就2个月的时间，你已经成长到我一般的高度，再过1年半载我就只能仰望你了，更别说以后去了上天界。你的气运如此之大，你的潜力如此之高，我怕以后连给你做个丫鬟都不够格。哪有这么说自己的？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不管是在虚灵还是去上天界，景色都是我冷家的大娘子。我这人或许跟别人不一样，我始终都是将感情放在第一位的，景色永远是我最重要的女人。谢谢夫君。独孤女帝将妩媚多情的俏脸贴在冷华年的胸口。天亮后，女帝化身贤惠娘子，帮夫君穿戴整齐。日上3竿，两人去湖心亭用早膳，南宫姑侄2人准备得很丰富。4人第一次在一起用餐，略微有点小尴尬，不过多少也有了些亲近，怎么说也是一家人了。用完早膳，独孤女帝当然要急着回未央宫，这次事情闹得有点大，她得回去善后。今日要上朝，说实话已经晚了，不过谁让她是女帝呢？就让一众大臣等着去吧。独孤女帝告别离去，冷华年带着2女在湖边散步。伤都好些了吗？冷华年轻触了一下南宫羽飞的后背，肩膀上的伤他倒是不担心无碍，没伤着要紧处。叶儿呢？夫君，我也无碍。那我就放心了。夫君，昨日你真是神勇盖世。是啊，夫君最棒了。南宫羽飞跟南宫玉烟一唱一和，夸起了冷华年。这些都不算什么，后来我去了宰相府，把宰相宰了，连甄家地灵境的老祖都杀了。啊，这还是令姑侄2人大感诧异，两人面面相觑。这个男人给人的惊喜真是一波接着一波。你们有伤在身，我不便跟你们过于亲密，等你们将养好了，我再来。两女虽然大为不舍，不过爱郎的话就是圣旨。冷华年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月影宫，长公主独孤寒月这么久没见自己，依照她的脾气，应该是也快翻天了。不过令他略感吃惊的是，长公主自从认识他后，不怎么发脾气了。冷华年悄悄来到月影宫，没曾想进门见到的第一个人竟是俏丫鬟月和。月和见到冷华年先是一喜，然后撅起嘴，把脑袋转向一边，好似没看见他一般。冷华年上前一把将俏丫鬟拥到怀中，
月河象征性的挣扎2下，就紧紧趴在了冷华年的怀中。怎么啦？见到我不开心？你还能想起我？这么久不见，我以为你早忘了我们主仆2人。月河言语中的失落，冷华年当然感受得到。自从上次吻过之后，2人确实很久未见。作为一个对他托付身心的女人，就免不得想东想西。反正在这宫里，除了整天瞎想，也没事可干，所以女人不能让他闲着，不然就容易出幺蛾子。冷华年也不多做辩解，低头一下吻住她水润的红唇。月河立马就像只乖猫一样哼哼2声。不过他还是分得清大小王的，片刻温存之后，便轻轻推开冷华年，指了指寝宫道：公主天天等你，她想你就跑到温泉池里，说那是你建造的温泉池，池里有你的气息，刚刚沐浴完回寝宫躺着了。那我去看看她。快去吧。月河转过冷华年的身子，一把把她推向寝宫。寒月公主靠在床头发呆，冷华年上前一把将她搂住。寒月公主其实正在想着爱郎，这回见到爱郎突然出现，有种惊喜到要晕厥的感觉。不过寒月公主还是一口咬在了冷华年的肩膀上，不轻不重，有点疼又不破皮。好了，乖，我回来了。寒月公主一松口，依偎到她怀里。冷华年陪了寒月公主整整1天，直到她疲倦地进入梦乡。翌日凌晨，冷华年不忍打扰寒月公主的清梦，冷华年独自离开。冷华年一路到了凤鸣院，房内独孤凤躺在床上，最近总是失眠，转辗反侧睡不着。冷华年踏入凤鸣院，屏息凝神，偷偷摸进屋里。独孤凤不知是因为分心，还是冷华年身手太过敏捷，居然一无所知。凤姐姐。冷华年到了床头，轻轻唤了一声，惊得独孤凤直接从被窝中坐了起来。夫君，这么早，你怎么来了？怎么，凤姐姐不欢迎我？那我走了。冷华年转身佯装要离开。独孤凤伸手一把抓住冷华年的手臂，他知道这样子有点不大好，雪白玉臂整个露在外面，可他管不了那么多了。他要是不主动一点，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成为他的女人呢。别走。我不走。顺利，一切尽在掌握，现在连冷月女帝都要听我的，是不是又招惹了几个狐狸精？你怎么知道的？夫君，你的体质过于招人，再说你又是那种来者不拒的性格，一路行天下，红颜满世间，也没那么夸张。我的女人无论从容貌还是素质都是1等1的，要不然找个差的，哪有资格跟我的凤儿以姐妹相称？这倒也是，你的女人不是女帝就是公主，搞得我的身份都成了最低微的了。身份在我眼里区别不大，反正凤儿是这未央宫里跟我最早亲近的女人，曾陪我一起赴雪山渡危机，我一辈子都不会忘。夫君什么都好，就是女人有点多。独孤凤知道冷华年不是一般人，倒没有责备的意思，只是调侃一下。这个冷华年无论如何这话都不好接。哥哥，夫君那么优秀，哪怕陛下一个人也守不住你的。清晨，冷华年吻了一下怀中的孤独凤道：凤儿，你今天好好休息一下，我先回去了，还有一摊子事等着我。独孤凤回吻一下，继续睡觉。他很少赖床，这次真的是倦了。冷华年去承德殿看看自己的老巢，冰雪凤凰洛冰和雪儿都不在。冷华年有点过意不去，自己帮着独孤女帝赚钱，没想到把洛冰给搭进去了。他还是决定加快建设销售和物流网络，不能总靠洛冰卖苦力。冷华年心中念着冰雪凤凰的好，却只能摇摇头，先回青莲园。路上顺便经过一杯五酒馆，小广场已经清理干净，不过今日酒馆没开门，姑侄2人在家养伤。独孤女帝在朝会上宣布，一杯五酒业是冷华年和大央帝国的联合产业，宰相府和陆河陈家因个人私利，初因招给一杯无下绊子，等于是毁大央帝国的基业，行为很恶劣，后果很严重。不过这种不正之风很快被大央忠臣冷华年扼杀在萌芽状态，宰相府真怀仁，陆河陈家4兄弟尽皆伏诛，宰相府和陆河陈家的产业由未央宫接手，吴醒春和千里香将由一杯五酒业统一管理。独孤女帝在龙椅上说得起劲，下面的大臣心头直发虚，宰相被人宰了，连点水花都没有，陛下似乎丝毫没有责怪行凶者的意思，众位爱卿，不要试图挑战朕的威严，也不要试图替宰相府、陆河陈家翻案，他们是大央的蛀虫，一个个都死有余辜。朕顺便友情提醒一些蠢蠢欲动之辈，不要试图去招惹冷华年，甄家帝陵敬老祖被他一剑秒杀，你们要是嫌命长，想动他一动，朕也不拦着。独孤女帝的话让群臣倒吸一口凉气，在他们的意识里，冷华年猛如虎。冷华年并不知道独孤女帝帮他把路铺得这么好，休息了几天正准备将酒馆重新开业呢，两女的伤也好利索了。夫君，你不是说不想再帮独孤女帝卖命了吗？南宫玉烟毕竟年轻，还没完全看清楚状况，南宫羽飞用胳膊肘撞了他一下，心说这傻孩子，人家独孤女帝当晚都住在青莲园了，床头吵，
床尾和，夫妻哪有隔夜的仇？那日冲动了，我跟景色毕竟是一家人，以后不会再闹误会了。这一杯无核回春泉都是我们自己的产业，大央的也是我们自己的，因为最后赚来的钱全部要换成灵石，用作飞升之用。要这么多灵石，我的目标是集齐虚灵大陆半数以上的灵石。冷华年的话令二女不由啧舌，半个大陆的灵石，这手笔实在是太大了。冷华年跟二女去酒馆，今日重新开业，门槛都快被人挤破了，关了几天，未央城的一杯无断功，这下可把酒鬼们的瘾给吊起来了。看着酒馆重新步入正轨，冷华年跟忙碌中的两位老板娘告别，他想去找冰雪凤凰洛冰，想要好好感谢他一番。洛冰每日行程排满，飞往虚灵各地。冷华年实在不知道该到哪去找他，最后还是决定采用守株待兔的办法，去水源地回春湖畔等他，还能顺便看一下赤龙女皇。冷华年踏剑而行，目标白龙谷回春湖。他现在飞行得心应手，远距离踏剑而行，近距离踏空而行。赤龙女皇还守在回春湖畔，这是回春泉的水源地，已经传遍虚灵，也有不怕死了进白龙谷想搞这湖水的不下10拨人，全被守在湖畔的赤龙女皇无情的灭杀了。仙儿，冷华年直接飞到赤龙女皇身畔，他现在是白龙形态，见冷华年到来，赶紧化形成人。夫君，冷华年将他抱到怀中，转了几个圈才把他放下来。辛苦你了，夫君，你突破到地灵境的时候，我感觉到了。那会我在冷月帝国这么远，你也有感应吗？这是虚灵的大事情，天有异象，整个虚灵都有感应的。希儿，还记得我们之间的约定吗？当然记得，等夫君到了地灵境，我随时可以将自己献给夫君。冷华年一把将龙息抱到怀中，一口吻住他娇嫩的阴唇。夫君，你想好了？你要是想好了，这辈子都不许抛弃我。想好了，我怎么可能抛弃你？希儿那么诱人，血统那么高贵，我又不是傻子。娘子，我好像拥有了神龙血脉。夫君，那样的话，你的体质和血脉岂不是可以一直无限上升？好像是这么回事。希儿，我拥有神龙血脉之后有什么好处？好处可多了，你身体将变得坚韧无比，力量也会大幅提升，最关键的一点是将获得血怒狂暴。血怒狂暴，你猜我明明是条白龙，为什么叫赤龙女皇？那天你受伤后愤怒之极，战斗力突然飙升，是不是因为那个？不错，神龙血脉也有高低，血怒狂暴值是衡量血脉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我的神龙血脉是最顶级的，因为我的血怒狂暴值最高。希儿，要怎么才能血怒狂暴？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点燃自己的神龙血脉，战斗力都会飙升，不过在你遭受巨大危险或者陷入绝境之时，点燃神龙血脉，你的血怒狂暴值才会达到最巅峰。所以不可以随便点燃神龙血脉，因为狂暴过后有个虚弱期，要看准时机，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明白了，夫君去好好锤炼神龙血脉，我来为你护法。好。数日之后，冷华年达到地灵境7层。夫君，恭喜你，快要地灵境圆满了。等到了地灵境巅峰，我就飞升上天界，可能还要冰雪凤凰相助。你说起洛冰，我都好久没见到他了，想找他也不知道他飞去哪了。夫君，其实昨日冰雪凤凰过来了，不过你那时正在闭目专心致志的修炼，我们没敢打扰你。我一直想找他，想好好感谢他。那夫君回承得电，他这2天可能会带着小雪住在那里。我也不知道积了几辈子德，能碰到你们这么好的女人，这都是命中注定。再说夫君很是非凡，以我之见，夫君将带给我们的远比我们给夫君的要多，我不会辜负你们的。冷华年将龙息紧紧搂到怀中，自己能拥有这样的上天界神兽，何其幸运。告别赤龙女皇，冷华年决定去承德殿守株待兔，冰雪凤凰总要回那里休息的。可惜冷华年等到半夜，冰雪凤凰都没有过来，看来今晚他是不会过来了。就在冷华年失望之极，房门却被轻轻推开了。原本躺着的冷华年一咕噜爬了起来，却发现来人并非冰雪凤凰，不过也是熟人，是俏丫鬟月河。月河，夫君。月河的声音有几分颤抖，不过依然难掩他的兴奋。晚上你怎么来承德殿？冷华年有点不解。我无聊睡不着，到处随便走走看看。你是不是想我了？没，你心中没我，我才懒得想你呢。月河低下头，俏脸飞霞。谁说我心中没你？你心中要有我，怎么可能从不对我好？月河的话让冷华年有点汗颜，自己吻过这个俏丫鬟几回，人家心思都记在自己身上，可自己心里能有多少地方留给他呢？调皮，月河，你晚上是不是经常过来？如果洛冰在这过夜，我就返回月影宫；如果没人在，我就躺到夫君的被窝里。夫君即便不回来，我也能感受一下床上夫君的气息。傻瓜，月河的境界提升了，平日他修炼时间本来就少，要提升一个小境界都不容易，
要不是公主时不时的赏他点灵丹，他这会别说的灵境，人灵境都够呛。夫君，月河心里已经开心到了极致，能不开心吗？今日起就真正成为冷华年的女人了，现在爱情得到了，修为也上涨，未来可期，这些都超过了他的预期。一家人不说谢。夫君，我一会要去伺候公主起床用膳，今日你就好好歇歇算了。不行，我是偷偷跑出来的，可是擅离职守，公主知道了，她要生气的。她是公主，以后你们就是真正的姐妹。你踏实的再睡一会，等会起来我陪你回月影宫。夫君，你要把这一切都跟公主说啊。傻瓜，你难道还想一直这样偷偷摸摸的？可是我有点怕，你可是公主的男人，我这样算不算是挖公主的墙角？公主倒是跟我在一起，难道还会不把你带上？所以你不必忧虑，一切有我呢。哦，月河把俏脸贴在冷华年的胸口，闭上眼睛，慢慢听着爱郎的心跳，闻着爱郎的气息，这是他此生从没想象到过的时刻。寒月公主半天没找到月河的人，心里还有点紧张，以为那丫头被谁拐走了。当冷华年牵着月河的手来到月影宫的时候，他终于醒悟过来，对着月河打趣道：月河，你居然瞒着我偷偷跟我夫君去约会，你这丫鬟当的可真是太合格了。公主，月河一听公主这话，腿都软了，幸亏冷华年揽住了她的腰。好了，月儿，你就别吓唬猴了。夫君，你现在也偏袒月鹤了，真是有了新人忘了旧人。好了，什么新人旧人了，你们都是我冷华年的女人。月河闻言，腰杆倒是挺起来了一些。寒月公主也只是说说而已，这个月河她肯定是要带在身边的，与其让别的女人跟自己争宠，不如好好服一下月河，反正她至少都是暖床丫鬟，何不让她成为自己争宠的助力呢？冷华年在月影宫吃过午饭，就跟二女告别离去，他得去未央宫了。几日不见女帝，他心里也不踏实，比预想的好。独孤女帝依旧是在修炼。夫君，今日怎么想起我来了？几日不见，想我的景色了。啧啧，地灵境7层，你这是骗到谁了？让你提升这么多？你猜？不是赤龙女皇，就是冰雪凤凰。独孤女帝一副笃定的样子。是龙息，洛冰最近还没碰到他呢。夫君，恭喜你，离飞升上天界又更近了一步。我飞升就等于你们飞升，我肯定要带着你们的。怎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什么鸡犬？你们都是我的宝贝。往后的事情，夫君都规划好了吗？就等我冲到地灵境巅峰，准备好所有灵石，就开始。夫君，独孤女帝难得变得吞吞吐吐。景色有事要跟我说，今晚在未央宫陪我可好？当然，未来几天我恨不能天天待在未央宫，陪我的景色，从此帝王不早朝。就怕你会呆腻了。这锦绣宫，我可不会腻。那你先陪我去泡个温泉。你的温泉构思还真是天才设想。冷华年上前直接将独孤女帝抱了起来，动作颇为大胆。独孤景色双臂搂住冷华年的脖子，任凭他抱起自己。未央宫的宫女不少，不过这回都是低头回避。夫君，这池里的都是回春泉，那么贵重的天然矿泉水，连用来喝都是奢侈，谁能想到会被我用来泡温泉呢？回春湖里的水用之不尽，取之不竭，让我的景色享受一下最好不过了。夫君，有没有发现我变年轻了，肌肤也更嫩滑了？没发现。冷华年的回答令独孤女帝有点失落，因为景色从来没显老过，怎么会看起来更年轻呢？至于这肌肤倒是嫩滑了一下，这是真的回春了。我怕你这样下去像婴儿般娇嫩，就你会说话，早晚被你的甜言蜜语淹死。怎么会？我可舍不得娘子死，沉沦在夫君的甜言蜜语里。我愿意，我身为女帝，要的不多，只要夫君一人，我会永远珍爱景色的。夫君，我地灵境圆满，还能提升吗？能啊，龙息已经提升到了地灵境巅峰，我希望你们几个最厉害的地灵境，在飞升之前都达到巅峰，这样我们到了上天界也多了一份自保的手段。那我要努力闭关修炼了。好，数日之后，独孤女帝突破到了地灵境巅峰。夫君，几日闭关修炼下来，效果惊人。我也从地灵境7层提升到了地灵境8层。夫君，这几日误了朝事，一会天亮后我可不能再陪你了。今日我要上朝。好，天亮后我就回青莲园。其实我挺舍不得夫君走，要是每日这般陪着我该多好。安逸的日子往后多的是，当务之急还是先想法子飞到上天界再说。独孤女帝主动送上香吻，此刻两人心中的爱意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天亮后，独孤女帝做一国女帝，亲自像个乖巧的媳妇一样帮冷华年更衣。两人用过早膳，一个去早朝，一个回青莲园。临分别，独孤女帝取出灵隐剑，冷华年一看，有点不好意思，之前自己被愤怒冲昏头脑，太意气用事了。
夫君，这是我送给你的，你要好好收好，以后不准动不动就扔还给我。知道了，我会珍惜的。冷华年将独孤女帝一把搂到怀中，在她白皙如玉的额头重重一吻，才安心离去。一大早，南宫羽飞和南宫玉烟已经用过早膳，准备出门了。三人在青莲园的大门口相遇。两位娘子怎么这般行色匆匆？夫君，我们正想去酒馆开门营业呢，这点小事交给下人就行了，乃要你们两个老板娘亲力亲为，不在那盯着，心里总也不踏实。南宫羽飞见爱郎体恤自己，心中免不得升起一股暖流。钱是赚不完的，这家一杯五酒馆虽然赚钱，可现在一杯五酒业的销售网络已经遍布整个虚陵，只要酒的产量跟得上，我们躺着也能把钱赚。一杯五酒馆这点流水，相对全网络的销售额而言，已经是九牛一毛。夫君交代的是，我们总要投入100%精力的，以后随意交给得力的伙计就行，赚钱的事终究是小事，还是要将修炼放在首位，长生不死，容颜不老，不香吗？夫君，我改变主意了。南宫玉烟作为冷华年的第一个女人，在她面前从来都是直抒胸臆，不惜伪装。冷华年道很是喜欢她的直爽，当然旁边那只狐狸精的城府她也喜欢，再厉害的女人死心塌地爱自己，算计别人她也乐得接受，不然两人都像南宫玉烟那么单纯，她还怕两人被人骗了呢。哦，言儿有什么好主意？我想让夫君指点我修炼。冷华年轻轻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该来的还是来了，这丫头算是觉醒了。冷华年当然是乐在其中。几日下来，南宫羽飞和南宫玉烟境界提升明显，当然这痛快的日子也就过了几日。几日后，这种平静的日子就被打断了。精灵女王留给他的手串闪过一道光芒，随即传来女王的声音：冷华年，不日我将冲击地灵境，或许会有生命危险，不知道你能否带着回魂水晶兰过来一趟。冷华年是个讲信用的人，当初答应了精灵女王，他肯定要去的，关键是精灵女王的绝色风姿让他久久难忘。跟二女匆匆告别，冷华年离开青莲园，遇见飞往无尽森林。林夕知道灵婉跟冷华年的关系，让他一起迎接冷华年。冷华年到达无尽森林，享受最高规格的贵宾待遇，直接被请到了生命之树的女王树屋。望着眼前的大小美人，两位绝色精灵，冷华年感觉这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夫君，多谢你能赶过来，不然女王陛下危矣。灵婉亲昵地搂着冷华年的胳膊，一点也不避讳精灵女王。女王无奈撇了撇嘴，当着本王的面亲昵，真是的。应该的，女王的召唤我岂能置之不理？不知道女王何时开始冲击地灵境？明日。今日就让婉儿好好陪陪你。女王客气了，明日我定一早等候女王召唤。灵婉带着冷华年离开她的木屋，女王心里莫名有些失落。夫君，我带你去我的木屋看看。灵婉脚步匆匆，她想她的夫君了。夜幕降临，生命之树流光溢彩，成了无尽森林最美的风景。而冷华年眼中最美的风景，却是眼前这不着一缕的精灵。夫君，我想你了，要不是女王陛下召唤，你肯定不会主动来看我。这才几天啊，夫君不在我身边的日子，一日抵得上10年。你厉害了，人家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直接就10年。人家就是想夫君嘛，我也想婉儿。冷华年话音刚落，灵婉就跟藤一般缠了上来。谁让人家是森林里面的精灵呢？清晨冷华年见到女王的时候，发现她眼圈的颜色有点深，不是黑眼圈就不错了，人家被你俩扰了一夜。女王，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劳烦公子了，请随我来。精灵女王带着冷华年来到生命之树的超大树洞。婉儿，在外面帮本王护法。是，女王陛下。树洞缓缓闭拢，不是亲眼所见，冷华年是无论如何都猜不到，在生命之树的这个位置有这么大的一个树洞，洞内的空间比2间树屋还大。这是生命之树的气势，精灵中的每一位圣灵境都会到这里来冲击地灵境，真是神奇。这里的灵气好像很充裕，那个自然，生命之树是整个无尽森林的中心，灵气最为充裕，而这个树洞又是整棵树灵气最充裕的地方。要我做什么？你只要拿着回魂水晶蓝手在我边上，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给我一片花瓣。具体怎么操作？那时候我可能已经彻底晕过去了。你撬开我的嘴，将一片回魂水晶蓝的花瓣放入我的口中舌下。明白了，你放心突破，有我呢。冷华年在他边上盘膝坐下，精灵女王不知为何心里突然踏实了几分。精灵女王屏息凝神，开始冲击地灵境。这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原本她坐的位置是生命之树的年轮中心，此刻年轮突然一圈圈的闪亮起来，整棵生命之树的无尽灵力开始随着年轮的闪动，向着精灵女王汇聚。精灵女王体内灵力澎湃，有一种要被撑爆的感觉。不过很奇怪，精灵女王却没有一丝突破到地灵境的征兆。冷华年在一边看得发呆，自己突破地灵境很轻松，殊不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天赋有多逆天。整整3个时辰，
精灵女王依旧没有突破成功，她白皙如玉的肌肤已经变成了红色。冷华年猜她大概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一头亮白的银发原本充满金属质感，这会也渐渐暗淡下来。冷华年心知不好，原本盘膝而坐的精灵女王身子晃了晃，就往一边倒下去。冷华年赶紧冲过去，一把扶住她，然后从碧玉扳指中取出玉盒打开。回魂水晶兰已经成熟，自从被连根带土装进玉盒之后，就进入休眠状态。冷华年取下一片花瓣，不好操作，只得让精灵女王躺到自己怀中，一只手捏着她的下颚。精灵女王红唇微张，冷华年将一片回魂水晶兰的花瓣送到她的舌下。回魂水晶兰确实是神药，慢慢将精灵女王拉回现实。只片刻功夫，她就睁开了眼睛。她慢慢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正跟冷华年在亲吻，初吻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没了。按说精灵女王会有巨大的失落感，可惜她此刻却丝毫没有感觉。冷华年亲吻的时候是习惯闭着眼睛的，所以精灵女王睁眼的时候，她压根不知道。吻着吻着，精灵女王也闭上眼睛，装起了糊涂。虽然是初吻，但她爱上了这种神奇的感觉，连自己破镜失败，在生死线上徘徊都忘了。两人吻了很久很久，最后一起睁眼，互相凝望着对方，没有尴尬。吻了这么久，好似有了情感交融、灵魂相依的感觉。公子，你偷吻我，那可是我的初吻，我光化形都等了10000年，化形后又等了2000年，而你只用了几息就夺去了我的初吻。女王，我会对你负责的。怎么负责？你娶我啊？我娶你。此刻精灵女王依然躺在冷华年的怀中，冷华年搂着她，她很舒服，不想起来从来没有依靠过男人，此刻却躺在人家怀里，这种感觉难道就叫依靠？谢谢你的回魂水晶兰，要没它，我恐怕就不在这个世界了。这颗回魂水晶兰本来就是你们无尽森林的，我只是侥幸弄到了手中。天下宝物，有德者居之，你能得到它，说明你有德，有气运。精灵女王豁达的气度倒是令冷华年更增好感。其实当时我想把回魂水晶兰送给你的，也算物归其主。真的？那你后来怎么没给我？精灵女王好奇道。如果我当时给你了，那我现在还会在你身边吗？怎么会？难道你那时就……没错，我第一眼见到你就被你迷住了。你是纯洁天使跟诱人妖精的结合体，很难让人不动心。我想着回魂水晶兰留在身边，说不定哪天我们还能再相见，否则那次一别恐怕再无重逢之日。原来如此，你真够坦白的。可惜我的道完了，精灵的历史上还没有冲击地灵境失败后能卷土重来的。别急，不是还有我的吗？你有办法？我或许有办法让你突破到地灵境。什么办法？跟我好。你是不是在耍我？精灵女王俏脸一红，这家伙越来越大胆了。我是认真的，我一定可以让你上一个台阶。你圣灵境巅峰再上一个台阶，不就是地灵境吗？可是你对我没感觉吗？刚才你吻得那么认真，以为你对我多少有点好感呢。其实有的，要不然我早咬断你的舌头了。精灵女王应了一声，她就把头埋到了冷华年的怀里。她活了这么久，连男的都没见过几个，更别说谈情说爱了。今天上来就被冷华年夺去初吻，她也认命了。或许这辈子就只能认准这个男人了。不过她对这种认命没有丝毫抵触，她竟隐隐有些期待。精灵女王的衣着跟灵婉有相似也有区别。如果说灵婉是美丽的青苹果，那精灵女王就是熟透了的水蜜桃。两人相拥到一起，精灵女王很好奇，冷华年只在轻嗅着她银色闪亮的发丝自我陶醉，一时没有下一步的动作。怎么啦？精灵女王忍不住问道。希儿，你身上有股独特的香气，很好闻，我闻了几下，有点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的感觉。什么香味？有点果木清香，青草的芬芳，森林的自然气息。你别说了，再说你没醉倒在我的体香中，我倒要醉倒在你的甜言蜜语中了。希儿，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一切水到渠成，精灵女王彻底成了她的女人。精灵女王和冷华年在树洞待了整整7天，原本最多3天就要出关的。灵婉还真是认认真真在洞口守了7天7夜。当见到精灵女王平安出关，她高兴道：恭喜女王陛下，成为这虚灵大陆最顶级的地灵境高手。婉儿，你以后可能要改口称女王为姐姐了。冷华年在一边打趣，把灵婉给搞懵了。什么啊？现在希儿已经成了我的女人，你也是我的女人，你们以后不是姐妹是什么？灵婉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看冷华年，又看看精灵女王。她可是知道精灵女王谁都看不上，怎么才进去几天就跟自己的爱郎好上了呢？其实她哪里知道，人家才进去1日不到就好上了，后面几日也是日日恩爱。婉儿，这次多亏夫君，要是没他，我可能永远都不可能突破到地灵境。那当然。灵婉脱口而出。你这丫头
看来也没少受夫君的好处。林婉儿眼一红，看了精灵女王一眼，下意识地将自己的胸挺了挺，以后可就是姐妹了，没必要过于谦卑。冷华年在无尽森林又留了2日，将自己未来的打算跟2位精灵透了个底。林婉儿对上天界当然向往，一脸的希冀，精灵女王何尝不是？不过她久居上位，气度要沉稳得多。诸事缠身，我就不便久留了。站在生命之树宽广的枝头，冷华年终究向2位精灵表明了自己的去意。夫君放心去吧，以后有什么需要我无尽森林出力的地方，尽管开口，我的就是你的。精灵女王找到爱的归宿，心自然要跟爱郎一起。夫君，你有空就来看我们。冷华年站在高高的枝桠眺望远方，2女陪伴左右，有了一种睥睨天下的感觉。冷华年既然来了无尽森林，肯定要顺路去隔壁的万寿山脉看一下，好歹自己是妖王，久不露面终归不大好。其实冷华年的内心深处最大的动力是妖王殿的2位绝色美人。小妖女已是自己的女人，过去温存顺理成章，对这绝色妖后冷华年心里尤为挂念。其实回了未央城，如果说外面哪个女人最让他惦记，那就非妖后莫属。妖后，妖王名正言顺的女人，却也是冷华年最难得到的女人。没办法，妖后姿容出众，魅力无边，哪怕把景色放她边上都抢不走她的风头。妖后的段位实在太高了，搞得冷华年最近对她有点心心念念，却又有点狗咬刺猬无从下嘴的感觉。上天界幻妖帝国的女帝，真正的上天界女帝，集所有优点于一身的女人，冷华年想得到的女人还没有得不到的。但目前有2个女人令他多少有点头疼，一个是妖后瑶光，一个便是冷月女帝蓝梦妖。冷华年倒是可以自持身为冷月女帝的主人，让她屈从了自己，可真要这么干，那就落了下乘，想要收服她的心就更是难上加难。冷华年一通胡思乱想之际，已经飞入万寿山脉的上空。小妖见妖王归来，个个兴高采烈，众妖对冷华年带领万寿山脉走向辉煌不抱什么希望，但他们希望冷华年能拿下高傲到难以驯服的妖后，希望他每次来有酒喝。酒这个事对冷华年而言是小菜一碟，对于驯服妖后，他自认脸还没有那么大。才在妖王殿前广场降落，小妖们就闻风围了上来，又是跪拜，又是欢呼呐喊。这下不多拿出几瓶酒，冷华年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妖王了。再得到妖王承诺，晚饭有肉有酒，又是摆席宴，小妖们哄笑着去准备了。妖后瑶光依然久居寝宫，虽然冷华年将管理万寿山脉的重任交到了他的肩上，他也没必要经常出来抛头露面，那会引起轰动的。眼下听到广场有动静，妖后慢慢走到窗边，果然是那人来了，个头又高了些，样子也更英挺。原本那脸只是特别俊俏，可眼下显得更成熟了一些，整个人的气势也上升了一大截。这么快就要帝灵境巅峰了吗？妖后默默看着冷华年，这是个妖孽，大妖孽。冷华年似有所感，眼光有意无意地抬起扫向妖后寝宫的窗户。妖后瑶光心中莫名一慌，侧移了一步，引到窗幔之后。妖后瑶光的心潮从未慌乱过，她慢慢反身走到床边，仰躺在床上，脑海中天马行空，心中却有一个声音，或许能让自己重返上天界，完成复仇大业的人，就唯有眼前这个妖孽了。妖后瑶光其实早就在当初冷华年见到他时，看到他眼中的那份希冀之光了。他觉得冷华年这次或许就是为他而来，他很快会来找自己。妖后不愧为妖后，冷华年的确主要是为他而来。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冷华年并没有第一时间来找他。冷华年先去找了小妖女妖娆。夫君。妖娆第一眼见到冷华年，便再也无法抑制心头的思念，像八爪鱼一样跳着缠到了冷华年的身上，仿佛要将数日不见的相思全化为爱的热火。妖后的寝宫就在隔壁，原本妖后还纳闷，这小子怎么这么沉得住气，不来看自己。可他听到隔壁传来的声音之音时，他才醒悟过来。妖后心中莫名有了几分失落。夜幕降临，夜色掩去西边最后一缕霞光，妖后心中莫名其妙的期盼随着那缕霞光彻底消失了。妖后连晚膳都没用，静静躺在自己柔软的床上，不想起来，她第一次有了一种挫败感。难道自己连一个小丫头都比不过了？她用手轻轻抚摸自己的脸庞，莫不是自己老了？冷华年去吃了点宵夜，侍奉的丫鬟看着冷华年狼吞虎咽的样子，轻轻掩着嘴唇偷笑。自从冷华年当了妖王，他们的日子好过了很多，再无人责骂他们。笑什么？冷华年这3个字令边上的小丫鬟身子一抖，以为惹了他天大祸。上位者可是随意一言就能定人生死，奴婢不敢。见妖王吃得好爽，忍不住笑了。很好笑吗？不好笑。小丫鬟都快被吓哭了。好了，逗你玩的，别那么紧张。奴婢去给妖后送晚膳。这么晚？之前送过一次，妖后没开门。把食盒准备好提过来，一会吃完我给她送过去。是，奴婢这就去准备。小丫鬟感觉自己死里逃生一般，几步就逃走了。冷华年用完餐，小丫鬟也将食盒提了过来，交到冷华年的手上。放松点，我又不是老虎，不会吃你的。冷华年面露微笑，
说完便拎着食盒走了。谢妖王。小丫鬟在他身后轻轻拍了拍胸，感觉像是在鬼门关走了一回。他没想到妖王的性格居然如和煦春风，冬日暖阳。冷华年拎着食盒走到妖后寝宫门口，敲了敲门，没反应。妖后躺在床上听到了敲门声，不过她没动，以为丫鬟又来送饭。冷华年继续敲门，连续敲敲停停4、5次。妖后不耐烦地起身，心说今日谁这么没有眼力劲。当他把门打开的时候，愣了一下，冷华年居然提着食盒站在门口。妖后没让他进，但也没让他走，他转身往里走，冷华年顺理成章就跟了进去。我刚才用晚膳的时候，小丫鬟说你还没吃饭，我就自作主张帮你带了一点过来。我何时需要你来关心了？妖后这回正在气头上，语气不善。你是我的妖后，我不关心你关心谁？你以为我是小妖女，被你玩弄于股掌之间吗？妖后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夜景，冷华年跟到她身边。小妖女早就是我的女人，我宠幸她也无可厚非。倒是妖后你很奇怪。我奇怪？我有什么奇怪的？我是妖王，你是妖后，我们是名正言顺的一对，可为何直到如今你还跟我那么疏远？同房就不说了，连说句话都夹枪带棒的，要不是我耐心足够好，你现在还有命在。怎么到了地灵境想对我动手了？哪里，我不是那样的人。虽然我们没有夫妻之实，但我们有夫妻之名，我会将你当我的娘子，我也会等你成为我真正的娘子。你配吗？我觉得我配。你难道忘了我真正的身份？上天界幻妖帝国幻妖女帝，我依然认为自己能配得上你。你的自信远超我的想象，你是不是根本想象不出上天界帝国女帝是怎样的存在？妖后你很骄傲，你要是这样讲话，我会不喜欢。你喜不喜欢对我而言重要吗？妖后转过身子，那双美眸盯着冷华年，想看看他脾气的极限在哪里。瑶光，我承认你的绝色容颜、绝美风姿吸引了我，我回去以后也3番5次情不自禁地想起你。今日我来万寿山脉，主要也是为了看你。不过你似乎还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不能自拔。你是瑶光，已经不是幻妖女帝，你能不能重返上天界是未知数，你能不能重新做回幻妖女帝也是未知数。而我是注定要飞升上天界的，你用自己的未知赌我的注定，在我看来这很傻。或许我们终将要成为无话可说的陌生人，一生擦肩而过。冷华年将食盒放了下来，没再多说一句。他很欣赏妖后瑶光，但那也仅仅是欣赏她的姿色而已，可不是欣赏她脾气。冷华年是个有原则的人，况且他不缺少女人，再出色的女人他也不可能靠怜悯和祈求获得妖后。没想到冷华年说走就走，他知道这一去以后要想再见他就难了，或许两人此生再无交集。等等，妖后难得的出现一丝慌乱，在这虚灵大陆这么多年，冷华年是他感觉到的唯一一颗救命稻草。冷华年已经走到门口，站住了身子，却并未转身，只是冷冷道：说，你是我在虚灵大陆唯一的希望了。瑶光，我真是有点看不懂你了。冷华年转过身，定定地看着妖后，心里只想笑。为何这般说？妖后有点明知故问。你也是当过上天界女帝的人物，可是现在你处在此等环境，居然还对我有诸多不敬，我可不是你的佣人或仆人。你刚才对我是什么态度？谁给你的自信？我想帮就帮你，不想帮我也懒得管你。我欣赏你不假，但那不是你恃宠而骄的理由。我冷华年是什么样的人，你终究会懂的。生来就想拿捏我的女人，我不喜欢。对不起，或许是我的身份地位习惯了那样说话，因为我以前都是懒得跟男人说话，跟你说话，言语间不免又让自己的状态回到了从前。其实我对你没有恶意，相反还很欣赏你。妖后倒不像是在敷衍，你的欣赏真是别具一格，我怕自己承受不起。我是认真的。认真？那就拿出认真的诚意来。冷华年笑着看着眼前绝美的人儿。诚意？你要什么诚意？妖后有种不妙的感觉。你刚才的言语伤害了我，所以你必须做点什么才能抚慰我受伤的心灵。做点什么？一个女人要如何取悦一个欣赏她的男人，还需要我教你吗？你……妖后顿生一种无力感，那种感觉跟被人在上天界时陷害而死好不了多少。你的命运掌控在自己手里，又或许掌控在我的手里。本来你可以很体面的让我帮你，我也乐得帮你，毕竟你是我的妖后，再怎么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可惜你错过了好机会，你成功惹怒了我。冷华年，你真的要乘人之危吗？算了，就当我什么都没说。今日我便会离开万寿山脉，以后或许我都不会踏足这里，我会把小妖女带走。你以为我以后还会留恋这万寿山脉吗？它终究只是我生命中经过的风景，你也一样。冷华年不再多言，再次转身准备离去。妖后的玉手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冷华年转身直接将妖后搂到怀中，然后一口吻住她娇嫩的阴唇。妖后身子一颤，没想到自己两世为人，瞬间就被这男人夺去了初吻，一点反应时间都没有。如果说上次间接亲吻不算真吻的话，那这次
却是实打实的亲吻了。你没经我同意就吻我，这是我的初吻，你知不知道？我哪知道？初吻给我难道不好吗？难道你还想找别人？冷华年的灵魂三问，妖后一个都答不上来。冷华年将脸颊跟他的俏脸贴到一起，在他耳畔轻语道：以后你就是我的女人了，有我的就一定会有你的。我即将飞升上天界，我会将你带上，你的仇我会带着你一起报，我也会帮你重新夺回幻妖女帝的尊位。你不怕我当了幻妖女帝报复你？报复我？瑶光，你当回幻妖女帝就为报复你的夫君吗？你究竟想让我失望到几时？没，我脑子有点乱，你又是搂又是亲的，这是我从来没经历过的，我现在不知道该做什么。唉，当了那么多年女帝，没尝过爱情的滋味，没尝过男女之欢。瑶光，让我教你怎么做个开心的女人吧。你想强占我的身子？妖后往后退了2步，冷华年往前跟了2步，妖后认命般的闭上眼睛，没什么动静，只发觉自己的阴唇被人轻轻吻了一下。冷华年再次将她搂到怀中，就只是搂着而已。妖后慢慢睁开眼睛，冷华年没有像自己想的那样吃了她，而是搂着自己，还在自己背上轻轻拍了2下。傻瓜，上天界的女帝也有被人吓坏的时候，只是逗你一下而已，我不会伤害你的。妖后感觉自己的眼睛有点湿润，她觉得冷华年是魔鬼，但有时又觉得他像天使。瑶光，做我的女人吧，我很喜欢你。其实刚才我即便走了，我也会回来，因为这里有你。妖后听完，泪流得更厉害了，这是她1000年来第一次流泪，不知道为何，不是生气，也不是感动，她感觉自己作为上天界女帝的转世之身，已经被冷华年拿捏得死死的了。冷华年双手捧起妖后绝美的脸庞，用拇指轻轻拭去她的泪花。妖后心中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女人在冷华年面前沦陷了。这样有容貌、有气质、有能力又有脑子的男人，他一旦看上谁，谁又能真的逃脱呢？冷华年，你是真心想要跟我好，真心想要对我好吗？当然，我的心意很明确，而且我这个人占有欲比较强，就好比我们亲吻过了，你就只能是我的女人了。只要你成了我的女人，我就永远不会抛弃你。妖后没了声音，她把下巴搁在冷华年的肩膀上，脑中乱糟糟的，不知道在想什么。瑶光，怎么不说话了？我说不过你，你堂堂上天界女帝，统治整个幻妖帝国，怎么可能说不过我？你是女人的克星，你好像每一句话都能摸透我的心思。你跟我说话像是在作弊，我怎么说都说不赢。你是怎么在上天界当女帝的？我执政的时候没人敢顶撞我，哪像你这般肆无忌惮。再说那时我掌握生杀大权，看谁不顺眼就杀家灭族。现在我已经不是上天界的女帝，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别说的可怜巴巴的。瑶光，我猜你现在至少也有地灵境的修为，地灵境有何用？你可知我在上天界是何等的存在？妖后的眼中终于恢复了一点神采。瑶光，我对上天界一无所知，我将你带上天界，对我也有莫大好处。你不是我的附属品，你是我的女人，也是我的宝藏。冷华年，我怀疑你的那些女人全是被你这张嘴给骗来的。或许吧，我的每个女人都被我骗得心甘情愿，很快也会有这种想法的。冷华年一脸骄傲道：他们真的是被你骗上贼船的。傻瓜，我谦虚一下，你还真当我是骗他们的了？我一个都没骗，他们都是扑过来把我按到地上的，也没见你反抗，或者你根本就是乐在其中。冷华年望着妖后从女帝慢慢蜕变成小女儿态，心中竟愈发喜欢，一时没忍住笑出了声。你还有心思笑？瑶光，今日得到你，我比什么都开心，这回心思全在你的身上。其实我今天的心情也是大起大落，我答应你，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瑶光，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有没有想起过我？妖后犹豫了2息，之后便点了点头。怎么这事还要考虑？我在考虑要不要说出来。唉，你本是天上仙，跟我好会不会有点失落？毕竟要说门当户对，怎么也得回到上天界找个一国君王之类的。门当户对，若这样，我在幻妖帝国又何必长久独身？瑶光，你不会是真的看上我了吧？有何不可？其实你远比我想的优秀。话虽如此，可我总感觉你也不是100%的乐意。若你感觉为难，我不会逼你。虽然我喜欢你，可我也愿意等你，并非马上就要让你彻底成为我的女人。我没有不愿意，其实我只是没想过要找个男人当依靠。这也正常，毕竟你当惯了女帝，强势惯了。只是你两世为人都只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午夜梦回之际不会感到寂寞吗？以前没有过这种感觉，任何事情我自己都能一力解决，但这次我真的无力了，靠我自己不知道何日才能重返上天界。我会帮你的，或许你就是上天给我的一个惊喜吧。妖后出人意料的主动送上了香吻。你变得让我不认识了。冷华年回味着两人亲吻的滋味，这可是妖后第一次主动亲他，
我想通了，以后你就是我的妖王，我的夫君。那我们今晚洞房？冷华年只是随口一提打趣而已，一切但凭夫君安排。好了，我只是开个玩笑，我知道你还没准备好，我们之间还没到那一步，我不会让你有任何勉强的感觉，因为你不一样。我不一样，跟你的其他女人比不一样吗？你可以那么说，因为你在我心中是个完美的女人，我是有得不到你的心理准备的。看你也不像是会轻易放弃的男人，我被你盯上了，就像羊被狼盯上了一样。瑶光，你简直比我还了解我自己。这有什么？可惜我轮回之后，以前的功力法术十不存一，连境界也一直停留在地灵境一层，离我巅峰差得太远了。妖后，你巅峰什么水平？天神境，上天界的境界划分吗？大概什么水平？冷华年对未知世界一脸期待，具体不好描述，反正天神境上面就只有地神境这最高的一个境界了。天神境比你地灵境高了整整8个大境界。你是说虚灵大陆分9个灵境，上天界分9个神境？夫君，你概括得很准确。果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娘子，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呢。谁是你娘子？妖后给了冷华年一个白眼，不过却又有几分说不出的妩媚，十分撩人。冷华年一下几乎看得愣在了原地。没办法，风华绝代的美人儿，一笑一颦皆是美景。傻样，你就是个好色之徒。女人都是奇怪的动物，妖后也不例外。要是以前有谁对她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她看了只会厌恶，可看到冷华年对她那个痴迷样，心中却尽是满足和甜蜜。她觉得自己变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何况娘子可不是一般美人，是天底下最美的人儿。我看娘子就像是欣赏一件完美无瑕的艺术品。你这话最好别让你的其他女人听到。妖后嘴角弯起一道弧线，没有哪个女人不喜欢听自己欣赏的男人赞美她。我的女人都很美，不过瑶光确实是最美的2个之一。另一个是谁？妖后的兴趣顿时就被提起来了。我现在先不说，等你见到就知道了。夫君，你是不是在诱导我跟他们尽快见面？没有，依照我的计划，最早也得到飞升的时候，我才会把你们召集到一起，然后一起去上天界。你怎么才能带我们一起去？其实我还没想好，总会有办法的。妖后的一席话倒是让冷华年为难了，一直说要带着自己的女人一起飞升，可到时怎么带他们走呢？这可不是撞大运。我承认你气运加深，遇事都能逢凶化吉，不过飞升这事还得将准备工作做好，不然我们大家都有危险。娘子，要说经验肯定是你比我多，你可有什么好的建议？假若是你一个人飞升，那其他不用多想。假若你要带我们一起飞升，那你怎么也得把我们带到身上吧？对啊，我该怎么把你们带在身上？我所能想到的是2个方法，一个是借助异宝，能容纳生灵的异宝，有空间且能让人待在里面的宝物。这可不好找。另一个办法呢？你在达到地灵境巅峰之后，开辟个人小世界。小世界？何解？冷华年一头雾水。就是在你体内开辟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可以无限广阔，甚至比虚灵大陆还要大得多，里面山河湖海，日月星辰，样样齐全。你的亲人可以到里面生活，哪怕生活再长时间都没问题。还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冷华年一脸的憧憬。只有大造化才能让你有机会在府内开辟小世界，能开辟小世界的属于凤毛麟角，哪怕上天界的大能也没几个能开辟小世界。我到了仅次于地神境的天神境，连小世界的边都没摸到。唉，那岂不是说我毫无机会？这里还只是虚灵大陆？那可不一定，夫君，我很看好你。冷华年给了妖后一个勉强的微笑。娘子，我以为只有我能甜言蜜语哄你开心，没想到你同样能哄我。冷华年将妖后搂在怀中，管她有没有大造化呢？有这样的绝色女子在怀，其他的事也无暇多虑了。夫君，我虽为幻妖女帝，但我却还有一个外号。你想不想知道我的外号叫什么？什么？天机女神。好听。什么意思？窥破天际之意，我修行的法术名为天机术。你猜我为什么会对你的态度与别人不同？你能预测未来？不是预测，而是窥透。不过现在从头来过，差得远了，但我上一世的大部分记忆还在。转世重生后还能保持上一世的记忆，怎么做到的？也是因为天机术。其实早在幻妖帝国，我就窥测到了自己的结局。还有你，你那时就窥视到了我是你未来的夫君。正是如此，所以我初见你时并没有恶感，相反还很好奇。可你有时言语也会比较气人，像今天就搞得我不大舒服。谁让你那么久都不回来一次？我把你当成潜意识里的夫君，你却跟别的女人花前月下。我可是天机女神，幻妖女帝，我心中的挣扎和抗拒，你懂吗？好了，我从心里是喜欢娘子的，很真切的那种喜欢。你是喜欢我吗？你只是馋我的身子，有什么区别？最美的爱情就是身心交融，爱的尽头是占有。
冷华年忍不住吻住妖后水润的香唇，妖后身上有股迷人的香味，两人一起沉醉了很久。待清醒过来，妖后给冷华年找了一条新的路，去西燕王国走一遭吧，那里或许会成为你的福地。夫君，你问都不问就答应我了，你是我娘子，又不可能害我。你是曾经的天机女神，虽然现在落寞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不相信你相信谁。好，那里可能有你的机缘，去走一趟吧。那这万寿山脉就交给娘子了，只是要辛苦你了。谁让我是妖后，不过这点都是小事，我能掌握整个幻妖帝国，管理这个小小的万寿山脉不费事。那我走了。冷华年再次将妖后搂到怀中，能让他这么迷恋的，除了景色就要数妖后了。没办法，妖后实在太美。祝夫君一路顺利，造化参天。还没离开就开始想我的娘子了，想不到你对我这么依恋，再这样那你就走不了了。娘子，我要是离开了，你会想我吗？你说呢？爱情是双向的，都是有感应的。两人最后一吻过后，冷华年还是坚决的告别离去。林颖健载着冷华年在高空飞行，他还是第一次这么漫无目的的朝一个地方而去。西燕王国在虚灵大陆的西南方，冷华年想去西燕王国，等于是要从万寿山脉返回南方，中间还要从大央帝国的上空飞过。冷华年没多做停留，直飞西燕王国。冷华年寻思直接入西燕王宫不大妥当，跟西燕王爷重光没什么交情，跟两位王子更是情敌关系。小公主妍妍一道是漂亮可人的景，能见一面固然是不错，可公主住哪都不知道，不方便。冷华年思来想去，最适合的人选也就大红卢勒上了。那老头才高八斗，对自己的才情颇为赞叹，思及此处，冷华年直扑红炉寺。不过这一路上路人行色匆匆，整个西燕王城似乎正陷入一种恐慌之中。冷华年在王城御剑飞行，居然没人管他，这王城防御也太松懈了。在红炉寺门口降落，跟门口值守交流了一下，得闻是红炉大人的故交，值守赶忙进去汇报。片刻功夫之后，大红炉勒上穿了一只鞋就跑出来迎接冷华年了。冷小友，我等的你好辛苦啊，今日你终于得闲来我西燕了。勒上情绪颇为激动，没办法，他实在是被冷华年的才情折服了。红炉大人，我关城内百姓行色匆匆，发生了何事？冷华年的话令勒上心头一震，随即他缓缓道：西燕这次遭大难了。红炉大人，到底出了何事？地狱裂口大开，异族入侵。勒上眼中满是忧色，连见到冷华年的那股兴奋劲也抛到了一边。冷华年听了也是暗暗心惊，追问道：红炉大人能否详细说说？3日前，西燕地界的西南角突现大裂口，裂口黑气缭绕，一只只怪物落翼而出，所过之处唯有血光。什么怪物？杀伤力几何？西燕能否抗住？虚灵大陆绝无此等生物，是元素生物，破坏力惊人，生命力旺盛。西燕王国甚至整个虚灵大陆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还有此等凶物，西燕王可有应对之法？我王当日得到消息，便第一时间亲临地狱裂口，亲自上阵杀敌。西燕30万大军也有20万开赴战场，今日2位王子也奔赴前线了。形势如何？不容乐观，这些恶魔很难被杀死，关键是他们源源不绝地从地狱裂口涌出来，谁也不知道那里头还有多少怪物要冒出来，这倒真是个大问题。冷华年听了也顿感棘手，唉，现在已不仅仅是问题，而是灾难了。乐上长叹一声，眼中满是忧虑。可有向他国求援？西燕王派出了100余信使，已经赶往大央帝国、冷月帝国等虚灵所有的王国。红炉大人，本来我还想跟你畅聊一番的，不凑巧啊，我得赶紧到前方去瞧一瞧，这可关乎虚灵大陆的存亡。冷老弟，一切小心，量力而行。乐上也看不出冷华年什么修为，只能让他多加小心了。冷华年匆匆告别了乐上，离开红炉寺，踏剑直飞西燕王国的西南端。才出西燕王城不久，就见很多人从南往北逃离，这也没错，大家也都知道西南端有怪物出来。冷华年现在是逆流而行，虽然是在空中，也有了一种悲壮之感。在行约半个时辰，见到大地上有怪物在横行杀人，冷华年慢慢降低飞行高度。怪物高约丈余，身上黑气萦绕，本体呈墨绿色，四肢五官能看出人样，但绝对不是人，也看不出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反正肯定不是虚灵大陆的生物。10几个官兵正在跟着怪物交战，且战且退，不时有官兵的刀剑击中怪物，可怪物丝毫不受影响，每次被击中后他都会狂吼一声，下手更见凶残，不是一手插入官兵的身体，就是双手把官兵撕烂。被弄死的官兵没一个囫囵的，死状都是惨不忍睹。10几个官兵一会功夫就只剩下6人，剩余的只能四散逃命。怪物个头虽然高，脚底下却不慢，他开始逐个猎杀。冷华年降落地面，林颖剑连发3道剑气刺穿怪物的身躯，其中1道剑气穿过怪物心脏位置，
然而怪物并没有倒下，他咆哮一声，冲着冷华年扑过来。冷华年灵隐剑在手，轻挽一个剑花，剑花瞬间化为剑气，像个扇面一向朝怪物的脖子飞了过去。啪嗒，怪物的脖子瞬间被斩断，大脑袋掉落地面，无头尸身也直挺挺地砸到了地上。冷华年心中了然，怪物不畏死，不怕疼，除了割下他的脑袋，根本治不住他。冷华年继续御剑往前，底下的怪物越来越多，他也懒得再管，实在太多管不过来，连官兵都在四散跑路，更别说寻常人了。一处山坳里正上演一幕奇景，6只怪物居然在围攻2人，确切的说是2个女人，一位身手了得，英姿飒爽，一位美若瓷娃娃，清纯可人。冷华年在此的话一定能认识2人，此2人正是西燕小公主严艳义和她的贴身护卫颜良。只见小公主双掌翻飞，时不时地放出火焰逼退怪物，颜良更是将一把长剑舞得水泼不进。2人在6只怪物的围攻下丝毫不落下风，颜良是圣灵境高手，打几只怪物问题不大，不过怪物韧性很强，不怕死不怕疼，这样消耗下去也不是办法。更令人恐怖的是，6只怪物在受伤后轮番发出吼声，将附近的怪物全吸引过来了。慢慢的2女身边的怪物越聚越多，颜良虽是圣灵境，但为了照顾边上的小公主，他不停地分心，打了半天刺中了无数次怪物，但怪物全部活蹦乱跳，连一只都没被杀死，他还没找到击杀怪物的窍门。小公主颜艳义你也不能说她是累赘，天灵境对于她这个年纪来说已经是天赋了得，她的赤焰掌威力也不小，不过这样下去2个女人非得被耗死不可。2女身边聚集的怪物已经超过30只，颜良都快自身难保了，慢慢开始无暇顾及小公主。小公主颜艳义施展赤焰掌非常的耗费灵力，打到后来连赤焰都发不出了。问题是现在即便颜良想拖住这些怪，让公主逃生也没机会了，因为2人已经被怪物团团围住。公主颜良该死，陷公主于绝境。颜良，本宫不怪你，要不是本宫任性，非得去地狱裂口找父王和王兄，也不会遇到这群怪物，说到底还是本宫拖累了你。颜良是公主从小到大的护卫，怎么可能抛下公主？好，颜良，临死前你替本宫杀一只怪物，我就不信他们还杀不死了。可惜颜良洞穿了3只怪物的心脏和咽喉，可3只怪物仍然活蹦乱跳。2女顿生一种无力感，看来连死都要带着遗憾死了。颜良依靠圣灵境的修为依然在顽强抵抗，他想着能让小公主多活一息算一息。在颜良即将力竭，2女即将被怪物撕碎的时候，冷华年正从上方飞过，他一看居然有几十头怪物在围攻2个女人，这2女什么来头，居然能扛住几十只怪物，他一路过来随便一只怪物都能大杀四方，这2个女人居然这么强悍。不过也看得出2女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冷华年没多犹豫，瞬间降落到2女身边，小公主都放弃抵抗准备等死了，突然有人从天而降，刷刷刷连出数剑，一剑一颗大好头颅。也就一息的时间，冷华年已经斩断8颗脑袋，8具尸体倒在3人周围，就像小山一样，到一时把外围的怪物给挡住了。小公主和颜良傻傻地看着眼前这个天降神兵，怎么这么眼熟呢？2女盯着冷华年看，冷华年也盯着2女看，真是碰到老熟人了。冷华年，小公主终于记起了眼前这个俊俏男人的名字，颜公主。你还记得我？小公主本来就累了，这下激动的差点晕过去。冷华年也算是她半个偶像，当初被她的才学给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认识，小公主这么清纯可人，看一眼就忘不了的。还有你的护卫颜良，我也记得。冷公子，多谢救命之恩。颜良给了冷华年一个灿烂的微笑。冷华年这样的青年才俊，他又怎么不心生喜欢？不过自己终究只是一个侍卫而已，哪敢对眼前这个惊才绝艳的男人有什么想法？说话功夫，8只怪物尸体已经被同伴清理掉，这回又要围攻上来，砍断他们的脖子，一剑必杀。多谢公子提醒，难怪我们杀不死这些畜生。颜良再次感激地朝冷华年点了点头。这下连力竭的小公主都仿佛恢复了元气。你们累了，先歇一会，看我来收拾这帮畜生。冷华年手握灵隐剑，对着正围攻上来的怪物抬剑便砍。没错，刺不大管用，只有将怪物的头颅砍下来才有效果。冷华年如狼入羊群，又如砍瓜切菜，头颅遍地滚。不到半刻钟的功夫，几十名怪物全被冷华年斩去了头颅，把小公主和颜良看得目瞪口呆。这是什么神仙战力？冷华年，你真是那个小太监冷华年。小公主的眼中满是小星星，原本她就崇拜冷华年，这下更是崇拜到骨子里了。我是冷华年，不过我不是什么小太监，真的。小公主眼睛里的光彩瞬间更亮了。那还有假？那你一个男人怎么住在大洋皇宫里？因为独孤女帝是我娘子。啊啊！小公主和颜良都忍不住一声惊呼。冷华年，你现在什么境界？我跟颜良怎么都打不过这些怪物？
你怎么这么轻松就收拾了他们？颜良还是圣灵境呢？你觉得我是什么境界？难道你已经是地灵境？如你所想。小公主有点不信，但又不得不信冷华年，你怎么会在我们西燕王国？我们派出去的信使不可能这么快就把消息带到啊！我正好来西燕找你们玩，只在红鹿寺碰到了乐上，怪物肆虐的事还是他告诉我的，我就寻思到地狱裂口去看看情况，这毕竟关系到整个虚灵大陆的安危。对了，你跟颜良怎么会在这里？我是偷跑出来的，父王和兄长都在前线杀敌，在宫里我哪还待得住？没想到一出来就碰到了怪物，要不是遇到你，我的小命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了。那可真是太巧了。接下来你们准备去哪？要不还是回王宫待着算了，你可是金枝玉叶，前面太危险了。本来我想回去的，不过现在有你在身边，我还有什么可怕的？我跟着你很安全。小公主上前拉住冷华年的衣袖，好似怕他把他丢下一般。颜良，你要不劝劝公主，还是回去算了。我哪敢，公主去哪我都陪着她。你倒是真够忠心的。罢了，你们就跟着我吧，可别跟丢了，怪物的威力你们也见识到了。小公主喜笑颜开，一把抱住了冷华年的手臂，这样就不会走丢了。冷华年侧脸看了看她瓷娃娃般的俏丽脸庞，原本是白瓷，这回居然染上了一层浅浅的红晕。冷华年将灵隐剑抛到空中，带上二女一起踏剑而行。冷华年，这就是独孤女帝送给你的灵隐剑吗？她对你真好，这可是虚灵第一剑，大央帝国的镇国之宝。是啊，冷公子，听闻独孤女帝就是靠这把灵隐剑打下的这大好江山。颜良说起独孤女帝，当然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天下修行的女子，10个里面有9个的崇拜对象是独孤女帝。嗨，锦瑟是我娘子，她自然对我好。冷公子，上次师会你的境界还很低微，怎么这么快就达到了地灵境？颜良今日见到冷华年，已经彻底惊为天人。或许是天赋使然，或许是……冷华年，你的境界提升简直比飞还快，你是不是有很多女人？小公主也不知为何，心情突然低落下来，连小嘴都撅了起来。这个……冷华年无语，这个怎么接？看你的样子，就是我猜对了。哼，公主，我又不是你什么人，你连这个也要管啊？这可是我的私生活。小公主被他一句话气得银牙紧咬，咯咯作响。怎么，你想要咬？冷华年的话音未落，小公主还真是抬起他的手臂，隔着衣袖一口咬在他的小臂上。这一下非但冷华年惊到了，连一旁的颜良也吃惊的张大嘴巴。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小公主吗？他跟了小公主这么多年，还从未见过小公主如此失态的样子。小公主刚才一时羡慕嫉妒恨上了头，做出如此莫名其妙之举。她这会醒了过来，背齿轻轻松开，瞥了一眼冷华年。冷华年正难以置信地盯着这位小公主，看小公主的玉脸一红，把头转到一边。冷华年把衣袖拉起，小公主还算有分寸，没下死口，只是一圈整齐的牙印而已。冷华年把牙印伸到小公主的面条，笑道：“公主属狗的吗？居然喜欢咬人！”啪！小公主这下直接咬在冷华年的手臂上，依然没用力。冷华年静静地看着眼前的瓷娃娃，小公主再次松开嘴，她感觉自己今日魔怔了，看到眼前这个讨厌的家伙，就想咬他2口。又多了一圈牙印，冷华年把牙印凑到鼻尖问了下，皱了皱眉道：“小公主，你没刷牙吗？口水怎么这么臭？你才不刷牙，你才臭呢！”小公主把冷华年的小臂抬起来，凑到咬痕处闻了闻，瞬间懵了，真的很臭。小公主脸上的表情越来越精彩，脸越来越红。她走到灵隐剑的边上，突然纵身一跃，她不想活了。这是她16年的人生中最难堪的时刻，至暗时刻。冷华年眼疾手快，一把将她拉了回来。你让我去死了算了。小公主挣扎了2下，已经生无可恋，公主的骄傲和威严在这刻已经分崩瓦解。好了，公主，其实这事跟你无关。什么意思啊？小公主豁然抬头。每个人的口水接触皮肤后都会发出一股臭味，因为每个人的口水中都含有唾液淀粉酶，这种淀粉酶属于一种蛋白质，接触空气后会氧化发臭。冷华年，你个混蛋！小公主一下扑到冷华年身上，举起一双粉拳就在冷华年的胸口擂了起来。冷华年望着身前那调皮可爱的瓷娃娃，忍不住一把将她搂到怀中。小公主再次蒙住，连一边的颜良也看傻了眼。小公主待在了冷华年的怀里，数息之后才反应过来道：“你个大骗子，你让颜良也在你的手上咬一口。”颜良听了心头大骇，小公主今日真的是疯了。颜良，小公主这次是以命令的口吻。颜良为难地看着冷华年，冷华年把头抬到他的眼前，可他还是犹豫不决，这可比摸老虎的屁股刺激多了。咬！小公主直接下了死命令，颜良不得不把嘴凑了上去，不过他没咬，只在冷华年的手背上用香舌舔了一下，然后整个脸飞满红霞。
颜良平日里英姿飒爽，倒不是居小节的女子，不过因为一早就在公主身边当贴身护卫，公主显见外面的男子，她也几乎没跟男子打过交道，今日一下子就直接舔了眼前这个男子，虽然心中对他既有崇敬也不乏好感，可这也太丢人了。小公主瞬间便将人生中最大的尴尬转移到了颜良身上，她是懂转移的。还没完，小公主一把抓过冷华年的手，在刚刚被颜良舔过的手背上仔细闻了一下，那双美丽的眼眸终于慢慢笑成了月牙。颜良，过来闻闻你的口水味。颜良对长公主一向唯命是从，这下心里虽然不愿，不过还是乖乖把穷鼻凑了过去，然后那张俏脸就更红了。冷华年，你果然没有骗本公主。小公主原本心如死灰，生无可恋，这下顿时缓过来了。不过颜良心里却不好过了，他第一次想着给小公主找点别扭。公主，你咬了冷公子，跟他有了肌肤之亲，你以后怎么办？怎么办？一时在兴头上的小公主脑袋又嗡嗡作响起来，然而只一息时间，她便恢复了清醒，脸上浮现笑意，一副一切尽在掌握的样子，得意道：我嫁给冷华年不就得了？啊啊！这下轮到冷华年和颜良吃惊了。这小公主思绪宛若天马行空，古灵精怪的，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冷华年装作仔细端详小公主的样子，把她从上到下看了个遍。小公主有点怒了：冷华年，你看什么呀？你倒是给句痛快话。冷华年边看边点头道：模样身材倒还可以，可这脾气，哼，我还不答应了。其实我的脾气挺好的，今日完全是被你气的。冷公子，公主平日确实知书达理，温柔贤淑。冷华年依然一副不应允的样子，可把小公主给气坏了。冷华年，我堂堂一国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小公主已经是泫然欲泣。这可不好说，我冷家的大娘子可是大妖女帝独孤景色。冷华年的一句话就击穿了小公主的心理防线。我堂堂小公主今日主动贴上去，居然这人不知好歹，还不要我。她慢慢走到林隐剑的边上，这次是真的生无可恋了。小公主再次纵身一跃，冷华年没动。颜良想动手，冷华年一把抓住她的手腕，让她也别动。小公主呼呼地往下掉，她的境界还不能飞，眼看就要摔死，心中多少有点悔恨，当然更恨的是那个心狠的男人。就在她绝望地闭上眼睛，准备迎接死亡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掉在了一个人的怀里。她蓦地抬头，那双美眸再度弯成了月牙，她把俏脸贴在来人的胸口，再也不想分开片刻。接住小公主的除了冷华年还能有谁？冷华年将小公主带上林隐剑，颜良见状轻轻松了一口气。坏蛋，你终究是舍不得我。小公主搂着冷华年，哪里边上有旁人？唉，我承认还是被小公主的古灵精怪、清纯可人、瓷娃娃般的绝美脸庞给迷住了。小公主脸上的笑容像水波一样彻底荡漾开来。只是西燕王能允许你嫁给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子？小公主的脸瞬间耷拉下来，在怀中撒娇道：那怎么办？要不我跟你私奔吧？你想让西燕王满世界的追杀我吗？我不管，我都跟你肌肤相亲了，你来想办法。边上的颜良实在看不下去了，安慰道：公主，你父王虽是一国之君，不过也才地灵境初级，冷公子马上就要地灵境圆满了，虚灵大陆实力为尊，你父王见到冷公子都得客客气气，怎么会看不起冷公子，不让你嫁给他呢？他能觅得如此佳婿，我看他比谁都乐意呢。小公主脸上的忧郁慢慢化解为无形。颜良，懂事，等我嫁给冷华年的那一天，一定把你带上，你是我的贴身护卫，跟贴身丫鬟也差不多，到时封你个暖床丫鬟，好不好？颜良心中一抽，一句话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只是在冷华年面前，他能拒绝吗？心里的声音告诉他，绝对不能。小公主冲动归冲动，聪明也是聪明，一下就明白了颜良的那点小心思。安心，以后跟我一道好好侍奉夫君，他不会亏待你的。等等，什么夫君？听你这意思，要把自己和颜良嫁给我？怎么，买一送一你还不乐意？我跟颜良这样的容貌、身姿、本事、家世，你还不满意？小公主的嘴翘了起来。其实，小公主和颜良的耳朵都竖了起来。其实我对你们都挺满意的，只是我身边的女人太多，怕委屈了你们。你身边除了独孤女帝，还有谁啊？小公主一脸好奇道。独孤女帝、独孤凤、妖后瑶光、上天界赤龙女皇、雪狐蓝清玄、无尽森林精灵女王，这都谁跟谁啊？小公主里面有一半名字没听过，颜良也好不到哪去。这些都是地灵境，还有地灵境以下的我还没说，你们真的想好了吗？没想到我有这么多姐姐。冷华年，这也没什么呀，我父王后宫佳丽上千人，你跟他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哦。小公主从小生在帝王家，她父王的女人数都数不过来，所以她对这块已经是习以为常。冷华年没想到小公主的格局打得这么开，她侧头看向颜良，颜良不自觉地避开她的目光。
颜良，你呢？公主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要守护公主一辈子的。你可别勉强自己，婚姻大事非同儿戏。冷华年，你放心吧，只有女人才懂女人，她对男子从不假以辞色。她要是不喜欢你，我就是割了她的舌头，她也不可能舔你的手背。小公主说完，又把目光投到颜良头上，接着道：颜良，我说的对不对？公主，堂堂西燕第一护卫，一生娇嗔，跟她以往的飒爽英姿成了鲜明的对比。她这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呢？冷华年对着小公主调侃道：只有傻子才需要答案。小公主一脸的骄傲，拉着冷华年坐下，自己靠着他而坐。颜良离两人2步距离，也坐了下来。你们若不弃，我必相依，我会好好待你们的，抽空让你们修为更上一个台阶，颜良可以冲击地灵境。真的。颜良虽然在2步之外，不过耳朵可是一直关注着两人的对话，这会起身往前走了2步，在冷华年的另一边坐了下来。冷华年伸手将两侧的美人揽入怀中，二女依偎在他肩头。林颖剑向前飞行，三人沐浴着清风，暂时抛却脚底下的烦心事，任由彼此间默默的温情慢慢流淌。冷华年不再管脚底下肆虐的怪物，他的目标是地狱裂口。不过当三人到达地狱裂口的时候，还是被脚底下的景象给惊呆了。以地狱裂口为中心的超大扇面成了人间炼狱。西燕王国10数万军队跟数之不尽的怪物站到了一起，可惜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根本不是怪物的对手。这片人间炼狱里躺满了尸体，大部分都是西燕官兵的，被杀死的怪物要少得多。西燕王身先士卒，举着赤焰大刀大杀四方。大王子颜永生，二王子颜不灭跟在他左右，说是帮老爹的忙，不如说是西燕王关键时刻护着他们。父王，冷华年御剑直接在西燕王身边落地。小公主颜艳一看到西燕王外衣上到处是血，揪心的喊了起来：叶儿，你怎么来了？西燕王现在的样子虽然看起来有些狼狈，不过气度还在，风采依旧。他回了一声，就把目光放到了冷华年身上。女儿身边多个年龄相当男子，换谁也会提高警惕心吧。普通人家都怕自家的大白菜被猪拱了，何况帝王家。父王，我想你了，就让颜良带我出来见识见识地狱裂口。胡闹！这位是……西燕王拿眼神指了指冷华年，他是大央的冷华年，也是我的夫君。小公主颜艳意的声音说到最后突然低了下来，她心说干脆直接摊牌，老子要动怒还拿冷华年一点办法都没有。什么？他是你什么人？西燕王以为自己连日作战已经出现了幻听。他是我的夫君，父王你看看他是不是一表人才？小公主之所以这么理直气壮，完全是因为冷华年的实力，地灵境即将圆满的他已经是虚灵大陆最强的男人。西燕王终于听清了，一口气差点没倒过来。见过岳父大人。冷华年对着西燕王抱拳见礼，然后朝一边的2位发愣的王子继续抱拳道：见过2位舅兄。嘿，你小子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西燕王已经处在爆发的边缘，怎么看这小子都比地狱裂口出来的怪物惹人厌。父王息怒，我夫君可是天才，不信你问问2位兄长。西燕王闻拿眼睛扫了2位王子一下，说道：生儿，到底是个什么状况？颜永生正视道：这位大央的冷华年公子才高8斗，诗词歌赋比鸿胪大人还了得，在虚灵的文学界他是这个。颜永生翘起了大拇指，接着道：只是不知他的修为是什么水准。小子，我西燕的驸马可不需要绣花枕头，今日但凡你能杀死一只怪物，我就认你这个女婿。冷华年一听，顿时心中一块大石头落地，边上的小公主更是咯咯笑出了声。父王，一言为定哦。君无戏言。西燕王帝一眼看到冷华年，当然是胸有怒意的。哪位父亲第一次见到女儿带个男人回来，心中终归不是滋味，贴心小棉袄一煮的痛，一般人都要缓几天。不过西燕王毕竟不是常人，他看到颜艳意跟冷华年那亲昵的样子，女儿那种快乐是发自肺腑的，冷华年也算是绝对的一表人才，样貌异常俊俏，这样的男人即便没大本事，当个吉祥物也是不错的。不过西燕王是这样想的，你没有大本事，怎么也得有点小本事，眼前能不能杀死一只怪物，结果自然就出来了，杀不死那肯定是没本事，能杀死怪物，西燕王从内心至少能勉强接受这个女婿了。岳父大人，小婿要开始了。小子，不要勉强，为了叶儿你可别把小命给搭上。多谢岳父大人关心，稍等片刻，待小婿为岳父大人送上一份厚礼。冷华年提起灵隐剑，西燕王这才注意到他手中的剑，这是大央帝国的镇国之宝灵隐剑。岳父大人好眼力。冷华年提剑就上，这边靠近地狱裂口，怪物源源不绝涌出，冷华年在原地守株待兔，都没有休息的时间。只见灵隐剑在他手中翻飞，一剑一颗脑袋，状态之勇让西燕王和2位王子大吃一惊。冷华年一息就能出3剑，一息杀死3头怪物，也就几十息的光景，冷华年已经轻松斩杀上百头怪物。以他的境界，掌握了要领之后，杀这些怪物真如砍瓜切菜一般。
小公主和颜良都没有感觉到惊奇，因为他们之前已经见识到了冷华年的威力。西燕王跟两位王子就不一样了，父子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觉得冷华年这小子比怪物还要怪物。冷华年收剑来到西燕王的身边，笑着说道：岳父大人，这份礼物可还满意？满意，满意，贤婿真是好本事啊。西燕王突然觉得眼前这个跟自己女儿同龄的小子，修为恐怕还在自己之上，自己地灵境初级杀怪还没他一半来的轻松，可自己已经是地灵境初级，那这小子……西燕王有点不敢想了，眼前这年轻人实在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原本觉得没人能配上自己的宝贝女儿，现在他有点担心自己的宝贝女儿配不上冷华年了。岳父大人，现在这个局势该如何控制？唉，贤婿啊，这怪物要是有个数，我们总能杀得完，可这地狱裂口里的怪物源源不绝，不知道何日是个头。西燕王自执政以来还从来没遇到过这么棘手的问题。岳父大人，小婿以为要想根除怪物，必须把源头掐死。如何掐死？进入这地狱裂口，找到生成怪物的根源，会不会太冒险了一点？我们对死亡裂口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贤婿的话很有道理，就让本王亲自下去探测一番。有小婿在此，何必还要劳驾岳父大人？这，你是客人，怎么好意思让客人去冒险？岳父大人此言差矣，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哪还分什么彼此？就让小婿下去一探究竟。一番话把西燕王给感动到了，上前握住冷华年的手道：贤婿一定小心。放心。冷华年跟小公主、颜良两位舅哥告别之后，直接冲进了地狱裂口。真是了不得啊，羿的眼光真是令人赞叹，连这种宝藏也能挖到。父王，人家也不差啊，我哪样配不上冷华年了吗？王妹言之有理，不过我这妹婿太不凡了。颜永生跟颜不灭原本在大央帝国时是冷华年为情敌，这回成了自己家人，心里那股变扭顿时就扭过来了。父王，你说他一个人进去会不会有危险？危险会有，毕竟里面是未知世界，不过以他的身手估计无人能困住他。父王，那我们接下来随为父斩杀那些畜生，记得砍断他们的脖子。西燕王刚才看得真切，冷华年每一剑都是砍断怪物的脖子，没有比这更好的斩杀方式了。来了强援，西燕王和两个儿子信心大增，再次投入到杀怪大军之中。话说冷华年一脚踏进地狱裂口，里面有怪物继续涌出来，裂口里面空间广阔，方圆数10丈，黑黢黢的岩石地高低不平，地上已经站满了怪物。在岩石地最中间的位置是一个黑色虚空之门，门口黑气萦绕，跟怪物身上的那股黑气颇为类似。那些怪物好似没看到冷华年一般，一个接一个的从地狱裂口冲出去。冷华年拨开怪物群，慢慢接近那个黑色虚空之门，带到了门口。他只沉思了1秒，便踏进了黑色虚空之门。他在这虚空之门中好似穿越了很久，原本以为也就一息的功夫，谁料整整花去了半刻钟的时间，那种感觉就像穿过一条幽暗的隧道。当冷华年感觉自己的脚踏在地面的时候，眼前的黑雾也慢慢散去。这是一个鬼魅的世界，地面是黑色，天空是黑色。冷华年之所以还能见到这个世界，只因天上挂着一轮红日，又或许是红月。这个世界很怪，冷华年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白昼黑夜之分。这个世界很大，冷华年看不到边际。有怪物从一个池子里面爬出来，朝着黑色虚空之门而去。他们也是到地狱裂口排队，然后冲出裂口，杀到西燕王国去的。冷华年慢慢靠近那个池子，池子很大，池水如墨汁，池边正坐着一个全身黑色紧身纱裙的妖媚女子，她盘膝而坐，手捏法诀。冷华年敢打赌，这女人要站起来，身材绝对火爆到亮瞎人的狗眼。可恶的人类，居然敢闯本神的天魔神宫！既然来了，就永远留在这里吧。美人，千万别误会，我只是路过而已。第116章阴阳神珠。路过，没人能进入阴阳神珠。小子，我很好奇你的来路，你是凭什么这么轻易进入阴阳神珠的？阴阳神珠？难道我现在在一颗珠子里面？可笑，死到临头犹不自知，本神今日便让你成为阴阳神珠的养料。黑裙美人站了起来，冷华年的呼吸为之一顿，尽管已猜测到此女的身材非同一般，可站在那里，紧身黑纱裙将她凹凸有致的身材暴露无遗，更要命的是她的身材还尤为高挑。面对危险，冷华年依然看得如痴如醉，真是不知死活。黑裙美人怒极反笑，也不知道从哪掏出一根黑色长鞭，在空中甩了一个鞭花，啪一声脆响，冷华年的心头莫名震了一下。等等，你这么美的女人，怎么脾气这火爆？少甜言蜜语，本神不吃这一套。黑裙美人边说，一鞭子已经抽了过来。她这随手一鞭子，冷华年没怎么放在心上，不过才掏出灵隐剑，他就感觉不对劲，鞭子瞬间就至。冷华年一剑想把鞭子斩成2截，不过事与愿违，那鞭子看似柔韧，也不知是什么材质制成，
冷华年连人带剑被震飞出去10数丈。冷华年站起身子，用手背擦了下嘴角，流血了。这黑裙美人下手太狠了，也不光是狠。冷华年发现他的实力在自己之上，他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即将是个死人。冷华年被打出了真火，这黑裙美人妖娆邪魅，实力超群，他不得不认真面对。不过冷华年即便全力以赴，依然被黑裙美人逼得狼狈不堪。他连双影都用上了，自问在虚灵大陆的地灵境，无人能承受他这一击，可惜依然是拿黑裙美人束手无策。我还真是小看了你，区区一个地灵境，居然能在我入神境的手下过这么多招。不过这应该是你的极限了吧？你可以安心去死了。等等，入神境是什么境界？你总要让我做个明白鬼吧？比你地灵境高整整2个大境界，所以你死的不冤，能撑这么久足以光宗耀祖了。你非得杀我干嘛？我也没得罪你，你私闯阴阳神珠，看到了本神的真面目，怎能不死？你不说外人进不来这珠子吗？我能进来，说不定跟这珠子有缘呢。呸！这是万界女帝的阴阳神珠，跟你有屁个缘？那你解释一下，既然跟我无缘，为何我能进这珠子？你的问题本神无法回答，所以本神只能解决你这个提问的人，受死吧。黑裙女子使出她鞭法中的最强一招破碎银河，按正常轨迹，冷华年将被这一鞭抽碎。这一鞭如9天银河熠熠生辉，朝冷华年呼啸而来。冷华年避无可避，直接点燃神龙血脉，他的境界瞬间从地灵境突破到了出神境。他也使出了灵隐剑法中的最强一剑虚无，破碎银河对上虚无。轰！一声巨响，两人相交，鞭子和灵隐剑相交，一道黄色烟尘将两人吞噬笼罩，而后迅速蔓延扩大成一个圆球，方圆达到了数十丈。之后再无声息，烟尘慢慢散去，地上躺着2个人，一个是冷华年，一个却并非刚才的黑裙女子，而是一位身着白衣仙裙的女子。白裙女子如梦初醒一般，她优雅的起身，慢慢走到冷华年的身前，用玉指探了一下他的鼻息，随后那张绝美的俏脸上露出天使般的笑容。她用食指点在冷华年的眉心，片刻功夫，冷华年便悠悠醒了过来。你是谁？这是哪里？冷华年的眼中只有一位冰清玉洁的美丽仙子。我是杨希，你好点了吗？浑身酸疼，刚才那个人实在太暴力了，他人呢？冷华年慢慢爬了起来，幸亏已是神龙之躯，不然今天不死也废了。你说殷若，他刚才也被你伤到了，变得虚弱，所有他就消失了，我就出来了。什么意思啊？冷华年有点摸不着头脑。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阴阳神珠内。对了，你怎么进来的？白裙仙子瞪着一双天真无邪的美眸，有点好奇地看着冷华年。我就是直接走进来的，不是有个黑暗虚空之门的吗？很奇怪，按道理外人是无法进入阴阳神珠的。阴阳神珠很了不起吗？当然，这是万界主宰万界女帝的宝珠，它一共有2颗宝珠，一颗是万界神珠，另一颗便是这阴阳神珠。这阴阳神珠有什么用？窥透阴阳，掌控生死。这么厉害，它不是万界女帝的宝物吗？那怎么会在这虚灵大陆出现？当年万界女帝叶倾城被千毒女王用毒暗算，万界女帝用阴阳神珠挡住了千毒，靠万界神珠才得以远遁保命。阴阳神珠就是那时流落到虚灵大陆的。我是阴阳神珠的器灵杨希，你进来第一眼见到的黑裙女子便是殷若，她也是阴阳神珠的器灵。阴阳神珠有2个器灵，器灵本就少见，还有2个的就更少见了。反正冷华年连听都没听过。2个，天魔女神殷若，天使女神杨希，一正一邪。你可以这么理解，你们是怎么回事？2个器灵同一时间只能出现1位吗？是，谁的力量占据上风，谁就能出现。你刚进来的时候，殷若占据上风，他是不是在召唤地狱恶魔？你是说那一只怪物吗？是的，怪物在外面肆虐，杀了很多人。冷华年见惯了一路过来的惨状。地狱恶魔身上黑气萦绕，嗜杀成性，外面跑出去了很多怪物，正在肆虐，我不得已进来寻找源头。没事，现在天魔女神处于休眠状态，她召唤出来的怪物，在她休眠之后就会死亡消失。真的？那太好了，看来我这趟冒险算值得了。冷华年情绪有点激动，毕竟事关天下苍生，他虽非圣母，不过心中还是很高兴。既然一切都回归正常，那我就回去了。主人，你还不能走。杨希急急叫住了冷华年。主人，什么意思啊？看着天使般的美丽仙子，冷华年的心跳莫名加速了。当日万界女帝用阴阳神珠挡住千毒之前跟我说过，以后谁能找到并进入阴阳神珠，谁就是神珠的主人，所以现在我要让阴阳神珠认你为主，窥透阴阳，掌控生死。有这么好的事？主人，还不仅仅如此，
你看到阴阳神珠内的世界了吗？看到了，一个如此庞大的世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假如阴阳神珠认你为主，那么它就将跟你融为一体，在你体内开辟一个小世界，就像你现在看到的世界一样，然后还能当你的主人。是的，主人，赶紧开始认主。冷华年见过的宝物不少，还从来没有阴阳神珠让他这么心动的，这要不让他认主，不是傻子吗？主人取一滴血给杨希服下就行，滴血认主，这么简单。冷华年用灵隐剑在右手食指上划了一个小口子，鲜血涌出。杨希凑过来，张开樱桃小口，一滴两滴三滴，血源源不绝滴入他口中，他一下吞了个畅快。哥猛了！冷华年望着吃得正欢的杨希，也不好打断他的雅兴，在他足足吞了10几滴血之后，他才一口将冷华年的手指含到嘴中，帮他把上面的血迹舔舐干净。多谢主人的神龙宝血。杨希一脸的感激和满足，这你也能品得出来？当然，我们气灵是最敏感的，何况我还是阴阳神珠的气灵。杨希，接下来要干嘛？请主人收服阴阳神珠，让神珠融入主人气海。要怎么做？主人，盘膝、屏息、凝神、忘我。冷华年照做，突觉气海一热，周围的景象都变了，小世界消失，自己现在正坐在地狱裂口，还好杨希还陪伴在左右，不然非得以为是做梦不可。因为气海发热，冷华年低头先一看，小腹上一个黑白两色的阴阳太极图开始比较明显，慢慢的淡了下来，直到最后彻底没入冷华年的气海之中。恭喜主人，大功告成。杨希由衷的高兴，一是为自己找到新主人，而是为主人身后的福泽。这就成了，这阴阳神珠跟主人有缘，恐怕你踏入虚空之门的那刻，他就认准你了，不然也不会放你进来。或许吧。主人内视一下体内，感受一下跟你融为一体的阴阳神珠。有些东西是无师自通，因为跟阴阳神珠已经合二为一。冷华年随着意念瞬间就踏入阴阳神珠形成的小世界，小世界就在冷华年的气海之内。冷华年很是好奇，小小气海里面这个小世界却是比虚灵大陆还要大无数倍的一方超级世界。天使女神杨希也跟了进来。主人，如何？完美，从未有这么棒的感觉，在这个小世界居然不受天道法则的压制，是不是意味着以后在小世界修炼，地灵境就再也拦不住我了？当然，阴阳神珠作为万界最珍贵的宝物，它形成的小世界里面灵气比上天界还充裕，在此修炼事半功倍。杨希，我有一些红颜知己，你说我飞升上天界的时候，能不能让他们藏在我的小世界，带他们一起飞升？当然可以，非但是人，你连喜欢的山川、河流，甚至建筑都能移到小世界内，只要小世界能容得下，无所不能移。这也太逆天了。冷华年的眼中神采更盛了。主人，阴阳神珠本非凡物，要不然他怎么可能留在万界女帝身边？随着主人对神珠的了解，还有更多的惊喜在等着主人呢。有这方小世界我就很满足了，何况还有你这么个可人气灵，这次真是赚大了。主人气运加深，福缘深厚，好运绝不仅仅这一次。唉，杨希，同样是气灵，你说话比殷若好听多了，你压制住他，别让他出来烦人。主人放心，你现在已是阴阳神珠的主人，殷若他不敢再给你脸色看了。那最好不过了，我先出去了，我娘子和岳父大人还在等我呢。主人，我会守护好小世界，你要常来看我哦。一定。冷华年伸手抚摸了一下杨希柔顺的长发，杨希没有躲避，不过白玉般的俏脸却多了一抹红晕。冷华年笑着出了小世界，心头快慰，这种逆天造化不是谁都能遇到的，他不得不感慨，妖后真是太厉害了，他早就预言这里有他的大机缘，果真如此，他这天机女神真是名副其实，真该马上飞去万寿山脉好好感谢他一下。冷华年出了地狱裂口，外面的世界已经变得宁静，虽然残局还没来得及收拾完，不过再无怪物横行，这就是最好的消息。小公主见冷华年完好无损的出来，赶忙跑过来扑进他的怀中，夫君，我担心死你了。没事，我福大命大，安心。冷华年拍了拍他的后背，提醒他有人正看着他呢。小公主玉脸一红，离开冷华年的怀抱。贤婿，怪物一下就全部消失了，这一切都是贤婿的功劳吧？地狱裂口里面有只怪人，他能催生怪物，我把他给收拾了，外面的怪物也就全部消失了。贤婿真是我西燕的救星，你立下如此大功，本王都不知该如何感谢你了。岳父大人，一家人何必说两家话，我为西燕出力也是理所应当的。好，妹婿，这次多亏有你了。两位王子现在看冷华年的眼神就要亲切多了。贤婿，且随本王进宫，今日定要大摆筵席，欢庆大节。面对西燕王的邀请，冷华年也不好拒绝，正好一起进宫，增进一下跟小公主的感情。今日西燕普天同庆，从灭国的边缘迅速缓过来，这一切当然多亏冷华年。宫廷晚宴，冷华年成了绝对的主角，
当然酒也喝了不少。当醉醺醺的冷华年躺在床上即将进入梦乡之际，他却突然感觉有人钻进了被窝，温香暖玉，抱了个满怀。小公主，冷华年是喝多了，但还没到人事不省的份上，怀中的美人儿不是西燕公主还能是谁？夫君，我想你了，过来陪陪你。这怎么可以？你堂堂公主怎么可以爬上我的床？要是被岳父大人知道了，他非骂死我不可。夫君，其实是父王叫我过来的。小公主把头埋在冷华年的怀中，这实在是有点过于亲昵了。她虽然喜欢冷华年，可直接跟他睡到一个被窝，心里还是有点害羞。什么？岳父大人待我也太好了，他让我抓住你的人，也要抓住你的心。我不知道该怎么抓，只能把自己献给夫君了。冷华年看着怀中美人娇羞欲滴的样子，醉意全无。小公主颜艳意彻底成了冷华年的女人，以冷华年的性格，小公主成功了。她既抓住了冷华年的人，又抓住了冷华年的心，当然她也将自己献给了冷华年。夫君，小公主这一声夫君终于喊得理直气壮了。乖。翌日清晨，冷华年被园中鸟儿吵醒，看着怀中的瓷娃娃脸带红晕，睡得正甜，感觉有点棘手。这是来了王宫，两人还未成婚就睡到了一起，不知道岳父大人知道后会是什么反应。虽然小公主暗示是岳父大人让她来跟自己套近乎，可套近乎用得着上床吗？冷华年看着怀中美人是又怜又爱，忍不住在她白皙如玉的额头轻轻一吻。小公主被他弄醒了。夫君，醒啦？该起床了，我这里恐怕成焦点了，这回会不会有几双眼睛正盯着这里啊？要是父王王兄见到我在你房内过夜，他们会怎么想？小公主一声轻呼，她的脸皮终究还是薄的。没事，反正你早晚都是我的女人，我看岳父大人对我也算满意，我娶你他应该不会反对，他巴不得我嫁给你，要不然他昨日不会叫我过来跟你亲近。那就好，只要岳父大人同意，这事就好办了。夫君，让伊儿为你更衣。小公主虽然身娇肉贵，不过在冷华年面前还是表现得低调讨喜。两人穿好衣裳，丫鬟在门外已经候着。春桃，你一直在这里？小公主眉头一蹙。公主，奴婢才到，陛下在餐厅等你，要与你跟驸马一起用早膳。父王知道我在这里。小公主这下彻底没了侥幸心理，事情已经摆在明面上了。奴婢不知道，奴婢只是听吩咐过来候着。你去吧，我随后就去见父王。当冷华年跟小公主踏入餐厅的那刻，西燕王颜重光的眼睛突然睁大了一圈，他一眼就发现自己宝贝女儿一夜之间已经从地灵境圆满突破到了亡灵境3层，这种神仙速度简直令人匪夷所思。他不明就里，不过还是轻抚长须，这是天大的好事。三人在一种莫名的气氛中用完了早膳。义儿，你先回落霞宫，为父跟你男人有些话要说。父王，小公主有一点点担心，父王会责备爱郎，当然也就一点点而已。他知道在这虚灵大陆谁也欺负不了冷华年，他实在是太强了。两个人望着西燕公主离开的背影，突然将目光收回。贤婿，怎么回事？我关义儿连破2大境界，这速度我想想都心惊。不瞒岳父大人，义儿已经成了我的女人，可能我的血脉天赋都比较特殊，对义儿很有注意，让他一举破了2个大境界。好啊，可惜本王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否则我定让他们都嫁给你。多谢岳父大人厚爱，义儿我肯定会负责到底，不过有些事我必须先给岳父大人透个底。贤婿是不是想说你还有别的女人？冷华年一怔，这岳父大人目光如炬啊，点头道：正是此事。本王林颖健还是能认得出的，独孤女帝能将大央镇国之宝给你，可见你们之间绝非普通关系那么简单，想来除了最亲近的爱人，没人会有这样的大手笔。岳父大人一语中的，独孤女帝确实是我的女人，而我的女人也并非只有她一人，可以理解。男人吗？本王后宫佳丽不说3000，1000还是有的，人不风流枉少年，本王完全能够理解，只要你心里有意儿，对她好，那就足够了。岳父大人尽管放心，既然义儿成了我的女人，那我此生定不会亏待她。好，好啊，贤婿了本王一桩大心事。岳父大人客气了，以义儿的姿色和尊贵身份，什么样的青年俊彦找不到，我不过是运气好捡到这个大宝贝而已。贤婿啥都别说了，你不是普通人啊。岳父大人过誉了，本王知道你很忙，不过你至少要在这宫里待满3天，你那个1杯5本王还没喝够，另外义儿刚将身心完全交付到你身上，心中对你的依恋很盛，你这2天也要抽空抚慰好他，毕竟他还小，假如耍性子和脾气，你要包容他。谨遵岳父大人吩咐。贤婿不要客气，以后就是一家人，我那2个儿子，你有机会也有提点义儿，晚上咱们几个一起喝酒。你这回先去落霞宫陪陪义儿，虽然你们才分开一会，不过我敢肯定他这会在宫里对你已是望穿秋水。小婿这就去看小公主。
冷华年直接到了落霞宫。夫君，见到冷华年过来，小公主再次扑进爱郎怀里。怎么，才分开这么一会就想我了？小公主把俏脸靠在冷华年的胸口，静静听着他的心跳声，这才确信这不是一个梦，眼前这人是她真真切切的男人。夫君，你是来跟我告别的吗？没有，我答应岳父大人在王宫待3天，这3天我会陪着你。真的？小公主眼眸中光彩绽放，这还能有假？冷华年轻抚她柔顺的秀发，轻轻。小公主踮起脚，闭上眼睛，将水润香唇凑到冷华年的唇边，冷华年一下就吻了上去。远处的春桃看到这一幕，吓得心里狂跳，公主何日变得这么大胆，居然在花园中就跟驸马亲吻起来。要知道公主府下人上百，这里可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二人呢。没想到公主这么豁得出去，这可不像是公主的风格。你不怕被他们看到啊？谁看到了以后就当暖床丫鬟。小公主俏脸一红，嘴上丝毫没有松口。你呀？冷华年低头将自己的脸庞贴在瓷娃娃的俏脸上，软软的嫩嫩的，感觉极好。园中的丫鬟们全部自觉回避，只有一人还抱剑靠在一边的梨花木廊柱上，正是神色复杂的颜良。冷华年的感觉何其敏锐，他知道他心绪不佳。昨夜他跟小公主恩爱，颜良其实一直在窗外守护，夜路湿了衣衫，他也没离开半步。他在守护公主，可公主身边是虚灵大陆最强的男人，需要守护吗？他或许是要守护那个有可能属于他的梦，或者是靠近那个男人。那日在飞剑上，冷华年跟小公主确立了关系，其实跟颜良也确立了关系，毕竟颜良要守护小公主一辈子。小公主嫁给冷华年，颜良也要跟到小公主身边。不过两人的身份不同，境遇也不一样。小公主一夜之间破了2个大境界，颜良在外面守了一夜，说好了都是冷华年的女人的呢。颜良倒没有多少嫉妒，当了这么多年小公主的贴身护卫，他是懂分寸的。只是他难得喜欢上一个男人，想要跟他亲近片刻都不得，因为对方是小公主，自己只是一个护卫，两人的身份是不对等的。当小公主携手冷华年走过颜良的身边时，颜良笑着向两人各施一礼，然后转身跟两人保持距离，给两人相处空间。不过在转身后，他脸上原本故作轻松的笑容也慢慢消失不见，眼神中只有一缕哀伤。冷华年突然放开小公主的手，朝着颜良的方向快走2步，直到跟他并排，才悄悄在他耳畔轻声道：今晚等我，我助你突破到地灵境。颜良好似被雷击中，整个身心有一种要幸福到爆炸的感觉。谢谢夫君。如果没有小公主在不远处看着两人，他一定会扑到冷华年的怀中。颜良想努力平静自己的心绪，可惜原本胸就波澜壮阔，这下更是波涛起伏。这或许是他此生听过最让他激动的一句话。冷华年回到小公主身边，小公主调皮地问道：夫君，你刚才跟颜良说什么了？看他那情绪激动的。我让他今晚等我，我助他突破到地灵境。哦，应该的，既然你已答应让他成为你的娘子，这一步早晚都要走的。那你会不会生气？冷华年紧紧抓着的那只玉手。我既然支持颜良成为你的女人，夫君，你说我会在意这个吗？你年纪不大，格局不小，了不起。那今日白天夫君都得陪我。那个自然。冷华年怜惜地将小公主搂到怀中。夫君，下一次见你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所以我想让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深处都是你的印记。一儿，我要跟你说个事，可能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设法飞升到上天界。假如我能带上你，你是跟我一起飞升，还是留在虚灵大陆？飞升上天界，不管去哪儿，我都要跟着夫君。可能会有危险哦。危险？没有夫君，我生无可恋，危险不值一提。好，那我到时一定带上我的叶儿。夫君，你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昨夜之后，我的现在和未来都变得不一样了。